姓何的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你死了，我也不会认你是我爸。你的遗产我一分不要，带着你的钱进坟墓去吧。儿子，不要走，不。30年前，何宁喝酒打牌，被人上门追债，导致妻子出事早产，一尸两命。虽然后来洗心革命，成为千亿富豪，但换不回失去的妻子女儿，换不回儿子的原谅。妈妈，妈妈！何宁眼睛瞪大，猛然清醒，呼一下坐起身，眼前3岁的儿子看着他，眼神惊恐。梦境里似的，30年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何宁眼前，两世的人生经历割裂清晰。眼前后半农家小院，2间土坯房，是30年前生活的农村老家。爸爸凶，爸爸不好。文文，不管他，妈妈教你送灶神，妈妈陪你放泡泡。腊月23，何宁心脏狂跳，呼吸粗重，重生到老婆难产亡故的腊月23。前世就是一帮讨债的混混，在腊月23上门讨债，导致妻子摔倒出事早产，一尸两命。猛然清醒，重生回来，让他抱憾一辈子的事还没有发生，还来得及挽救一切。何宁稳住心神，不能显得过分激动，因为此刻在李娟眼里，他不是张嘴要钱，就是骂老婆吼儿子。过分激动会让妻儿更惊恐害怕。儿子来，爸爸抱。何宁，我求求你，不要给儿子发脾气，他是怕你冻着，进去给你盖被子。爸爸不凶，不凶妈妈。何宁心里像锥子刺进去，把胸口捂住，咬紧牙关忍着痛，深吸一口气，脸上给妻儿微笑。老婆，咱送灶爷回天，咱放炮过小年。李娟害怕何宁又向她伸手要钱去打牌。明子，年货咱不办了，文文的新衣服也不买了，过完年一开春要买种子，要买一只小猪仔，我求求你，别跟我要这点钱了。娟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沾一滴酒，不玩一把牌，我不会让你们母子再受一点委屈。李娟听到这些话，眼神愣怔怔，身子僵住。娟，把香给我。李娟缓过神，抬头看案板旁碗柜上面，伸胳膊从上面取。何宁一步跨过去，伸手稳住他的身体。老婆，你不要动，我来拿。何宁在橱柜顶上的一捆黄香拿下来，抽出一根点上。儿子，过来，爸爸教你上香。小文文慢慢走到何宁身边，眼神里依然是惊恐害怕。何宁忍着锥刺的心痛，将香小心翼翼递给儿子。来，儿子，站在灶堂前，握住香，作揖插在香炉里。何宁小心翼翼抱起儿子身子前倾，让他把这根香插在香炉里。爸爸，好玩。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对不起妈妈，爸爸错了。拖着肚子的李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何宁会搂着儿子伤心痛哭，更不相信他会说出给老婆儿子认错的话。他终日游手好闲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，浑然不顾家，回来就撒泼骂人要钱。爸爸不哭，不凶妈妈。恍惚间，前世何宁死亡时病床前那一幕似乎是刚刚发生。已经是傍晚，几个混子马上就要上门讨债。文文，待在妈妈身边，看好妈妈，不要出来。老婆，你和儿子都不要出来。何宁出了屋子，将院墙角立着的4股铁叉握在手里。哟，宁子，知道我们要来？知道。钱凑够了没有？杨彪看着他手里的铁叉，再看他的眼神，突然觉得这家伙今儿有点不对劲。之前他使用手段让何宁输了1000块，今天正是上门要债的人。92年的1000块，对于农家人，对于何宁是一笔无力偿还的巨款。杨彪，我欠你的钱我会还你。钱呢？现在没有。屁话，今天不拿钱，我们踏进你家院子揭你家房顶。敢进我家院子一步，我杀了你们！4股钢插在何宁手里，呼一下传过来，对着杨彪的脖子。宁子，别这样，好说好说。何宁捏着铁叉往前一步，杨彪也看出来今儿的何宁不好惹了。宁子，你写了借条，这笔钱你躲不掉的。我盗的孽我担，但你拿我的赌债敢威胁我妻儿，我杀了你，我给你偿命。大哥，我们几个还治不住他。好说好说，何宁，我再给你5、6天时间，30早上我来拿钱。你若还不上，别怪我不让你们一家子过年。滚！小子，敢跟彪哥横，你等着，还不上钱，我们揭了你家房顶。杨彪一火，要这种债也怕遇到硬茬，不是正经民间战士，遇到硬茬他们也不敢太过分。几个人钻进面包车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何宁绷紧的身心放松下来，危机暂时解除，但不一定消除了。他们极有可能在年30早上又来逼债。重生回到92年，我只想在农村守着老婆孩子，钱是豪宅别墅，那不是家，妻儿在才是家。何宁回到屋子，
看到李娟正要做饭，一把上去抢过面盆。老婆，你现在不要动，你快生了，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？晚饭我来做。李娟神情又是一愣，他主动做饭，难道他会做？何宁拿走面盆，看着厨房仅有的物资，半袋子白面，半袋子小米，半缸酸菜，2袋子土豆，就这些东西，已经到腊月23，这个年怎么过？还好，家里有几袋子煤炭，妻儿暂时冻不着；有几袋子麦子，有白面，肚子暂时饿不着。肉会有的，年货会有的，新衣服会有的，还有5天时间准备。重生回来，当务之急，先把这一顿饭给老婆儿子做好吃好。爸爸吃肉面条。何宁心里又一疼，没有年猪，家里哪有肉？只有腌缸酸菜和土豆。看着3岁大的儿子和怀孕的老婆，这顿饭让老婆儿子一定吃上肉。已经是腊月23，村里有人家肯定杀了年猪，先借一点回来。老婆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有5毛钱先给我，是给儿子买一串鞭炮。你是给儿子买炮，不是喝酒？老婆，就是买一串鞭炮而已。刚才李娟答应孩子陪她放炮炮，本来就想出去买一串鞭炮。李娟转过身，从衣兜里掏了半天，掏出5毛钱，小心翼翼递给何宁。你真的是给儿子买鞭炮？老婆，过小年家里得有个响不是？何宁手抖着，小心翼翼把这5毛钱捏在手里。爸爸吃肉，不放泡泡。儿子，肉要吃，泡泡也要放。从今开始，这个年爸爸陪你们母子热闹过，我20分钟就回来了。先去二叔家借一块肉。今天二叔家把年猪杀了，即便和二叔二婶关系冷漠，但他家杀了猪的今天，借1斤2斤肉总能借来吧。何宁踏着积雪，小跑着到村东头二叔家，在他家大门口就闻到一股肉香，放了种花椒的。二叔二婶，你来干什么？二婶，我儿子闹着要吃点肉，你家猪肉给我借上1块，过2天我还你。你家没喂年猪，你拿什么还我？你到别人家借去。何宁的亲二婶说完这个，转身回去了。站在门口的何宁脸上还挂着尴尬微笑，透身冰凉。3年前父亲离世，二叔二婶对何宁冷漠的像路人。何宁咬咬牙转身离开，怪自己不招人待见。手里有2个子，不是扔在商店里买酒，就是扔在赌桌上。脚步沉沉到王家小卖部里，花5毛钱买一串鞭炮。回家的路上心情更加沉重，单有炮声这不行。儿子满眼期盼着吃肉，怀孕的老婆又何尝不馋一口年猪肉。刚好走到梅姑家大门口，梅姑家没有杀猪，但她闻到一股浓烈肉香。为着妻儿这顿饭吃上肉，她把脸皮抹一把，装进裤兜里，迈步子进梅姑家大门。梅姑，你家有肉吃了？梅姑没二婶那么冷漠。宁子，我家后天杀猪，杀了猪肉就给你家送过去。但何宁想让妻儿这顿饭就吃上肉，只能厚着脸皮继续说道：梅姑，你家厨房锅里明明煮着肉，我闻错了。你姑父给人家杀猪，人家送的几个猪尾巴吗？我给煮上了。何宁不想绕弯子，头低着看脚面。梅姑，把你煮的猪尾巴现在给我借1个，先给我老婆儿子吃一顿，后天你家杀了猪，不用再送我肉。梅姑眼神一愣，不是惊讶何宁借1块肉，而是他说出的话竟然主动为着他老婆儿子着想了。好啊，好，我给你捞一个，刚煮熟，你拿去，别的那些切片就着酸菜炒上，香着呢。梅姑转身进屋，拿了1碗猪尾巴出来。够吃一顿，我家猪杀掉，我再送你好肉。宁子，听姑劝，好好疼你妻儿，别再喝酒买醉折腾人。何宁端过碗，眼睛盯着肉块，一字一句：梅姑，我醒了。转身大步回家。我当年那根脑子抽筋，怎么把我的娘家侄女介绍给你？何宁端着这个煮熟了的猪尾巴往家里小跑。重生回来，看自家这处破败小院和土坯房子土院墙，何宁心里没有一点点失落，有的是巨大的安慰。前世豪宅别墅，那不是家，妻儿在才是家。重生回到92年，我上山抓野鸡野兔，给妻儿改善生活。娟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咱们吃肉，吃完去放鞭炮。哦，吃肉放泡泡。这个哪来的？梅姑家煮的猪尾巴，我借了1个，先让你们娘3个吃一顿。宁子，你也好意思张口？咱拿什么还人家？梅姑说了，她家后天杀年猪，会给咱家送一些肉过年。梅姑心好。嘴上这么说，但何宁心里清楚，
在落魄时还是帮他的才是真正的亲人。吃完饭，何宁带着儿子到院子放鞭炮。真的好。爸爸坏。娟，我明天去挣办年货的钱。李娟突然咧嘴哭。宁子，不要打牌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何宁说句挣钱的话，让李娟恐慌万分，以为他是出去玩牌赢钱。何宁一阵苦笑，看来想改变妻儿对自己的印象急不来。文文，回去睡觉觉了。将儿子哄睡着后，何宁转身对着李娟说道：“老婆，我现在出去赚钱。”李娟心神大乱，一把拽住何宁：“你答应我的，你不去玩牌了，你又说话不算数。”老婆，我是出去抓野鸡、野兔啊。抓野鸡、野兔？今天晚上抓2只野兔，明天一早我去红会矿区卖给那些矿工，咱就有钱办年货了。红会矿区的那些下井挖煤工人身上有钱。过年前的这几天，猪肉、兔子肉、鸡肉、羊肉拿去那儿卖，总能脱手。你哄文文安安心心睡觉，我很快回来。前世李娟难产，何宁跑去叫人，路过一处荒滩，惊跑了几只野兔、野鸡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时候。老婆儿子的新衣服有了，回家。娟，咋还没睡呀？你说你进山，我睡不着，我等你回来。你先睡，我把这10几只山鸡收拾清楚，不能让他们这一夜死掉。李娟看着网子里扑棱扑棱的一堆，男人给她的惊喜，有史以来第一次。宁子，真是你抓的？娟儿靠山吃山，这10几只山鸡明天能卖大概100块吧。明天一早我拿去矿区卖，我在隔壁屋里收拾，别惊着你和儿子，你赶紧睡觉，别等我。何宁回家，李娟放心了，头一挨，枕头睡了过去。恍然想到，先给老婆炖一锅鸡汤补身子。重生回来的第一天，何宁就坐在炕沿边，守着火炉，守着锅里炖着的野鸡，守着睡着在炕上的妻儿。宁子，嘘，天还没亮。宁子，你熬着。我炖了1只野鸡，明天一天你们母子有鸡汤喝了。宁子，哎呀，1只鸡卖5块钱呢，你干嘛给我炖？真浪费。他不喝鸡汤，他要5块钱。老婆，躺下睡吧，好好睡，已经炖锅里了。你明天不是要去红会矿区吗？赶紧睡。对，我睡一会儿，我明天要走40里雪路。何宁上炕，躺进被子里，紧紧搂住儿子。宁子，你这就出门？娟，40里雪路，我走3个小时能走到都是快的，我现在就出发。宁子，你小心雪路，早点回来。出了10里铺山沟，上了去往红会矿区的大路。这一走，何宁便足足走了3个小时。大哥们、嫂子们、弟妹们，快出来看啊！山鸡、野兔给你们带来了。哇，是野鸡呀？怎么抓的？喂，你哪人呀？高崖镇杨烧沟10里铺的大妈们、嫂嫂们，我昨晚熬了一夜，在山里抓回来，把我差点冻死。我一大早就出门，走着来的，走了3个多小时呢。多少钱1只？说价。1只山鸡10块，2只兔子20。这2只我要了，给20块。我也要1只，10块给你。很快，15只野鸡、2只野兔就被抢完了。我以为是鱼呢，这咋办？今年过年，咱连1条鱼都没有。何宁听到这话，脑子里忽一道亮光，把说话的2个妇人叫住。嫂嫂，你们的意思，鱼必须要有。小伙子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过年了，年年有余，可你拿来的是山鸡、兔子。要不是前天突然下这场大雪断了路，卖鱼的人就已经来这里了。为了多赚点钱，让妻儿过个好年，何宁咬咬牙，决定再跑50里雪路，去县城拿鱼过来卖。嫂嫂，给我1个馒头，赶下午给你们把鱼背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赚到第一笔钱，一分不少交给老婆。何宁咬着馒头，大步往县城去。昨晚还身无分文，现在170块钱带回家，能给老婆这些年来一次巨大的惊喜。但这钱卖鱼还能翻个番，别说50里，就是500里也得去。农贸市场里，一家鱼铺子问过来，鲤鱼1斤1块5，一共46条大鲤鱼，装2个袋子，有100斤，再加10块钱小推车，身上还剩10块。何宁把2袋子鱼绑到拉车上，拉着小车转身就跑。已经是下午3点，赶到红会矿区，天都黑了。喂，兄弟，去哪儿？去红会矿区，这些鱼是给矿工家人们供的，他们等着要。赶紧上车。大哥，你不拉我，我就走到天黑了。你这小子厉害，大雪天里
到县城拉上鱼去矿区，没你这么拼命挣钱的。嘿，这算啥拼命？一来一回80多里路，确实拼命。何宁掏出一条鱼送给司机，老哥，你拉煤发财。兄弟，祝你卖鱼发财。都出来抢鱼了。接下来可想而知场面有多热闹，2袋鱼差点被这些矿区家属们抢完。不行呀，大嫂，最后2条得留家里。小伙子，你明天还来不？来，还是卖鱼，尽可能保证你们每家年年有余。说好的呀，我们等你，我们就不打发别人折腾了。何宁转身回家，钱是280万、2800万，何宁没任何喜悦的感觉，但现在这278块能给老婆巨大的喜悦。爸爸回南了。明子，我留了鸡汤鸡肉给你，赶紧进来吃。娟，你和儿子先吃，吃完我再吃。明子，我和儿子都吃过了。明子，你……李真是想问，那2只兔子，那些山鸡到底卖到钱了没有？何宁从怀里掏出一把钱，递给老婆。数数，接过钱，李真感觉自己从没有过的一阵眩晕。李真盼着何宁赚钱回来，又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他会打牌把钱输掉。这个男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？老婆，你小心，还不到300块就把你吓的。300块？没有300，差着20几块。李真手抖着捏着钱。明子，真是你挣来的？何宁把挣钱的过程认真说了一遍。李真听得呆愣愣半天，回不过神。这几年为着家里生计，他硬着头皮甜着脸，借钱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邻居，但因为何宁豪赌事迹，到现在没有人愿意借他1毛1分。村里人看见他就躲。明子，你告诉我，我不是做梦。娟，你没有做梦，这笔钱干干净净是我一步一个脚印，走了100多里路挣回来的。老婆，我挣钱了，你还哭？明子，我是高兴。李娟是高兴，但心里的一半感受还是委屈。妈妈不哭。儿子，谁说只有腊月23能放炮？咱今晚继续放炮。明子，明天去镇上赶集，给儿子买一套新衣服，再买些粉条、糖果、花生。明子，钱不能乱花的。娟，这笔钱我给你，让你数明白，让你知道我今天的收获。但是我要用这笔钱做底子，明天一早再去一趟黄原县城，让这270块再翻个番。啊！相信我，再翻个番，最少500块，明晚给你带回来。可是我怕。李真怕他把这笔钱输掉，心底里真的怕。刚刚有的惊喜又成了心底的恐慌。明子，我不贪财，我不要500，这些钱够了，你在家待着陪我和儿子，好不好啊？明子。何宁理解老婆的心情，转身到门台上，把袋子里的2条鱼提进来。老婆，你看，过年前这几天，矿区的工人家属每家最需要2条鱼，但是前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拉往矿区的鱼车2、3天没法走，也没人拼了力气干这一趟活，这是我能赚一笔钱的大好机会。明子，可是……何宁呲牙一笑，在李娟额头亲一口。老婆，相信我，明天晚上我回来，这笔钱翻一翻给你。李娟的恐慌心情慢慢沉下去。明子，真能翻一翻？肯定能翻一翻，但是明天我不能徒步走了，太累了。何宁想到一个办法，借梅姑家骡子车一部。梅姑知道你是做正经事，会借你的。何宁怀里抱紧儿子，手里提上2条鱼，拉着老婆往梅姑家去。明子，你像不像话？你老婆这个样子，万一滑倒了摔倒了怎么办？梅姑，这不没事吗？还没事，出事了你怎么说？不，明子给你送2条鱼来了。娟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明子给你送2条鱼。鱼？哪来的鱼？开什么玩笑呢？给梅姑2条鱼都给你，做熟后1条给我老婆送来。明子，哪有你这样说话的？你们哪来的？何宁卖山鸡卖兔子，再反手卖鱼的事儿，李真说了一遍。明子，你妈把你重生了一遍，你能吃得了这种苦？重生回到92年，老婆儿子的新衣服有了，外债也解决了。和昨晚一样，何宁守着炉子，看着妻儿睡觉，熬到午夜，打算熬到早上5、6点就去县城，但实在熬不住，躺倒睡着了。一睁眼，天色大亮，真没用，睡过头了，真浪费时间。李真给何宁泡了满满1罐头瓶茶水。娟，安安心心等我回来。明子，赶梅姑家骡子车，你一定注意了，大雪路上不好走。
李真转身在身上掏，将藏在身上仅有的100块钱也给了何宁。李真昨晚闭着眼想了半夜，2天时间，何宁的表现足以让他把身上的100块钱掏出来。早点回来。何宁吃过饭后，站在梅姑家大门口。宁子，你能死心，不高兴你早点回来，别让你妻儿担心。知道了。骡子车出了山沟，到大路上踩着雪路哒哒哒小跑。小伙子，这要多少？300斤，有吗？有，你稍等一下。从黄原县城到红会矿区，骡子车走大路，小跑着。3个小时后到矿区家属院，抢鱼的热闹场面又上演一番。小伙子，明天还来不？不来了，明陪老婆孩子扫房子、做黏膜、做肉、做鱼。不是何宁不想来，而是听到消息，到今儿下午有一车鱼拉到矿区来，明天在这里卖鱼一条都卖不动，现在还有早，再去一趟镇上办年货。到了镇上，何宁一口气置办了满满一车年货。刚要离开，眼角余光看到前2天去他家讨债的杨彪和他的手下。何宁转身拿了一把菜刀插在衣兜里。宁子，看了你半天，办年货花掉了200多块，有钱办年货，没钱还我。兄弟们，把他架子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。谁敢？来，你有胆你往这儿！何宁举起菜刀，轰一声砍下去。彪哥，他真砍人呢，他疯了吗？他！杨彪唬得张嘴合不住下巴。大清白日拿菜刀砍人，哟，砍的是杨家的混混。杨彪，你趁着我喝醉酒，借我1000块钱压碗子，再把这1000块让你手下的拖引走，再逼我打借条，然后上门威胁我妻儿还钱，我还你什么钱？敢抢我的年货，我砍了你们！来呀，你过来呀！彪哥，这小子真下手。彪哥没道理啊，他以前那么怂。杨彪，你们霍霍黄家媳妇、张家媳妇，3天前的事儿，过完正月初3，等着进去吧。杨彪脑袋里一声闷响，身子晃了下。那2件事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们村的张爱国是王二混子表哥，王二混子把你的事告诉了张爱国，张爱国又告诉我的。彪哥，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杨彪嘴上挤出难看的笑。宁子兄弟，咱有话好说，好说。何宁低声嘀咕。杨彪，我也好说话，把我写的那张借条给我，你搞人家媳妇的事，我不说出去，怎么样？杨彪从衣兜里掏出何宁打的借条，递给他。何宁喂进嘴里吃了。杨彪，我还欠你钱吗？不欠了。杨彪脸上也有了一抹冷硬。何宁，你敢再拿这事搞我，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杨彪，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重生回来的何宁并没有影响到杨彪的人生轨迹。再过几天，杨彪这件事情也会东窗事发，被抓进去。哼，再让你蹦跶几天。何宁嘀咕着，拉着骡子回家。梅姑，年货都给你办来了，你看还缺什么东西？明子，你手里拿了钱就乱折腾，哪能这么大手大脚？梅姑，50斤大米，咱2家1人1半，粉条2捆，咱2家1人1捆。何宁的二婶来梅姑串门，看得那叫心里一个不舒服。红梅，你办了这么多年货，这不是宁子买回来的吗？我刚骂他呢，怎么能这么花钱？红梅，不是我说你，这都腊月25了，你还给他借钱办年货，你好心扶他们，能扶起来？宁子他二婶，什么我给宁子借钱？我没给他借钱。你没给他借钱，他哪来的钱办年货？你看这些要花好200呀。是宁子这2天去矿区办鱼挣的钱。二婶根本不信，口气里满是嘲讽。他能挣来钱？他要能挣来钱，地上的钱能把人倒了半死。李红梅生气，不愿跟对方再说什么。何宁把二婶的讽刺挖苦听在耳朵里，一个字没解释。看见何宁没说话，王琴悄悄靠近，摸了一把糖果。二婶，你干嘛？王琴被这么一吼，尴尬的跑了。回到自家院子，爸爸，我要吃糖糖。何宁张开双臂，把儿子抱起亲上去。儿子，糖果随便吃。老婆，年货买回来了，大米有了，肉有了，新衣服也有了。重生回到92年，老婆意外早产，前世悲剧今世避免。李珍看着满满一车年货，以为何宁将钱都花完了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宁子，你把钱花完了。何宁看老婆急，他不急，还在一旁笑嘻嘻。老婆，钱挣来就要花了，你看咱年货，碗碟桌子板凳，大米鸡蛋粉条，韭菜蒜苗。我不要这些，我要我的100块钱，你还我钱。李珍满脑子都是何宁将钱花完了，过了年没有钱买种子、买猪仔，
该怎么办？宁子，你答应我的，给我把钱拿回来的。你说话不算数，东西咱们给退了。老婆，看你脸拉的，等一下给你惊喜。惊喜个屁！我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去办年货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些东西哪有买回来又退掉的？我不管。就在这时，何宁的二婶和二叔急匆匆走来。二叔何国民张口质问：宁子，你去了一趟矿区？对，倒手2趟鱼，挣个半年货钱。你二婶抓你一把糖，你连好带骂都掉了。何宁皱眉，他是吼了，但他没骂人。王琴回去添油加醋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气得何国民追过来训话。宁子，你眼里有没有长辈？你敢跟你二婶耍脾气？二叔二婶，我倒要问问，你们眼里有没有亲侄儿？宁子，你说什么混话？二叔二婶，你家前天杀了年猪，我把脸皮装到裤裆里借2块肉，你们不借？对，我混，我不是人。可我老婆儿子也混吗？我老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快生了就想吃一口肉。我何宁清醒了，我知道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。我梅姑拿一个猪尾巴给我妻儿吃，我拿20斤大米、2条鱼报答她。二婶，你不借给我2块肉，我的1颗糖你也别想吃。我就这样，怎么着吧你们？你爸死的时候，棺材是我给你钱买的，500块，你还我。何宁呵呵冷笑。3年前，何宁为借500块钱给他爹买棺材，足足给他二叔磕了10几个头才借到。二叔是借了500块，但自己父亲难道不是二叔的亲大哥？这件事也成了何宁心中的一根刺。二叔，翻过年我挣钱了，500块，我1分不少，连本带息还给你。你现在就还我，你有钱买东西，没钱还。我老婆要生孩子得去医院，还不得花个几百？见命一条，还去医院生孩子。突然听见王琴这句话，何宁转过身，菜刀提在手里了。姓王的泼妇，你再说一声我老婆见命一条。宁子，他是你二叔，别这样。娟，4年前的事你不知道，我回头和你说。走，咱们进屋做饭。回到屋里，做完饭，老婆还生气呢。说着，何宁将一把钞票掏出来，厚厚一沓。我说过我把钱花完了吗？500块，1分不少，给你。你没花完。娟，370块，翻一翻是多少？办年货花了200多，这剩多少你心里没个数。下意识的，李娟接过这一沓钱。娟，不许哭，过来陪我和儿子吃饭。谁哭了？真是的，干嘛骗我说钱花光了？晚饭过后，何宁拿着铁锹将院子的雪给铲得干净，地面都是雪，万一老婆摔着就麻烦了。正房地上新碗新碟子新盆一大堆，20多斤的一袋子大米，1篮子鸡蛋，4条鲤鱼。月月，看，这都是爸爸给咱家挣钱买的年货。月月，你相信他是好爸爸，对吗？忽然肚子一缩，隐隐痛了一下，屁股就在地上。何宁馋血，忽然听到李娟这一声喊，吓一大跳。娟，你摔倒了？没摔倒，肚子痛了一下，我坐地上了，不会是要生了吧？你别吓我，你说过了正月15才生的，我才没送你去医院。大晚上去县城的路，骡子车走上3个半小时。宁子，你别怕，文文还不是在家里生的，你去叫梅姑和张奶奶。何宁不怕杨彪逼债撒野，但怕老婆生孩子叫痛，满脑子是前世最可怕的那个场景。宁子，我又不是没生过孩子，看把你吓的。早知道你现在肚子疼，我先把你送去医院，我不是挣钱了吗？咱还怕去医院花钱？我哪能算的那么准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看把你慌的。娟，我不慌，可是大晚上的怎么去医院啊？万一你生到去医院的路上怎么办？宁子，你去叫梅姑和张家奶奶，我好像真的要生了。何宁撒丫子跑出院子，跑到梅姑家，满脑子里压制不住心里的惊恐慌乱，因为前世老婆女儿双双死亡，那个场景30年里抹不掉。重生回到92年，老婆临盆，母子平安。梅姑快救人啊！这句话喊出来，李红梅吓得也是瞪眼慌神。宁子，娟她摔了一跤。梅姑，她不是摔了一跤，可她说肚子痛要生了，怎么办啊？不是说正月15过才生吗？时间算错了。李红梅从屋里抱了一把麻纸和棉花，往何宁家跑。何宁紧紧跟着她身后跑。梅姑，娟还让我叫张家奶奶。赶紧去叫，跟着我干嘛？何宁转身往张家跑。张奶奶，给我老婆接生了。张家屋子里，张奶奶窝着嘴问：“这就生了？”何宁顾不得多解释，把张奶奶背起来，一口气跑回家里。厨房炕上，
李娟肚子疼的叫唤：“梅姑，求求你想办法！”明子，女人生孩子肚子疼不是很正常吗？看把你吓的。何宁满脑子是前世老婆早产，一尸两命，儿子被姐姐收养，临终都不肯认他，原谅他。梅姑，她是早产，她会死的，救救她！明子，别瞎说，真正常生孩子哪是早产，你不要害怕。扑到炕上，胳膊抱起躺着的李娟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老婆，我清醒了，我真的清醒了，我疼你，我疼儿子女儿，你相信我啊！李红梅把何宁往出拽。你老婆要生孩子了，你抱着她瞎喊什么？你出去，快出去！何宁紧紧抱住老婆，嘴里胡乱嚷嚷：“梅姑，我不出去，我抱着她。”明子，听梅姑话，你个大男人，你出去，你不要怕。娟，我怕，我真的怕，我怕你和月月。娟，怪我呀，我应该送你去医院的，我不是人。胡说什么呀你？你老婆没生过孩子啊！李红梅连拉带拽，把何宁推了出去。娟，再使一把力。娟，你想想，明子这2天多成器，挣了钱买了年货，你再使劲儿。娟，你再想想，明子这2天多疼你，多疼孩子，再使一把劲儿呀！李娟疼得哇哇大叫，一声比一声惨。趴在门口的何宁吓得7魂没了6魄。前世腊月23晚上，李娟身下血流如注，痛苦的大叫了一阵，渐渐没了气息。孩子被梅姑硬拽出来，已经夭折。现在李娟还是痛的大叫，似乎跟前世的情景一样。老婆，女儿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梅姑，他这2天才变好，他根本早不变，是他折腾的我呀。老婆，我是混蛋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不要死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要死。娟，我拿我的命换你们母女的命。屋子里，李红梅呵斥一句：“明子，他在门口瞎喊什么？睡你的觉去！”姑，别骂他，他是害怕。姑，咋这么疼啊？生孩子哪有不疼？你说是正月15，害我也没好好准备，使劲啊你，头出来了。李娟啊一声大喊，孩子的一声响亮啼哭。何宁脑袋一猛，吓得眼前发黑，晕了过去，软软趴在门台上。明子，你趴在门台上干嘛？喂，醒醒！何宁脑袋里飘飘忽忽，一把抓住李红梅。姑姑，我要我老婆女儿。你老婆女儿好好的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何宁看门开了，唰的一声冲进了屋。孩子，我女儿。何宁这才听到一声刚出生蔫的啼哭。张家奶奶2手血污，吓得她又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今天是疯了吗？你老婆生孩子，你死去活来的搞什么？你出去，快出去！何宁坐在地上，拽住李红梅裤子，身子乱颤。姑姑，我听到了，我女儿哭，我女儿没事。没事，生出来了吗？真的没事。她站起身，嘴里喊：“月月，爸爸看你，爸爸来了。”何宁身子往炕上挤，被李红梅死死拽着。明子，你犯什么病啊？你一个大男人跑进来看什么？何宁被李红梅拽住，靠不过去。明子，听姑姑话，你出去，你明早上看孩子。女儿在张奶奶手底下哭，哭声响亮。何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头深深磕下去，给度过危难，给他生了女儿的妻子磕头，给救了妻子女儿命的梅姑和张奶奶磕头。李红梅看着何宁跪下磕头，心里猛然一热，这个男人是真心要成仙了。明子，你去我家拿一床被子，我今晚守在这屋里。被子有的，我买了2个新棉絮呢。何宁转身跑出去，2个新棉絮抱过来。有张奶奶和梅姑守这一夜，何宁心里不慌了。天色微亮，张奶奶翻起身，把李娟上上下下看了一遍。红梅，顺顺当当，我回去了。张奶奶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能送你回去，我手底下利索了，我拿重礼上门给你道谢。张奶奶，喝一碗热粥再出去，身上暖和。张奶奶接过碗，谁说宁子魂这么会操心人呢？张奶奶喝完粥，出了屋子走了。张奶奶，过2天我去谢你老。何宁心里，张奶奶能用厚礼报答，但梅姑这些年对他们家的照顾，却不是一个谢字就能说清楚的。重生回到92年，卖橘子赚钱，让姐姐安心。我今天不把你腿打折，我不是你姐，我现在就把娟和文文接走，你冻死饿死，我管不着。姐，你这是干嘛？腊月26，因为担心怀孕的李娟，3岁的文文，酗酒打牌的何宁。何宁的姐姐何燕一大早冒着雪就往10里扑去，路上遇到二婶，一听到何宁拿刀威胁二叔，更是憋了一顿气。姑姑来了，姑姑抱抱。何燕抱起文文，问一声：“
姑奶奶买的新衣服，爸爸买的新衣服，还买糖糖，这么多，你乱花什么钱？不知道过年新衣服是我做。姐，娟生了，女儿母女平安。何燕听到这话，把文文放下，转身往屋里跑。燕子，下了大雪，我还以为你不来。梅姑，我接娟和文文去我家过年，没想到孩子生了，好些东西我没带来。娟，你觉得怎样？姐姐，我好好的呀。娟，我今儿要把你接走的，可你生了，你别担心，我留下伺候你。梅姑，多亏有你照顾我弟媳，要不然她昨晚可怎么办？这话说的好像娟不是我亲侄女。娟，给10块钱我去买只鸡回来。何燕斜眼看，心里纳闷，也担心何宁又去打牌。你拿了10块钱出去，赶不回来，我打折你的腿，不信你等着。姐姐，宁子不喝酒了，也不打牌了，也不混了，这钱是她这2天挣的。何燕嘴里骂道：他能挣来钱，他不吼你不骂孩子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半小时后，何宁提着鸡回来，一进门，何燕瞪着眼骂：宁子，听说你拿着菜刀砍二叔二婶，怎么回事？何宁脸上忽一下阴沉：姐姐，二叔二婶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宁子，二叔二婶再怎么样，那也是长辈，你拿菜刀吓唬他们，你让村里人戳你几两骨。村里人戳我几两骨？姐姐，村里人谁不知道？二叔二婶背一个照顾老人的名声，但爷爷吃得像猪食，住得像狗窝，他们不把老人当人待，我何宁凭什么把他俩当人看？姐，我现在就把爷爷背过来，他们不照顾，我照顾。你接爷爷过来，二叔二婶那关能过？他们不要面子，这不明摆着给村里人看老人儿子儿媳笑话。何宁没接话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接爷爷过来。先说你这2天挣钱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何宁想低调不露财，但不能瞒着亲姐姐吧，仔细将这2天卖鱼的事情给何燕说了一遍。挣了500，我不信你能吃得了那种苦，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，肯定是在县城玩牌碰了狗屎运赢来的。姐姐，不是宁子玩赌赢的，这钱就是矿区那些人身上的钱。姐，这2天下大雪，货车进不去，如果我拉一车橘子过去，还能把500翻成1000。那你去挣一笔，让姐姐安心。我这2天就留下来照顾娟，顺便看你怎么卖橘子赚钱。姐，你今天若不来，我手头腾不开，出不去。但既然你来了，你照顾娟，我睡一下午觉，今晚去县城，橘子批发上，早上4点运去矿区倒个手，我再挣一笔。吃过午饭，何宁就去睡觉，一转眼已经天黑。你不是说明早4点才能批上货吗？为啥现在就走？我现在赶路，3个小时后到县城，刚好10点，早些打点市场里的管理员，免得拉橘子时有麻烦。闲事的经验在心里，拉一车橘子咋可能那么容易？谁想拉就拉，先把农贸市场里的管理员疏通好，得到他们手里开的条子，交了一笔费，才能拿到货。何燕愣愣看着弟弟背影在村道里消失。这2天下大雪，不然早有货车拉的东西到矿区，何宁要钻一把空子更难。已经是晚上9点多，进了县城，何宁花50块买了5盒红塔山后，直接往农贸市场集中地去。上一次在鱼摊上批鱼不用开批条，是因为鱼是现成的，供应充足。但这次橘子是从南方拉来的一大卡车，专门供应农贸市场里交了税的货摊，一般人摸不着门道，拿不到橘子。门道就是笑呵呵找到刘主任。找我干嘛？2盒红塔山拿出来，刘主任冷眼看他的眼神有了热情。小伙子挺上道，说吧，什么目的？何宁先是一阵肃穆，最后才说要拉给800进去。小伙子，这2天橘子太抢手，县城里的摊点铺子都拉不上货，给你800斤，给不了。刘主任，摊费税费我照交，我的橘子是拉去红会矿区给矿工家属们供应的。你拉一架子车橘子去红会矿区？对，午夜4点出发，7点到矿区。刘主任傻眼看他，大晚上走雪路，你这小伙不要命啊！刘主任，我就挣个不要命的辛苦钱。刘主任抓过桌子上的本子，刷刷几笔，500斤。你交50块手续费。好嘞，就这一步，看似简单，不是谁都能摸到。挨到午夜3点，何宁拉着驴子走到市场集货点，给批发点的负责人又塞了1盒红塔山，好说歹说多要了5矿橘子。撒好绳，盖好粘盖，拉着骡子车踏着积雪，一步一个脚印往矿区家属院走去。重生回到92年，二叔二婶遗弃爷爷，我来赡养。喂，嫂子，过年的橘子给你们拉来喽。
这位妇人一眼认出是前2天卖鱼的小伙子。哟，是橘子。何宁掏出一个橘子出来，尝尝，味正不正？这年头橘子是正正经经橘子味，不像30年后速生速产反季节，什么东西都差一截那个窜了。好冰呀！又围过来2个妇人。大姐大嫂，给你和你们家人拜早年了。看30筐橘子，连夜拉来了。小伙子，这橘子怎么卖？一筐25块钱，20斤左右，差一个多一个，很正常。要计较就没法卖了。比下雪前一筐子贵了10块钱。但腊月27了，谁敢保证还有拉橘子的车到这儿？很快20多筐橘子被抢空了。这一筐不卖，真不卖，别抢别抢。你卖橘子的，剩下1筐为啥不卖？嫂子，我有妻儿，有姑姑，有姐姐，等着吃这一口鲜，理解一下啊。卖完橘子，何宁又顺道花了20块钱拉了5枚回家。我要吃鸡蛋吃肉。何宁掏出整理好的1沓钱，往饭桌上一拍。宁子真是倒手橘子挣的。难道是我偷的抢的？我要吃鸡蛋，炒5个，快点！哼，别以为你挣钱了我就惯着你，就酸菜土豆，爱吃吃，不吃滚。爸爸，太爷爷来了。何宁忽然心中一沉，是出了什么事？不然83的爷爷也不会往他这儿跑。爷爷，你是不是没吃中午饭，跑我家来了？宁子，爷爷冷。爷爷在二叔二婶跟前生活成了这个样子。何宁转身拿了碗鸡汤泡饭，何万里手颤抖个不停。何宁心里一沉，爷爷不能自己吃饭了。爷爷，我给你喂。鸡汤泡饭一勺一勺喂给爷爷吃进肚子里。宁子，我挡你们路，活不下去。何宁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圈圈。爷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照顾你老。前世正月初8，爷爷去世，大家说老人走得安安静静，一点点罪都没受。何宁什么都不知道，因杨彪逼债害死妻子女儿，他用刀砍伤了杨彪被拘留。他从拘留所出来，才知道爷爷在正月初8逝世。丧事办得热热闹闹，红红火火，相当隆重。重生回来，何宁想亲眼看到正月初8，爷爷怎么就眼睛一闭再没醒。将爷爷安顿在正房后，回到了厨房，看着忙碌的何燕，想到明天是腊月28，可姐姐还在娘家，姐夫能同意？姐，明天做的事，你今晚只教我1遍，我明天做，你一早回去。你会做这些？别到时候纠缠着梅姑帮忙。我谁都不缠脚，我自己做。何燕这一趟的目的，接走弟媳妇和小侄去他家，但情况看上去没他想的那么糟。何宁变了，能赚钱能顾家了。小侄穿新衣服，在院子里嘻嘻哈哈跑着笑着玩着，弟媳妇一脸幸福安详，抱着小月月吃奶。爷爷安顿在自家正房炕上，睡得迷迷瞪瞪，眼前的一切令何燕安心。宁子，你给姐保证，30晚上包括正月，你不喝醉不输钱，像这几天一样，让姐姐安心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我何宁，你的亲弟弟发誓，保证照顾好我妻儿，照顾好爷爷，不喝酒，不玩牌，让姐姐安心，让梅姑安心。宁子，你安静3天时间，初1我就来了。何宁将自己办的年货分出来一些，2条鱼，1袋橘子也装好，看着车子哒哒哒在眼前消失。宁子，姐走了。他真留在咱家过年啊？爷爷怎么样？爷爷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还没睡醒，好像瞌睡了3天3夜。爷爷好可怜，爷爷1夜没回去，二叔二婶不担心？李珍不提醒则罢，这一提醒，何宁忽一下想到，他们居然没来找爷爷，实在想不通为什么。儿子，走，跟爸爸出去转一圈儿。何宁抱着儿子去二叔何国明家，一晚过去，他们不找爷爷，这是遗弃。爸爸去哪里呀？儿子，我跟你二爷二奶骂仗，你不要怕，你给爸爸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二婶，我二叔呢？王琴口气极其冰冷。问你二叔干啥？叫我二叔出来，商量我爷爷生活上的事。你不会自己进屋叫？何宁也不进屋，直接在门口叫。二叔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在他屋里，你问什么？何宁明白了，这2口子压根就不知道老人不在屋里。从昨天到今天这会儿，他俩没进去看一眼。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爷爷的？等着瞧！一句话再不问，抱着儿子转身回家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为母亲讨回公道，了却10年恩怨。宁子，出来一下。听到村长的声音，何宁从厨房出来，看见二叔二婶带着村长站在院子里。宁子，你用菜刀吓唬你二婶，
他骂我老婆贱命一条，我手里刚好提着新买的菜刀。何宁，过年了，何必跟你二叔二婶结冤仇？依我说，你下个话道个歉，你们叔侄别拧巴了，顺顺心心过年。何宁，你早上去你二叔家说商量你爷爷生活费的事儿，怎么一转身就走了？算是听明白了，二叔二婶来找何宁是要老人的生活费。宁子，我大哥大嫂虽然不在了，但你这一门人多少要表示一下吧。一年就100块，你少玩2把牌不就出来了？二叔，我掏100块是给你呀，还是给我爷爷？二叔看二婶的一瞬，何宁知道了，跟何宁要钱是二婶的主意。宁子，你爷爷还健在，你理应出一点力照顾你爷爷，多多少少出上一点。二叔，我一大早去你家问我爷爷人呢，你真没听出我说话的意思？何国明一头雾水。宁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当着村长的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爷爷是不是在你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爷爷不在我家，难道在你家？二婶，你说我爷爷在你家，我爷爷早饭吃的什么？午饭吃的什么？说呀，我爷爷早上吃的什么？午饭吃的什么？我们中午吃什么？给你爷爷端什么？这还用问？到了现在，他们也没看过爷爷一眼，爷爷不在屋里也不知道。村长，走，当着我爷爷的面，我出生活费给我二叔。二叔院子西边那间最破的小屋前。村长叔，你进去把我爷爷叫出来。咱叔不在屋里啊。我爸不在屋里。咱爸呢？我咋知道？你给咱爸送中午饭，你说你不知道？你刚说是你送的肉，我哪管你爸中午吃了什么？村长和傅莹脸刷一下青子，被堂弟耍了一把，难堪至极。何宁冷冷看3个长辈，你没给咱爸送饭，你好歹给我说一声。你装什么老好人？你从早上到现在不进去看一眼你老爹，你让我看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我问你俩，我熟人呢。何国民2口子相互瞪眼，老人在哪里？他俩压根儿不知道。村长叔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我爷爷就不在这个屋里，我二叔二婶竟然不知道。你想想看，我爷爷饿死冻死，他俩是不是也不知道？村长叔，我二叔跟我要我爷爷的生活费，他好意思要？村长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老人1天1夜不在家，他压根儿不知道。何国民夫妇撒谎说中午给老人送肉吃，这就太过分了。村长，你别听何宁胡咧咧，他就一混混，他的话你能听吗？姓王的泼妇，我爷爷屋里冰锅冷灶，你存心想把他冻死饿死，你是不是这种心态？我心里最清楚。我爷爷受不了，昨天下午才跑去我家的。你在满口喷粪，信不信我撕了你那张臭嘴？你敢欺负我？你等着，我儿子下午回来。何宁，你有没有礼数？他是你长辈，他把我爷爷往死里虐待，你让我尊他是长辈？啊呸！说完，何宁也不管他们几个在扯皮，直接转身回家。吃过晚饭，天色微暗，何宁远远看见二婶和他儿子何军气汹汹来找他，转身拿把菜刀站在大门口。妈，儿子今儿给你把公道讨回来。10年前的腊月28这个点，为着分土地，为着分家产，何宁妈和二婶打架，一把头发被砍。此后何宁妈大病一场，郁郁2年去世。前世老婆女儿出事，何宁离开村子，至死都没有机会了却这段恩怨，今世心里再不能有遗憾。站住，就站在这说话。何宁，你混社会混到自己亲二婶身上了，你不把长辈放在眼里啊？何军，你把你大伯大娘不放在眼里，我凭什么把你妈放在眼里？别提以前的事，长辈们之间的恩怨，咱小辈追究不清楚，我也不想追究。何军，你不想追究，我想追究。你妈王琴拽住我妈头发那一幕，我必须追究回来。君子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揍他呀，揍死他！何军整个身子扑上来，何宁迎上去，2人惨死。王琴尖叫一声，扑过来抓何宁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何宁腾出一个手，看准了，揪住王琴一把头发。君子，我头发呀！何军还想再扑上来，下一秒他刹住脚，身子顿住，菜刀扔在何军脚下。军哥，10年前那一幕你是亲眼看到的，我拔了你妈头发是给我妈讨公道，现在你给你妈讨公道，我这个手拔的你妈头发也是这个手举起菜刀吓唬的你妈，现在那把菜刀你拿起来砍了我这个手掌，我要是缩回来，我不是何家种。何军捡起菜刀对准何宁手腕，迟迟没有下手。儿子，你砍呀！何军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一步，这刀真的要砍下去，他不敢。何宁，算你狠，妈，我们走。重生回到92年，麦阳挣钱给老婆买电视。宁子，你去跟他们玩吧，这100块你拿着，
你输了也没关系。李真没想到，从腊月28到今晚大年30，何宁都一直在家陪着他们，怕被村里人认为把男人拴得太紧，又怕何宁打牌把钱输掉。再给200。你要300块，可是万一你输掉300块啊！不给呀，那算了，我不出去玩。李真手指哆哆嗦嗦往兜里掏，一张10块，再掏出来200。可是宁子，能不能不用输完？何宁看着惊慌失措的李娟，心里一疼，他亏欠这个女人太多了。我说我要出去玩牌了吗？那你要300块钱干嘛？明天姐姐来，你有人伺候，我出去做一趟做生意，300、500翻一番，给你把电视买来。李娟脑子里嗡嗡响。大年初一你要出去赚钱？宁子，我没听错吧？娟，那要看姐姐来不来，姐姐不来，我只能窝在家里照顾你。李娟愣怔怔盯着男人，有谁在大年初一出去赚钱？其他人都是走家串户拜年，喝酒玩牌。他说一滴酒不沾，一把牌不玩。他说寸步不离妻儿。他在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。他在今晚做到了。正月初一一大早，何燕驾着车又往十里铺去，心里充满担忧。虽说腊月那几天亲眼看着何宁的改变，但他能坚持变下去。会不会大年30没忍住，又去喝酒打牌？姐，我知道你今会来，但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能腾出身出门了。咋？我来了，你就可以出去疯玩不着家？昨晚输了多少？我昨晚没玩牌。你敢说你昨晚没喝酒？姐，我昨晚没喝酒。我信你个鬼！何燕也不搭理何宁，着急去看李娟和刚出生的小侄女。娟，你说啥？昨晚何宁没玩牌也没喝酒，我没听错吧？他昨晚没离开家，一夜没出去。娟，他对你热乎了几天，你就袒护他？姐，我没袒护他，他昨晚没离开家，一夜没出去。昨晚的情况，李娟详细说了一遍。姐，宁子真变了，不混了。30晚上，他能滴酒不沾，能一把牌不玩。他说今天要去挣钱买电视机呢。这边何宁找到了村里养羊的李嘉义。嘉义，过来商量生意。何宁，大过年的，不进屋给我拜年，站我家羊圈跟前，跟我商量什么生意？那2只羊羔卖给我。何宁，你身上有钱？何宁把300块钱掏出来，在他眼前晃晃。有。何宁，你昨晚赢得不少。少废话，卖不卖？何宁，你说真的？大年初一早上，你花钱买东西不吉利吧？我无所谓，我是进账的钱。毛重1斤4块，我付你现钱。没问题，卖水不是卖。我知道你家没喂年猪，没肉招呼亲戚，杀2只羊羔也不错。李嘉义拿着2节绳子跳进羊圈，3两下把2只羊羔捆住提出来，一只48斤，一只43斤。大过年的，何宁多付他5块钱，再把他手里那杆秤拿上。李嘉义把370块装衣服兜里，那叫一个高兴。钱是接下来3年里的腊月正月，何宁往返矿区回民住宅地卖羊肉，赚了2万多块。一个人花一早上时间把2只羊羔收拾掉，羊肉装进2个袋子，羊杂装1个袋子。姐，骡子车借我出去一趟。宁子，大年初一，你赶骡子车要去哪里拜年？红会矿区有一片回民住宅地，这几天他们缺羊肉吃，我去一趟挣一笔钱回来。何燕嘴巴张大。宁子，你不是开玩笑？大年初一去红会矿区挣钱，何燕不是惊喜，是恐慌。宁子，你老实告诉姐，你是不是欠了钱被人家逼得没办法，才想到大年初一出去赚钱？我给家里买电视，让我老婆高兴，所以赶紧出去赚钱。过年的这个点儿，县城也好，附近镇上也好，卖肉的铺子都不开，恰好是何宁钻空子赚一把的好机会。毛驴架子车哒哒哒从大门口小坡下去，370块钱买来的2个羊羔，我宰杀掉，肉有67、8斤，8块钱卖掉，最少赚150块。这年头一天赚100多块，也不少了。红会矿区那片回民工人在正月初8之前，最想要的东西就是羊肉。这几天雪路还没开，远处的羊肉不方便运到矿区，是何宁的大好机会。重生回来，这项生意提前1年做成，轻车熟路，找到马家俩兄弟住屋门口。马磊哥、马强哥，可找到你俩了，咱矿区劳动模范了不起啊！马家兄弟刚念叨去最近的村里收几只羊，随矿区汉民习惯过大年初一，何宁就把2只羊羔送来了。小伙子哪儿来的？高崖镇杨烧沟十里铺村子人。马哥，若不是这场大雪封路，你们骑着摩托车腊月里跑我们村2趟，对不？看我今早现宰的羊羔，新鲜呢。何宁打开袋子给他们看不一会，几个人又围过来，男男女女。
各位矿工哥哥，各位嫂嫂，大年初一还有谁这么有心惦记你们？秤上我绝不含糊。马强哥，大年初一啊，我卖10块都是便宜的。67斤羊肉蘑菇了1个多小时，卖光了，平均下来1斤9块，600块到手。小子，明天来不？你们给10块钱我就来。小子，明天你拿来100斤，我说通他们，这几天给你算10块。马哥，我就敬你这样的劳模英雄，没问题。明天中午前100斤羊羔肉运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赚钱遭人眼红，卖羊的生意被串行。正月初二一大早，天色微微亮，何宁站在门台上，深呼吸一口，地上落了薄薄一层雪，空中的雪渣子还在斜斜飘洒。答应了马强老哥，今天拉100斤羊肉过去，就是下刀子也要去一趟。明子，下雪了，你还要出门去矿区吗？姐姐必须去，我答应了你和娟，晚上回来给你俩1000块钱数。明子，万一雪下大，你下午回不来就是麻烦。姐，我端端去一趟矿区，再端端回来，有什么麻烦？姐，我答应了爷爷，每天早上给他1个荷包蛋吃早饭，我来不及做了，靠你照顾我妻儿和爷爷。昨天早上何宁去李家一家把2只羊羔扛回来宰杀，今天节省时间，骡子架着车拉上，直接到上庄王元生家再拿3只羊。王元生毛重1斤4块，蹄子绑好拉出来，现称现付钱。我何宁干脆办。3只绵羊羔毛重137斤，捆住4个蹄子扔在架子车上。王元生看一眼架子车，昨天何宁去矿区，李家一家的2只羊羔被他卖掉，听说了。何宁，2只羊羔拉矿区卖掉，你能挣多少钱啊？那帮矿工拉扯着不给价，也就挣个辛苦钱。何宁知道挣这笔钱肯定有人眼热篡他行事，但大正月村里人谁愿意提着刀子杀羊？过了初3就不敢保证了，抓紧时间，这3天把这笔钱挣到手。何宁，你是不是把你老婆输掉了，逼得没办法赶紧挣钱赎老婆？滚蛋！王元生，另5只能出栏的羊羔，我明天后天拉，说定了。掉过头，出了村子，走2个小时，找一处空旷地，3只羊羔提下来。马强哥叫的宰杀前做祈祷，嘴里胡乱念了一串祈祷话：放血、剥皮、掏长肚，没有热水，长肚没办法翻，装袋子里，拉去矿区回民住宅的再说。马强哥，我来了，5只羊羔，100斤肉。小伙子，过年好！马强今早上白班，过一会儿回来吃中午饭。嫂子，把你家热水给我端一盆行不？妇人从屋里端出来一大盆热水。你要洗脸？嫂子，3只羊羔是半路上现杀的，羊肠羊肚得收拾一下，要一盆热水。嘿，兄弟，下雪的路更不好走，我们已为你过来了。马哥，昨天说好的100斤羊羔肉送来，1个小时前宰杀的，你看。过来过来，你们几家子要的羊肉来了。不错，是刚杀的，没注水，我们要了。各位矿工大哥，我何宁卖羊肉绝对不注一滴水，秤上也绝对不缺1两，但价格上昨天说好的10块啊，这大过年的也就我来这里。 5家人分掉了5只羊羔肉，加2副羊杂下水，一共卖了120斤。卖完羊羔，何宁拉着骡子车正打算回家。兄弟，等等，你下午4点再回去。啊，我为啥下午4点再赶回去？兄弟，出了矿区，前面20里处罗家湾大坡，有几个人劫道，你辛苦一趟挣的钱被他们劫走，你冤不冤？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马强这一提醒，何宁脑子里立马想起矿区8大金刚，8个混混小精灵。前世时间拉后1年，正月初3中午，何宁身上的1000多块被他们劫住抢走。后来96年，全国严打打砸抢，矿区8大金刚被抓，2个人吃了枪子。没想到他们在今年就劫到。大年初2，何宁想早早回家陪妻儿姐姐。马哥，车子先在你家门口放着，我拉着骡子走山里截路，绕开他们。对了，马哥，你知道谁家有狗崽子吗？我找只带回去给我儿子，哄我儿子开心。这不巧了，这儿有，你等着。马强转身给何宁带了一只小黑狗，狗仔抱进怀里，告别马哥他们，何宁绕着道回家。张爱博，何宁以前的牌友，10里铺的混混之一，看到何宁现在不找他打牌了，甚至昨天还卖羊赚了不小一笔钱，红了眼，琢磨着怎么搞何宁一把。张爱博想到串何宁的行，一路小跑找到何军。何军表哥，我有办法搞何宁，你要不要干？何军自从跟何宁打架后，就憋着一肚子火。表弟，你说只要能弄死他，怎么着都行。表哥，
大正月的弄死他是不可能弄死他，能让他恶心一把。你说怎么做？何军表哥，你出钱将王元生家的5只出栏羊羔买过来，我再拿去矿区卖了，让何宁这矿区生意没法做，赚了钱咱5分。何军一口答应，跟着张爱博往王元生家去。王元生拿了何军的934块，脸都笑出花来，直接将留给何宁的5只羊给了何军。现在是10点，辛苦你走一趟，赶下午天黑前返回来，我请你喝好酒。表哥，你就等我好消息。张爱博拉着车乐呵呵往矿区去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8大金刚今天还没开张。重生回到92年，劫道的不怕你乱来，就怕你不来。张爱博的骡子车走到罗家湾大坡处，骡子蹄子突然打滑跪在了地上，真他妈受罪！何宁居然敢一天跑一趟。这时，两边榆树林里出来3个人。兄弟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大家都发财，帮忙搭把手推一下车啊！3个人一起使力，帮张爱博把架子车推上这道大坡。兄弟哪儿人呢？杨昭沟10里铺人，这5只羊是拉到矿区卖给那些回民矿工的。对方3个人，张爱博一转身牵骡子缰绳的功夫，变成了5个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大过年的你们要去哪里？几个人围住他和他的骡子车。我们等你半天了，大冷天的，我们多不容易。话说完，手一伸，把一只羊羔从架子车上提下来。喂，你们干嘛？要你羊羔！张爱博猛神了10秒钟，脑子里轰隆一下，明白了，劫道的俗称打砸抢。他们5个人，张爱博1个人。电光火石之中，张爱博做出坚定选择，认怂。各位好汉，各位哥哥，不就5只羊羔吗？大过年的，算我孝敬各位哥哥。张爱博害怕自家的骡子和架子车也被抢劫，他死死拽住骡子缰绳。这年头，大牲口是农户人家的命根子。劫道的人也明白，劫了人家的骡子和架子车，人家一报案，那就是警方重点打击对象。但劫了这5只羊羔，虽然也会立案，但不会那么伤心。5个人让开大路，让张爱博牵着骡子车原路返回。哥几个听我说，还有一辆车，这个点马上过来，那小子身上装着1800，你们等着。5个人相互看，一脸不相信。你们一块的，我俩是死对头，你们把他劫了，我高兴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张爱博真想瞅一眼何宁的毛驴车被打劫的过程，但又怕自己的骡子和架子车被劫了，一声吆喝，从罗家湾大坡顶跑下去了。后知后觉，才醒悟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他妈的，钱是何军的，这下咋整？何宁牵着骡子回村里，在王元生家大门口。嫂子，我王哥人呢？大过年的，到周围邻居家玩牌呢。嫂子，和王哥说一声，明天一早我拉3只。哟，宁子，能卖钱的羊羔没有了，被张爱博今早拉光了。正月初2早上，张爱博拉走了王元生家5只羊羔，这什么情况？啥？张爱博拉走了羊羔？嫂子，早上那会儿我跟王哥说的很清楚，另5只羊羔我明天后天拉，他怎么说话不算数。王元生老婆不知道具体情况。何宁，你等着，我去叫元生，你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说完，匆匆往隔壁跑去。哟，宁子，你这么早回来了，卖了多少钱？王元生，我早上说了，另5只羊羔我明天后天拉，你怎么一次性让张爱博拉走了？人家也是给现钱，要买走5只，我不能说个不卖吧？张爱博也是把羊羔拉到矿区卖啊？对对对，他说拉去矿上卖给回民矿工。何宁脸色阴沉，神情冰冷，也不想和王元生多说一句，抱着狗崽子转身回去。给我脸色看，我的羊羔我卖谁不是卖，你管得着吗？元生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，你把羊又卖给张爱博，让他也去矿区，就不蹭了何宁的行情了。何宁能不生气？我管他们把羊倒手给谁。何宁牵着骡子从大门口进来。文文，爸爸回来了，看这是什么？爸爸，小狗狗，文文喜欢。小文文扑过来，何宁呵呵笑着把黑子递他怀里，再去正房看看爷爷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大过年的，何万里以为他去谁家玩了。玲子，不要出去玩了，在家待着。知道了，爷爷，我再不出去。爷爷精神状态不错，何宁也就放心，去厨房屋看看妻子女儿。爸爸回来喽，宝贝有没有想爸爸？怎么还睡得着着的？刚吃过奶。娃睡着呢，你抱起来干嘛？放下放下，别摇了。没事，我抱一会儿。何军家大门口，何军老早等张爱博，挣钱都是小事，关键是能狠狠恶心一下何宁，把何宁赚钱的路堵死。想到混蛋堂弟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何军就越发开心。张爱博回来了，一脸沮丧，
表哥，我被劫了。张爱国，940块钱不是小数目，你他妈随口一说你被劫了就完事，你哄鬼啊！然后何军家大门口就有了两人相互指责、相互谩骂的吵闹声。哟，何宁，你不是也去矿区卖羊羔了吗？你招劫了没？去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大过年的哪有劫匪救社会呀？别听张爱国瞎说。听到这话，何军骂得更凶了。何宁，他们劫我的时候，你还没过来，他们又等在那里专门劫你，我不信你没碰见他们。何宁心里猛烈一揪，脑子里急速运转。张爱国这话的意思，八大金刚知道他也去了矿区卖了羊羔。张爱国，你把钱输掉，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哥承认输掉了，狡辩什么？何宁，你没被劫，有本事你把你身上卖羊羔的钱掏出来我看。何宁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钱，在张爱国和何军眼前一晃。你们掰扯着吧，我走了，回见。回到屋子，何宁找了自行车气门芯，弹弓叉子上一边绑着5根，做了个弹弓，又拿了一把小刀，大小刚刚可以藏在袖子。劫到的，明天不怕你乱来，就怕你不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一条舞团灭，8大金刚啥也不是。姐，村长叔在村头放电影，我带儿子，咱们一起去看。不去，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姐，我抱文文，你拉着我，咱去瞅一眼，转一圈儿，很快回来。傍晚这会儿，何宁就想去转一圈。小时候，姐姐带着他看电影的情景在脑海里浮现。姐姐和他走开了，人群里，姐姐大声喊他名字。他在人群里听到姐姐喊，一声一声答应。姐姐循着他的答应找过来。你瞎跑什么？跑散了能找回家。嘴上虽然训，但姐姐紧紧拉着他的手。7、8岁了，跑回家是没问题，但姐姐依然拉着他的手不松开。这回大冬天的晚上，就是想找一下那个感觉。我不去，你也不去，你把这挣的钱拿出来。你不跟我去，我就不给你钱数，1000块呢，急死你。何宁拍拍衣服兜，何燕为了数钱，赶紧让步。好，我陪你去一趟，回来再数，没你说的那个数，我揍死你。不知道是不是村长选的电影不行，已经没有了小时候那种味道，但现在这样的感觉也不错。哎，文文姐，文文睡着了。我就说嘛，天一黑你儿子立马瞌睡，还能抱出去。姐弟俩转身原路返回。咋这么快回来了？文文睡着了，这臭小子天一黑就睡着，掉链子。说着，何宁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出来给何燕。姐，真是1000，别急啊，我这不才数吗？看着姐姐和老婆数钱的情景，姐姐在家的这些天一定保持下去。老婆，我答应了给你买电视的，但县城里买家电的铺子要在正月初8以后才开门。姐，是不是1000块？不多不少1000块，这么巧？姐，在镇上铺子里买了2包花茶，刚好就1000。行，给你，都是你的，你数一遍。李娟一张一张慢慢数，1000块。她从兜里掏出另一把，递给何宁。明子，这1000块我装身上，这500块你拿着，是明天的本钱。姐姐，明天后天我再赚回来一个1000块，也给你装身上。瞎说，你挣来的钱都给你老婆，我不要。何燕数钱就是享受弟弟挣回来钱的喜悦过程，但他一分要。初3一大早，天色微微亮。爷爷，早上我让我姐打荷包蛋，你吃一个。明子，爷爷怎么着都行。何宁看83岁的爷爷，咧嘴笑。前世爷爷正月初8过世，但现在身上暖肚子饱，初8怎么会出事？吃过早饭，何宁将弹弓和小刀拿上，牵着骡子出门。昨天王元生出尔反尔，将本来给何宁的羊卖给了张爱国。今天的羊是去小水村收的，骡子驮着这100斤重的东西，有些吃力，只能走大路，绕不过罗家湾大坡。一路上也没看见一个人影，何宁心里稍稍有些失望。矿区回民住宅地，卖完3只羊羔，1030块钱，扣掉马强昨天预付的50块钱，不够1000元。套好昨天扔在这儿的架子车，转过骡子头从院里出去。罗家湾大坡前面3里地，一辆骡子车哒哒哒过来。兄弟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。黄大哥过年好，哥几个过年好。你知道我们是谁？如雷贯耳啊，县城里的8大金刚。我好奇，为什么你们是5个人而不是8个？听你意思，你已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，你还敢过来，你就不怕？怕，可我家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不没办法吗？少啰嗦，你卖了货的钱拿出来。何宁眼睛斜光左右看，3个人围在他两侧，另2个人离着7米远站在大路两边。黄哥，你昨晚打劫的那辆骡子车也是我们村的，是不是他告诉你我要路过这里，
没错，他说你给回民矿工卖羊羔肉，身上有钱而发白。谢了黄哥，他5只羊羔是你们自己吃了还是卖了钱？少墨迹，把你身上钱掏出来，走人，哄你的老婆孩子去。他说不墨迹，那何宁就不墨迹了，从袖子抽出一把刀，一刀捅在黄忠和大腿上。惨叫的同时，呼出2刀。何宁手疾眼快，手里的刀捅在另2个人大腿上。他有刀，他早有准备。何宁刀子插腰里裤带上，弹弓握在手里。另一人追上来，国猛猛弹弓拉满，啪一声脆响，对方眉心中弹，身子往前一栽，扑在地上，半昏死过去。何宁弯腰捡起大砍刀，来呀，兄弟，过来过来！另一个见情况不对，撒丫子直接跑了。黄忠和，我今世救你一命，你们8大金刚里，你和常玉明吃了枪子，其他人坐牢最少得5年，但现在你们大腿受伤，半年里干不了坏事，也许不用吃枪子了。兄弟，我们看走了眼，放过我们，我们以后不找你麻烦。黄哥，把你手腕子上的表给我，我一天到晚没个手表看时间，做事情太不方便了。黄忠和以为把手表给了他，自己就没事了。你们的2件大衣给我，把你俩的大衣脱给他。脱大衣的2个人脸色惨白，失血过多，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昨天你们劫的5只羊羔，价值1500，把这笔钱给我。黄忠和这才知道，何宁才是真正劫到的人。劫他们劫到的人，从怀里掏了一把钱出来，何宁腰一弯，一把抢了过去。骡子车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什么8大金刚，狗屁！赶着车，何宁直直往派出所去。重生回到92年，老婆生完女儿要结扎，这可怎么办？正月初4一早，何宁提着一袋花茶、一包酥油点心，再加88块红包，前去感谢张奶奶。这件事装在何宁心里好几天，这段时间一直在红会矿区来回跑。3天年过完了，还没去张奶奶家。从张奶奶家回来，快到家门口，名字又是村长何富银，急匆匆往何宁跟前走。咋了，村长叔？干嘛这样看我？名字，真是你干的？啥是我干的？何富银伸胳膊一把拽过何宁，离大门口远一点。村长叔，有话说，拽我干啥？你把3个劫道的土匪杀了。吃惊的是何宁，村长叔怎么知道？何宁，我刚从镇上回来，10几里路，我跑你家来了。明白了。村长跑镇长给领导们拜年，送条烟，送瓶酒折的。村上的时候好争取一些化肥地膜种子补贴。听到了何宁反杀劫匪的事儿，干部们跟你咋说的？他们说你杀了4个，打晕了1个，你名字真的假的？昨天路上的发生的事儿跟村长叔说了一遍。何富银眼睛里看着儿何宁，是京剧加佩服加说不清的一种另眼相看。事儿从派出所民警嘴里传到隔壁镇政府干部嘴里，再从那几个干部嘴里传到村长和富银嘴里，就成了何宁杀了4个人，重伤1个人。其实他们都没死，都在医院躺着，未来5年在监狱里度过。走走，叔，去我家陪我爷爷吃饭。不了，我来找你是给你说紧要事的。宁子，你这几天真赚钱了。我挣钱不挣钱，你管得着吗？年前我家里穷的叮当响，你当村长的过问了一句没？我现在还叫你叔，我都觉得我脾气太好了。你以为我跟你借钱？难道不是？宁子，你手里有钱的话，拿500块出来，不是我要的，是交镇上的保证金。啥保证金？啥保证金你不知道？别说腊月，前2个月我就给你说过，500块是交给镇上的。何宁忽一下想起村长叔以前说过的话，老婆生完月是2胎，按规定要做结扎上环，如果没钱交保证金，到时候会有车过来抓人去。交了保证金可以缓1年。我交了这500块钱，我老婆就不受折腾了。对，我交。送走村长，何宁回到屋里。宁子，你拉个脸干嘛？姐，你结扎了。何燕先是一愣，又扑哧笑。宁子，你是担心捐结扎？我不想让他受这个罪。何燕心里一颤，这种话从弟弟嘴里说出来，咋那么不真实？宁子，躲不过去的，迟早的事。姐，疼不？废话，你挨1刀试试。何宁一愣，脑子里想，为了老婆不要挨这1刀。村长叔说他们在正月初8上班，收500块钱也是正月初8。答应了老婆的，初7一过，初8给老婆买回了1台电视，初8还要交500块保护老婆不遭罪的保证金，既要买电视又要交保证金，老婆身上岂不是没钱了？羊肉在回民矿区已经饱和，但是汉民住宅区不一定饱和吧？初5一早，骡子驾着车早早出发，
小水村张茂家拿了4只羊羔，马强把这些肉全部留下，2000块钱也付清了。兄弟，这么多羊肉够吃一段时间了，你明天拉来这里就卖不掉了，等1个月再来。行，马强哥，我过段时间再过来，保证给你们提供最新鲜的羊肉。何宁转身去汉民住宅区。小子，你什么都没拉，你跑我们这里蹭中午饭？姐姐们嫂子们，大正月的，你们中午饭不也是臊子面，我蹭几碗，咱再好好谈给你们拉货的事。矿区的这些妇人笑嘻嘻的给何宁端了饭。小兄弟，要不要进屋坐坐？小兄弟细皮嫩肉的，可惜有老婆了。何宁听出来这帮娘们不是好人，一个女人直接上手捏何宁脸蛋，何宁把她手挡过去。嫂嫂，我是正经人，你们要羊羔肉不？我明天拉1车过来。哪能要1车？我家最多要10斤。我家也要10斤，你明天拉来。这家10斤，那家10斤，60、70斤定好了。何宁知道给这帮人卖羊肉也就这一趟生意。嫂嫂们姐姐们，你们最需要什么？我给你们拉来。猪仔能拉来不？他们不提醒，何宁还想不起来这事儿。这一提醒，他脑子里忽一亮。第2笔生意来了，倒卖猪仔。家里的老婆心心念念要的不就是2只猪仔？村里其他人家现在不正需要2只猪仔？年过完了，正月里大家等着买猪仔的人进村里抓下一个过年的年猪。可从猪场到村里，雪封着路，机动车不敢跑，可不正是做这笔买卖的机会？好，就过几天，我给你们把猪仔拉来。吃完5碗面，身上热乎乎，牵着骡子车回家。接下来，何宁往汉民住宅区跑。汉民区这帮妇人老嫂子们讲价太厉害，让何宁郁闷了一肚子。将几只羊羔勉强卖掉，也足够买电视和给老婆交保证金了。小兄弟，你给我们拉猪仔，明天能拉来不？何宁心里气，嘴上笑。这2只羊羔肉，你们再挑挑拣拣，我不给你们拉猪仔来了。在矿区卖羊羔肉的生意，正月里到此结束。回头去往镇上将事情办好，再拉猪仔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杨彪拦路抢钱，反手送他进小黑屋。正月初8，镇政府院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。干啥的？十里铺的，我老婆叫李娟，我老婆生完孩子还没满月，我来交500块保证金。我们村长安顿的。那一家子啊，按照规定是要结扎的，你交500块保证金。对，我们村长说的。那行，你进来交钱，完了再安排。女干部给他开了一张收据，又扔给他2盒东西，按照说明书用。何宁哼笑，2盒东西装兜里，转身出办公屋。老大，我碰见十里铺的何宁了，他去镇上给小杜交了500块钱押金。腊月里，何宁打的欠条被他拿走吃掉了，还砍伤了自己的手下，这让杨彪心里窝着火到尖儿。当时杨彪是被唬住了，但那件事情在杨彪心里消化了10几天火，他觉得风声过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兄弟们，走，办事情。老大，我们不会是抢他身上钱吧？你他妈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抢他钱？是借。县政府隔壁派出所里，高崖镇新上任的罗所长，本来他想打发手底下民警去一趟十里铺，给何宁送500块奖金。何宁是怎样的人，新所长还不是太清楚。得知何宁刚刚离开，罗所决定带着2个警员亲自从所里出来追何宁。十里铺的何宁在半路上把堵拉煤车的劫匪干掉了，还上缴了劫匪们抢劫的一些东西，包括500块钱。在罗所眼里，这小子了不得。一番手续后，这500块钱，罗所决定以嘉奖的形式给何宁。镇子上，何宁坐在架子车上，掏出兜里的钱，2张100， 3张50，其他都是10块。在钞票拐角用铅笔写了个小小的盒字。养猪仔的那2口子讨厌得很，收到大钱非要对方在上面写个字，如果是假钱好找人对质，写好字原装回兜里。从镇子到县城40里路得走3个多小时，猪仔拉上去矿区卖掉，再回家就到晚上了。这才出镇子不远，就看到杨彪一伙。何宁，有本事你这辈子别来这里。杨彪，今有我事，有什么恩怨咱过了正月算。何宁今天没带刀子弹弓，真打起来打不过他们5个。何宁，你这段时间挣了钱，也不请哥几个喝酒。彪哥，我辛辛苦苦跑一趟，也就挣了300、500，家里房子要盖，我爷爷棺材要买，刚才又交了一笔劫狱保证金，实在不敢拿钱出来请你喝酒。300、500。杨彪脑子里一热，何宁，你这是摆阔气，一趟挣300、500，你还嫌少？把你身上装的拿出来，算你请大家喝酒过正月，以后你来镇上，咱还是一起玩的兄弟。这时候，何宁的眼角余光看到远处过来的警车，
他赶紧从兜里把钱掏出来给了杨彪。杨彪的眼角余光也看到了警车，手疾眼快把这些钱分给3个人。警察来了，大家注意，不要瞎说话。几个人闪身站到路边，让警车走。但警车在他们跟前停下了。杨彪，你干什么呢？呵斥一声的警员对杨彪太熟悉了，这小子半路堵人家，罗所说的对，铁定没干好事。哟，罗所长，干嘛在我们跟前停车？好像我们在干坏事似的。杨彪，你半道上把何宁堵住要干什么？杨彪一愣，罗所长对何宁这么熟？何宁去了一趟派出所报案，杨彪他们还不知道。罗所，我表叔没请你喝酒。少跟我嬉皮笑脸，把你表叔搬出来。我问你呢，你带着他们几个堵何宁干什么？罗所，何宁跟我玩得好，他今天来镇上，我们几个跟他打个招呼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还要抓我？他们堵你干什么？抢我身上钱。腊月里，罗所发出去通告，大家踊跃举报打砸抢，高崖镇派出所绝不手软。何宁这句话吓得杨彪腿肚子发软。何宁，放屁！谁抢你钱？杨彪的惯用手段，钱是借，不是抢。这种事儿干过好多回，被抓去挨一顿，训不了2只。刚才的那500块已经分开装在4个人身上，但在罗所长眼里，大正月杨彪半路堵住何宁抢钱，抢劫重罪。何宁，杨彪抢你钱，抢了多少？510块。来，搜我身上，看我身上有没有装着510块。把他们身上钱都搜出来。不用搜，杨彪给他们几个使个眼色，几个人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警察们看。2个警察挨个看了一遍，确实没有何宁说的510块。何宁，这种事不能乱说。我的510块钱最下面拐角用铅笔写了个何字，杨彪抢走，分开给了3个人，你再查查。杨彪一个趔趄，差点栽倒。何宁，你给我好好查。他们手里的钱都集中起来，挨张翻看，100的、50的、10块的，有何字的钱集中起来，刚好512块。杨彪还怎么狡辩？都抓起来！2个警察从后腰部带上取下手铐，戴在杨彪几人手上。罗所，这误会，我是跟何宁兄弟借钱。何宁哪能承认他是借钱？罗所，这是我拿去县城卖猪仔的钱，被他抢走了。还有腊月20，他去黄家和王家逼债，把人家2个年轻媳妇上了。罗所，抢劫加强上民女，什么罪不用我多说吧？这话说的声音很大，故意让杨彪听到。杨彪他们几个被2个警察推上警车。杨彪想找我算账，10年以后再来找我算。重生回到92年，买了电视回家，晚上给老婆洗头。县城里，何宁找了一家清真牛肉面馆子，2碗面，半斤卤牛肉，一共花了6块钱，真便宜。拿30年后的物价比，1碗面8毛钱比8块，1斤卤牛肉8块比70，可不便宜。何宁身上装的500多块，用这种比法就是30年后的5000多块。看着县城街上过来过去的车辆，93年了，县城里到处建商品楼，3万5万就能买一套100平米的楼房，10年后倒手20万，20年后倒手卖50万。现在挣钱买几套楼房都够妻儿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养猪仔的地方在县城郊区，是黄云县城关半家私人合营的养殖场。从这里批发猪仔不但便宜，还有长途运输保温设施。小伙子，哪儿人？要拉猪仔？来人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蒋有勤。秦叔，我是给红会矿区拉猪仔，最少要50只。小兄弟，你牵着一辆架子车也拉不了50只猪仔。一路上，何宁犯愁的就是这个50只猪仔怎么能拉到架子车上。工厂那边还有秦运送猪仔的拖拉机显眼。秦叔，拖拉机借我开走。啥？你开我拖拉机？第一次打交道，居然借他的拖拉机。韩有勤怎么可能放心借给他？借我拖拉机跑一趟，我拉100只，拖拉机明天给你开回来。这家伙买100只猪仔，韩有勤手里就可以进账1000多块。这2天他刚好急需要1000多块钱周转资金，只要何宁在明天把尾款拿来，拖拉机开来就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。好说歹说，最终将骡子车压在蒋有勤这边，才让何宁将拖拉机开走。红会矿区汉民住宅地，100只猪仔不到1个小时就被抢剩20多只，20几只猪仔在村里就能轻松卖掉回家。李娟心里一年到头没有年猪，这年过不去，在村里抬不起头。她心里捉2只猪仔顶顶重要。接下来整1年，她拉扯1对儿女的同时喂养2只猪仔，还有10几亩土地。从70年代过来的农家人，日子再苦，
他能熬过来。男人混蛋，他咬牙忍到他25岁，如果还是混蛋，他就心死，一心只顾孩子，日子熬下去。但是今年何宁带给他的过年日子，不是熬见，是令他心里装不下的激动和幸福，恍恍惚惚，整天做梦一般的感觉。他每天一睁眼，默默数一遍，这样的日子有几天了？从年前的腊月23开始到现在，半个月了。今天晚上，他开着拖拉机拉着4只猪仔回来，妥妥实现了李娟心心念念大半年时间的梦想。第二天一早，何宁早开着拖拉机去养殖场，想赶5点前把电视拉回去装好，让他们看《西游记》。一进门就看见韩有晴站在大门口，一脸愁，不正常。秦叔，昨天的700块，我现在付你，别拉脸了。何宁兄弟，你家骡子昨晚被人偷了。什么？秦叔，这玩笑开不得，这是我借亲戚家的骡子，真丢了，我怎么给人家交代？韩有晴一脸愁闷，把昨晚的情况说了一遍。秦叔，你家大狗呢？小偷进院子偷骡子，你家大狗不张口咬，偷骡子的人连大狗也偷了，不知道怎么偷的，我们没听见狗叫。秦叔，咱昨晚说好的，骡子压在你这儿，你答应看好骡子的，现在丢了，你别说你没责任。而且我还要拉3台电视，50几只猪仔，让我现在怎么拉回去？蒋有晴面露难色，那骡子怎么这也有几百1千，现在哪有钱可以赔？这样吧，蒋叔，我也不用你赔钱，你的拖拉机借我，用你的拖拉机拉你的猪仔卖几天，看能不能把骡子钱赚出来。行。何宁既帮他卖猪仔，又不用他赔骡子钱，韩有晴怎么可能不答应？拉上猪仔，留下放电视的空位，何宁开着拖拉机往县城商场去。大西洋电器城是私人老板开的家电城，服务员的态度还是蛮可以。我要3台长风黑白电视，交多少钱？女服务员在计算器上啪啪啪一算。好的，1560元。等等，我要试看，没问题了我才能拉走。何宁把跳台班扭噔噔旋着转一圈，是感觉这年头这种电视说质量好也是好过了头，能看20年不坏。拉上电视去了小水村一趟，给姐夫送电视，同时在村里卖了猪仔，又将另外1台去送梅姑家。回来时已经是天黑，出门一趟挣钱，又把电视买回来，再陪着妻儿，分分秒秒是幸福，是享受。夜晚趁着何燕在隔壁屋睡着，何宁悄悄打了一盆热水。娟，之前我问过大夫了，生完孩子半个月后可以洗头发洗澡。宁子，我头发都坨成硬疙瘩了，我也想洗一下，可姐姐说不行。没事，洗完头发挨着火炉烤干头发就没事，咱悄悄的不要告诉姐姐。挖一疙瘩洗发膏，何宁的手指头肚子在李娟脑袋上慢慢搓。娟后悔了。李娟一愣，没说话。4年前，李娟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何宁，整得身后娘家人鸡飞狗跳，娘家再不跟李娟来往。然而婚后的何宁性子不改，依旧喝酒打牌，不着家。这个家全靠李娟一个人撑着，能不后悔吗？但是现在宁子挣钱，顾家疼妻儿，今儿又把电视买来了。这段时间的日子恍恍惚惚。宁子，老婆，我现在不后悔了。正月一过，我又变成混混，你还不后悔？宁子，你不会变回混混的，你有一对儿女了，你不会变回去的，你30晚上都不玩牌了，我相信你。老婆对他的信任，这才是何宁能奋斗下去的巨大动力。娟，我不会变回去，我疼你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一家人看电视看傻了。第二天，何宁将电视给安装好。宁子，你往左转半圈。何宁双臂抱着杆子往左转半圈。不对，不是转半圈，是转一点点。又转回来半圈。宁子，转过头了，再转回来半圈，转过去半圈，转回来一点。两人各人指挥何宁转电视天线杆。姐姐，老婆，能不能一个人看着指挥我？我到底听谁的？很累的，知不知道？俩女人嘻嘻笑，不吭声了。站在门台上摇着小尾巴的黑子汪汪叫2声，也指挥何宁转电视天线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折腾半天就是把2个台转不清晰。算了，先转出来看《西游记》，看完了想看别的节目再转杆子。杆子没有固定死，好随时转。家里有电视了，最高兴的是爷爷和李娟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。宁子，你不看孙悟空？看过了，你们看，我给你们做饭。何燕和李娟看电视看了一整天，现在看的都顾不上做晚饭。这电视剧演的也真够讨厌，偏偏在做晚饭的点播放。何宁一个人在厨房里忙，炕上的小月月
哇一声啼哭。李珍看电视，把自己女儿都不管了。何宁把李珍拽出来，月月要吃奶了，赶紧！哎呀，还没完！何宁真是无语，跳炕上抱着月月摇啊摇。乖，妈妈看电视不管你了，电视不是个好东西。李珍跑进厨房，急慌慌跳上炕，接过月月。月月乖，赶紧吃饱，还有1集呢。李珍看何宁拿眼睛瞪他，咧嘴傻笑。王琴站在他家门台上，远远看村子另一头。何宁家院子里竖起来电视天线，村里最穷的一家子，过了1个年，凭什么就能买得起电视？10里铺村里有2个儿子在外面工作的张奶奶家，村长何富银家，开商店的王元旦家。除过这3家有电视看，王琴家是第4家有电视的人家。今年过年，他儿子何军又拉来1台新电视。可现在有新电视的人家是李红梅家跟何宁家，2台新电视都是何宁买来的。村里人就把王琴家的优越地位给忘掉了。傍晚，天色暗沉，一辆面包车停到了李党卫家门口。李党卫，你老婆在家吧？林主任，这年没过完呢。屁话，你腊月里好好配合工作，我们正月里能跑来你家带人？李党卫，好话赖话在腊月里都给你说尽了，你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别怪我们不讲情面，让你老婆出来跟我们走吧。党卫，谁呀？林主任身边的2个人呼一下围上去，小妇人腿一软坐地上，张嘴要哭，不敢哭出来。死女人，让你躲在你娘家别回来，你这偏偏回来。小妇人被人拖拽着胳膊往面包车跟前走，李党卫心里那个沮丧。林主任，我妈生病，花了500-600块，要不然我把保证金就交上了。李家的，你交的什么保证金？你还想生第4个？干部们懒得跟李家人讲1个字的安慰政策，要想富，少生孩子多种树，这种话说了800遍，对牛弹琴。凭什么不带走和你老婆？放心，今晚晚上就带走你家的跟他家的。主任，现在去另一家。何宁家，他老婆叫李娟。林主任，这女人生完孩子还没出月，带她走方不方便？等她出月，天气暖和，跑调躲掉，把咱招得累死。女专员不说话了。院子里，何宁正在弄猪棚，忽然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家门口。站住！你们要干嘛？一声大喝，把他们3个人堵在大门口。何宁，扛着铁锨想干什么？别乱来，我们是干工作，别在我们跟前耍你的混混性子。小常同志，正月初8我交上去的500块钱保证金，只保证2天。小杜有没有告诉你们，他收了这家的保证金？看他们在扯皮，何宁直接掏出收据。林主任，我有这张收据在手，你还敢缠脚我老婆？我去县上找你的领导。上班期间放一个临时工胡乱收钱开收据，你这突击队主任是不是不想当了？偏远农村人家看到林主任他们，谁不是求爷爷告奶奶讨饶，还几天放一马？可这个何宁口气这么硬卷，只有一个解释，他真交了保证金。何家的，我会去找小杜落实情况，如果你撒谎，我明天一早带人。转身回面包车上。宁子，是林主任带的人。是他们把李党卫老婆带走了。宁子，他们这就走了？姐，别跟我老婆说这事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是姐，别告诉我老婆他们来过，别吓她。何燕知道弟弟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今晚确定没事了。知道，我给娟什么都不说。何燕满脑子疑惑，弟弟是怎么把他们打发走的？交了一大笔钱，幸好弟弟这段时间挣钱了，要不然大正月找谁借去？重生回到92年，硬刚村霸夺回骡子。这段时间，何宁开着拖拉机，又是卖油渣，又是卖苹果的。拖拉机是人家的，早晚是要还，但梅姑家骡子弄丢了，一直压在心里，想着怎么开口。小姑奶奶过世，今天过去积个人情，回来再跟梅姑说骡子的事。按着锣鼓唢呐声，何宁吃掉3碗烩菜和2个大白馒头，给自己名下寄5块钱人情，给二叔名下寄5块钱人情。嘴一抹，准备出院子开拖拉机回家。忽然听到张爱国碗底拉钱的声音。压双，这次绝对是双，10块50不限。张家的，你卖骡子的500块输完了吧？那头红骡子肯定是偷的吧？我可看见你卖给了陆红星家。何宁脸色忽一下垮下来，拿着摇把哐砸在张爱国脑袋上。张爱国看清楚是何宁，身子一甩，捂着脑袋死没命往出跑。张爱国，知不知道杨彪一伙是我送进去的？知道。宁子，看在咱兄弟份上，饶过我这一回，我给你把骡子要来。你把骡子能给我要来？能。他家给了我500块钱，还有300块没给。
我刚赢了一把，刚好够500退给他家。今把我梅姑家骡子要不回来，我不敢说弄死你，我把你交到咱派出所罗所长手里，你跟杨彪他们一起待着。张爱博趔趔趄趄往陆红星家大门口走。我在大门口等着，你进去要不出来，我让你转胎成我梅姑家骡子。张爱博进去了多半个小时，一脸愁苦出来了。林子，这家妇人不讲理，他不要钱，他不给咱骡子，你说他整？听骡子叫唤的声音，何宁沉着脸直进院子，拉住骡子龙头牵出来。何家的，你这是抢劫！他偷了我骡子卖给你，你说我抢劫，滚一边去！何宁，你就不怕陆家这一枚人弄死你？你把钱还给人家。张爱博上前一步，把500块钱塞进妇人手里。不关我事儿了，转身跑了。何宁牵着骡子回拖拉机跟前，犯愁了，是牵着骡子走呢，还是开拖拉机走？想到刚刚看见村长何富银，可以让他将骡子带回去。村长叔帮我忙，你开拖拉机来的，也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拉上。我们骑自行车跑50里路，吃不吃力？你现在叫我帮你忙？银叔，我先去油坊拉油渣和苹果，再去矿区卖，我能拉上你们吗？何富银鼻子里哼。正月里，何宁是不混日子了，但钻钱眼里了。帮啥忙？说。银叔，你帮我把骡子牵回去。宁子，有没有眼色？没看到我给我小姑带孝？我今儿不回去。银叔，骡子是我梅姑家的，张爱博半路上截住偷卖给陆红星家，我强行从陆红星家拉出来，再不拉回去，被他们弟兄知道，你看着我跟他们打架。宁子，你惹陆家人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何富银嘴上骂叨叨，但还是接过缰绳，牵着骡子往十里扑回去。出了墨水河村1个小时，身后自行车铃声响。陆家亲戚，我是十里铺村长，有话好说。何家的，你一外村跑进我家里强行拉我刚买的骡子，你横得很啊！陆红星，我是何富银，我是十里铺村长，闯进你家院里的人不是我，是我侄儿何宁，他就一混子，你们最好别惹他。咣一声闷响，陆红星的一拳砸在何富银胸膛上，嘴里骂：你是十里铺村长，你不是我们村村长，打的就是你这种当村长的人。陆红星的4个兄弟扑上来对何富银一阵拳打脚踢，3辆自行车5个人加被抢走的红骡子在何富银眼前远远消失。何宁正要再跑一趟煤场，拉着一车煤往十里铺村里回，迎面3辆自行车5个人一头红骡子。何宁脑子里嗡一声响，果然是陆家5个兄弟。想都能想明白，村长叔被他们揍了一顿后，骡子又被抢了。咦，红星哥，这小子不就是追张家亲戚的那小子吗？是不是因为骡子打架？陆家兄弟这一嘀咕，明白了，这骡子来历大有猫腻。他们似乎不占理，但他们弟兄5个人多，这年头在村里，谁家弟兄多，谁的拳头硬，那谁就有理。其他的管那么多。你们把我村长叔打了，打他打得轻，闯进我家的是你个混子，看我不把你的腿卸折！3辆自行车咣咣咣扔在地上，陆红星跟他的兄弟扑上来，衣领先被陆红星一把拽过来，再一拳把何宁崩倒。何宁捂住胸口蹲地上，这就够了，要的就是他们先动手打人。何家的混混在我家撒野！话没说完，蹲在地上的何宁左手猛一甩，一把平口改锥狠劲扎进陆红星大嘴里，一声惨叫，惊得另几个人一愣神的功夫，噗噗2下甩胳膊，另2个人腿上各挨了一改锥，这速度也就一插一拔几秒钟的功夫。3个人惨叫，抱着大腿坐地上，另一个人退后一步，眼睛盯着何宁手里滴血的改锥。何家的，你敢杀人？何宁举起改锥对准他跟拉着骡子的另一个人。红骡子傻愣愣看着这一幕，呆头呆脑。被牵着他的陆家人放开了缰绳，何宁走过去把骡子缰绳扯住，翻身骑上骡子，小跑着追前面的村长叔。重生回到92年，怕二婶下要害爷爷，这鸡汤我不要。哥，咱们5个就被他欺负住了，咱在村里怕过谁？陆红星脸上惨笑，算了吧，你们还看不出来，那头骡子是张家那小子偷来卖给我的，怪我贪小便宜，吃的这一亏，先回家，这事完了再说。何宁追上村长何富银，看着他一身脚印，也是心生愧疚，答应帮村长拉半车煤炭，才让何富银心里稍稍舒服些。跑着到拖拉机跟前，陆家5个兄弟已经不在了。何宁怕他们破坏了拖拉机，检查了一遍，车子没大碍。张爱博把500块钱退给了陆家妇人，陆家弟兄5个又办到又把骡子抢走。他们说理：爸爸吃苹果，爸爸买气球球。好，爸爸给你买气球。正月15还要放一串鞭炮，何宁顺手买上。快到王元旦家小卖铺子，
看见王琴出来，看着王琴脸色不太对，何宁问一句：“我二婶刚才买什么？”耗子药。耗子药。何宁脑子糊涂涂，总觉得王琴买耗子药不是毒耗子，正要抱着文文回家。宁子，我问你话，你慢些走。打了村长叔，我给你拉了半车煤炭，现你帮我拉骡子，你还要我干嘛？宁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跟他们打架了？他们5个打了你，我给你讨回了公道。打了村长叔，我做的不对，你不乐意。宁子，打得好，我只是纳闷，你打他们5个，你能打过？银叔，你半道拽住我，就是问这事儿。宁子，听叔一句劝，你二叔去你家看你爷爷，别拦着他，你要拦着，你就不占理了。银叔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二叔看他亲爹，我能拦着不让看？可你正月里说那种话，我说的有些话，你当村长的居然当真。跟侄儿说完话，村长何富银转身去堂哥和国民家里。二哥，你今天咋没去小姑家趁势去？我二嫂不让你去。何国民冷着脸不吭声。二哥，你是怕亲戚们说你不养83岁的老爹，所以不敢去。富银，老爹我是接不来了，宁子把他照顾得好，老人压根儿不在我家待了。你让二嫂把三叔供到上房炕上，你看三叔来不？二哥，听我一句劝，对老人这事儿，你不能再让我二嫂拿捏你。何国民没了一点言辞辩解，他老婆对老人不好，从根子上来讲，是他当儿子的软弱无能，拿捏不住他老婆才是根本原因。听着村长堂弟这一番劝说，何国民心底里决定，对待自己老爹要按照自己意思来，再不能让王琴横插一杠子，胡乱拿捏。他来咱家干嘛？聋了吗？问你呢，他来咱家干什么？还不是你惹出的事，你不要皮脸你还问。何国民已经做好和王琴打一架的准备，但意外的是，王琴没有半点动作，转身大步进了房里，拿了一把菜刀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王琴，我给我老爹杀鸡炖鸡汤，你敢拦着？你试试。在王琴身心震惊中，何国民把一只母鸡烫了毛套的内脏收拾掉。第二天早上，娟在家等我，我去张家杀一只鸡，给你给爷爷补身子。何宁身子从大门口出去，去了张奶奶家，没注意到身后另一个方向往来走的二叔和国民。何国民端着一盆鸡汤鸡肉，昨晚炖了一夜。宁子，二叔，我爷爷在屋里。宁子不在。二叔，宁子刚出去了。娟，这是我昨晚炖的鸡汤，给你爷爷喝上一口，你奶孩子，你也喝上一口。宁子回来，给他说明白。放屋里吧，宁子回来，我就说是你端来的鸡汤。何国民端着鸡汤进屋里，又看了一眼老爹，就匆匆回去了。何宁走到张家大门口时，想起没有带钱，大正月的也不好意思赊账。李娟将鸡汤盆到厨房，昨晚炖的，一早上凉冰了。李娟想尝一口咸淡，害怕冰着肚子，鸡汤搭炉盖子上热开。哎，宁子这么快回来了？娟，二叔刚进来了。他给爷爷端了一盆鸡汤。宁子，二叔要对爷爷好喽。何宁皱着眉，脸上阴沉。二叔端来的鸡汤，我看看。鸡汤已经温热，闻起来是正经鸡汤的蒜味。娟，不能给爷爷吃，倒了。啊，倒了？为啥呀？娟，这年头商店里随便买上耗子药，我怕王琴下毒。王琴跟何宁一出又一出的纠纷，李娟知道的不是十分清楚，她就不理解王琴怎么可能给鸡汤里下毒。宁子，你瞎说，二婶怎么可能给爷爷下毒？二叔会不会给鸡汤里下毒，我不敢肯定，但王琴会，他恨不得爷爷早点死了，我就不信他能发善心给爷爷喝鸡汤。宁子，是二叔端来的鸡汤。你这傻老婆，这都想不到。王琴不同意，二叔能把吃的给爷爷端来。李娟脸上还是一副宁子你是不是太小心了的神情。爷爷在王琴身边出发冻死饿死，爷爷在何宁家好好的，爷爷越好，王琴越煎熬。猛丢丢给爷爷端来一盆鸡汤，安的什么好心？有没有下毒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黑子在脚下绕，闻到肉汤味道，哼哼唧唧的。何宁盯着他看了3秒钟，不行，怎么可能给黑子吃啊？万一真有毒，黑子死了，儿子闹腾，端回二叔家，有没有毒，王琴吃了不就知道了。这么一想，何宁端起盆出屋子。宁子，你要干嘛？倒了。宁子，你放混。何宁不理老婆拦劝，端着鸡汤盆直直往二叔家去。重生回到92年，鸡汤有问题，二婶自食恶果，害怕二婶下药害爷爷，何宁将二叔送来的鸡汤又给端回去，直接进了院子，进了厨房，将一盆鸡汤倒回锅里，手里的盆随手找了角落一放，拉着阴沉沉的脸回到家。
何宁前脚刚走远，王琴就进来厨房，把大热的鸡汤鸡肉端到桌子上自己吃。何国民从外面进来，看见王琴摆着臭脸自顾自吃饭，也不给他盛饭，一下子没有心情，转身去门口抽烟。你去哪儿？你管我去哪儿？你咋不在沟里摔？王琴骑着自行车从村道里骑过去，到河湾里。何宁手里提着一只母鸡，刚从张家院里出来，往回走，迎面看见王琴骑着自行车，大喊一声：“王琴！”自行车头摇摇摆摆不稳，王琴一头栽倒在地。送何宁出来的张家大表叔扑哧一声笑：“宁子，你这一声喊，把你二婶吓得摔倒了，你这家伙！”何宁生气是因为他这一走，那锅鸡汤有没有毒就不知道了，所以何宁大喊了一嗓子，没想到把王琴一嗓子喊得摔地上，半天翻不起来了。张家表叔咦了一声，往王琴身边去：“宁子二婶摔坏了，宁子快过来看，你喊一嗓子，把你二婶吓死掉了。”何宁大步走过来，看王琴脸色也是一惊，立马想到他吃了锅里的鸡汤，然后出门走到这儿毒性发作。刚才他喊那一声不是把王琴吓得摔倒在地，而是他毒性发作肚子痛摔倒了。何宁脑袋里猛一下昏沉，万一自己老婆吃了鸡汤，万一自己儿子和爷爷吃了鸡汤，是谁下药他不敢确定，但绝对不是除过他俩的第三个人。何宁扔了手里的鸡，骑了自行车往镇上跑，第一时间报警，不能给何国民藏匿罪证的机会。宁子，你干什么去？表叔，王琴是吃了耗子药。张富祥听到了何宁喊的一句话，王琴吃了耗子药。罗所长，我是何宁，我要报案。办公屋里出来几个民警，拦住疯疯张张往进跑的何宁。罗所，他们要毒死我妻儿，毒死我爷爷。罗所，你快出警吧。何宁，你安静点，你把事说清楚。罗所，我二叔何国民和我二婶王琴在鸡汤里下毒，端到我家给我爷爷和我妻儿吃，我爷爷和我妻儿没事，王琴自己被毒死了，赶紧出警吧。小张，你们几个跟我去十里铺，快给他灌椰子水催吐。十里铺河湾里，王琴身边围着一圈人，何宁喊的那一嗓子把几家院里的人吸引出来围住王琴。何国民被人喊来了，他愣怔怔看着王琴嘴里被灌进去一字沫，他想到了给老爹端去的一盆鸡汤，转身往何宁家跑。何国民，你跑什么？你不管你老婆，他死就算了。那一盆鸡汤，如果爷爷吃了，如果让侄儿媳妇和小文文吃了，何宁会杀了他。宁子，何宁。从屋里出来的是李娟。二叔咋了呀？急慌慌的。娟，那盆鸡汤呢？不能吃的，不能吃啊，有毒。李娟脸色忽一下惨白。二叔，你给鸡汤里下毒？娟，是王琴下毒，是王琴呢。鸡汤呢？你爷爷吃了没？你爷爷呢？我爷爷没喝鸡汤，宁子说有毒，所以倒掉了。宁子知道有毒。他跑进屋里，看何万里抱着文文坐在炕上乐呵呵看电视，老人小孩都没事。他转身又往河湾里跑，更多一圈人围着王琴。一辆警车故意下到人群跟前，3、4个警察从车里出来，何宁也从车里出来。何宁一个猛扑到何国民身上，咣咣3拳倒在何国民脸上。何国民，你端地鸡汤里下了药，你端给我爷爷，你端给我妻儿。何宁，不要耍横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你报了案，罪由警察处理，你不要乱打人。王琴嘴里吐着白沫，意识模糊，两眼翻白，身子僵挺。让开，都让开！小张，你们3个把人抬到车上，赶紧拉到镇上卫生所洗胃，尽最大可能把人救活。何国民被警车带着一块走了。何宁转身往自己家跑。娟、文文，你们在哪里？李娟在后道里看2只猪仔。何宁喊这一嗓子，声音急慌慌不对劲。宁子，我在呢，你别慌。娟，你没事，爷爷没事，文文也没事。表叔他们都在门口呢。何宁身子呼一下冲过去，一把拽住何富银。村长叔，这事儿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清楚。王琴跟何国民在鸡汤里下药，要害我爷爷，要害我妻儿。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得清清楚楚，让全村人都知道。你冷静点，事儿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。何国民和王琴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我冷静不了，我要嘎了王琴，我要嘎了他们，我要他们嘎。宁子，你冷静啊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咱们都好好的，你不要犯混。一辆警车停在何宁家大门口，2个警员大步往何宁家来。王琴没救过来了？救过来了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。王琴亲口承认在那盆鸡汤下了毒，而且在他身上搜出了耗子药。现在你在这份笔录上签字。这么快调查清楚了？我还以为他反咬一口，说是我在鸡汤里下药。何宁接过笔录，
看一眼是他在车上说的那些话，签字确认。你把鸡汤倒回他家锅里，真死了人，你也脱不了责任。我有个屁责任，当我是法盲？都是混蛋东西！他骂何宁也是混蛋。既然怀疑鸡汤里有毒药，干嘛倒回人家锅里？何宁虽然不担责任，但在罗所长心里成了一混蛋人。这种手段，罗所也是无语。重生回到92年，遇到假乞丐，解救被拐儿童。院子当中明晃晃站着2个要饭的，半老不老中年男人，手里拿着打狗棍。他俩不是站在大门口要面要馍馍，他俩站在了何宁家院子当中。干什么的？出去！李珍扑过来，站自己男人身后。明子，他俩不是好人。李珍吓坏了，拽住何宁。明子，他俩要面要馍馍，我都给了，他俩还不走，还要钱。走街串巷的这些叫花子乞丐不是穷人，讨回去的白面和馍馍卖钱。这种人手一展，随手拿出来几千块。出去闯荡的人眼界开阔了，他知道这年头的叫花子多半是骗子，他们比村里农家人有吃有喝，他们挨家要白面，一天能要上百斤。何宁一伸手抓起墙角打叉，2个要饭的转身跑出去了。站住！我给你们大腿上来4个窟窿，信不信？说你俩怎敢进我家院子，非要缠着我老婆要钱，什么德行？你们村里人说的，你做生意手里有钱。明白了，他俩挨家要白面要钱，村里人说到村东头何宁家去要，他家男人做生意挣了钱。滚！别让我再碰见你们。 2个叫花子看何宁手里铁叉不好对付，转身跑了。回到屋里，好言安慰老婆：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了。嘴里虽然这般安慰，可心里还是害怕。什么人都能从大门进院里来，太不安全了。当务之急，按一扇能从里面反锁的严实大门，不能待在家里，去镇上一趟。娟，我借梅姑家自行车去一趟镇上，梅姑叫过来守着你。明子，不是说不出去的吗？娟，我去镇上搞一扇大门，你看刚才多危险，我迟来5分钟，那辆混蛋进咱家屋里了。那你去，你把梅姑叫来，你快去快回。何宁转身去梅姑家。梅姑，今儿一早没电了，电视都看不了。姑姑，我要出一趟门去镇上，村里有俩串门叫花子，不是好人，我老婆害怕，你过去守半天。好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两叫花子，咋没到我家来？没到你家来。何宁心里疑惑，他俩为什么绕开梅姑家，直跑何宁家来了？有些不正常。梅姑，自行车借我骑一趟，我快去快回。李红梅把自行车推过来，递给何宁。梅姑，看好孩子们，这年头好多假装乞丐的人贩子。去了镇上，找了一家店预定了大门。大门先在你这存着，我下午雇辆拖拉机再拉走。何宁转头去隔壁商店，买上2箱方便面、2条海洋烟、2包花茶，往红会矿区去。今天看到王元生拉了几头羊去矿区，矿区卖羊的生意是何宁大冬天跑出来的，怎么可以随便让人串行了？有必要和马家兄弟说说。哟，何家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给我家卖呢。嫂子，看你说的，烟酒糖茶给你，卖啥送我马哥的2份，我有事求我马哥兄弟俩。嫂子，我不绕弯子，实话实说，我就是想给你们这片区域的人供应最好的羊肉，我不想让别人插进来篡了我的行市，我求马哥和嫂嫂你们帮忙。行呀，别人拉来羊肉，我们不要就是了。何宁没想到这种事儿，马家嫂子居然能做主答应。刚要离开，皮三，你要去哪？马强刚刚还在找你呢，赶紧过去。听到皮三这个名字，何宁停住脚步，呼吸急促。闲事，正月28下午，他从拘留所出来，看见一则悬赏通告，1万块悬赏，征集人犯胡向东在哪里的线索。后来胡向东被抓，他在矿区化名皮三的事情也被爆出，不就是后天吗？3天后去县城拿1万块，回到镇上，何宁买了2大袋葱和韭菜，想着雇辆拖拉机，顺便将大门给拉回去。正想着，蒋有琴开着拖拉机迎面。秦叔，我刚打瞌睡呢，你把枕头递过来了，爱死的你。拉上大门，拖拉机本来，2人并排会一起开车往10里铺去。停停，秦叔，我去一趟我姐家，麻烦你帮我将大门送回去。自行车取下，2样菜分出来几捆，往姐姐家里。姐姐送完菜，出了小水村，隐隐约约后面摩托车转过头看了一眼，就这一眼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不就是早上去他家要饭的叫花子？坐在摩托车后面一个抱着小孩子，意识里忽突突想到小水村里丢了小孩的事，前世的记忆
来姐姐家偷偷看小文文，听到小水村的孩子被外面人偷走，10年8年找不见，难道就是这2人在这个点偷走了小孩？电光火石之间，何宁捡起路边的木棍就往开摩托车的人扫去，骑车人啊一声呼叫，冲进了路边地里，一头栽倒。小孩子一声大哭，何宁扔了自行车，提着棍扑了上去。去年翻耕过的土地，没浇水的旱地，厚厚的软土，2个花子虽然摔了一跤，但地里松软，他俩没事儿，翻起身去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做贼心虚，怕路上人带住他俩，不跟何宁纠缠。眼看追不上，何宁转身跑过来，跟文文一样大的小男孩。何宁抱起他，问一声：“你谁家孩子？”小孩只管哭，什么都不说。不哭不哭，叔叔送你回去。将自行车藏好，骑上摩托车，往小水村帮小孩找家人。小水村不大，随便打听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哪家的孩子。孩子是带回了，何宁心中却充满了矛盾。他这一棍子下去是救了一个家庭，但自己的家里却多了一份危险。重生回到92年，人贩子翻墙放火报复，何宁家危险。从假乞丐手里解救了被拐儿童，何宁心中却充满了凝重。他这一棍打下去，做的到底对不对？在俩乞丐知道何宁家在哪里的情况下，他俩能善罢甘休，说不定今晚就找上门。但何宁不管，被拐那个家在接下来的日子就完蛋了。那个孩子和文文一样大，如果那一棍子不打出去，以后的日子何宁心不安。或许不该把他们的摩托车骑回来，把孩子救走还给人家就行了，但不管骑不骑回来，他家都已经被盯上了。要么你们别来再招惹我，来了统统把你们干掉。回到家，梅姑已经让姑父帮忙将门给装好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月月刚刚睡着。李娟把月月轻轻卧炕上，跳下炕，眨巴大眼睛看何宁，脸蛋红彤彤，表情兴奋。宁子，咱家安心大门了。屁心大门，13块钱的旧破烂。有了这扇铁大门，谁进咱家就得站在大门口喊李真爱出来开门。这年头，村里人家进院子的大门多半敞着，说不安全也真是不安全。娟，文文呢？问这话时，何宁心里忽一下惊慌。梅姑刚刚带他出去玩了。老婆这话让他心里又一下子松。宁子，我刚刚听到摩托车声音，你把谁的摩托车又骑回来了？怕老婆担心，何宁只能说是在矿上借来的。李娟走到摩托车跟前，前后看看，羡慕的不得了。宁子，你会开拖拉机，你又会开摩托车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切，飞机拿来，你看我会不会开？何宁骑到摩托上，一拧钥匙。来，老婆，我带你在院子溜一圈。摩托车开动，捎上老婆，在院子里转了2圈。傍晚的时候，家里才来电。李娟和文文高兴的在屋子里转圈。吃饭的时候，电视打开，再没关掉过。宁子，你进来看一会儿啊。你们看吧，我不喜欢看电视。何宁不看电视，令李娟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怎么对电视就不感兴趣呢？何宁站在门台上，看着院子里停着的一辆8成新的摩托车。他们不会罢休的，他们会找来。大天白日赶进院子里，威胁坐月里妇人。这种人晚上就会翻过围墙，杀人放火。小姑父帮忙？不行，也不确定今晚他们一定会来。而且说惹了2个叫花骗子，说摩托车是他们的，可想而知给梅姑一家和自己妻儿造成多大心理负担。不能让自己的亲人有一点点恐慌，让他们安安心心把这个正月15的夜晚过去。今晚不睡觉，守到天亮。今晚不来，明晚继续守。就不信大几千块的摩托车，他们不要回去。睡觉的点了，李娟端着脚盆水出大门道，看男人还在外面晃悠，感觉奇怪。宁子，这半天你站大门外晃悠什么呀？何宁紧步上去，接过盆，随愿老婆。谁让你端一盆水出来？倒水你叫我啊？宁子，我给爷爷和文文都洗了脚，他俩睡了，文文跟爷爷睡，这小子现在听话呢。儿子今天打了针，害怕这没过去，妈妈说什么是什么。何宁接过盆，倒了水，进屋子，再倒一盆温水，让老婆坐炕上，蹲下身给老婆洗脚。李娟不乐意，我自己洗。娟，我欠你的。什么欠不欠？再不要说这种话，你现在好以后好，这就够了，以前的事再不提。月月忽闪着黑亮大眼，嘴里啊哦。嘿，我女儿想跟我说话。啊，我是爸爸。月月乖，灯拉灭了就好好睡觉，不哭不闹。月月的睡眠调整的很规律，灯拉灭，不哭不闹睡着。小月月脸蛋胖嘟嘟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像极了妈妈。
安顿好老婆，跟女儿睡踏实。何宁轻手轻脚出门，隔壁屋里，爷爷跟儿子睡得安安稳稳，悄没声息。刀子取出，插在腰里裤带上，弹弓装进大衣兜里，四股铁插藏在麦场草垛里，铁锨握在手中。他们要来，最少2个。脑子里有了一番计划。无论如何，他们是要翻院墙的。就在翻院墙的时候，撂倒他们。熬夜算什么？打牌喝酒的时候，2天2夜不睡觉都没事儿。也有可能，他们今晚不来。如果我是叫花子，我不可能就这般善罢甘休，肯定来的。就算不为了报复，自己的摩托车也一定要拿走。月亮明晃晃，冷清清挂在头顶。一个人银手里提着汽油，从门口小坡下面忽闪出来。一个人？不可能。何宁趴在麦草垛边上，盯着半天，确实只有一个人。看着那人往院子丢麦草，本以为他是为了翻墙的时候动静小些，但麦草越丢越多，不对劲。突然间脑子里火花一闪，汽油、麦草，这是要放火。然后把摩托车从大门口推出去跑掉。何宁忍住了拿刀嘎了他的这股子冲动，继续等着。果然那假乞丐翻过围墙跳了下去，没发出落地的声响，但没有直接去推摩托车，而是抱了几捆麦草堆在厨房窗户底下。白色方形塑料桶提起来往麦草上倒，一股汽油味扑鼻而来。何宁深呼吸一口，左手拔出腰间裤带上刀，一个箭步上去，胳膊掐住他脖子捂住他嘴，一刀狠狠戳在他屁股上，再一刀扎他大腿上。敢叫，我一刀戳进你喉咙里。我家院子，我杀一个纵火犯，我是村里英雄。厨房屋里灯泡啪一下拉亮。名子，老婆，是我看一下车子钥匙拔了没，你好好睡着。李娟睡眼迷瞪，又关灯继续睡。你敢动一下，我一刀嘎了你，再去镇上给罗所报案。你信不信明天一早，村里人敲锣打鼓给我带红花？我信，兄弟，饶我一命，我给你一笔钱。说着掏出5000块，是卖小孩的5000块。这人气喘吁吁，不愿回答。何宁拖着他软瘫的身子到院子另外一边，紧紧将他绑在树下，堵住嘴。老哥，等我半个小时，罗所他们来带你走，咱按正规程序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为将来铺路，1万赏金到手。罗所长，我来报警，杀人放火偷小孩的歹徒被我绑在家门口枣树底下了。何宁，你搞什么？叫花骗子在他家要面要钱，在小水村抢小孩。到晚上这会儿，他爆麦草、浇汽油、放火的过程给罗所说了一遍，他要给何宁钱的事也说了一遍。罗所大惊，这还了得！小张，值夜班的你们几个立马出去。20分钟到何宁家大门口坡底下。罗所，大半夜别惊动我妻儿，别让我老婆知道这件事，她还在月子里哺乳我女儿，别吓到她。何宁，我们要拍现场情况，好吧？尽可能不惊动屋里睡觉的人。拍照片的警员轻手轻脚，握着照相机悄悄进院子，前后左右拍了一圈。何宁，你有妻儿老小，要为他们着想，多交朋友少结仇，你的路才会走得宽。罗所，正因为我为我妻儿着想，我才没把他杀了，我把他交给您，他身后的犯罪团伙不就一网打尽了吗？有您护着我家，我妻儿老小才有最大的安全。小子，你说的对。警车拉着歹徒走了，摩托车的事儿，何宁闭口不提，罗所也闭口不提。接下来3天里，何宁骑着摩托车去红会矿区卖了趟羊，又将梅姑的自行车带回来后，就在家陪着老婆孩子。二叔，有什么事站院里说吧。宁子，你知道的，是你二婶是王琴干的，你不能冤枉我。王琴出事后几天时间里，村里人说没见何国民的影儿，不知他是躲在屋里没出来，还是压根儿就没回村里。一大早贸然跑着何宁家来了，是道歉来的。何宁叹一口气，二叔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是想给我爷爷吃一口好的，但王琴能乐意？哼，他判几年啊？少不了3年，我跟他离婚。啥？何宁不相信自己耳朵，这年头老夫老妻了，还能说出离婚这个词，猛一听太稀奇了。看二叔表情不是开玩笑。也对，王琴给鸡汤里下毒已经是众所周知，他跟王琴真离了，他对爷爷好，他要接走爷爷。何宁觉得没了充分理由拒绝。二叔，你真要跟王琴离婚？你家里我一个哥3个姐姐眼前，你能过去？我跟王琴离婚是离病了，我来找你是想把你爷爷接回去。二叔，不可能。宁子，我老爹，我公道上房炕上，我好吃好喝伺候着。何宁瞪着眼，冷冷看二叔，哼一声。二叔，你是真想对我爷爷好，
还是避嫌，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。何国民脸上的表情突然抽搐，往前走2步，扑通一声跪在爷爷屋子门前，磕了3个响头，痛哭流涕。爸，儿不孝，儿错了，儿接你回去。听到门口动静，爷爷颤颤巍巍开了门。爷爷，我二叔要接你走，你去不去？明子，你不要爷爷了。二叔，你听到了，爷爷不想去你家，爷爷不想离开我，我和珍把我爷爷照顾得很好。何国民又磕了3个头，站起身，抹一把眼泪。宁子，我今晚要请神驱邪，也是为着把爷爷请回去。宁子，给叔一次机会。二叔，你先回去，晚上看我能带我爷爷回去，我就带回去了。何国民转身离开，没有王琴瞎掺和。二叔对自己亲爹是不是会真心好起来？王琴不在了，何宁没有理由挡着二叔对爷爷好。今天是县公安贴出来的悬赏公告的日子，法外狂徒P3的1万块赏金可不能错过。干什么的？找谁？何宁伸手跟他握，对方不理，手缩回来，给这名警员想热情也热情不起来了。高局在吧？我提供胡向东藏匿地的线索，我亲自给高局说。问话的警员身子一挺，神情明显紧张。你能提供重要线索？我跟高局亲口说。听到这事，警员也不敢马虎，带着何宁进高局办公室，一眼看到高衙镇派出所罗所长。罗所，何宁，罗麦，他谁呀？高局，他就是帮咱端掉丐帮犯罪团伙的何宁。高局眼神忽一下放光。嚯，你就是何宁？何宁的手和高局的手握在一起。小伙子了不起，很勇敢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。罗所给你要一笔奖金，已经发到他手里，跟他要。流窜在各乡镇，打着叫花子名义，实则偷小孩的一帮犯罪团伙，在何宁干预下，高衙镇派出所一举端掉窝点，抓了7、8个人。罗所，高局，给我奖多少？500块，小子，别要求太高，这笔钱经过严格审批程序拨下来啊。何宁心里大失所望，他想要的1万块，也要严格审批程序才能拨下来。是你要提供胡向东的线索？对，罗所，你也知道，正月里我在红会矿区跑来回做生意，刚才看到公告里的照片，立马想起一个人，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我怀疑他就是胡向东。快说，他藏在哪里？1万块真能兑现给我？只要你提供的线索能直接抓到胡向东，1万块当场就能给你兑现。当场不用严格审批。何宁，快说，你知道什么？正月里来回几趟矿区，发现胡向东在矿区藏匿，在高局和罗所看来很有可能。我看照片上姓胡的鼻子跟P3的鼻子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怀疑P3就是胡向东。红会矿一矿生产区，进门左边一排平房里。说完这话，高局一把抓起话筒，当着何宁和罗所的面，高局给矿区警务负责人打电话。一矿生产区住在平房里的P3有可能是逃犯胡向东，立即控制其人确定身份。挂了这通电话的高局在办公室走来走去，要确定嫌犯身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。何宁，你过来，你签几个字，把这500块钱先领走。给何宁的500块奖金已经在罗所手里。听你们罗所话，500块领上，你手头也宽展些，别乱花。春耕开始，钱用到刀刃上。小子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听到没？钱用在刀刃上，既然能收了性子，好好做人，那就坚持下去。这话让何宁吃惊，自己以前是什么人，罗所知道的一清二楚。罗所给他争取500块奖金，也是尽可能让何宁手里宽裕，不让他再走混混老路。何宁拿了500块，刚要转身出门，高局桌上电话铃突然骤响。喂，什么？确定清楚了。好啊，把他立即押过来。啊一声电话挂掉，高局哈哈大笑，2步走到何宁身边，伸出双手。好小子，1万块奖金，现在马上就给你兑现。好小子，这些年我就没见过咱高局开心大笑过，你小子有担当有责任。何宁心里一颤，知道自己大名在罗所和高局心里有位置了。重生回到92年，二叔接爷爷回家，请神教安顿屋子。1万块到手，按计划，何宁去了一趟农机厂，5800买了一台兰陀3轮车。这批兰陀3轮车质量，开10年8年柴油机不用换。车子左拐进十里铺河湾路，前面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响，听声音马上要散架，2个轱辘各跑各的。村长叔又跟镇上领导喝酒去了。宁子，你新买的3轮？不是我买的，难道是借别人的？何富银心里扑突突乱窜。好家伙，何宁做了1个月生意，赚的钱能买一辆新3轮。银叔，等会你帮我叫几个人修门前坡，
我用我的新3轮车给你拉几回压地魔瓜窝子的沙子。真的，宁子，你说话算数。银叔，我啥时候说话不算数？你上来，等会回村喊人。何父银身子跳上车厢，车子汤汤汤进十里铺村。李娟在院子里逗黑子，哄着儿子玩。看爸爸给你们娘买了什么好吃的。爸爸，是蛋糕。给你和妈妈一人一个，给爷爷一个。明子，你又把谁的车借来了？还把摩托绑上面？我花钱买的5000多块，咱家3轮车不是借别人的。5000块钱的3轮，明子你哄我。娟，公安通缉的杀人犯在矿区隐姓埋名，我监区县公安给高局长提供了重要线索，直接把他抓了。我有了一笔奖金，一辆新3轮车就开回来了。李娟听着一愣一愣的，半天没缓过神。傍晚，李娟给今天帮工修路的乡亲做了一大桌菜。明子，过来说个事。银叔，你说咋了？你今晚把你爷爷带到你二叔家，你二叔请了庙上神教安顿屋子。银叔，王琴被抓，我二叔屋里的鬼没了，我二叔要对我爷爷好，我不能拦着，没必要整这些吧。明子，别说这种话，给你二叔一次机会，这不是改一下你二叔心上的迷糊气儿，别拧着来好不好？好，到晚上我把我爷爷领到我二叔家，我爷爷不去怎么办？他看见那间小屋就怵。你二叔说他把那间小屋拆掉了。啊，我二叔把那间小屋拆掉了。何国明的这一出，何宁没想到。村长，咱村今年能不能打一眼机警，你就交个底。村长，别把我们交上去的一笔钱败光了，到时候再说我们1分钱都没交。我给你说，村长，我可交了100块呢，你连个收据都不给我开。何富英被大家说的咳嗽几声。你们瞎嚷嚷什么？我今儿跑一趟镇上，还不是为打井的事，你们以为我容易？咱村没水浇地，没机井，再过20年3年还是这种破烂村。何宁听到一桌子人争论打机井的事，心里叹了口气。村里会有机井的，也会有水浇地，但30年后十里铺还是破烂十里铺，人口还没现在的人口多，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。晚饭过后，二叔何国明过来接爷爷，爷爷伸出颤巍巍的手给二儿子抹掉眼泪，也是老泪纵横。爸，我来接你回家，我和王琴离婚了，以后你就住我屋里。何万里虽然老了，但没老到什么都不明白的地步，站起身跟着何国明走。晚上10点整，何国明家院里闹腾，请来庙上神教安顿屋子，供桌抬出来，摆在院子中间，供着香炉酒盅。何宁咧嘴笑，嘀咕一句：咋还要奠酒？瞎做作。嘘，当然要奠酒，别瞎议论。两个轿夫摇着在何国明身子周围转了一圈。一安一稳，大吉大利。一个碗呼一声，从轿夫飞出凑到院子墙角，扣住！何宁瞪圆眼睛，这么远，碗飞出去居然没摔破，这轿夫练的好本事。何宁满脑子想，碗里面啥呀？五弟，你说到底是他俩摇着轿子，还是轿子拽着他俩摇？四哥，你不问的废话吗？当然是神教拽着他俩摇，那么重的轿子他俩能摇动？就是，要不然2个人摇着轿子一下子能飞到房顶上。这个问题在村里人嘴里讨论了几千年几百年。院子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何宁悄悄过去到墙角扣的碗跟前，一把抓起，翻过来看了一眼，再原样扣住，再翻过来看一眼，再扣住。何宁看得清清楚楚，碗里抹了红，按理说49天后才变红的。二叔请下来的神教可真厉害。何宁嘴角一些偷笑，转身进上房屋。村长何富银喊一嗓子：喂，宁子，先别进去。我安顿一下我爷爷，我要回家。二叔加上房屋里，何万里坐在炕上迷迷糊糊的打瞌睡。院子里干什么？爷爷知道不？看孙子进来，老人伸出胳膊喊：宁子来，这炕上我睡不惯。这个炕又宽窄又整齐，咋睡不惯？爷爷，今晚你在这个炕上睡。宁子，你也在这儿睡，你跟爷爷睡。爷爷，我二叔跟你睡，我二叔今晚会照顾好你。你二叔跟我睡。好。安顿好爷爷，出上房屋，到二叔跟前。二叔，我爷爷瞌睡了，让他早点睡。虽说晚上不是太冷了，但老人家还是扛不住，炉子不要灭了。何国明木呆呆回一句：知道。何宁转身回家，走到大门口，想起什么，转身回来给二叔又安顿一句：二叔，我爷爷早上要吃一个荷包蛋，煮透了，盐放清些。何国明家院里围观的人不少，何宁故意喊出这句话，让他们听见。重生回到92年，打井开手续，有猫腻。何家的这何烟你拿回去，
你别再来了，要是知道你给10里铺拉水，我绝对不会开机警。张队长，交1亩地的水多少钱？我算给你。水值什么钱？你咋听不明白？我们村长说了，不给10里铺的人拉水。10里铺打一眼井，打了好几年没影儿，让外村人瞧不起。在小水村人眼里，10里铺拉水跟讨吃花子一样。自家村没有机井打水，打水就要看人脸色。村长家里一群人也在讨论机井的事情。村长，村里没机井，大家窖里没水，拉水看小水村人脸色。你说你不愧疚？何富银叹了口气。去年3月，我给小水村的村长、村主任、大队长打点好的，他们才放咱村里人拉水。可他们村的村民不乐意了，说机井是村集体的。今年我请他们的村长主任吃饭也没用。表弟，你叹气，你跑了5、6年，咱村打不出一眼机井，你怪谁？你的意思怪我？你们都怪我？就1万块钱，5年了，收不起，年年收个7、800，不到1000，人家打井队怎么来？您说，你的意思，这5年时间，咱村打井的钱，你收了有4、5千？4、5千还多。咱村200多户人，可大家各算各的账，1分钱都不愿意交了。表弟，你现在跟大家收钱，你能收上来1分，算你有本事。村长叔，你手里的4、5千块给我，我明天去镇上，我就不信我把打井队叫不来。宁子，你要当村长？我当屁村长，钱拿来，我凑够1万，我去镇上水电所请打井队，明天就动工打井，咱村里集井，提前2年打好。自家要喝水，梅姑家要喝水，地里要浇水，打机井这事一刻也不能耽误。第2天早早，何宁开着摩托车带着村长去镇上。富银，还是为打井的事。王镇长看一眼10里铺村长何富银，是厌烦。从他的眼神里，何宁立马看出来，自家村长在镇长眼里没什么地位。何富银从兜里掏出烟递给镇长。何富银，你这村长咋当的？5年时间了，你收不来1万块钱，你们10里铺的人不是我吗？太他娘掉链子，就为你们村一口井，我今年又受上面批，我总不能把镇上的公款拿出来给你们村打井吧？1万块钱，一家子出50块，不就是1万块？你这个村长怎么当的？这种话听在何宁耳朵里，扎耳朵刺心上。10里铺村里没机井，当镇长的也担责任。看到了没，镇长，1万块凑齐了，你在这份证明上签了字，开个介绍信，打井队就可以去我们村了。王镇长脸上的愁绪舒展开，伸手拿桌子上的钱。何宁比他手快，把钱压住。领导，你先给手续上签字盖章，我们再交钱。何富银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干什么的？镇长，误会误会。宁子，你搞什么？你走开！何宁被村长拽开的同时，1万块从桌子上拿起来，捏在手里。王镇长把笔哐一下扔桌子上，眼神冷冷看他们叔侄俩人。何富银，之前你们是不想交。镇长，我们交，我们现在就交。宁子，你搞什么？钱交给镇长，你捏着干什么？何宁对眼前的这位领导没什么好感，钱是记忆里。不久之后，王镇长就因为贪污受贿被撤了职。王镇长，钱为什么要交给你？为什么不是我们亲手交给打井队？钱交给你，你再交给打井队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嘴里问这3句话，脸上深沉的笑盯着王镇长看。领导脸上表情闪过一抹慌乱，何宁盯着他脸色，这一抹慌乱捕捉住。何富银，你这是不要我开介绍信？镇长，我这犯浑，你等等。何富银转过脸，把何宁拽出来。宁子，你后悔了出这笔钱，到这个点了你才后悔。你，村长，我没后悔出这笔钱，但这笔钱不是交给打井队吗？为什么要经过我王镇长的手再交给打井队？宁子，别挑刺了好不好？咱把钱交上去，手续拿出来要紧啊！我辛苦赚来的钱，凭什么要不明不白交上去？村里打井的事情一刻都不能耽误，哪知道他拿了钱，什么时候叫人来打井？宁子，什么明白不明白？你赶紧交钱，别得罪了领导。哼，过几天他就要下马了，得罪就得罪。何富银听到这话也是愣住了。下马？谁下马？何宁不跟村长拉扯，往前一步。领导，打井的介绍信你开不开？混小子，你镇上一混混，在我跟前耍横。何宁手里捏着1万块，转身往出走。宁子，你干什么？骑摩托去县城找一趟大领导，问清楚了，给村里打井。镇长开介绍信要不要收钱？等等，介绍信现在就开。王镇长一脸阴沉的将介绍信开好。何富银接过王镇长开的介绍信，嘴里嘀咕：宁子，你他娘当村长算了。
水电所打井队在另一处院子，找到打井队许队长，2份手续递上去，1万块钱递上去。你们村的钱还能直接交给我？不问则已。这一问，何宁瞪他，嘴里骂人。你一个打井队队长，你们勾结在一起搞猫腻，把个高崖镇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以为群众眼睛都瞎着？跟我没关系啊，别把我跟你们镇长干的事儿搅在一起，我只认手续和这笔钱。许队长接过盖了镇政府公章的介绍信，仔细看了1分钟。何副营赶今日晚上打井设备拉到你们村。何副营跟许队长握手，一个劲儿说谢谢。何宁懒得跟许队长握手。重生回到92年，李娟卖韭菜，亏得迷迷糊糊。娟，我回来了。梅姑，宁子，你看发芽了，你弄的是白菜。姑，再有10来天，咱就能吃上鲜嫩小白菜喽。宁子，你昨天不是给窖里拉水吗？顺便给姑家窖里拉2回。何宁叹了口气，姑，小水村的水拉不来了，等20天，咱村里有了机井，咱气场长，拉咱机井上的水，谁的脸色都不看。过20天，咱村能开机井，应该没问题。姑，你家窖里水吃20多天没问题吧？那没问题，我是看你昨天拉水，趁着机会是想让你给窖里灌2回。姑，我让他把最后1回水灌咱窖里，他都没灌。何宁上前一步，抱住老婆脑袋吧唧一口。讨厌，姑在眼前，你羞不羞？亲一下你脑门壳有什么大不了？娟，宁子对你好，你爸妈你姐看在眼里，可不高兴。我今天再回一趟，再给他们说说好话，让他们都来给月月带满月。娟，没事的，我早有打算，我开3轮车亲自下去，把你爸妈、你姐、你弟接上来。4年前的事儿，李娟不管不顾父母反对，跟何宁结婚。李娟父母不认何宁是他们的女婿，4年里不正常来往。娟，我跑一趟矿区，给咱把300块赚回来。宁子，你刚这一趟出去，不是去矿区？刚这一趟是去镇上办打机井的事，我现在去矿区，赶中午就能回，顺便拉些菜回来。摩托车呼突突出去，李红梅目送摩托车从大门口骑出去。娟，宁子说再过20天，咱村就有机井了，是他把这事儿跑成了。他没说啊，他回来我问问。李红梅也往出走，骑自行车去一趟杨柳村娘家。月月满月的事，她要说通娟的父母和姐姐弟弟们亲自来一趟。村长家院里高高竖起来的大喇叭在整个村子上空响。喂，给大家说一声啊，和您家有新鲜韭菜，1斤1毛5，包谷瓜子麦背上赶紧去换，把你们家缸里的臭酸菜都倒掉，不要再吃了。大喇叭上喊了3遍何宁家有韭菜的话。这么多韭菜，咱能吃完啊？何宁叹气，老婆是越来越傻了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娟，这能是咱家吃的，你就想不到是给村里人卖的。何宁拿出一把小杆秤。娟，我给你交这杆秤，你好给村里人卖韭菜赚钱。李娟提上杆秤看了2眼。我认识，提这个绳子是市斤，提这个绳子是公斤。你啥时候认识的？我小时候就认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李娟称一把韭菜，展示一下她认识杆秤的本事。没啥问题。不错不错，娟儿，这2袋子韭菜有60多斤，按我说的价卖掉能赚5块钱。在自己家院子随便赚来5块钱，李娟高兴的脸蛋红扑扑呲牙，使劲笑。我去菜园子里忙了。何宁转身去大门口外的在菜园子里翻桶。文文过来，给爸爸端一碗水。李娟有意锻炼文文做事，带她进屋里，一碗递给文文。儿子乖，端好慢慢走，别闪出来。文文知道了，这一碗水要端给爸爸。2个小手端着，慢慢从院子里往出走。几个妇人从大门进来，背着装粮食的袋子。娟，给我们称韭菜。6婶弯下腰，在文文裤裆里揪一把。文文，给奶奶揪个牛儿吃。噗噗吹2下，舌头嘚儿一声。小文文端着水，绕过讨厌的妇人，出了大门。李娟招呼3个妇人给他们称韭菜。1斤1毛5，村长家大喇叭上说好的。知道了，娟，就按1毛5给我称上。娟，给我也称上5斤。妇人不是拿钱，背着麦子换，1斤麦子换2斤韭菜。李娟称麦子的同时，眼睛余光看到儿子端着一碗水在大门口。看我儿子能给他爸端水了。哎呀，你儿子能得很吗？夸得李娟高兴，提秤的时候提市斤绳子提成了公斤绳子。3斤，看高高的。哎，我不信只有3斤，我装了5碗麦子呢。你会不会称？李娟再一看，绳子提错了。8婶是6斤麦子。
6斤麦子换12斤韭菜，韭菜装袋子里给他背走。六婶手里捏着1块钱，娟给我称上10斤。六婶，1斤1毛5，1块钱买6斤多，我给你称上7斤。娟，你女儿待满月是23还是24？六婶，是24。大门外，文文把端着的一碗放地上，爸爸在菜园子里背对着他拿铁锨翻地。爸爸，哎，赶紧给爸爸把水端来。这时，黑子从菜园子那边跑过来，可坏了的狗崽子脑袋埋进碗里，吧唧吧唧一顿品。文文愣愣看了半天，忽然想到这水是给爸爸端去喝的。过去，过去。文文一把将狗子拽开，端起碗，小心翼翼往爸爸跟前走。爸爸。何宁转过身，看儿子双手端着碗给他送来。儿子真乖，接过一口气喝完，咂巴咂巴嘴。文文，这水怎么狗腥腥的？看来水缸该刮一下底子了。何宁和儿子端水，一股气儿把菜园子翻完，累得抹一把汗珠子回屋里。李娟果然高兴的脸蛋红扑扑。宁子，韭菜卖掉了1半，账算对了没？咋没算对？卖了3块钱，换了10斤麦子。收3块钱是出去了20斤韭菜，换了10斤麦子也是出去了20斤韭菜。按理说袋子里韭菜还剩20多斤，何宁一称剩的韭菜是12斤。绝对不可能，这么简单的账我要是能算错，那我也太笨了吧。老婆，我问你啊，比1大的数有没有？有啊。你问这个啥意思？那比10大的数有没有？有啊。比100大的数有没有？有啊。比1000大的数有没有？有啊。宁子，你问这什么意思啊？娟，那你说比你笨的女人有没有？李娟反应神速，立马警惕到男人是给她下套。没有，你还想套我？切！何宁捂一下额头，唉声叹气，心想希望漂亮女儿没她妈妈笨。重生回到92年，52特大矿难，提前知道。你写的字，咋了？跟蚂蚁爪子爬一样，好歹小学毕业啊。李娟眼睛瞪过来，你呢？你写一页我看看。笔拿来。刷刷2分钟，前世30年里何总的字体。李娟拿起来看了半天。哇，你这字好漂亮，一个都不认识。宁子，月月明天满月，要不要把村里人挨家请一遍？不需要，知道我女儿满月，愿意来的人肯定来，不愿意来的人，你请人家都不愿意来。听你的。李娟心里高兴，身上有钱，不愁月月带满月的花轿。预算是200块。梅姑回了一趟杨柳村娘家，帮何宁说尽好说，同时将李娟妈也带回来了。这回有岳母有梅姑帮忙做家里事，村长家婶儿带2个妇人也来帮忙，不需要何宁非要在家。3轮车赶紧跑一趟矿区用300块，再返回镇上置办东西。开进矿区回民住宅院找马强老哥，人家不在，妇人招呼他。何宁，你马哥今天忙，见不着人，羊肉放下，钱我给你。嫂子，昨天马哥说他今天白班休息，怎么还去上班了？哎，矿上昨晚出了事故，他是代班班长，这会忙着处理。他给我说好的，你拉来的羊肉放下就行了，钱在我手里，我付给你。一沓现金从回民妇人衣服里掏出来。嫂子，82斤，按6块钱算吧。哎，不是说7块吗？嘿，嫂子，这几天羊肉价掉得厉害，我在咱这里做长久生意，随行就市，按6块钱算吧。马嫂塞了500块给何宁。矿上出了啥事故？瓦斯泄漏，2个人没救过来。妇人又叹气。煤矿事故说出就出，你马哥下井是过了今天担心明天的日子，哪像你做一趟生意挣一笔，再种几亩地，平平安安不担心出事。何宁脸上的笑慢慢凝固。瓦斯泄漏，2个人没救过来。瓦斯泄漏的矿难，52矿难。93年2月，5个2矿难。何宁脸色扭曲难看，瞪着眼傻呆呆看手里的500块钱。妇人被他脸上的表情吓到了。何宁，钱有问题。何宁的思绪被妇人一声喊拽回来。没问题，500块嘛，嫂子你还多给了呢。嫂子，我回了，我家里还有事，不敢耽搁。3轮车开往高崖镇买明天用的零碎，东西都在单子上记着，不怕忘掉。现在何宁脑子里全是5个2矿难，红会一矿的事故。阳历2月22号，农历2月初2，红会一矿重大矿难，38个人在瓦斯爆炸中死亡。前世3个月后，在建筑工地，在报纸上，何宁看到胡向东被抓的同时，又看到52矿难的报道。矿难事故的处理经过报道，详细内容没记住，记住了是5个2矿难，
农历2月2发生的事故，记住了38个人死亡，记住了从上到下处理了一批负责人。未来8天将要发生的矿难，搞得他心慌神乱。新3轮车停在路边，脑子里乱跑的思绪平复一会。红会一矿的特大矿难事故，隔了30年，记得清清楚楚。重生回来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后面传言死的人比38个多1倍，矿上领导瞒报。这会儿何宁胸膛里砰砰跳，长吐一口气，骂一句：关我屁事！我干嘛心慌？难不成我能阻止这次矿难？谁信我？怎么解释？我能预知未来？我还知道未来30年发生的更多灾难，我能阻止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不关我事。3轮车发动着往高崖镇上去，满脑子5个2。3轮车速度放慢，又停在路边。我何宁把自己妻儿救回来了，我改变了我的历史，但我不能改变别人的历史，有什么可纠结的？难不成我去找矿长，说2月2早上会发生瓦斯爆炸大矿难，死掉至少38个人？矿长肯定把我当神经病患者赶出来。去个2，管我什么事？管我何宁什么事？站在路边朝远处田野大喊，脚下有2块石头，用力直接将他踢飞。我女儿明天带满月，今晚就有人来我家吃场面，矿难什么的不关我事。3轮车速度最快，往高崖镇上的杂货商店去，买了一些油盐酱醋，蓝海洋烟拿上2条，熊真红拿上1箱，啤酒拉上20扎，在这家商店花掉了180块。这些东西30年后花1000块，怕还不够。院子墙角砌起2个土灶，张福祥一副当主事人口气。宁子，一个灶熬鸡汤，一个灶炖卤肉，晚饭至少有20个人吃场面。李红梅家桌子，你二叔家桌子，还有我家桌子都要抬来。吃完中午饭，你开3轮车把这几张饭桌板凳都拉回来，每家的碗碟都要拉来，至少要100个吃饭碗才能转开。好，我尽快拉来。吃完中午饭，3轮车开出去，开进来跑了2趟，别人家的方桌碗碟借来了一大把。小月月带满月的正是在明天，但今儿下午院子里已经来来往往许多人，少一半帮忙做事，多一半蹭热闹，吃2碗臊子面。重生回到92年，3岁小儿童子尿，人人有份。宁子，你姐还等着你开3轮车接我们一家呢，左等右等不见你，你姐不来了。姐夫张东平骑自行车带着2孩子先过来。宁子哎，看你这阵势招呼70、80、上百人吃饭呢，你别到时候收不来本。是我们村长瞎安排的，他挨家挨户通知，这不瞎折腾吗？本来一早何宁是要姐姐过来的，忙着就耽搁住。这回姐夫都来了，得赶紧去接姐姐，还有大外甥女。玲玲，刚刚你是因为不想上学才被我姐骂的，对不对？玲玲，告诉舅舅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哪个老师？不是。那就是不喜欢哪个同学，他们欺负你。舅舅，我不想住宿舍，我不想吃学校里大锅饭，有苍蝇和鸭脖。何宁明白了，外甥女上初一住校寄宿，20几个学生挤在一个宿舍，吃学校灶，大锅白水煮面条，一缸子白水面条里什么都能捡出来，是个什么滋味？他没了一点点想上学的欲望。外甥女过几天开学，住宿吃饭的事装在舅舅心里。玲玲，不要愁，这事儿舅舅帮你解决。回到家里，村长手里拿着一本红艳艳记情báo。宁子，许队长给你寄了100块，我天，他是心里虚，多拿走，咱打进几千块，1分不退，这才给你寄100块里。这年头，村里随礼记份子超不过10块钱，多半寄5块，全家7、8口子吃2天。已经寄了10个人，除过许队长是100，其他人都是10块。要不是我安顿，谁给你寄10块？事情完了，我一并给你。何宁这是被村长这么掺和，有点变味。何宁心上不咋喜悦了。屋子里炕上几个人打牛酒牌，4个人喝啤酒，桌子上下都是啤酒。小文文蹲在啤酒瓶跟前，想着拿一个啤酒瓶出去玩。文文出来，缠在人家喝酒的桌子跟前干什么？何宁，听说你戒酒了，真的假的？宁子，多少跟大家碰一个，理性一下嘛。你女儿满月的事情，我就不信你还滴酒不沾。好好，我等会回来跟你们碰一个。文文，不要在屋里钻了，在院子里玩。爸爸，他们喝的什么呀？他们喝的啤酒。何宁把他放院子里，小文文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还是觉得桌子旁边放的啤酒瓶好玩，跑进屋里拿一个。咱2个好，再一个好，实在是好，4叶子红红六六顺。桌子上坐着4个人，旁边站着2个人，眼睛都盯着2个划拳的人出手指。文文怕被大人看见，啤酒瓶紧紧抱在怀里，去屋子后面找黑子玩。
走到后道，一瓶啤酒在怀里滑下去，咣当一声摔地上，咕嘟咕嘟倒掉了半瓶，半瓶倒掉。文文觉得倒掉了半瓶不好，瓶口跟他小牛儿一样大小，想了一下，双手抱住啤酒瓶，小牛儿对准瓶口使劲儿，闻着院子里飘过来的肉香味，嘴里馋，跟妈妈要一疙瘩肉肉吃。儿子不听话啊，怎么能抱着一瓶啤酒玩？爸爸，我要吃肉肉。大表叔，鸡肉煮烂了没？给我儿子捞一疙瘩解嘴馋。好嘞，给你儿子捞一疙瘩。文文，站你张爷跟前吃肉。何宁提着啤酒瓶进屋子，你们喝酒的人怎么能看着我儿子提着一瓶啤酒出去？幸好他没喝。嗨，我说呢，我打开的一瓶啤酒咋不见了？宁子，来，你不喝酒了，大家能理解，但这是你女儿满月的事情，大家跟你碰一个，程序圆满。何宁觉得跟大家碰一杯啤酒也没什么，手里提的啤酒给自己倒半杯，给他们几个浅掉的杯子填满。来，我何宁谢谢你们给我和我老婆长精神，给我女儿长精神，这杯酒我敬你们。几个人高兴，何宁敬他们一杯，一起碰，一起喝了，咂咂嘴。何宁有1个多月滴酒不沾，这一杯喝下去，龇牙难受。宁子，厨房屋里6婶8婶刚才说也想喝啤酒，我觉得你给他们敬一杯。对，帮造的妇人最辛苦，我应该给他们敬一杯。何宁提着啤酒转身去厨房。咦，这一杯啤酒温吞吞，味道怪怪的。刚才李家一杯子里没有了，何宁给他倒满，其他几个人杯子里多少都有些。何宁提着多半瓶啤酒到厨房。6婶、梅姑、姨娘、表婶，你们几个端个碗过来，我正正经经给你们敬个酒，感谢你们来帮忙，来给我长精神。几个妇人一人手里1个碗，嘻嘻笑着伸到何宁跟前，半瓶啤酒给他们分完。姐，跟大家喝一口。跟马尿一样，有什么好喝？姐，好喝不好喝的，我给6婶、梅姑、姨娘、婶们敬个酒，你陪上忙，咱俩亲姐弟。何燕吃肉渣的碗伸过来，何宁给他倒一口。何宁呵呵笑，来，一起干了。这味儿不对吧？宁子，你在哪儿买的啤酒？不对吧，宁子，这啤酒咋一股尿味儿？何宁已经喝过一杯，好像是有一股尿味儿，还以为自己1个多月没喝酒，味道不适应。何燕这么一说，他想起来这瓶啤酒是从文文怀里夺过来的，是尿味儿。几个妇人眼睛齐刷刷看何宁身上。文文，你给我过来。文文手里捏着一疙瘩鸡肉，吃得正香，听见爸爸在厨房大声喊他过来。爸爸，吃肉肉。文文，告诉爸爸，你是不是在啤酒瓶里尿尿了？啊，爸爸。文文，刚才你抱的那瓶啤酒，你是不是给里面尿尿了？小文文使劲点一下头。你臭小子！何燕扑上来，一把抱起文文，跑出了屋子。文文，快跑，爸爸要打你了。妇人们知道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咦，文文亲姥姥，你喝了一碗外孙童子尿，今儿沾光喽。你还说我？你当姑奶奶的，还有当姑姑的，都喝了一碗，都沾了光。哪有一碗，就一口。几个妇人哈哈笑翻掉了。隔壁屋子喝酒的几个人纳闷，厨房屋里什么事儿说的他们这么高兴？重生回到92年，张爱博设局骗钱，这怎么能忍？吃晚饭的点儿，院子里乌泱泱聚了几十号大人小孩，有一半人并不是为了吃何宁家2碗臊子面，是为了在村长眼前闪个人影。看，我来何宁家撑场面来了，你不能不给我发春耕补贴。我又得跑一趟镇上压面条，真麻烦。别抱怨了，赶紧去。宁子，明天吃饭的人更多，得压100斤掌面、豆芽菜、胡萝卜、黑木耳都不够。梅姑，现在就不够了。今晚不担心，明天不够吗？赶紧去。3轮车突突开往镇上，压完面条正要回去，一身煤黑的矿工从眼前过去，往隔壁卤肉铺子里去了。老李，2斤猪头肉1个卤鸡。上组长，拿好了，给你便宜了1块。铺子老板喊出上组长这个称呼时，何宁前世20年后的记忆猛一下拉出来。他手下的项目经理尚发平父亲就是在52矿难中遭难，现在想起来了，眼前这位40多岁煤矿工，难道是尚发平爸爸？姓尚的矿工付钱提东西出铺子门，何宁闪身躲开，跟在他身后。你干什么？叔，你不是小水村尚家吧？我是小水尚家小兄弟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尚老哥，你儿子叫尚发平对吧？你家老二对吧？我跟他，我外甥女跟你儿子是小学校友呢。你外甥女是谁家？张东平是我姐夫，认识吧？认识倒是认识，
不是一个队的，没走人情。尚老哥，你们小水村大，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不走人情。那个煤矿上招下井工人吗？尚组长眼神一亮，对眼前小伙来了兴趣。这小子想下井挖煤挣钱，肯定招。就我这一组，差着10个名额呢，但没有工人编制，是临时工。临时工的意思，福利待遇什么的差一大截，想走人就能走人，遭矿难死了，赔偿跟正式公差的码子大了。尚组长，过2天我去找你报名。好，小伙子，你要说话要算数，我等着你。星期五这个点儿，尚发平老爸下班到镇街上买1只烧鸡2斤猪头肉回家陪自己老婆孩子。何宁盯着尚发平老爸背影看了半天，本来还犹豫着矛盾着，52矿难跟自己没关系。得，尚发平老爸给了自己一个鸡腿，不能不插手了。还有8天，有足够时间做准备，阻止矿难。院子里稀稀拉拉，不多几个人，屋里一堆人玩赌。何燕和李红梅到3轮跟前帮着搬东西。姐夫，帮忙抬东西。我把你姐夫赶回去了。啥？干嘛把我姐夫赶回去？你姐夫手痒，薅钱压丸子，输了50多块，被你姐赶走了。村里人给何宁捧厂长精神，是何宁和李娟心里高兴的事。但摇丸子赌钱，何宁厌恶至极。姐姐，屋里谁？张爱博，3个小伙我不认识，是外村的。明白了。张爱博领着这几个赌徒混子来何宁家支起赌场，让大家押钱，他卷一笔走人。何宁以为张爱博怕了自己，再不来招惹，没想到打着趁事情的幌子还是来了。何宁从3轮车上跳下来，进摇丸子的屋里。张爱博，谁赢了？姚宁子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几个刚说呢要给你敬酒。给我敬酒可以，摇丸子骗大家输钱算怎么回事？宁子，你看你过事情吗？不都玩一把，给你凑热闹长精神呢。给我长精神，骗我姐夫输掉50块钱被我姐姐骂走，就是给我长精神。宁子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又没逼着你姐夫输钱。是，怪我姐夫手痒压碗子。转头看一圈人，都是一脸输了钱的沮丧。他赢了你多少？我输掉了58块。哼，你辛苦为一只羊羔，卖肉卖不了58，手一展输掉58，都输给张爱博了。可不都输给他？周围几个人嚷嚷，10块8块的都输给了张爱博。张爱博带着3个人，他们4个绑在一起使手腕，其他人能赢钱才怪。我女儿戴满月，我招呼大家吃场面，我乐呵，大家乐呵，但我不能让你们输钱脸上不高兴从我家院里出去。张爱博把李嘉义的58块钱1分不少退掉。哎，我说宁子退了。张爱博愣神，趁事情趁了无数，可不都这样玩？当东家的谁干涉他赢钱输钱？但张爱博知道何宁在这段时间不好惹，看这家伙口气眼神，这钱不退不行。58给李嘉义退了。张爱博赢的钱1分不少，给我退回来。张爱博掏100块塞给何宁。你姐夫的钱我还给你了，我走了。慢着，我刚才说什么没听见？何宁将张爱博一把拽回坐桌子上，没见过这么横得过事情东家。何宁抓起碗子里的2个头子捏在手里。张爱博，除了你们4个，大半天时间其他人都输，这正常。让李嘉义和我姐夫乘50块100块输，难道就没人怀疑头子是假的？没有，我没有搞假，我是正规玩法。李嘉义、王元生，赌住他们别跑了。何宁拿出一个锤子，直接打开桌面上的筛子。看清楚没？灌了水银，他的摇法加他能听懂声音。你们想赢他的钱？我天，假骰子！张爱博，你搞我们！张爱博，你去死吧！一圈人围住张爱博，锤死他的心都有了。也怪你们手痒，非要压一把。我女儿满月，我家喜庆的事情，不要打架伤人，坏了我家气氛。一群人围了上来，张爱博哪还敢抵赖狡辩不退钱？左边都一掏一大把，右边都一掏又是一大把。都在这儿了，500块，我今儿就赢了500块，不信你们搜身。扔下了钱，4个人从人堆里窜出去跑了。真他喵的晦气，该死的何宁！刚从何宁家出来，跑到河湾里，张爱博还想多骂几句。谁？河湾里这会黑漆漆的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气来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直接将张爱博4人打了一顿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下井当矿工，阻止矿难事故发生。我不认识你吗？所长，介绍信只能证明我现在是十里铺村民，不能证明我是好人。好人卡还得你给我开。什么好人不好人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无犯罪记录证明被说成了好人卡，罗索对何宁说这种话很厌烦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当几天煤矿工要的什么好人卡，破烦死了。
等等，何宁，把话说清楚，你要当煤矿工？了解一下挖煤行情，熟悉井下安全操作业务，到时候开个小煤窑赚700-800万。罗所长瞪眼吃惊，这话可不是开玩笑。未来3年，红会矿区小煤窑遍地开花，5、6年里就能挣几百万上千万。但何宁却没一点开小煤窑的心思，拿上了证明，去往红会矿区找马强。何宁为什么要见苏矿长，还给他送一整只羊羔？我想研究清楚咱一矿井下的通风系统和质检程序，以后开小煤窑心里好有数。你要在红会去开小煤窑，这可了不得。嘿嘿，先学技术，直接下井走一遍，安全措施什么的都会清楚。嘴上说这种话，心里骂狗屁技术！通风程序、质检程序要是过关达标，会发生瓦斯爆炸，会死几10个人。何宁用接下来8天时间，要搞清楚隐患到底在哪里。只有通过矿长进入公司，把他安排成员或瓦斯浓度检测人员，才有机会。但这事跟矿长不好沟通。小同志，你的事情马强刚刚和我说了，你去人事科报名，只要手续合理，会安排你上岗，没必要见我吧？还把马强拉来，人家昨晚上夜班，这会要睡觉，这不给人家添麻烦吗？看在马强的面上，苏大才肯跟何宁见上一面。苏矿长，把你车子后备箱打开，我给你放东西。转身到3轮车跟前，装羊羔肉的袋子提下来。小同志，这大可不必。我兄弟这段时间按时按点给咱矿工送羊肉来，给矿长你送一只也是顺手的事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马哥这句话，何宁送领导东西的拧巴感觉消解掉了一些。何宁走到小轿车跟前，苏矿长也走到小轿车跟前，后备箱抬起来。我身上没装钱，你去财务领吧。苏矿长咋能跟你要钱？我就一个要求，给下面人说一声，把我安排在安检组里，线路检修工也行，瓦检工也行，通风工也行，跟上组长安排在一个班组。苏矿长的笑有些不自在，这小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。小同志还有什么要求？嗨，就是想让您以矿长的身份给下面打个招呼，不要难为新人。何宁知道大领导不稀罕羊肉，但找人办事总不能空手来。小同志，我给人事科和安全副矿长说一声，把你安排在安监组，合同工，工资待遇按规定走。矿长的话说得够明白，找人事科办理入职手续，有了矿长的交代，何宁顺利的交10块钱押金，领2套工服，入职时间在2天后。第2天一早，安监室里，安检组的孙组长满嘴凶狠，把他手底下的人往过骂。新来的，是领导让你多照顾我。孙组长以为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就是苏矿长介绍进来的新人。领导介绍进来的能怎么着？就高人一等，他妈的还不是下井当黑煤球，还戴个眼镜，戴个眼镜了不起啊？有本事坐办公室去。何宁隔着3个人站在队伍里听口气，孙组长是把戴眼镜小伙子当成了苏矿长介绍进来的新人。挨到何宁看在孙组长眼里，不认识也是新人。你也是新来的？不是，我是上组长那一组的挖煤工，今天才调到安检组。上组长那组的挖煤工，不好好挖煤，调安检组来干什么？当着活比挖煤工松活，领导们脑子都有毛病。孙组长，我明天才正式上工，我今天就熟悉一遍安检流程，不要给我安排任务，当我不存在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不能让组长给自己安排任务，该给谁安排就给谁安排，就当自己不存在。孙组长哼一声，10几个安检员走在最前面，往井口走。哎，兄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眼镜男刚刚被骂完，不怎么想搭理何宁。电工。当他说完自己是电工的时候，何宁眼睛里看到一捆粗细不等的电线贴着井壁顶，一直延伸进去。电线、电火花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上发屏说的一些细节。电路检修工，电路检修，对，是电路问题引起的爆炸。电路问题引起的瓦斯爆炸，只能是电路碰触的火花引起的爆炸。关键点找到了，无论如何都要在大爆炸之前把井底下的所有人拉上来。所有人都拉出来的结果，没有失误操作，没有大爆炸。没人相信一个新上岗的安检员说的话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井下某个区域在爆炸前的时间点，瓦斯浓度超标。有这一个关键点做保证，不管怎样，它就不是胡言乱语。重生回到92年2月2，矿难倒计时。2月2，五二矿难发生的日子。这几天下井，何宁捋清楚了爆炸原因：违规开采、瓦斯泄漏、电线短路。安检组新换的组长，孙组长呢？孙组长跟刘矿长吵翻天了，请假回家了。明白了，问题就出在换了安检组组长这一块。刘矿长换的人
听刘矿长话。下面的安全检测搞得一塌糊涂，何宁阻止不了刘矿长下一道违规采掘指令，阻止不了瓦斯泄漏，也阻止不了爆炸。2月2不发生，那就是2月3发生，2月4发生。接电话的安检组新组长进移动木屋。好，知道了，明白，我这就安排。刘矿长传达下来了他的指令。安检组新组长从移动木屋里出来，大声喊常班长名字。两人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。常班长转身给各组安排任务，3个组安排在不同采掘面。上组长这一组采掘安全筑墙。班长，这不是违规采掘吗？万一出事呢？500块钱绩效你不要了，不想干可以上去，缺你一个人影响不大。上组长阻止不了违规采煤，采掘铲轰隆隆响，调到了眼前这道整齐光滑的安全墙煤层上。常班长又安排了一遍采掘要领，你们几个组长认真一点，我先上去了。他往前面煤豆子跟前走，他要出去。采掘机的巨大转轮在安全墙上旋转。何宁脑子里，如果楼房里的承重墙消掉了，上组长，等我在上面给你打电话，你必须亲自接，明白吗？等你电话，无论如何你要亲自接我电话。何宁眼睛死盯着安全墙上面的电线，看了足足1分钟，转身出了矿洞。上仙想喊一嗓子，没喊出来，心里忽然有一抹恐慌。他太清楚井下的不正常情况了。接何宁上面的电话，看见阳光，吸着外面空气，从兜里掏一把老婆炒的豆子，喂进嘴里嚼。土地上的绿色真值得好好珍惜。何宁意识里脑子里这些天挖出来一些模糊记忆。爆炸是10点过后的点儿，现在刚刚9点过去，时间的不精准令何宁不敢有一刻马虎大意。往刘副矿长办公室去，远远的站在榆树下面。刘副矿长房出来一位漂亮女人，令何宁眼睛一亮。肯定跟刘副矿长有一腿。确定屋里没有其他人后，何宁大步朝刘矿长办公房里走。谁？安检组的，有情况给你汇报。何宁近距离看刘副矿长，一脸横肉，看谁都不顺眼的样子。矿难发生后，吃枪子的就是他。你干什么的？刘矿长，我安检组的，给井下打个紧急电话。安检组的，打什么电话？找谁？找上组长，有紧急情况给他说明。特殊情况，有矿工进刘矿长办公室，给井下的工人打电话也不是不可以。但刘矿长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是谁。你是安检组的，你叫什么？何宁不回答他叫什么，转过身把门插住。你这个小同志，你要干什么？何宁什么都不想跟他解释，手伸进腰里，宰羊那把刀拔出来。敢大喊大叫，我砍了，你信不？你派人去我姐家干什么？你就何宁？对，10里铺的何宁，你不是要调查我吗？现在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要干什么？刘矿长以为何宁是要砍他。上次2个矿工遇难，临时工上下打点了一番，事情不了了之，这是找他算账来了。兄弟，你要多少钱？何宁本来就憎恶他，他说这种话，现在越加憎恶。我今天来救你们这些人的命，我救你们这些人的命，你给我多少钱？刘矿长呼一下，把双手举了起来。要钱，我有，我给你，不要砍我。这就认怂了，还当安全副矿长坐凳子上，想活着就不要喊话。刘矿长喘气，很紧张。何宁皱眉头，真瞧不起他。身为安全副矿长，这样害怕，肯定做了很多欺上瞒下的坏事情。1号井下采掘点号码怎么拨？4个1。4个1拨出去了。接电话的不是上组长。喂，让上组长接电话，快。过了将近1分钟，里面传出来上仙的声音。喂，我何宁，上组长，安全墙上下的电线有没有断掉？刚断掉了一根，电工正在抢修，是照明电。这根照明电连着通风机，动力电没有断掉，采掘机正常运转。何宁，你还有什么要问？上组长汇报的这么详细，令何宁大感意外。上仙猜到了他要干什么。好样的，上组长，尽可能把这回的情况给我汇报详细。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了，照明电线断掉了，采掘机正常运转，挖开了瓦斯泄漏点，通风设备没有运转，接好的电线再一送电，火花飞溅，爆炸发生。上组长，瓦斯监测工呢？让他检测一遍瓦斯浓度，快！瓦斯检测仪器坏掉了，安检组派人上去拿了。这一下，何宁彻底明白了。上组长，听清楚了，电线接好，不要送电，一定不要送，拦住电工核查。控制井下照明电的总开关在哪里？宰羊刀还提在何宁手里。你敢说错，我砍了你，给井下65个矿工报仇。刘矿长眼神里是惊恐不安加万分不理解。你他娘还瞪眼睛看我，还不明白我在干什么？
拿刀子救你命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干？快告诉我，电闸总开关是哪个？墙上第3个，搬下来，井下就没有照明电了。眼前墙上一排6个电闸开关，看上去极其扎眼。刘矿长，你最好别骗我，采掘机的电路也是这个开关。何宁，你动力电跟照明电不是一路。何宁一把将第3个电闸开关搬下来。他娘的，你还知道我是何宁？我在干什么？你明白了吧？老子是救你命。重生回到92年，井下大爆炸，事故零伤亡。他娘的，你还知道我是何宁？我在干什么？你明白了吧？老子是救你命。电话没挂掉，里面上组长的声音喂喂喂。上组长，你看看井下的照明电是不是没有了？没有了。何宁，到底哪里不对劲儿？你说清楚，我们好做防范。上组长，你管不了哪里不对劲了，你防范不了。我现在是救你命，必须听我的。刘矿长沉着脸。何宁，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说清楚，你没必要拿刀子吓唬我吧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要砍我，你不是想要钱。刘矿长，你早上下的一道指令，将要害死60几个矿工，他妈的你们瞒报一半。刘矿长先是惊讶，又失声低笑。何宁，前面也有人大喊大叫搞这一出，他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，你要为你的冲动负责。电话铃声又响起来，何宁接上。上组长，怎么样？照明电线接好了，可上面总闸好像断了电，井下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啊。上面电是我断的，现在听刘矿长指令。电话递给安全副矿长，让井下所有人上来，一个不少上来。刘矿长想辩解，何宁手里的刀子在他眼前晃。何宁，你这么做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，你考虑清。刀子直接顶上来。没有这把刀在手，这件事办起来真的很棘手。上组长，你们这一组矿工都上来吧。刘副矿长，确定让大家一个不少全部上来？都上来，全部上来。你这小老乡疯了，拿刀子要砍我。何宁，你冷静，你不要做傻事。上组长，所有人先上来再说，快上来。井下60几个人做8个矿工，轰隆隆都上来了。上组长没命往办公房这边跑来。何宁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不能砍刘矿长。我知道你敢拿刀子砍人，井下的工人一个不少都上来了。上组长，为救你们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这个电闸一推上去，井下就是大爆炸。另2个组长又跑进来。刘矿长恢复了领导气势。你们把这个胡言乱语、犯神经病的家伙抓起来。那2个组长要冲上来，被上仙一把拦住。不要动手，我相信何宁说的是真的，他是救咱们。外面又围了刚上来的一群矿工。刘矿长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上来？不是要赶着出煤吗？在这些矿工眼前，刘矿长有了当安全矿长的威严。这混小子撒癔症，犯哪门子神经病？拿刀子逼我，说是救咱们，快报警！站在门口的矿工，屋子里的矿工眼光齐刷刷盯在何宁身上。电闸一合，井下就是瓦斯大爆炸，当我闹着玩啊！刘矿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2步跨到电闸跟前，嘴里依旧大骂：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？你就一混子，你他妈的犯什么魔怔？我合上电闸，我看看怎么发生爆炸。咔一声，刘副矿长把电闸合上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爆炸。何宁，你这不瞎搞吗？你这弄的，叫保安抓起来送派出所。他话音刚落，矿井深处，所有人脚底下一起，桌子上的水杯子掉地上一声碎响。何宁嘴里一声叹息：完了，1号井废了。刘矿长，你不要合电闸，派瓦斯检测工下去一趟，检修工再下去一趟，把眼镜电工接短路的电线再好好检查一下，或许能避免爆炸。伴着何宁这几句话，外面一阵杂乱脚步声，几10个人往这边跑。刘矿长，井下爆炸了！刘矿长，大爆炸，井口都震塌掉了。屋子里呼呼挤进来几个惊慌乱喊的煤矿工，大家眼神惊恐，呼呼喘气。上仙扑上来，一把搂住何宁。何宁，好兄弟啊！刘矿长一屁股坐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汗珠子从额头上淌下来，嘴唇微颤，一句话说不出来了。外面的人群又一阵奔跑，朝井口去了。上仙拽着何宁的胳膊，语无伦次：何宁，你救了我，你救了大家，我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上组长知道了他，老早就知道大爆炸，这也是个麻烦。上组长，你确定井下的人都上来了？何宁，这你放心，我确定都上来了。何宁吐一口气，他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苏矿长会带着一帮人赶过来。何宁走到脸色惨白、腿脚发软、坐地上起不来的刘副矿长跟前，
你一个安全副矿长下达违规采掘指令，让瓦斯大量泄漏。现在虽然没有死人，但爆炸还是发生了。你干的，你不听我劝，你偏要把电闸推上去。上组长，把刘矿长扶凳子上坐好，我有重要事情跟他商量。刘副矿长自己趴了起来，坐凳子上。上组长，把门关住。上仙赶紧把门关住。刘矿长，你承不承认我拿刀子不是要砍你，而是要救你？刘矿长额头上汗津津，这会儿已经没有了任何定力辩解。我承认，你是救我，你救了井下矿工，他们要死了，我也活不了。好，我废话不多说，你的钱不干净，我不要。但上组长，接下来的事你好好配合调查，实话实说，给苏矿长说清楚，想找我别空手来。何宁，你这就走了？我不走，我留着干嘛？我又不是正经矿工，有你给苏大汇报情况就够了。摩托棚那边噗噗噗一阵响。重生回到92年，8年前的事继续上演。张谦，何宁的发小，十里铺新来的小学老师。早上何宁去镇上买菜，顺路捎张谦一段。张谦，镇上的学生开学了，明天报名。今天住校生都赶回学校收拾宿舍。何宁想起答应外甥女的事，摩托转个弯往高衙中学门口去。我外甥女住校，我去看看她在哪个宿舍。我答应她的，这学期不让她住校了。摩托车停在学校门口，拔了钥匙提在手里往学校里面走，一股极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小谦，你看看，8年前咱俩在这个学校念书，8年后的现在什么都没变。你说咱住校生有多苦？张谦对住校生活也是满肚子怨言。我那时候要是不住校，不受学校里混子欺负，不吃喂猪的大锅饭，我就能考到京都大学去。看你能求的。但张谦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瞅一眼张谦戴着眼镜，正经老师形象，女娃儿们肯定把咱俩看成是学校老师。男生宿舍不去吗？张谦这一提醒，何宁想到上组长的儿子，自己未来的工地项目经理上发平。行，也去男生宿舍，看我表侄儿叫上发平。来到女生宿舍，张玲在这个宿舍不？张玲还没来呢。小姑娘，你们宿舍住多少个人？24个，他是老师。他是老师，我是张玲舅舅。张玲是哪个床？这个。一个宿舍24人，2人挤一张床，怪不得玲玲不想上学。姐姐家亲外甥女，铁定不能住校了。当舅舅的满脑子想在外面找一处宽敞安静的房子，还能自己做饭。从这间宿舍出来，张谦扑哧一声笑。何宁，咱装的还挺像。小谦，我说你是老师，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哎，咱镇上住宿生太苦了。这年头，乡镇中学就这条件。走，去男生宿舍看一圈。打听到初2的上发平是哪间宿舍，2人走到这间宿舍门口。姓上的脾气还挺绝，老子打的就是你们小水村学生。小谦，你是老师？明白。以学校老师的身份巡查宿舍，这些住宿生对他俩或许才不会有太大的排斥心理。何宁咣咣2下敲宿舍门。开门，里面怎么回事？8年前，何宁在这所学校念书，里面是怎么回事，脚趾头都能想到。这2天，住宿生身上带着报名费伙食费饭票，外面的街混在这里闹事。8年前，何宁被欺负过2次，第一次忍了，听姐姐话，好好读书；第2次忍不了，捏紧拳头打了回去，打不过人家4、5个，何宁被他们揍得鼻青脸肿。姐姐供他读书不容易，君子报仇2年不晚，仇报回来了，他也成为大家公认的混子。但何宁无论在镇街上怎么混，绝不去镇上学校。8年后的现在，还是这种风气。开门，谁在里面欺负我侄儿？里面一阵撕扯拉拽闷响，门被拉开，何宁冲了进去。上发平捂着流血的鼻子出来，眼睛也被打得睁不开。老师，我不服。哟，何宁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王学军，你年满18岁了吧？何宁一拳招呼在他鼻子上。你打我表侄的一拳，我还给你。王学军身后跟着2人，是仗势壮威。你俩蹲下。他们也认识何宁，知道是个狠人，惹了他，何宁真敢拿刀砍了他们。2人颤巍巍地蹲下。你们几个揍他们3个，只要揍不死，给我往死里揍。揍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几个男生都是一脸木呆呆傻愣愣看，好像事儿跟他们无关。何宁心里憋着一股悲愤，欲扑上去把王学军踩死在这里的何宁，被张谦一把拽住。宁子，冷静点，这事儿有更好的处理办法。对，有更好的处理办法。你们不想还手是吧？我能理解，你们都出去。你们都跟我出来。张谦戴着眼镜，脸皮白净，学校老师的口气。几个初2住校男生听他的话，都从宿舍出来。
何宁出来后，转身将门给锁住。王学军抢了你几块？2块。你呢？你是几块？5块。何宁看一眼挨过来的其他几间宿舍，王学军不可能端端走到上发平的宿舍诈钱，他们是从第一间宿舍开始挨上过来的。门一关，里面几个人乖乖掏钱。罗所长过来处理，告诉我你们能不能指证？警察能管。警察为什么不管？他们这是抢劫，重罪。老师，他们说警察3天后就把他们放了。在罗所长手里，不会的。我们去报警。何宁瞪着这几个孩子，他们要的是几句鼓励。何宁使劲鼓励外甥弟妹们：你们不要怕，你们这么多人站出来指证他们3个抢钱。今天他们被罗所抓走，3年里他们出不来，别担心，他们会半路截住你们报复。张谦转身每间宿舍都去一遍，将被抢的学生都给叫出来。何宁、王学军是挨个宿舍过来的，他们每个人少则2块，多则10块，都掏了钱。张谦，你去办公楼叫管事的，校长在了叫校长，教导主任在了叫教导主任，有其他老师都叫来，学校负责人必须参与进来，这事儿才能够好解决。他们3个锁在宿舍，窗户有铁栏杆，逃不出来。我带这帮孩子去派出所报案。宁子，好手段！你们跟我走，一起去派出所报案。这帮孩子要的是这一声带头吆喝。你们谁不去？你们念个屁书！何宁拉着上发平，身后跟着20几个被街混诈了钱财的初2学生，往镇上派出所去。何宁，你这什么情况？罗所，我们报案，镇上街混，王学军3个挨个宿舍诈他们钱财，不给钱稍有反抗就拳打脚踢，这事儿怎么说？警察叔叔，你们不管吗？让街上的混混随便进出学校，随便进我们宿舍，随便打人。身后的其他住宿生终于发出了声音：警察叔叔，你们真不管吗？你们今天抓了他们，明天会把他们放了吗？警察叔叔，他们身上带着砍刀啊！罗所一声大喝：无法无天，都跟我走！20几个学生跟在7、8个警察身后，接下来就交给罗所处理。何宁相信罗所会将这个事情办得漂漂亮亮。重生回到92年，苏矿长上门送礼答谢何宁。红旗轿车从矿区办公楼下缓缓往高崖镇10里扑去。苏矿长安排完工作，第一时间就是去见何宁。没有人伤亡，苏矿长觉得老天照顾他。不对，是何宁。只要没有人员伤亡，这种矿难事故就不用捅到高层去，他们一矿内部处理。黑色红旗轿车从眼前小坡上来了，车子熄了火，3个人从车里出来了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文文。是不是叫何文文啊？嗯。那你爸爸叫何宁？爸爸不在，妈妈在。妈妈。苏大，是何宁家。苏大眼睛里2间破土房。何宁家这么破，这么有本事的男人，不应该啊。李娟从院子里出来。你们是谁？干什么的？弟妹，不要怕，我是小水村上家的，咱是亲戚里，我们是来感谢何宁兄弟的。感谢宁子。你姐是何燕，你姐夫是张东平，我前天才去的你姐家。李娟听上仙说的没错，说的话也是小水人口音，紧张心情放松一些。开车的司机打开后备箱，提了2大袋东西。小朋友，过来，叔叔给你好东西。弟妹，这位是咱红会一矿的苏矿长，这位是司机小关，我们是专门来感谢何宁兄弟的。上仙将何宁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，李娟才放心让他们进院子。看着王学军3人被罗所带上警车，何宁开着摩托拉张谦回10里铺。一路上，张谦絮絮叨叨的，也不知想说啥。宁子，你说咱俩一样大，几年没见，我这一毕业回来，你老婆孩子都有了。明白了，张谦现在没对象，还单着。嗨，我以为怎么了？张谦，推荐你一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就是左下角这个。如果你单身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。无论是清纯学妹、娇羞萝莉，还是高冷御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超过100款女友任你挑。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好啊，那我去试试。摩托车突突突往10里扑去。宁子回来了。上哥，啥时候来？我刚刚才见过发平。上仙神情尴尬，应该先跟苏矿长打招呼啊。何宁，这位是苏矿长。认识，苏大。苏大叹口气，这小子是有些不一样。给别人看见矿长，还不是赶紧上来弓着腰，双手握住。何宁，好兄弟，我们60几个人，每人凑了100块，希望你不要推辞。一把钱塞何宁衣兜里，何宁没推辞，但嘴里说的是真心话。上哥，
大家下井挣钱不容易，你搞这一手干什么？这话李娟听见了，张张嘴不敢吭声。这2天买菜算账，60几个人每人凑100块钱，6000多块。宁子收了。李娟以为何宁会笑盈盈伸出手跟苏矿掌握，但何宁一脸冷峻看苏大。违规采掘指令是你下的？何宁兄弟，具体采掘任务不是我下达的，是刘副矿长瞒着我擅自做主搞的事。总得有人背锅。苏大，是不是你下达的？不管我事了，进屋吧，来我家，说明你有诚意。该喝茶喝茶，该吃饭吃饭。正屋里，李娟给苏矿长沏了一壶茶。苏大，你让我去你矿上做事，一整天我会跟我妻儿分开。我不干，我何宁在村里照样挣大钱。别瞧不起农民。没有，何宁兄弟，我没有一点点瞧不起农民的意思，我是觉得你有大本事，在矿上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在村里，我何宁照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何宁的意思已经说得够明白，他对煤矿事业不感兴趣。苏大，何宁没心思去矿上做事，咱就不用难为他了。苏矿长叹气。何宁兄弟，既然你没心思在矿上发展事业，我也不难为你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帮你，绝不推辞。苏大，我也不难为你，你不要担心我拿着事儿要挟你。苏大恰恰有这一层担心。苏矿长朝他的司机招招手，小关，包拿过来。小关手里提的黑色皮包递给领导。何宁兄弟，这次事故，我承认我脱不了责任，但没有伤亡，没必要捅到上面去。嘴里说着这些话，手从黑色兜里掏出5沓100元现钞。何宁兄弟，给你多少钱都表达不了我的心意，这是5万块，希望你不要推辞。何宁哼笑，心知肚明。苏大，我们的合作没完呢。苏矿长心里猛一下紧张。苏矿长，你给我5万块钱，我收下了，没嫌少，但我还要跟你有另一项合作。何宁把5万块钱捏在手，转身塞老婆怀里。娟，帮我拿着，我给苏矿长解决了大麻烦，收这5万块没什么。李娟双手捧住5个后榻，一句话不敢说，大气不敢喘，大眼睛扑闪着，傻愣愣看何宁还要干什么。何宁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你说清楚。苏大，我计划10里铺今年种100多亩西瓜，矿区4、5万人夏天吃的西瓜，还望苏矿长使一把力，给个好价。苏矿长长出一口气，还以为何宁再要个10万8万，这是双方都见好的好事儿啊。何宁，你们村的西瓜我定了。何宁主动伸手跟苏大握在一起，一脸开心笑，转身从老婆手里接过4沓现钞。老婆，这4沓我准备给村里人放定金种西瓜，这1沓你拿上，老公答应你的，过不了多久让你身上装1万块。李娟尽可能保持平常心，不就1万块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这段时间已经接受了宁子是挣大钱的人。老婆，快去做菜，苏矿长很忙，这顿饭早吃早回去。村长从地头回来，碰见村里妇人，说有一辆红旗车去何宁家了。村长撒腿往何宁家跑。何富英一眼看出来，坐在饭桌上吃饭的苏矿长一脸领导气势，双手伸出来。看到村长过来，何宁赶紧编给理由。村长，这位苏大是上来的大领导，不但视察春耕，还要了解村里谁家最困难。何宁给上仙使尽眼色，再给苏矿长使眼色。苏大呵呵笑，您是村长，坐下吃饭，一起吃。村长是上的大领导，咱镇上王镇长怎么难为你，怎么难为咱们村，你给苏大好好说说，把他这个镇长铲喽。何富英端一碗饭，呼啦啦满口吃嘴里，再使劲咽下去，一口气把王镇长这2年在他手里吃拿卡药的情况说了个透彻。村长，如果你说的这些情况属实，你放心，你们镇的这个王镇长当不长久。苏大说的一本正经，好像他真是世上大领导。何宁一口汤差点呛得咳嗽。吃完饭出院子，在小车跟前，苏大跟村长握手，跟何宁握手。何宁兄弟，那就说好了，等你好消息。小车呼呼从何宁家门前进去。重生回到92年，全村齐心种西瓜。难。银叔，我说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咱俩好好配合，说不定能干成。现在何宁说要干一番事情的话，村长特爱听。名字你说。村里的土地今年能浇上水的，确定有200多亩。这几年大家辛苦平整出来准备浇水的土地，算起来有200多亩。名字你什么意思？村长，200多亩水浇地，你这几天先做一番宣传，打消大家种麦子的念头，都种西瓜。啥？都种西瓜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村长的意识里以粮为纲，绝对不能动摇。
村长，这片土地是第1年种西瓜，产量高，质量好，拉出去能卖高价。按今年的行情，地头装瓜最少1斤1毛钱，1亩地1万斤西瓜卖1000块钱。村长瞪圆眼睛看何宁，1亩地卖西瓜卖1000块，宁子你做梦呢？何富银手掌伸过来摸着额头，没发烧啊？怎么说胡话？何宁叹气，这项事业没想象的那么好干。土地单干过去了10年，大家已经习惯了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村长不可能逼着大家统一种西瓜，但在何宁意识里，种今年1年西瓜，顶大家种4、5年粮食。就凭这一条信息，何宁打算在这片土地上赚4、5万块。村长，你家能浇水的土地有几亩？8亩。上一任村长照顾我，给我多划拉了3亩。村长，就这8亩能浇水的地，你听我的，都种西瓜。这段时间，村里人碰面谈的就是土地上种什么东西。村长的计划也是村里大部分人家的计划。宁子，我家有了8亩水浇地，再不愁今年天旱不下雨没收成，种啥子西瓜？你家5亩水浇地种麦子，1亩800斤，1斤3毛钱4毛钱，值1500、600块，可种西瓜5亩地就能卖5000块钱。村长，这账你不是不会算吧？何富银张嘴愣神。宁子，早知3日是富贵万万年，我咋知道今年西瓜1亩地就能卖1000块钱？我要早知道，我肯定种西瓜。村长，我知道就行了，你跟着我种西瓜，保证你1亩地有1000块钱收入。村长，1000块钱只是象征性说法，说不定是800、900或者1100、1200。何富银觉得这儿瞎扯。宁子，今年种什么？怎么种？还轮不到你教我。村长转身走了，何宁的话压根儿没放在心上。宁子，咱家土地今年都种西瓜。对，羊角湾的水浇地都种西瓜，旱沙地也种西瓜，农业收入最少有6、7千块。6、7千？这些年卖黑瓜子，农业上的收入有5、600就不错了。去年只有300多。前世的何总厌倦了城市生活，厌烦了建筑行业的冷硬。这一世，家在这儿，父母坟茔在这儿，根在这儿。他不信在这个山村里闯不出天地，山沟里也出马可思。伟人说的。何宁决定这一世山沟里出一位种地的何总。娟，种地这事儿必须听我的，咱家的土地、梅姑家的土地、村里的土地，今年必须种西瓜。何宁去河里湾拉沙，3轮车抢着出了院子。刚离开，李红梅进来了，屁股后面跟着文文。文文，吃饭的点儿，你不知道跑回家吃饭？妈妈，吃过了。不但文文在梅姑家吃过了中午饭，黑子也吃得肚子滚圆。姑姑，宁子说咱2家的土地，咱村的土地今年都种西瓜，她说今年种西瓜能卖大钱。这孩子瞎说呢，他能知道夏天卖西瓜的事？我就是来问你，你家麦子种几亩？是叫你姐夫给你种，还是叫你姑父给你种？姑，今年不用你帮忙，也不用我姐夫帮忙，宁子省事了，今年他种。李娟说完这话，龇牙嘻嘻笑，一脸骄傲，自家男人不是去年的男人了。娟，宁子在省事，再会开车，他会种麦子。这话让李娟脸上一下子没了笑。何宁哪会干这件事？就是宁子不会种麦子，可他说我们家土地今年都种西瓜。别听他瞎说，你姑父下午就去种麦子，我们家种3亩。村长说今年机井打好肯定能浇上水，1亩地比去年多打500斤呢。靠老天下雨，去年的麦子1亩地300斤都没有，今年浇水能打800斤，想想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李红梅的心情也是十里铺村里所有农家女人的心情。可是姑姑，宁子说种西瓜的话能卖1000块钱，姑姑你算算，差不多1亩地打3000斤麦子。啊！李红梅一脸惊讶，她觉得何宁瞎算账。姑姑，要不等他来了再商量商量。李红梅抱起月月心肝宝贝疼惜，满脑子想着1亩地能有1000元收入，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何宁为什么这么算账，就因为他从腊月开始重新做人了。宁子，和你说个事，姑姑家3个孩子上学，一次性交了100多块钱，现在又是春耕时间，买种子买地膜什么的。何宁一下子知道老婆的那点心思，李红梅家这段时间手头有些困难，想帮一帮。娟，姑姑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给她一笔钱，她能要。可姑姑身上没几个子，3个孩子在学校念书，买铅笔买本子什么的，可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从梅姑家开始放定金，她家5亩水浇地西瓜我都定了。这话李娟有点听不懂，何宁又认真解释了一遍：1亩地定金300块钱，5亩地1500块给梅姑家。
他家5亩水浇地，必须种西瓜。村长家的8亩土地也要定掉，8亩地给村长2400块。想想看，村里200多亩地，我定西瓜，找渠道，1万斤抽2分利，就卖西瓜的那半个月时间，就有4、5万元收入。梅姑家、村长家、其他人家今年的收入还能翻4倍。娟，这事业我干定了。重生回到92年，签合同拿钱，正经手续。他妈的李老师，你从我家院里硬扛走1卷地膜，2块钱不交，你以为这事儿就罢休了？你把2块钱交了，我再给你领2袋化肥。村长的几句话骂得李老师灰头土脸，他吸着1磅旱烟，蹲在地上痛哭起来。村长，我还供了一个高中学生，我身上所有的钱在今天都给我小儿子了，我现在是1块钱都掏不出来，把人难偿死了呀！李老师，你还知道你有儿子在县城念高中？你还知道他每月要生活费？你他妈要是知道这一点，你也不会跟着王元旦闹事搞我了。前段时间，何宁跟许建国借来了推土机，给村里推沙子。浑人李老师跟王家小卖部的陈蛋闹事，拿沙子不给他，这个村长不理李老师哭闹，继续跟李红梅和国民商量何宁定西瓜的事。侄儿的意思，种西瓜，保证咱们3家1亩地有最少800斤麦子的收入。明子怎么能确定今年的西瓜能卖好价钱？我以为他干这事是随口一说，看样子他是认真的。几个人把这件事反反复复商量了几遍，最后决定，不行，不能答应何宁。村长家外面声音轰隆隆响，何宁开着推土机停在了村长家门口。梅姑、二叔还有村长，你们3家子听清楚了，1亩地300元保证金，我定你们家30亩水浇地西瓜，不要种麦子，明天下午我给你们钱，1分不少。说完这话，转身要走。等等，宁子，我们不同意，事儿不能这么干。村长，你脑子有毛病了，会不会算账？你又不吃亏。明子，明天你哪来的几千块钱？就你手里那些钱，你不盖房子了？过几天我就去拉桩盖房子，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。说好了，明天给你们3家钱。何宁，你等等。何宁眼角余光看见了蹲在一旁的李老师，不想理他，但被李老师一声喊叫住了。何宁，我家有10亩地，我也定西瓜。去，上次你搞我，我不想跟你来往。村长叹气。宁子，这样吧，我让出来2亩，李老师小儿子读高中，在学校里也够清苦的。他娘的村里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读高中的，再别没钱饿肚子，半路辍学。何宁狠狠瞪李老师一眼。好，李家的，你的10亩地种西瓜，我定了，我明天给你3000块钱，但我抽的不是2分利，是4分利。李老师不明白，何富银给他解释清楚。你的10亩地种西瓜，1亩地卖1000块钱，有何宁的400，而且这笔定金还要退给他，明白吗？李老师把这笔账在心里算了半天，算明白了。我1亩地有600元收入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别在村里瞎折腾事，我保证这10亩地你有6000元收入。李老师愣住，他家3年的收入加起来都没有6000元。王家小媳妇站在院子外小声喊话：“李娟在吗？来了。哟，雨滴儿，天黑了，你来买菜。我刚把手头活忙完，我要5斤韭菜。雨滴儿，你就要5斤韭菜，莲花菜和芹菜你不要。你怀着孕呢，你要吃好点呀。我婆婆就给了我1块钱。”李娟回屋里装了一捆韭菜，多拿一个莲花菜，一把芹菜，收了王家小媳妇1块钱。这多不好意思，行了，算我送你的，你怀孕呢，要吃好些，宝宝聪明。李娟帮雨滴儿小媳妇提东西，把她送到大门外。宁子，我给她送一点菜，不要紧吧？她答应我的，闲了过来跟我聊天。你男人我是挣大钱的人，我会计较这点5角3分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何宁弄半车菜放家里，不是为了挣钱，是让家里有个人气儿。李娟不寂寞，她跟雨滴儿能要好，何宁也高兴。第2天，正屋里，梅姑签字画押领定金，正经手续。李红梅眼睛贴过来，一脸好奇：“啥呀？要签字画押？冰瓜合同。昨天是口头合同，今天放钱，白纸黑字，有了这笔钱应急，李红梅手头也可以宽裕些。种西瓜好着呢，只要能卖掉，怎么着都比种麦子强。你也没必要给我放定金，只要能交上谁，我肯定种。二叔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给你放定金了。你家土地上2分钱的利我也不要。”何富英赶紧劝自家堂哥：“国民，你看你干嘛说这种话，打击着做事信心。咱不说好好的吗？宁子，给你二叔8亩地的定金，2分钱利你肯定抽。
2400块输给二叔。何国明心里是很开心，但脸上的笑不太明显，从离婚的阴影中还没走出来。二叔，过几天你要忙着种瓜，我爷爷不能按时按点照顾，你将爷爷带过来，娟照顾俩孩子的同时，还会把我爷爷操心好。宁子，二叔听你的，我先回去，我给你爷爷炖大米粥。银叔签字画押，领你的2400块。他娘的，我去镇上汇报工作，每次要签字摁手印，你也搞这一手。银叔，接下来李老师家、村里其他人家也是按照这样的流程。这2天辛苦你一下，帮忙动员村里其他人种西瓜。何富银嘴上骂骂咧咧的答应，但2400块拿到手里，脸上乐开了花。重生回到92年，带老婆回娘家，岳父避而不见。陆厂长拉5万红砖1000瓦10里铺，算算多少钱？订西瓜有村长帮忙，省了不少事。一早，何宁骑着摩托车到杨烧沟砖瓦厂拉砖，4458块。 5万砖1000瓦的运费是100多块。何宁数1500块递过去。今天能拉去我家最好，10里铺最东头何宁家。第2回拉完我老婆给开车司机剩下的钱。厂长你忙，我走了。摩托忽突突出了大的背影了，盯着摩托车背影远去。陆厂长嘴上嘀咕：10里铺何宁家能拿出4000多块拉砖。这会是上班的点。李娟的弟弟李鹏晃着肩膀过来。李鹏，你姐姐是不是嫁给了10里铺何家？我三姐嫁给何家一个小混子的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刚刚10里铺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来说给何宁家拉砖，跟你姐夫家有关系没？何宁就是我三姐夫，他家拉砖，拉多少？5万砖1000瓦，定金都给了。既然是你姐夫家，你跟着去呗。这2车砖下掉，你最少挣50块。李鹏脸上神色惊疑。三姐夫家拉5万砖盖房子，最少得8分地长院，一圈盖岩石的10几间砖瓦房，300、400多平，木头又得4、5千，水泥沙灰匠工算下来就到1万2、3了。门窗再讲究一些，超过了1万5。这年头花1万5盖房子，村里最富有的人家才敢做的事情。三姐家这钱盖房子，少不了跟娘家人借钱。别把我安排给10里铺拉砖车，我不去。你这小子，你给你姐家装卸砖咋了？怕你姐夫不给你钱？李鹏认为自己跟去就是给三姐家白白干活，甚至过不了3天，三姐他们会来自己家借钱，必须给父母安顿清楚。三姐夫来借钱，1分都不借。拉砖卡车卸完砖，从李娟家大门口下去，回砖瓦厂了。李娟撅嘴，有些不高兴。亲弟在砖瓦厂当装卸工，为什么不来姐姐家卸砖？怕当姐的不给钱。李娟叹一口气，该去娘家一趟了，把有些情况给爸妈说清楚。李娟回到院子，心里焦急地盼着何宁早点回来。宁子，砖都拉来了，那么大一堆呢，3000多块钱从我手里出去了，我居然没心疼。真的，3000多块钱从你手里出去，你心里没疼？有什么心疼啊？咱家要盖最阔气的房子，我可高兴呢。好老婆，你高兴了，我才真高兴。宁子，咱家要盖新房子了，我爸妈还不知道呢。下午我就带你们回娘家。李娟一把跳到何宁身上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一辆新3轮车进了杨柳。江伯，你转着呢？我是李娟呀。哟，洪斌家姑娘，终于回来看你爸妈了。借谁家的3轮车啊？江伯，我们家的3轮车不是借谁家的。你家都有车子了，那好，赶紧去看你爸妈。3轮车停在李娟娘家大门口了。娟，你爸说了，你们这2天会来，我还不信，你们果然来了。妈，我爸不在屋里。不在，和你弟弟都在砖厂干活呢。何宁准备了1000块钱给岳父，希望这1000块钱能改善一下关系，再把家里盖房子的情况给岳父说明白。但屋里冷冷清清，看赵秀秀依然是一脸不自在笑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事儿没想象的那么美好。妈，我们一家4口一起来了，你心上还这么吃力干什么呀？我爸咋还不回来？宁子，要不你去砖厂叫我爸和我弟弟，让他们早点回来。李娟这次转娘家，主要看父亲，3年时间没见了，坐在3轮车上哭了一鼻子，又带着眼泪，幸福的满脸笑。宁子给老爸准备了1000块钱，现在立刻马上，李娟就想见到老爸。妈，让宁子去叫我爸。看何宁准备去砖瓦厂一趟，赶紧劝住。宁子，不用去，你也知道他性子倔，你叫不回来。妈，我们一家4口都回来了，我爸咋可能叫不回来？我爸肯定回来嘛。娟，你们等着，
我去叫你爸。那啥，娟，你是不是有啥事跟你爸说？妈，我3年没见我爸了，我当然有很多话对我爸说。李娟声音哽咽，眼泪花转圈圈。赵秀秀没了定力。好好，我去叫，我这就去叫你爸回来。赵秀秀急匆匆出了自家院子，文文贴过来，小手伸出来。妈妈，你又哭！妈妈，你不要哭！何宁抱住老婆，脑袋亲一口。这不回来了吗？你是不是坐车上哭了一鼻子？妈妈坐在车上哭。何宁叹气。赵秀秀没去砖瓦厂叫人，转身去远处拐个弯，看不见的白杨树林子里。闺女想你想的哭鼻子呢，你说不见就不见，你躲在这里，你能躲到天黑晚上？你把他们早点打发走。娟是来看你的。去，他们是来看我，他们是来跟咱家借钱的，你当我不知道？他们张口，你借不借？借吧，你不娶儿媳妇了；不借吧，你不是说他重新做人了吗？还说我这个丈人爹不支持他盖新房子。赵秀秀抹一把眼泪。你咋知道他是借钱来的？他没说借钱的话。李红兵蹲在地上，脸上神情厌烦的不得了。娟知道你做不了主，当然不跟你张口，他是等我回去跟我借钱。赵秀秀身心无处安放了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娟今晚不走的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好歹住一晚过个夜，你赶他走，我跟你没完。这是一句威胁。李红兵，你有本事在这树林里过夜？李红兵气得龇牙咧嘴。我让你把他们早点打发走，你还留着他们过夜。李红兵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亲儿女，你3年没见了，他们一家4口都来了，你不看一眼就让他们走，你是不是人？你就让女儿跟你这么拧巴一辈子。赵秀秀转身，哭着鼻子离开。重生回到92年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娟，我看出来了，咱爸不是在砖瓦厂里忙，是躲着不想见咱们，怕找他借钱。啊，不会吧宁子，我爸不想见我，怎么可能？何宁苦笑，老婆想不到那么深远。赵秀秀从大门口进来，强挤出满脸笑。娟，你来帮妈，咱一块做晚饭。李娟跟着进厨房屋。爸爸，哎，文文咋了呀？姥姥家不好玩，回家。文文还没见你姥爷呢，在你姥爷家吃一顿饭再回家。从门口进来的李红兵刚好听见。文文问姥爷好。姥爷好。李红兵想给孩子挤出笑，没笑出来，敷衍一句乖孩子，过来姥爷看。文文抱紧爸爸腿，不敢过去。岳父，过一会文文会让你抱的。也好，咱俩把有些事说清楚。岳父的意思，4年前他女儿是何家混小子强行拐跑的，4年时间里，岳父没去过何宁家一回。现在为着老婆，为着自己儿子女儿，这口气不堵了。何宁主动让步，带着妻儿，一家4口都来了。岳父，千错万错，是我的错，以前我招惹了你，给您说声对不起。从这开始，我和您不再是以前的混子，岳父你也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我。李红兵鼻子里哼一声，冠冕堂皇的话说完，再说借钱的事。岳父，你今天也听说了，我拉了5万砖，我家盖房子，以后2个月会很忙，有可能顾不上来看你和我姨娘，所以今天来转一趟。李娟刚好从厨房屋出来。爸，你刚回来？爸，你在砖瓦厂忙？我不在砖瓦厂忙，哪来钱给小鹏说媳妇？人家要3800，哎，跟你大姐二姐实在不好张口借一笔，可不借还能怎么办？李红兵说这话，亲女儿能听不明白。宁子说的果然没错，父母都以为自己是来借钱的。李娟心里万分失望。岳父，你心里别吃力了，我跟娟今天来不是跟你张口借钱的，就是带俩孩子看您二老，你别给我老婆我儿子难看脸色。李红兵意识里是等着何宁跟他张口借钱。娟，你们盖那么大一院房，不是来跟我借钱的，你们手里钱够，跟别家亲戚借够了。李娟又急又气，哭声拉着。爸，你瞎猜疑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是来借钱的？爸，3年过去了，我一见你我就跟你借钱，你还当宁子是以前的混混，你还当我们那么穷，真是的，你竟然这么认为。爸，你恨宁子，你恨我，你要恨到什么时候？4年前宁子不就没给你彩礼吗？今天我给你补上。李娟从兜里掏出1沓踏钱，1000块，往前一步站在他老爸眼前。爸，这是1000，当4年前宁子欠你的彩礼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这踏钱放在李红兵眼前的桌面上。爸，4年过去了，你好歹上来一回，看女儿一眼，可你一回都不来，你嫌宁子穷，
你嫌宁子混，你瞧不上她，可你现在还瞧不上她吗？爸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何宁看岳父从没有过的六神无主。娟，这钱你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还能哪来？我姑2次3番来说的话，你就听不进去。梅姑回来3次，好话说尽了，当爸的心里的坎就是过不去。爸，你觉得不够，你说缺多少，我再给你。何宁在心里每夸一句老婆好样的，这话漂亮。李红斌看桌子上的1000块，脑子里嗡嗡嗡，身心无处安放。厨房屋，女儿哇一声啼哭，李娟赶忙回去照看女儿。李红斌神情尴尬，这钱是拿呢还是不拿？岳父，拿上吧，我花1万多盖房子，钱够数，你放心，我没跟亲戚朋友借一分。李红斌眼神看过来，认认真真看3女婿一眼，嘴里骂一句：小鹏这个混蛋，什么都不知道就瞎嚷嚷。何宁脸上忽一下阴沉，是李鹏跟岳父说的，说他这一趟来是跟岳父借钱。何宁对岳父愧疚，这次来和解，可对李鹏他有什么愧疚？4年过去了，他没有去何宁家一次，好歹看姐姐一眼，就因为3姐家穷。爸，外面谁的3轮车？小鹏，你3姐3姐夫来了，你俩外甥都来了，还不过来问候一声？小文文认得了舅舅，舅舅像妈妈，嘻嘻一笑叫一声舅舅。李鹏没理会，直接进了厨房屋，端了盆脏水出来往外泼。舅舅。李鹏脸色阴沉可怕，自顾自出了门。小鹏，吃饭的你去哪儿？有事不吃。何宁咬住牙根，答应了老婆，今天在娟的娘家人跟前不发脾气，乐呵呵跟岳父和好。儿子乖，儿子不怕。爸爸，回家。不能回，他是来跟岳父和解的。今天这顿饭无论怎么样都要吃。岳父，过去的事是我不对，翻个年过去了，以后咱一家人乐呵呵过日子。一仰脖子喝掉，在满意中再给岳父敬酒。岳父，你小女儿，我欠她太多，这一生还不清，我当心肝宝贝疼着，你就放100个心。李红斌满脑子想着妹妹李红梅过年时间说的话，李红斌眼眶里微微湿润。宁子，我以为你们是来跟爸借钱的，小鹏也是这么认为。小鹏这段时间说媳妇也难，心里烦着你们。你不要怨他。宁子，短短时间里你能到这一步，即便我是当爸的长辈，我也敬你。李鹏不在，一家子乐呵呵吃饭，也不提李鹏不在这一茬。娟，你信不信咱家大门口一堆人等我？不信。3轮车从家门前坡路上去，一堆人站在何宁家门口。哇，宁子，真有一堆人来找你了。宁子这么晚才回来？宁子，你转账人家去了。何宁熄了3轮的火，从车上下来，瞅着眼前这些村里乡亲，心里万般感触。给2个月前，这些人瞅都不愿瞅他一眼，但知道村长家、李老师家，他们各从何宁手里拿到了上千块钱，不需要何宁挨家转着问话。现在是大家排着队跟他拿钱签订瓜合同。重生回到92年，靠天吃饭，从此告别。娟，天都黑了，咱回去吧。村长说水泵放下去了，多半管子也放下去了，水马上就出来了。喂，村长，把你身边那桶水提过来。好嘞。村长家水窖里调上来的1桶水，从机头引流孔灌进去。何店长。人群里突然安静。村长，何店长啊，没问题的，你怕什么？何富银朝人堆里喊：何宁，何宁过来。10里铺村子的春天，村长认为是何宁带来的。宁子，你来何？你本事大。当我是村长啊，真墨迹，何闸，大家等不及了。村长转身猫腰钻进店闸小房里，地上突兀出来的那家伙，妈妈，妈妈！人群里突然间鸦雀无声。宁子，没问题吧？放心，要有问题，只能是水泵有问题，换更好的水泵而已。村长往前走几步，到水管子出口前，头一低，耳朵搭上去听。许建国一把将他拽过来。何富银，你不要命了，压力很大的。何富银一脸惊喜。许队长，有水，有水啊！我听到了，是水上来的声音。管子口冲出来1米多远的水，人群里哗一声爆炸开花。出水了，我们村有救了，再不用靠天吃饭了。喊叫声伴着往前跑的脚步声，大家扑到水管子跟前喝水。宁子，咱村终于不用靠天吃饭了，宁子你咋不激动？娟，我激动了，咋不激动？咱村里每家水窖都要满满喽，我的3万变6万。儿子，咱喝咱自己村的水喽。杨烧沟10里铺，200过几户人家，上千口的人，看一眼只看了不止5。何富银当兵回来当村长，
上任第一天给大家做了保证，用最短的时间给村里打一严井。但5年过去了都没打成，这村长太难当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打井浇地、种西瓜卖钱，这一环扣一环，他娘的是何宁早就计划好的事，有侄儿在，这井早晚能打成，给他当村长算了。和店闸抽水的那一刻，他叫侄儿过来和店闸，意思很明显，这村长让给侄儿，人家压根儿就看不上当村长。哎，停，别敲了，没看见何宁抱着孩子。锣鼓声赶紧停歇。村长蹲在水管前，手里端大盆，小心翼翼盛水，深吸一口气，端到嘴边一口气喝一肚子。村长要哭了。胡说，村长怎么可能哭？何宁没有胡说。村长喝了一肚子冰水，脸上的泪滑一下流下来，泪珠子滚到盆里。我当这个村长，我容易吗？我脑袋现在还疼呢，你们谁关心来了？你们就知道零补贴。村长，你瞎叨叨什么？你哭个锤子！去你娘的王元生！明天开始，你家一群羊再不用你一桶一桶吊水饮了。你不感谢我算了，你不感谢何宁，你给他送一个羊羔肉。村长，我给何宁送了3只羊羔呢。村长小心翼翼把这盆水端出来，碗拿过来，大家挨上喝咱村的水。他娘的，从今天开始，再不看别村人脸色，再不看镇长脸色。咱村里有我侄儿何宁，今年过去，再不靠镇上补贴过活，老子这个村长再不被人欺辱。村长是哭腔，是愤怒，是说不出心里滋味的口气。村里这帮人不理解，挤开人堆，站在涝坝边最高的土坎上。乡亲们，转过来都转过来，听我说话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这盐井在咱种麦子、种西瓜之前能出水，是因为咱村的何宁出了大钱，他出了5000块，交给了许队长，咱村才开始打井的。村长，咱村麦子种完了水才出来。何顺，你他娘的活该找不上媳妇，你不说话憋不死你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我侄儿何宁短短2个月时间挣了大钱，盖医院大房子，打了基井，发展200亩水浇地，你们谁敢说不服？姑姑你听啊，村长夸我男人呢，是我男人的本事。是咱宁子的本事，娟，是你的福气。听村长口气，村里好的不得了的这些事都是何宁的功劳。村长，你把村长让给何宁算了。对呀，村长，让何宁当村长算球。好，何宁上来给大家表态，你当不当？宁子，我的心里话，你要当村长，我二话不说让给你。你有本事，你带大家发家致富，大家信你。严叔，我当你个锤子村长，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可就回家了。村长又一顿嚷嚷，说了一大堆，大家已经没兴趣听他的个人感言。站在远处的李娟听得越加明白，何宁不但出了5000块钱，还出3轮车、摩托车、推土机，还把王镇长搞下去了。这些话听在李娟耳朵里，虽然感觉乱七八糟理不清楚，但他已经明白10里铺村里自己男人成了大家围着转的中心。总而言之，我这个村长在咱何宁跟前锤子不是，以后都听他的得了。宁子上来，你给大家讲2句。何宁一脸不屑，我讲个锤子，我回家了，你们玩去吧。接下来村长挨家安顿浇水，何宁觉得不关自己什么事，拉着老婆一起回家。何宁，兄弟，回去干嘛？你刚答应我的事你忘了？许队长，你在村长家过夜，他陪你喝酒就行了，我不去，你不知道我戒酒了。好，你不喝酒，可你答应我的事，你不能转身就忘了呀。宁子，你跟许大哥有事说，那你去说嘛，早点回来。怀里的儿子放地上，文文乖，跟妈妈回去，爸爸还要忙一会儿。半瓶好酒下肚，何父银晕乎乎，脚底下飘，哇啦哇啦一大堆，讲当这个村长的艰难。许建国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手续，衰，你们村的基井打成功了，出水了，没问题了，咱俩把交接手续办掉，村长你签字，这事儿就到这儿了解了。许队长，拿过来我看看。许建国脸上的笑有点不自然。宁子兄弟，你答应我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何宁刷几眼看过去，压根儿就不是这盐井出水完事的交接手续，是领那1万块钱的手续。村长一把抢过去，井打成功了，怎么能不签字？我签。刷签掉3个名字，手指头硬摁上。高兴，嘿嘿，今儿高兴，再喝2盅。2盅酒喝下去，村长的醉眼已经睁不开了。你们村长这酒量可以啊。何宁站起身出屋子，答应老婆的，很快回去。许建国把他送出来。宁子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用得着我许建国的地方，绝不说二话。老哥，你答应我的，这笔钱加倍还给我们村。好，加倍还给你们村。好兄弟，我许建国说话算数。重生回到92年，救急不救穷，干活开工前。哎呀，爸爸，看
李娟转头过去，把文文拽出来。怎么能往水里踩呀？你看把鞋子弄的。文文手指头指着地里往前跑的水头，小申心里满是惊奇。文文，这是咱家种西瓜的土地，爸爸正浇水泥，再不敢把脚丫子踩进水里。中午这会，村长开着何宁的摩托车拉上李娟过来送饭。宁子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说个事。银叔，什么事不能当着我老婆儿子的面说？何宁猜都能猜到，肯定是从自己手里出钱的事。村长怕说的是让宁子媳妇心上不舒服。银叔，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我老婆不是小心眼女人。何富银看一眼侄儿媳妇，脸上表情，这话不想说，但不得不说的表情。宁子，我知道你盖房子花费大，我先问清楚，你手里现在宽不宽裕？村长，你不是给自己借钱吧？村里谁家？不是，宁子，不是借钱，虾家父子俩早上下午给你干活，差不多1个月时间。我的意思，你手头宽展的话，你给他俩开个工钱，多少开上几个，让他们这家子把今年的春荒度过去。何富银叹一口气，要不然咋整啊？让我跑镇上跑县上给他们家要补贴救济，吃力死我了。上社的何虾家，村长，今年这么困难了吗？何虾不瞎，小时候叫他这名儿，他姥姥也这么叫他。上社最困难的一户人，这2年何虾的女人病情加重，卧床不起，家脚没底儿，雪上加霜。为给女人看病，家里的存粮都卖光了。别人可以不管，当村长的何富银不能不管。何宁端着吃饭的碗停顿，想前世经历，5年以后他在县城已经是工地上10几个人的领队。何虾找到他，哭了一把鼻子，抹了一把眼泪，要何宁把他儿子收留下，多多少少挣个糊口工资。5年后的情况猛然想起来，何虾家5年后还是那么困难，家里有卧床的病女人，多少家底都能花缴掉。村长，让他们父子俩来干活，一个人1天10块工钱，他俩干1天活，我给他俩结20元工钱。何富银比何虾还高兴。宁子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，你小子是做大事挣大钱的人，我就知道你不计较这300、500。宁子，你得民心得10里铺天下，你他娘的让你当村长你不当。李娟也听明白了，村长就是上周我那个虾叔，他家是咱村最困难的一户了。娟，宁子这次放种西瓜定金，没有上社几10户人家的事，这片水浇地也没有他们的份。今年雨水再不好，上社这些人家生活会更困难。哎，我得想办法。银叔，那你让他们来我家干活，我给他们开工钱。李娟说完这话，兴奋的脸蛋红彤彤，想自己年前那么穷，100块攥手里，打算花1年。贫穷的那种感觉，李娟刻骨铭心。李嘉义，你家养你不放了？我没女人吗？她定待在家，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，我打发她出去放羊了。李家的你听着，你最好不要说你老婆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，你在家待1天，你试试看。切，何宁，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惯老婆？我惯她个锤子，听过没？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。何宁提起一叶砖头，准备呼过去。你再说一句，你试试。我警告你，你这种态度对你老婆迟早大闹天宫。门口呼呼呼停下一辆皮卡车。宁子，谁呀？这是？你们先干着，我去看看。白色车子上下来的人是王元强，王元旦的大哥，县城农贸市场里开了间调料杂货的铺子，跟县上街混老大有不错的交情。你拿回去，我兄弟不缺你这笔钱。王元强，你弟妹同意种西瓜，同意要我的定金，我才给他1200块的。何宁，可以啊，一副村里老大的口气，我们王家人是小瞧你了，还盖这么阔气1院砖瓦房。不得不承认是村里最好的房子，我们王家的房子都不如你了。王元强，要退这笔钱，也是王元旦女人给我退，你算怎么回事？王家老大的眼神更阴沉。好，何宁，果然是我想的样子，你给我等着。他的意思，何宁没把他放在眼里。银白色皮卡车要个屁股转头，从何宁家门前拖底下去。弟妹，你去一趟，何宁的1200元退了，咱不跟他合作。是原生让我要这笔钱的，为什么不跟何宁合作？弟妹，我二弟抓进去关了3个月，是何宁的手段，你还跟他合作种西瓜？袁强，你的意思是何宁搞的事？哼，他当我们王家没人。过2天我将二弟给捞出来，弟妹，你去找何宁，钱退给他。商店女人心里恐惧王家老大，没了定力，转身往何宁家去。何宁，给这笔钱我不要了，西瓜也不种了。表婶，别让你们老大把你坑了。王家女人用很复杂的眼神看一眼何宁，大家都跟着他做事了，
为什么自家男人就跟他过不去？是了，和宁家房子盖起来就是村里最阔气最漂亮的房子，王家人在村里可不就低下去了一大截。表婶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堂院上10几个人眼睛齐刷刷看着王元旦女人走了。我天，还有这么笨的女人，竟然跟何宁对着干，对她有什么好处？王元旦跟打井队长的人打架被抓了，许队长又跟何宁好，王家人就跟何宁就对着干了。哼，他王家老大算什么东西？他在外面开铺子赚了钱，也不见他回来给咱村里打井。重生回到92年，何宁姐夫被打，王家事件开端。过年那会承诺给姐姐家买一辆新车，这几天家里盖房子需要拉东西，买车的是姐姐没有理由再拒绝。姐夫，3轮车你开上，等会拉10袋水泥回院场。宁子，我做事你放心。姐夫张东平到镇上拉了10袋水，开着新3轮车，心情格外舒畅。大哥是何宁的姐夫，开的3轮车也是何宁的。二弟，你的意思？将他姐夫搞个10天半个月下不了炕就行，到时候何家混子肯定来找我，我们再将他打一顿。即便罗所长袒护何宁，有大哥上下打点也是活。3轮车开出镇子，往小水方向去，白色皮卡急速超车冲到前面去了，一股白尘抢得张东平眼睛睁不开。张东平正破口大骂，2道身影从皮卡车下来，二话不说直接对着张东平就一顿。何宁叔，张林爸被人打了，在镇上卫生院，我爸看着，我爸叫你快过去。发平，怎么回事？你再说一遍。刚刚我爸送我去学校，从这里出来看见张林爸被人打伤了，我爸已经将他送去镇上卫生院。何叔叔，你快去。何宁一步跨出了大门，骑到上发平的摩托上，摩托一声吼，一股白烟冲了出去。何宁叔，是你们村王家的，那辆皮卡下来的人打的张林爸。路过王家商店，上发平以为何宁会停下来，把王家兄弟叫出来打一架。上家15岁小子做好了冲上去帮何宁叔叔的准备。何叔叔，给张林爸爸报仇。发平，这事你不要插手。何叔叔，他是张林爸爸。平侄儿，你帮我照顾好张玲就足够了。镇上卫生院里，何宁是你们村的王家兄弟俩，我没想到王元旦拘留半个月就能出来。许队长说最少3个月，王家老大本事不小。何宁站在姐夫身边，姐夫你怎么样？打了一针，又掉了半个小时水的张东平清醒过来了。娃舅，我以为他们是抢你的车，不是的，他们打我是针对你，娃舅，给你姐夫报仇。姐夫你放心，这仇我给你报定了，隔不过去今夜。张东平气呼呼，让他们知道我娃舅的好本事。上家哥，谢谢你们父子出手救我。张老哥，你放心，你娃舅也是我娃舅，你被打这事儿在我这里过不去。何宁来到外面找大夫问问姐夫情况，先被女大夫训了一顿。何家的，你搞什么？上次你们村长被人打破脑袋，这次你的姐夫被人又打破脑袋，你到底惹了谁？大夫，我姐夫需不需要拉去县医院拍片子做手术啥的？打架打破脑袋，我见得多了，大惊小怪什么？养着去，头上别钻风，没必要去县医院。何宁这就放心了，跑出去一趟，大包小包零食给女大夫买了一堆。姐夫今晚就躺在这张床上了。上仙又把看到的事发过程说了一遍。上哥，看着我姐夫，我跟发平出去把我的3轮车开回来。这一时半会，停在路边的3轮车别人不会开走。摩托骑出去，何宁把3轮开回来，摩托再让上发平骑回来。何宁兄弟，你不是跟罗所熟吗？你去报警，王元旦兄弟俩肯定被抓。上哥，你应该能看出来，他们兄弟俩敢出手就不怕被抓。王二能出来，有些情况就超出了罗所掌控的范围。我报警，今天他被抓，后天还会被放出来。兄弟，不报警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。你姐夫白挨打，白挨打。上哥，血债血还，我们村的事在我们村里解决，你们父子俩不要插手。上仙嘴上没有说话，心里说：兄弟，这事儿我上仙管定了。摩托从王家商店门口过的时候，王元旦兄弟俩听声音听得清楚，从窗户上看出去看得清楚，是何宁的车，后面坐的小子是冲上来跟他俩打架的初中生。大哥，一个初中学生手里提着一把刀，跟何家的一样是混蛋。何家的先去看他姐夫了，他姐夫没事的，真当我傻，打死了咱俩还不得进去，找谁都没用。等着吧，过不了今晚，何宁找上门了，就怕他不找来。哼，只要他敢来，我让村里人看看惹咱兄弟是什么下场，让他们知道这村里到底谁说了算。王元旦手里的刀猛劲砸到眼前的木头门框上。上发平站在何宁家大门口喊话，一院子人听得一清二楚，村长听得一清二楚。村长扛起铁锨，
嘴里骂着出院子。村长，你回来，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兄弟俩。他们兄弟俩，王元旦出来了。就刚刚我去他家商店提着一扎啤酒，车上下来的是他们兄弟俩人。李佳义，我脑袋被王二打破，你在他家商店买东西也就算了，何宁姐夫也被王二打破脑袋，你竟然还在他们家商店买东西。村长，就刚才我不知道何宁姐夫被王家的打了，我要知道我能买他们家商店里东西。村长朝院里喊：谁愿意跟我去？村长，跟你去干嘛？他娘的还能去干吗？咱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村里现在谁是老大。村长觉得王家兄弟不是针对何宁，是针对自己这个村长。这2天何富银刚竖起来的一点威望，要被王家兄弟俩夺走了，绝对不行。村长，你说咋整？村长，我们听你安排，你说咋整我们就咋整。好，听我安排，你们都回去，把你们左边的、右边的，愿意帮助何宁的都叫过来，去王家讨个说法。重生回到92年，王家商店被砸，闹出伤亡。村长，我们过去砸了他家商店，这么多人，一人扔一个砖头，看他整谁。来，一人手里拿一块砖，咱把他家商店砸了，看他能把咱怎么样。村里何家户的人差不多都来了，大家骚动不安，开始嚷嚷。村长犹豫了片刻，还是答应。都听着，站这儿的都提1叶砖头，跟我走。村长，要不要喊口号？喊上，弄翻王元旦。好多年没有响起过的口号，突然响起来了。30岁以上的人，这种口号都喊过。突然这么一喊，久违的感觉找到了，相当有激情。20-30号人浩浩荡荡往王家商店，整个十里铺都可以这口号声。何满游，十里铺18年前的村长，在曾经的年代，他也带着这么些人高喊口号，在村道里游行何宁老爸。当年的感觉终于找回来了。他想再当村长，更想喊一嗓子弄翻何富银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何满游快步上前，一把将何富银拽开。你站后面去。他要当这个领头的。王元旦兄弟俩在商店里等何宁，等来的是耳朵里突然听到一阵喊叫：大哥不好，你听，村里人喊着口号找来了。王家老大脑袋里猛然想起10几年前跟着何满游喊口号压着何宁老爸的情景。怎么回事？老二怎么还把村里其他人招来了？大哥，肯定是帮何宁家盖房子的那些人被何富银煽动起来。哼，来一个揍一个，来2个揍一双，来10个一起揍，谁帮何宁出头揍谁。咣一声响，何满游手里的1叶砖头使劲扔在商店窗户玻璃上。大家扔！几十号人同一时间把砖头从手里扔了出去。白色皮卡车在商店门口，车玻璃砸了个稀巴烂。王家兄弟在商店里面，玻璃窗子砸破的同时，2块砖从破窗户上飞进来，不偏不斜砸中王元旦。王元旦怒火中烧，捡起扔进来的砖头，一个大步跨到商店门口。何满游正要再喊了一句口号，王二捏住这1叶砖，使足了力气朝何满游身上呼了过去。不偏不斜，正中快50岁的何满游太阳穴上。18年前的村长何满游闷哼一声，直挺挺躺了下去。何蛋蛋2个手里都提着砖头，呼呼2下甩手，都扔了出去，扔在了王元旦脚底下。王二捡起砖头，狠劲儿扔了回去。何蛋蛋刚好弯腰，砖头从他的脑袋方向飞过去，刚好砸在李老爷眼睛上。李老爷闷不吭声，捂着眼睛蹲在了地上，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。躲在商店屋里的王元强忽然觉得事情没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，心里有了一股子恐惧。元旦，住手！快进来！谁扔来的砖头，我今天叫谁死！王元旦这股气势把最前面扔完砖头的一些人唬住了。在双方停住的这一刻，张谦骑着何宁的摩托呼呼从远处上来，看到何满游直挺挺躺在地上，脑袋下面血丝胡子一片。村长，打死人了还不住手！张谦顾不上倒下的人是谁，摩托后面一股烟飞速去镇上。何满游，村长脑袋里嗡嗡响，刚才还活生生的人喊着口号冲锋到最前面的人就这么死了。宁子，出事了，王元旦把人打死了。何宁，快走，一起去你们村。张谦骑着摩托车先去报警，叫来了罗索，再来找何宁。罗索，什么事？难道跟我有关？何宁在卫生所没离人，王元旦打死人他不知道。何宁，跟我坐车，路上说。警车里，罗索，王元旦凭什么关了半个月就能出来？何宁，王元旦是假释，但他要是真打死了人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他。车子已经进了十里铺村道，前面吵吵闹闹，黑压压一片村民。白色皮卡4个轱辘朝天，一眼看出是村里人一起推翻的。
第一辆警车上的警察已经把王家兄弟控制住了。何宁下了车，对着王元旦就是两脚。何宁，我以为你是真好汉，敢真刀真枪跟我干一场，没想到你报警也就算了，趁着我带了手铐，你下手。何宁还想再踢两脚给姐夫出气。何宁，行了。王元强，你兄弟今天刚出来，你又把他送了进去，你这本事我何宁佩服。就这句话，王元强觉得自己在何宁面前，在村里人眼前颜面扫尽。村长走上来，给镇上警察头儿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。啰嗦，王元旦这事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这次他出不来了，对吧？罗索眼睛瞪村长，你当干部的，这件事你脱不了责任，你最好少说话。村长忽然意识到死了人这事自己脱不了关系。村里人不是围着王家兄弟俩，是围着何满油。一辆架子车拉来了，上面铺一层干草，大家把何满油抬到上面，用一片白布盖住，拉回他家院里。所长，现在怎么处理？我们听你安排。就这一会时间，两个警员拍照取证程序走完。罗所长脸色阴沉难看，喊一声何宁。何宁，他是被王元旦打死的，跟你无关。罗所这句话定性，跟何宁无关。何宁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帮你们村长把这件事处理清楚，不要让村里人再聚众闹事，能答应我吗？罗所，您放心，何满油的事情我跟我们村长会处理好的。就这会儿时间，何家其他家户的人把何满油的老婆儿女，还有他70多岁的老娘都拉回家里了。这一家子人哭天喊地，要王家的长命，要村长赔钱，要何宁赔钱。警车押着王家兄弟走了，何宁转身回自家院里。宁子，我听他们说王家商店门口村里打死了人。老婆别怕，何满油被王二打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可是宁子，满油叔也是从咱家院子出去的，他突然就这么没了，我好害怕。听着娟，什么都不要怕，你看好孩子们，我让梅姑过来陪你，我出去看一下情况。宁子，你不是说跟咱没关系吗？你还要出去？娟，这事跟村长说有关系，村长是为我好，想替我出头，何满油家的肯定缠着村长不放，我必须过去处理。老婆能想明白吗？李娟使劲点头。我叫姑姑今晚过来陪我。重生回到92年，何宁吹唢呐相当炸裂。傍晚，何满油家院子里传出来鼓乐声。宁子，你说的对，他们没敢把人拉进我家院里，鼓乐响起来了，事情正常过。我是村长，我得给我老哥上香磕头。村长心里一抹自责抹不去，他拿着这2天竖起来的威望做了一件傻事。现在明白了，跟王家兄弟俩搞事，就应该先听听侄儿是什么意思。银叔，你就不怕被他们拽住要钱？嘿嘿，只要他们不把人拉去我家院里吓人，在他们家院里，他们怎么着都行。何宁抱起缠在脚下的文文，儿子，爸爸带你出去转一圈儿好不好？妈妈也带上。妈妈不能带，妈妈要看好妹妹。跟何满油家断了交往是一回事，去上香磕头祭奠是另一回事。娟，我跟村长叔上去一趟，你站在大门口听唢呐声，我吹的。你会吹唢呐？你吹出来我听听。娟，那你站大门口听。宁子，你会吹唢呐？银叔前几年在镇上偷偷学的，今天刚好派上用场。何宁抱着文文和村长一块儿往何满油家院里去。锣鼓唢呐，何昌披麻戴孝，其他几个人也披着孝衣跪在灵堂前。昨天的时候，何满油喊得最响亮，把自己喊没了。满油叔，前世今生，人生无常，欠人家的迟早要还，躲不过去。村长也跪在他前面，侄儿说的这2句话听得他明白，是说18年前何满油折腾何宁他爸的事。哎呀，满油大哥呀，叫不言传的满油大哥呀。村长哭声猛突突响起，惊得何宁目瞪口呆，这话怎能瞎喊？村长，你搞什么？村长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嘘，别打岔，这混蛋晚上要找我，我咋整？我给他哭半夜，他就不来了。何宁站起身，到一脸黑线，站在棚子旁边。大呀，叫不言声的大呀。未听村长哭声，鼓乐声都停了。何宁抱起脚下的儿子，走到吹唢呐人跟前。岁珠哥，唢呐给我吹，配合一下村长。你会吹？我试试。王元旦兄弟俩完蛋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俩要搞何宁，现在把何宁搞成了村里最有本事的人，所以大家心里就这2天对何宁又是另一种心态，说不清楚的又怕又敬。他要吹唢呐，岁珠再不敢推辞递给他。何宁手里接过唢呐，从兜里掏手帕擦一下吹嘴。
吹唢呐的碎猪立马听出来，这声音很专业。何宁不墨迹，直接来一曲《好汉歌》。满油叔就喜欢路见不平时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昨天可不就是这样，相当硬。这是宁子吹的，怎么怪怪的？李娟感觉自己听得热血沸腾，伴着唢呐，村长还打算大哭特哭，但接下来他哭不出来了。他觉得这唢呐曲子有点不对劲，怎么说呢？让人想大吼一声冲上去打人，反正是从来没听过。何宁吹完了，唢呐递给碎猪，走到何顺跟前。顺哥，开道的日子是哪天？宁子，是后天。何宁的意思，开到哪天他再来吹两曲。宁子，谢谢你帮我爸吹唢呐，这一曲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爸肯定很喜欢。宁子，白天我说话不对，我妈对村长的态度也不对，咱一个何家不能离心离德。昨天何满油一家找村长要赔偿，在罗索的调解下，何宁替村长拿了1000块给何满油家。咱村长给你爸这么诚心诚意，哭了一鼻子，所以别再拿这事儿揪着村长不放。我敢保证，今年夏天在他的带领下，就你家光买西瓜这一茬就能卖3000块。宁子，我知道了。何宁抱起儿子回家。银叔，你不走吗？何宁，你先走，你满油叔这儿我忙一会儿。看样子村长今晚要在何满油家院子里又熬一夜。从何满油家院里出来，是自己和妻儿相处的事情。天色刚刚暗下来，文文，爸爸吹得好不？爸爸好棒！小文文啪啪啪给爸爸鼓掌。宁子，刚才那个曲子是你吹的？给满油叔吹的，他喜欢，送他一程。宁子，你啥时候学会吹唢呐的？我咋不知道？学完开推土机就开始学唢呐，你当然不知道。又胡扯！一家4口家脚底下绕着的狗仔，刚要进院子，村道里一阵3轮车声音起。张东平戴了一顶新的灰色鸭舌帽，把自己头捂住。宁子一家4口出来接我，嘿嘿，还没吃晚饭呢，有啥吃的随便来一些。张东平躺在卫生所病床上2天，估计中午饭晚饭都没吃好。宁子，我以为姐夫躺卫生院起不来了，这不没事儿吗？姐夫没事，是因为上仙父子扑了上去，把他救出来了。姐夫你也真够皮实，这就没事了。开玩笑，10年前我也是小睡村一霸，要不是结婚后被你姐压迫的没脾气了，还能受你们村王家人的欺辱。你是谁我不知道，一霸个屁！娃舅，我来你这养几天，别跟你姐说我这脑袋是被人打破的，就说砖墙倒了砸的。小水村比十里铺繁荣殷实，小水村的人被十里铺的人打了，张东平认为说出去很丢人。宁子，咱和家人跟王家人打架，你说王家孩子在学校里会不会也打起来？何宁脑子里猛一下清醒，老婆考虑的是这么细致的问题。学校里，王元蛋儿子跟梅姑家永远在一个教室，不排除他俩反目打架。大人的矛盾不应该转移到孩子身上，这是回头的和张谦说说。重生回到92年，寻找失踪儿童，前世今生迈不过去的坎。哟，这不宁子姐夫吗？这就回来了，好着没？张东平这2天认识了张谦，抓住他又说一堆。宁子呢？找我娃舅啥事？张谦叹气，让宁子开3轮给学校水窖拉水，早说好的，我知道他忙，趁晚上这会儿时间拉。何宁刚好出来，听见张谦说的话。小谦，我不忙，我姐夫有我老婆照顾，咱俩一起给学校窖里拉水。3轮车拉回跑，给学校的水窖拉了6趟。谁把书扔窖里了？张谦拿着从水窖捞出来的几本书，气得哇哇叫。可能是哪个淘气孩子把书本从铁皮封子里塞进去的。明天我查出来是谁扔的书，我把这小子打2板子。学生娃娃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。小谦，我听何晶妹妹说，你给他们教书的这1个月，班上学生一个指头都没动过，你真不打骂学生？宁子，教这帮娃娃不打不骂也不行，打得太狠了，骂得太凶了也不行。愁。给水窖灌满水。何宁想到一个问题，天天开一遍窖口掉水，开锁上锁不烦呀，万一哪个孩子把锁子弄掉，盖子揭开掉下去怎么办？学校院里跑着这么多孩子，这是个隐患，有什么办法能解决？第2天一大早，何宁开蓝驼王去县城一趟。梅姑家的小儿子何勇皮踏踏往学校走，边走边用手背擦眼泪。勇，上学呢？你这是咋了？宁子哥，我书丢了，今天上课找不到语文书。何宁从后座底下取出书给何勇晃晃。勇，昨晚没书，昨晚没写作业，所以害怕。和老师打呢。学校里有一个何满堂，50多岁的老头，
教何勇语文，玩们一次家庭作业没写，就要挨何老头手板，让弟弟心里这么恐惧。勇，你上来，我送你去学校，看何老头敢打你。三轮车突突突往10里铺小学去。何宁，你送他来上学。我弟的语文书昨晚不知道被谁扔水窖里了，昨晚的作业没做，何满堂肯定把我弟揪起来打手板子。我过来说一声。周萍萍，10里铺小学新来的代课老师，何宁给张谦介绍的女朋友。没事了，何老师这2天不来，说是处理他弟家事情。这2天我给他们班带语文课。勇，听到没？周老师这2天给你们班带语文，没事了，回教室去吧。何勇哦一声，转身跑回教室里。何宁叹气：“哎，娃们可怜，2个老家伙把他们打得怕怕的。周老师，听我一句劝，教孩子们读书，不能让孩子们弑父情绪。”何宁，你也来当老师教孩子们。好，有机会我给孩子们上2堂课。何宁不打扰周萍萍教课，转身出学校去往线上。何宁去县城街上转2个小时，3轮车上满满当当，给儿子买了好吃零食，给老婆买了好看零碎，还有一台学校的抽水泵。无意间看到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和寻人启事，前世的记忆再次涌现。何宁停下车，抬头看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：魏小文，小名文文，身高91厘米，体重。何宁瞪眼张嘴，脑袋里嗡嗡。前世15年后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，魏小文刚找回来，3岁半的小孩已经18岁，什么都不一样了，什么都变了。电视上认亲的场面感动全国，可何宁依然是满身心悲哀。他给寻子网匿名捐了100万元，如今又看到这则信息，这件事似乎是自己绕不过去的坎儿了。必须是我要做的事吗？必须要做的事，躲不过去的。找到孩子的地方，现在也记得一清二楚。孩子在省城东谷区润宁小区33号楼一家人手里，眼睛看向前方，那对年轻夫妻点头哈腰，给每个人手里塞传单，在人流量最大的路口，给路人一张一张发传单。99%的绝望中存有1%的希望。何宁眼睛盯着发传单的男人，大步往他身边走，又猛然停住脚步。不行，不能贸然上去告诉他孩子下落。寻人启事昨天才贴出来的，我现在就知道孩子下落了。怎么解释？怎么知道的？想明白这一点，何宁装作路人走过去，从男人手里接过传单，漫不经心看，折起来装衣服兜里。明天去省城一趟，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在那里，再去批发进货，床单被罩小零碎，家里也可以开个小卖部了。何宁跟村长站在学校窖口旁。村长，你看，铁皮窖盖虽然有锁子，可还是很危险，这不行。趁我盖房子有水泥沙石，倒一个重重的水窖盖子。宁子，听你的，在你家新长院顺手倒一个水窖盖子拉过来盖上。当当当，下课铃响。宁子，你昨晚说买水泵，今天中午就买回来了，你这做事效率我服了。多少钱？186块。宁子，我没钱，发工资了给你。你给个锤子，该你出。周萍萍彩礼不给了。几个孩子拥着周萍萍出来往这边走。哎，你们几个放学了不跑回家吃中午饭，围着周老师干什么？孩子们喜欢女老师，新旗舰还没过。李建霞，你听老师话，我明天去你家吃饭好不好？总要给你妈妈提前说好。他手里的小女生一脸不乐意。可是你不是跟张老师还没结婚吗？这话刚好被何宁听在耳朵里，哈哈笑，一句话差点说出来。张谦，听听，孩子们都为你来着急。村长叔，何宁，你们真给学校把水泵拉来了？180块钱呢，宁子掏的，这怎么行？村长口气，张谦没把他当回事。学校的事情是咱全村人的事情，怎么能让宁子掏钱？这事交给我了，我想办法把这笔钱给宁子补上。装水泵没那么复杂，张谦说他能弄好，何宁再不用操心这事。小表婶，去我家吃中午饭，我有事让你帮忙。周萍萍一脸笑，什么事儿要找我？开商店进货的事。重生回到92年，石贵爹娘恩都是为人父母。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。周萍萍的舅舅开商店，他又帮忙看柜台站商店一段时间，进什么东西他比别人熟悉一些。写得真好，到底是老师。这字漂亮，我是比不上。宁子骂我写的字像苍蝇爪子爬，我得练字。开商店可不得天天写字记账。老婆，我啥时候说你的字像苍蝇爬？我说你写的字像蚂蚁爪子。讨厌，那不一个意思。李娟决定把字往好练一下。开商店卖杂货是她的事情，明天就去县城进货。村长，不是去县城，
是去省城东谷区东部市场，货品比县城便宜1半，花1天时间跑一趟，划得来。宁子，你对省城东部市场熟？你去过？镇上朋友带我去的，基本熟。床单被罩最便宜，搞200条回来，咱村1家1条，转个弯收钱，水泵钱不就收回来了？村长一拍大腿，宁子，你他娘有手段，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种办法？开商店的事，一圈人在参谋一些意见，好茶叶多批上几斤。现在村里人手里不紧张，喝茶的档次上提高一截。宁子，大家的意思，你再吹一曲，就昨天那个，大家爱听。不是大家爱听，是我满油叔爱听。好，你满油叔爱听，你给他再吹一遍。何宁抱着文文和村长一起往何满油家去。梅姑、六婶、雨滴儿，你们听，是宁子吹唢呐呢，昨天听过的曲子。3个帮工的女人站在大门口听了半天。是你家宁子吹的？好听吧，雨滴儿？宁子昨天就吹了一遍。不是哀乐。宁子说何满油喜欢这曲子，就吹给他听。何宁吹着首曲子时，知道自己老婆和家里几个帮工的人站在大门口听。吹完了，换口气，换一首，朝何昌喊一声：“昌哥，石柜爹娘给满油叔送行，借花献佛，也是给我爸妈吹的。何昌，今天是我爸过世5年忌日，即便没有你家这档事情，这唢呐这曲子，我也会在我爸妈坟头吹一曲。昌哥，我爸跟你爸恩恩怨怨10几年，现在这首曲子我吹给你爸，也是吹给我爸，咱俩以后不要再结怨结仇，前辈的恩怨在后世也能了结掉了。”宁子，你说的真好，你吹吧。石柜爹娘，唢呐声吹起。大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。何宁深吸一口气，歌词大声喊出来：一柜爹娘生儿难，2柜爹娘养儿难，3柜爹娘育儿难，4柜爹娘求药难，5柜爹娘求学难，1柜爹娘生儿难，把我带到人世间。10月怀胎娘遭难，一朝落地娘心安，娘心安。一院子人嗡嗡吵闹忽然消失，猛一下悄无声息。何宁一字一句喊出的声音听在每个人耳朵里。说得真好，这几句话说得真好，让人想跪下给父母磕头。14年后才有的歌，老人过世的白事上，唢呐手必吹的曲子。这个时间趁着满油书的事情吹出来，重生回来第一次吹给村里人听，是替何昌吹给他父亲，也是吹给自己父亲。唢呐声在何满油家院子里响起。3柜爹娘育儿难，行走步步用手牵，会说会走3岁慢，学人说话娘心欢，娘心欢。是给父母吹的哀乐，但何尝又不是自己老婆前世的处境？站在大门口的李娟、李红梅、雨滴儿3个女人听得神情恍惚。娟，是宁子吹的。姑姑，是宁子吹的，你听，宁子她哭呢。宁子哭。姑姑，我听到了，宁子哭呢，宁子哭着吹唢呐。何宁吹完5柜爹娘，一大步到灵堂前，跪下磕3个头。满院子是何宁的喊声：“满油叔，当侄儿的给你磕头，吹这曲子给你安魂，安心走吧。”从6柜爹娘开始，吹得泪流满面。6柜爹娘送儿远，6柜爹娘送儿远，儿行千里娘挂肩，天天想啊夜夜盼，盼儿学成早回还，早回还。前世人生，何宁是一对儿女爹娘，死过了一回。这唢呐声也是为死了一回的自己吹起。吹完了，满眼泪，抱起文文，大步出院子回家。所有人的眼里含着泪，看着他背影。娟抱着月月等在大门口，看见自己男人抱着文文远远走来，他等不及这父子俩走到跟前，赶紧迎了上去。宁子，我就知道你吹唢呐，把自己吹哭了。咱爸的忌日本来就是要吹唢呐的，顺手给满油叔吹了。娟，
也是给咱俩吹，咱俩也是一对儿女的爹娘。妈妈、爸爸哭，他们都哭。小文文看在眼里，这首曲子吹完，不仅仅带笑的人哭成一片，周围代劳的人也抹眼泪。何宁是一边吹曲子，一边哽咽着把曲子喊完的。一院子人哭。宁子，你他娘的在这里哭你爹娘，好好哭一场，你爹5年了。何宁抱着文文从何昌家院里出来了，后面的议论他没听见。重生回到92年，小舅子要结婚，岳父上门要钱。何宁从省城回来，确认被拐孩子的下落后，将事情报告给罗麦，有罗所接手，孩子当天就能回到父母身边了。3轮车上拉着满满一车子商品，往10里铺方向回去。爸爸，外爷来了。你外爷来了，你舅舅来没？没有。何宁赶紧进吃饭的屋里，岳父陪着村长、大表叔几个人一起吃饭。宁子，你娃娃也刚进来，茶水还没喝一口，你小子的本事我还没跟他说一个。林叔，别在我岳父跟前瞎说我的事。嘿，宁子，哪能不说清楚，让他知道他女婿的好本事。何宁不可能把村长的嘴堵住，爱咋说说求去。张福祥递给何宁一张单子，交代清楚。宁子，8套门窗按你给的价位设计好的，你拿去镇上找老蒋，说是我安排的，最迟半个月交货，他不会跟你胡要价。大表叔，不错啊，是这2年咱农村最棒的大门亮窗。文文外爷，你听听，你女婿本事现在有多大，了不得。李红兵一脸应付10里铺村长的呵呵笑，笑脸底下是一抹愁。他儿子说对象3800块彩礼，一分不少要拿出去，来女婿家帮忙盖新房子是次要，搞清楚女婿手里有没有能拿出手的钱。大表叔，周萍萍家里彩礼要多少钱？商量好了，给上1800，日子是5月4号。你家也是5月4号的事情？我弟张谦属牛的，看的日子是5月4号。李红兵脸上相当不自在，人家姑娘要1800，为什么自己儿子找的对象非要个3800？李红兵吃完中午饭，在新场院里转一圈，脸上不是小女儿家盖新房子的喜悦，是自己儿子结婚的一脸忧愁。你爸来了，你咋不高兴呢？你看你这脸色。你以为我爸来是帮咱盖房子，是要钱来了？娟，你凭什么说你爸是来要钱来了？他才吃完饭，给我什么都没说。李娟嘴撅起来，给我说了，说我们姐妹3个一人凑800块，就够我弟的彩礼钱了。宁子，咱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，你看你一天一天这么辛苦，凭什么我要出800块？这不对劲啊，他手里有1万多块呢。何宁想着他爸来要800块，他会毫不犹豫拿出来。娟，你的意思，你不给你爸掏这800块？不是不掏，我就是不来劲，我弟凭什么不来？他只是我爸跑来跟我要钱，咱家盖房子都快10天了，我弟咋不来看一眼？我凭什么给他出他的彩礼钱？明白了，这老婆子不傻不笨，他跟他弟赌气呢，不认3姐夫，还想要3姐夫的钱。宁子，李鹏好歹来咱家叫你一声姐夫，我会毫不犹豫出这800块。他要还是那种冷怂德性，我1分不给。你这话说出来，听在我耳朵里，我咋就这么舒服呢？小两口子从后头过来，李红兵吸着烟蹲在门台上，似乎是等着两口子过来。岳父还是为李鹏的彩礼钱发愁，可不是为这笔钱缺这2400块呢。宁子，趁着这会儿没人，我把口给你张开，你们姐妹3个一人拿800块，宁子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岳父，李鹏的对象叫什么名字？毛湾湾的姑娘叫毛丽。何宁眉头紧锁，差点冲口而出。将来李鹏娶的是小水村石家姑娘，不是毛拉湾的。这毛家姑娘我听说过，您二老再合计合计，要是不合适，我来给李鹏介绍，还不用彩礼。哦，有这么好的事，在哪呢？就是左下角这个，如果你单身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，无论是清纯学妹、娇羞萝莉，还是高冷御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超过100款女友任你挑，无需下载。现在打开左下角小程序就能玩，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这臭小子就非要娶现在这个对象，这笔彩礼钱还是得你们帮忙啊。岳父，800块钱我可以出，但我希望李鹏能上来。他在砖瓦厂打工，学会了开3轮车，他上来帮我几天忙。何宁已经把话挑明了，李鹏要是乐呵呵帮忙干活，过去的事情翻篇过去，别说800、3800，他都能掏出来。但李鹏要钱不认人，1块都没有。我这就回去，我让李鹏上来给你开车，帮忙拉东西。岳父推着自行车匆匆出去。爸，跟我3姐把钱拿上了。还没有，
你三姐夫让你上去帮忙开3轮车，你赶紧上去帮上2天，18号上梁。我琢磨着把你大姐、二姐都叫上去给你三姐家上梁。你问清楚了没？我姐手里有没有这笔钱拿出来？你姐夫说了，他手里800、1000还是有的，但你上去帮2天工，他给你这笔钱。小鹏，你听爸话，你上去给你三姐夫开车拉东西帮忙，说不定你三姐夫给你掏的钱不止800、1000。这话把急躁的李鹏一下子惹胀气了。爸，他们跟我提条件，我三姐的彩礼，他何家的1分没出，他不应该趁着我这个事情补上一笔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知不知道你三姐夫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能是什么情况？不就撞大运发了一笔横财吗？横什么呀？但我不知道，他是举报了矿上一个杀人犯，县公安局给他奖励了1万块钱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小鹏，你上去好好看看，你姐家盖20间砖瓦房，还进了500块钱的杂货开商店，还给村里人放出去了3万块钱种西瓜。他现在是十里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一声焦雷轰顶，李鹏脑袋里嗡嗡炸响，夺过他爸手里的自行车就冲了出去。你去哪儿？去我三姐家，我要问清楚。洪斌，你把捐给你1000块钱的事说给小鹏吧，这样瞒着会有大误会的。不行，不能说，我说出来，我手里就没一个子了，后面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到时候咋整？李娟从门前菜园里棚箩里拔了一把小白菜出来，听见大门口一声喊：“三姐。”小鹏，你这么快来了？你姐夫刚走掉，你等着，傍晚就回来了。李娟笑呵呵走到李鹏跟前，在看到亲弟弟一脸愤怒的神情的时候，凝固住了。咋了，小鹏？咋是这种脸色？三姐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三姐，你家盖这么大一院新房，还进了杂货开小卖部，还给你们村里人放出去了3万块钱。小鹏，你什么意思呀？3万块。三姐，他何家的能给你们村里放出去3万，就不愿意给咱爸妈3800块。李娟瞠目结舌。小鹏，你跑来不是帮忙的，不是认你三姐夫的。他有钱了，他不知道把欠咱爸妈的钱补上，他给村里不相干的人借钱种西瓜，还想让我认他是我姐夫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李娟往前一步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小舅子气到岳父，做姐夫的出手教育。李娟往前一步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李红梅刚从屋里出来，看见自己亲侄女儿打了亲侄儿一个巴掌。娟，小鹏，这怎么还打起来了？李娟蹲地上痛哭起来。李鹏，上次我回去给咱爸给了1000块，名字欠咱爸的还给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要钱？李鹏先被这一巴掌打懵掉，再听到三姐说上次他们一家4口回娘家是为了给他爸1000块钱。李鹏调转自行车头，一阵车铃声响起的没影了。咋了，老婆？咋哭成这个样子了？谁惹你了？李娟不说话。李红梅把她看到的情况和娟给她哭诉的情况都说了出来。明子，你看把娟气的，一直哭得停不下，奶都回上去了，小月月吃不饱。他跑上来不是认我这个姐夫，是气我老婆哭鼻子，是搞得我女儿没奶吃。何宁转身大步往门外去。明子，你干嘛去？你哄哄娟。我找李鹏讨说法，他敢这样对我老婆，我饶他。回到大门口，李鹏一脚把大门踢开。爸妈，你们搞什么？害我上去丢人现眼。他爸妈不在屋里。李鹏气得把门台上的脸盆踢得满院子滚，叮铃咣当声音刺耳，挫败感呼呼满身心散不出去，蹲在门台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。小鹏，你不给你三姐家帮忙盖房子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李鹏瞪眼爆发，站在他眼前的不是他亲妈，是他仇人。帮个屁忙，妈，我挨了我三姐一巴掌，还不是因为你跟我爸，你们捏着我三姐给的1000块钱，你们让我丢人显眼。小鹏，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你不给你三姐家帮忙，跑回来干什么？我三姐给了你1000块钱，你为啥瞒着我？毛利要跟我分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话吓李红斌、赵秀秀两口子一大跳。这次分手，这是第4个不成了。小鹏，咱不是答应了人家拿钱的吗？怎么还分手？爸，我带人家姑娘浪一圈县城，我连5块钱的东西都不敢给她买一件，因为我身上连10块钱都没有，人家能不跟我分手？爸，你以为给了人家礼钱事就能成？李红斌听儿子女朋友谈不成了，满身忧愁。爸给你钱，他要什么你给他买什么，你跟他说，我们很快把彩礼钱凑够。李红斌进屋里，拿钥匙开锁，揭开柜盖，身子俯下去取钱。爸，人家还要新摩托车、新缝纫机，还要手表，还要电视，你手里这1000块够吗？你给我这1000块钱有什么用？
这1000块还是我三姐给你的。爸，你跟我妈嫁了3个姐姐，这些年就没有存下几千块。李红斌不取手里的1000块钱了，火气上来，转过身问李鹏：“你是嫌你爸妈穷给你没存下家底了？”爸，难道不是？你们没本事，我也没本事，儿媳妇都娶不起，你们干嘛养儿子？李红斌猛一下扬起巴掌，李鹏把脸挨上去：“你是我爸，你打呀！我三姐有钱有势了，敢扇我一巴掌，你继续扇，你把我打死，你不用花钱了，咱都不熬煎了。”李红斌举起来的巴掌没来得及扇下去，身子后仰，一个趔趄坐地上，脸上一片苍白。岳父，何宁一步跨进屋里，扑过来扶住要躺在地上的李红斌。62岁的人，双鬓斑白，在土地上一天到晚操劳，被妻儿紫气道举起来的手掌颤抖，嘴角一股血流出来。姨娘快来！赵秀秀跑进来，看男人嘴角是血，扑上来扶住李红斌。孩儿爸，你咋了呀？李红斌抓住妇人胳膊，下巴一张一合，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姨娘，冲一碗糖水，要温热。何宁将岳父扶到椅子上坐下，眼角余光看到李鹏站在地上，木头人一般的神情。李鹏往前一步，想从屋里出去，何宁一转身，一伸手拽住他后衣领，一拳打进腮帮。李鹏一个趔趄撇人，何宁贴上去，啪啪啪给上几个巴掌。李鹏，看清楚，我是谁？李鹏双手捂着脸，被这几巴掌扇得眼神里没了一点气势。我是谁？李鹏不回答，又狠劲儿一个巴掌。李鹏声音微弱惊恐：“你是何宁？”又一个狠劲巴掌。我到底是谁？是我三姐夫，姐夫你别打了。我是你三姐夫，我才打你，我替你三姐教训你，媳妇还没娶进门呢，这就不认爹娘了。狗还不嫌家穷，不嫌母丑呢，你真的猪狗不如，爬过去。李鹏不爬，何宁又2个巴掌扇在。我让你爬过去，你没听见吗？李鹏脸上吃痛，眼冒金星，坐在地上的身子准备站起，被三姐夫一脚踢在腿腕子上，跪着爬过去，给我岳父，给你亲爸磕头认错。李鹏双手扶在地上，跪着爬到椅子边，给我岳父岳母磕头认错。李鹏想头磕下去，声音小小的：“爸，我错了。”大点声，错哪儿说清楚。爸，我错了，不该说那样的话气你。李红斌缓过来一些气，慢慢坐起，老泪纵横。岳父，你顺顺气儿，我带你上去，让娟照顾你几天。我岳母也一起上去，给她做的什么晚饭，她自己没长手吗？何宁转过头，好心劝岳母：“姨娘，我今天替你们二老教训他一顿，别怪我手狠。你们不能在什么事都替他着想，拿一套换洗衣服。我现在带你二老上去，跟娟一起待几天。”李红斌给妇人挥挥手：“听名字的，咱们走，咱们去娟家。”赵秀秀也哭得满脸眼泪：“李鹏，你给我听着，地里还有1半黄豆，你这2天种好，再去砖厂打工挣钱，用你挣的钱给我岳父岳母买新衣服，买好酒，再来我家给你三姐认错，请你父母回来。敢不听我话，我让你再认清楚你三姐夫是谁。我们走。”李红斌被何宁扶着出了屋子。谁说待在山沟里不能赚大钱？那要看是谁。兄弟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我啊舅舅，我带他跑一段时间，赚点钱花。何宁先把自己小舅子李鹏给许建国介绍清楚。18号家里上梁那天，李鹏到何宁家给岳父岳母磕头赔罪。为了老婆，何宁还是决定拉李鹏一把。不错，先带人，当大老板的第一步，你啊，将来的何总。何宁心里一愣，这家伙知道自己将来是谁不成？你娃舅舅就是我娃舅舅，说吧，以后到镇上办什么事儿就来找我。何宁脸上笑呵呵。许队长，你的卡车呢？卡车包给外面跑运输，明天就从兰城回来了。你说缺多少砖瓦，我给你了。许大哥，卡车给我用1周，租车费1天100，租司机费1天100，吃喝不管，跑一趟东山继承。答应了就签一纸协议，不答应我转头就走找别的车。当然了，你灌醉我们村长拿走1万块钱这事好像有点麻烦。许建国长胳膊伸过来，一把搂住何宁。兄弟，我这辆卡车这2天正愁找不见活呢，这不就来活了？来，我们详细说。进办公室，何宁的意思详细说了一遍。何宁记得前世这个时候，就这几天，黄原县的大蒜突然断供，接下来1周大蒜价格猛涨，1000多公里外，继承的大蒜来不及运不过来。现在卡车跑去东山继承，提前拉2万斤大蒜去黄原县城发掉，赚1万块钱。何宁出1万块本钱，出市场，许队长出车出司机，利润37分28分都行。何宁，这风险太大了吧？这种生意我做过，赔得一塌糊涂。许队长，风险肯定有，车被撞了翻掉了，
那肯定玩完。但只要顺利去了东山继承，再顺利返回，这笔钱就能赚到手。我手底下这小子，别说去东山继承，就是去联合国跑一趟也没问题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签协议，我小舅子跟上你的人去一趟，8000块钱我明天一早拿过来。站在旁边的李鹏倒吸一口凉气，三姐夫明天拿出来8000块。小鹏，你姐夫带你赚钱你不乐意了，你闹什么情绪？不是不乐意，姐，我姐夫他说他用1周时间能赚1万块钱。你看你没出息，我说了，跟着你姐夫好好干，你会挣大钱的，你还不相信？姐，明天三姐夫让我跑一趟东山继承，拉一车大蒜，说能赚一笔大钱。这事不要声张，别让人听见。何宁给李鹏准备好换洗的2套衣服带身上，一包杂七杂八的吃货，一条海洋烟。小鹏，这张卡片上记着镇上的2个电话号码，一个是邮局的，一个是罗所长办公室的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就不用给我打电话；如果有什么麻烦，赶紧拨这2个号码求助。这年头，手机虽然不普及，但每个镇子上的邮局都有往出打的电话。希望李鹏不要计较5块钱电话费。前世的经历，何宁只知道接下来1周时间倒卖一批大蒜能发一笔，但不知道这一路上都有哪些凶险。第2天一早，摩托车到达警队院子里，许队长也是一脸紧张兮兮表情。哎，许队长，你说联合国你都能跑去一趟，你紧张什么？何宁，拉2万斤大蒜，这事儿不是闹着玩，我是怕你赔掉。又不是西瓜，放半年后都能卖。放心吧，许队长，赔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。1万块钱整整齐齐一沓掏出来。许哥，先小人后君子，这是我第一次跨这么长距离投资这么大做的一笔生意，我希望咱俩的合作能长久下去。这次28分，下次37。何宁兄弟，你放心，我的车，我的人，我也是为了赚钱，我不可能当儿戏。许队长，从这开始，你有车有人，我有策略，跟我合作保你赚大钱。当姐夫的再跟小舅子交代清楚。小鹏，许队长派去的人是2个，换着开车的，等这笔钱挣回来，你也去学大照，咱很快会有大卡。你身上责任很重。李鹏心里自己责任很重的神情。什么是尊重？就是被三姐夫赋予重任。许队长把1万块钱装兜里，搂住李鹏，走吧，小鹏兄弟，我带你去见一趟大世面。李鹏跟着许建国的车，一切顺利的话，5天之后就可以回来了。下来何宁要做的事情就是打通黄原县城这条路，2万斤东西进农贸市场，可不是谁想拉进去就能拉进去。罗索，昨天下午你办公桌上这部电话没有找我的人吧？何宁，谁打我桌子上电话找你？你别给我搞事！你扛的这是什么？我没钱买。罗索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这个月工资花光了，先欠着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让谁打我桌子上电话？嘴上说着，罗麦打开箱子，掏出1罐一口气喝我。罗索，我有一车农产品要进黄原县城，是从东山继承拉来的，过几天到位。市场里有个姓刘的主任，我不顺着他，这批货我发不顺心，我要顺着他，少不了出800、1000。许队长和我小舅子跟车辛苦奔波3000公里，这是我们的血汗钱，不该掏的我1分都不想掏。罗麦马上明白何宁这话什么意思。何宁，让我给高局打个招呼，给你把路子铺开。所长，好领导啊，一点就通。我不管姓刘的对别人怎么样，但我的东西进黄原县城农贸市场，他不能卡我。罗索，咱高局能帮我一把不？何宁，我下午赶局里去，你的事我会跟局长沟通，了解一下市场里面姓刘的怎么回事，给他一个警示。前世记忆，今年年底，黄原县城搞一场打击市场7行霸市，把刘主任揪出来了。他养着一群手下，套着文明执法的路子，收的管理费高到离谱。10米之外枪快，10米之内枪又准又快。快，何宁，去镇上找所长说事，他打发我来叫你的。老牛大哥，到底什么事？罗索跑进我们院里，说有急事找你说，我赶紧下来叫你。老牛是许建国的人，现在急匆匆跑来找何宁，肯定是去东山的车出事了。坐上老牛的摩托，呼一下开往派出所。何宁，打来电话的人是你小舅子，我让他等在邮局，这个号码你拨过去。顾不得跟罗索问更多情况，何宁把这串号码加区号赶紧拨过去，说让站在旁边的李鹏接电话。喂，是三姐夫吗？是我，小鹏，现在什么情况说清楚。姐夫，我们被堵住了，他们说严重超载要罚款，他们打人。超载？许队长亲自跟着，能装超载？说好的不是2万斤吗？三姐夫，装的货就是2万斤，这一路过来都没有超载，在卡子完整被他们堵住了。他们说不但要交罚款，还要交养护费，下来要交2000多块。
什么人问清楚了没？三姐夫，我们问清楚了，是卡子湾养路段的人，但我看不像正经公家人，像是打劫的路霸。许队长和曾师傅被他们打了一顿，堵车、打人、要钱。卡子湾公路段的人，李鹏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能出来？许队长给他们交了1000块，身上没钱了，放我出来，找到邮局给你打电话。何宁火冒三丈。何宁，你不要急，我问清楚了。卡子湾公路段的人回复说，没有堵住一辆拉大蒜的货车。何宁，卡子湾公路段没有人堵住一辆拉大蒜的货车，也没有打伤车上人，应该是路匪插缝子冒充他们的。卡子湾是2省交接的地方，他们反侦查能力特别强，警车赶去，他们就没影了。他们已经控制了许队长跟曾师傅，是个麻烦。罗麦的意思，如果大张旗鼓派警车过去，他们会跑掉的，有可能把许队长跟曾师傅也绑架过去。何宁眼睛里闪过一抹杀气。啰嗦，如果他们真是路匪，我干死他们，我没事吧？何宁，你做过这事，不用问我。何宁大步往出走。何宁，啰嗦，我给他们送钱去。许建国和他的司机曾师傅靠在一起，坐在墙角，两人鼻青脸肿。许建国问他叫什么，什么单位，收费也不是他们这种手段收的，然后就挨了一顿拳头。你当我们是路匪，随便收钱？超载罚款1000，养路费500，这次交上，以后你们随便在这条路上跑。双方都等出去打电话要钱的李鹏返回来，许队长看他俩身边5、6个大汉，乖乖蹲着，一句话不敢说。出门在外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许队长对他们百依百顺，满脑子想，等我回去再杀回来，要你们狗命。大半天时间过去，拉着李鹏去20里外镇子上打电话的破旧小车回来了。我三姐夫往来赶呢，你们再耐心等等。你三姐夫是什么人？农民。李鹏衣领被一把揪住，我让你找人拿钱，你叫个农民，他骑自行车过来呀，赶架子车过来。李鹏乃经历过这种场合，腿肚子发软。我三姐夫有钱，他可有本事，他骑摩托车来。大哥，骑摩托从龙省黄原县往这儿来，最少得6个小时，到晚上8点了。等到8点加200，最少1000。等到8点的这半天时间，过路再重大车300、500、800，他们最少有了几千的收入。何宁的摩托加满1箱汽油，去电子产品市场买了傻瓜照相机、柯达胶卷、录音机、录音笔，转个弯到矿区找苏大。从马哥嘴里得知，苏大手里有双管散弹铳。何宁小兄弟，你接这玩意干嘛？一杆双铳在何宁手里摆弄着，再过3、4年，私人手里这东西全部上缴没收。苏矿长，我的一车货从东山继承运过来，在宁省卡子湾路口被一帮人堵住了，我吓唬他们。苏荣身子一紧，何宁干过什么，他一清二楚，一把将桌子上2颗钢沙弹收回来，拉开抽屉，捏一把绿色弹壳。何宁，即便对方是路匪，打死人命也是麻烦，这个喷到后脑勺也不会死人。谢苏大，周末了，物归原主。何宁转身出来，套上蛇皮袋子，包着这杆家伙，绑在车上。2省交界处的卡子湾路段，何宁熟悉的再不能熟悉。若不耽误，这会儿时间，卡车已经到了黄原农贸市场。一道强光射过去，公路两边4、5只野狼瞪着绿油油的眼睛。4个半小时，到卡子湾他们设的临时站点，2辆过路卡车被堵停，正在交钱。摩托靠在边上，蛇皮袋子取下，抱在怀里。何宁往这几人跟前走，2道刺眼闪光灯哗哗闪了2下。谁在拍照？3、4个人转身朝拍照的何宁扑过来，手疾眼快，照相机装兜里。10米之外，枪快，双铳通一声，钢沙喷出去是个扇形。4个人蹲在地上喊叫。卡车司机的钱他们掏出来，转身跑向自己车子，拉开驾驶门钻进去。车子启动开出去，没影了。何宁一脚踩住腿上流血的一个人。下午那会儿，拉大蒜的车被你们截住，车上3个人在哪里？我说，不要开枪，他们在房子里。这4个人脸上身上全是钢沙眼，不要命，但痛得要命。矿区苏大专门找人特制的10米范围内，让对方失去行动反抗能力。何宁转身往前面临时建筑房里走的时候，咔咔2下，把另2颗钢沙弹换上。外面的枪声，屋子里的人不可能听不见。黑衣头领跟他手下的2个人刚从房间出来，咚一声爆响，3个人一堆肉趴在了地上。谁是头？卡子湾全身而退，一车大蒜顺利出手。何宁，他们不是要800，他们现在是要1000。这帮路匪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正经收费人员。何宁手里的双铳咔咔2下响。许队长，小鹏，赶紧开车走人。何宁知道他们养着性格，外面有警方出动，
他们提前1个小时就能接到信鸽传书，等警车赶到，早跑得没影了。和您兄弟，钥匙和1000块钱在穿黑色这个人身上。钥匙2000块钱掏出来。黑衣头领一只手在衣服兜里掏了半天。钥匙、钱，兄弟不要命，钱好说。你们给卡子湾养路段的交多少钱？对方不吭声，说50%。具体收钱的人是谁？说清楚。我们不是卡子湾公路段的兄弟，我们就村里的村民。你们跟公路段没关系，打着公路段的名义收司机的过路费，你们就是路匪了。对方又不吭声。卡车钥匙拿到手，2000块钱也拿到了手。许队长、曾师傅、小鹏，快离开，警车马上就到了。从罗麦桌子上的电话开始，到卡子湾当地警方，有高局这半天时间协调，不可能没有警车跑过来。只要许队长的卡车快速离开这里，他们再要找来调查这个事，就是他们给自己惹麻烦。这件事最好的处理手段，挨了一身钢杀珠子的人拉去医院治疗，事情不了了之，再不追究。何宁骑摩托在前面开路，2万斤大蒜在后面跟上。车里3个人从震惊中还没回过神来。何宁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哪来的喷火玩意儿？喂，小舅子，你说话。我说什么？你三姐夫，你以前见过他开枪打人吗？没有，他以前是混子，我们俩关系不好。废话，这话你一路说了8遍。这几天时间，许队长把他知道的何宁是什么人，给小舅子翻来覆去也说了8遍，听得李鹏脚底板打颤，心里万般庆幸。三姐夫打他那一顿都是轻的。1个半小时后，摩托停在路边，跟在后面的大卡也停在路边。他妈的那帮家伙，从下午到现在，一口吃的东西都不给我们。他们没有谋财害命已经不错了，不用担心。现在进了我们省地盘，他们的人不会追来了。许队长已经一清二楚他们是怎么回事，跟上面有千丝万缕关系，但出了事儿，千丝万缕关系赶紧撇开。何宁，就刚才你搞死他们，他们上面也会压着不追究，追不到跨省的咱们身上。何宁就是抓住这个把柄，朝他们来一家伙，但真把他们弄死，绝对是麻烦。没事，皮毛伤而已，医药费花不了100块。午夜12点，县城农贸市场入口，一辆大车装2万多斤大蒜，还在另一辆装洋葱的农运车后面。何宁、许建国、曾师傅、李鹏4个人都是一脸疲惫。兄弟，不会等到天亮再卸咱这一车货吧？应该不会，再耐心等等，我掌握一下情况。从远路上拉进市场的大宗货物，有专门的场地卸货，交进场费和场地管理费。要么货主守着3天2天，给2道贩子过手，出手价格高一些；要么一次性交给里面的代办，拿了货款走人，出手价格肯定低一部分。许队长想来哪个方式？兄弟，我听你的，货拉到这儿你说了算。许哥，就看刘主任什么意思，他要给1块钱1斤，赶紧卸掉走人。他要不给，咱就派人守在场地里，3天时间，这批货也能发掉，但不敢保证刘主任给咱搞事儿。许队长，跟我进去看看。小鹏跟曾师傅守着咱的车，1半都不能让别人拿走，这是我们4个人的血汗钱。2人往市场里面办公处去。何总，我们就等你呢。上面的通知，你领着一车救急物资进了省道，要进咱农贸市场，要我们做好迎接。正说你呢，你就来了。你们是专门等我这一车货？许建国看刘主任一脸媚笑逢迎，跟何宁握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一车东西是他一路辛苦跟过来的，难道不是先跟他打招呼握手？刘主任，这位是我许哥许建国，高崖镇打警队队长，建国运输队队长。何总、许队长，你们了不得啊，敢对那帮路匪亮家伙，整得他们上上下下一团糟。放心，你没事，有高局那边给你压着，他们追不过来。何宁万分疑惑，4个小时前卡子湾的事端已经传到黄原县城这儿了。刘主任，废话不说，2万2千斤是拉进来给你过手，还是我们自己处理？你什么意思？何总，腊月里我们打过1次交道，现在你说怎么着都行，我这边只是给你做好配合。刘主任，我不想跟你多扯，1斤能给到1块钱，这车货我全部卸给你的人，我们拿货款走人。给不到1块，你给场地我卸货，该交的费我交。2天时间，我这车东西就能在3县2区铺开了，不会超过3天。合您的意思，刘主任不是听不明白，1块钱1斤卸给你刘主任，这中间过一手的差价就是你的了，咱双方合作愉快。何总，我知道这2天大蒜供不应求，价格突然上涨厉害，但也涨不到1块3、1块5吧？那行，我的货卸到后面场地，3天的场位费、管理费我交上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我的货怎么出，多少钱出，就不是你说了算的事。别，何总，我给你1块，货拉进来过秤。
是多少给你算多少钱。何宁哈哈笑，再把手伸过去。刘主任，合作愉快。何宁不想在农贸市场里守3天时间，鬼知道这混蛋会使个什么手段搞人。何宁，你现在是哪个单位何总？总得有个名号吧？还有，现在交了货，我们少赚3000块，你是咋算账的呢？许哥，我们自己销售，你觉得能顺利出手，我们也有可能少赚3000块，这事你必须听我的。我没想到4天半时间你就能来回一趟，那就抓紧时间再跑一趟。这是咱俩赚8000、1万难得的机会，10天以后这东西价格立马回落。好像你知道10天以后大蒜的市场行情。许哥，你以为别人是傻瓜？过几天这个市场里几车大蒜疯狂涌进来，不会再有咱的机会。重生回到92年，孩子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。一只小鸡仔躺在地上，半死不活的张嘴咽气。文文，我觉得你妈会把你揍一顿，你觉得呢？文文眼神里有一抹恐慌，他觉得爸爸说的对，妈妈会把他狠狠揍一顿。就为捏鸡仔的事，这2天文文已经被妈妈揍哭了2回。爸爸，他死掉了。看爸爸把他救活，你妈就不揍你了。当爸爸的小心翼翼捧起鸡仔，给他嘴上吹气。儿子，我觉得这样没用，你捏他脖子捏的时间太长了。太阳出来暖暖的这会儿，李娟把鸡仔搬出来，喂水喂黄米。20只鸡仔是男人送父母回去，顺手碰上买鸡仔的人买了20只回来。李娟可高兴呢。过了春天夏天，到今年秋天，是自家母鸡生的鸡蛋。李娟感觉少了一只，数一只抓出来一只，果然少了一只。鸡仔们在她脚底下叽叽乱叫，再一个一个抓住放进去，还是少了一只。明子，你过来，鸡娃少了一只，你帮我找找。这时候，半死不活的鸡仔在何宁手里捧着，听见老婆在院子里喊，说少了一只鸡仔。娟，你是不是数错了？我数了2遍，就是少了一只。你在院子里找找，有可能藏起来了。李娟从院子里找出到他们父子俩跟前，她觉得小文文这半天不见人听不见音，肯定没干好事，有可能抓了一只鸡仔捏在手里玩。何宁双手捧着快死掉的鸡仔，看李娟出来，拿鸡仔的手背过去。没事没事，我陪儿子玩呢。那只鸡仔找到了没？赶巧不巧，何宁手里的鸡仔叫出声来，给小鸡仔的人工呼吸起了一点作用。明子，你抓着我的鸡仔玩。老婆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多大人了，我抓鸡崽子玩，是文文抓出来玩的。孩子嘛，手底下没轻没重的。什么意思？嘿嘿，老婆，儿子小，没小心捏死了。文文，李娟一把将儿子拽过去，屁股上2巴掌。不许护他，你再惯他，他一天给我捏死一只。好，听老婆的，我绝不惯着儿子。文文，听爸爸说，这些鸡仔，妈妈辛辛苦苦喂长大，给咱下蛋了。你要一天捏死一个，妈妈不伤心死？李娟真生气了。拿来。何宁小心翼翼将半死不活的鸡仔放李娟手心里。你在他手上扇2巴掌，你当爸的，你不能整天抱着他亲。何宁心里嘀咕，我整天抱着你亲，你咋不说？当爸的拽住文文手，啪啪2巴掌，没打到。但爸爸瞪眼睛的气势让儿子害怕。错了没？错了。再抓不？不抓了。再惹妈妈生气不？不惹了。好了，乖，妈妈不生气了。何宁看老婆一脸祈求，别给儿子生气了好不好？儿子，你想抓一只娃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不能捏死啊。儿子抱怀里，擦一把眼里溢出来的泪。行了，咱看妈妈怎么把鸡仔救活。你刚把他打了2巴掌，你又把他抱上了，你就惯他。当爸的又把儿子放下来。过去3年时间是娟照顾儿子的，在小崽子的教育问题上，何宁不敢违拗老婆。娟，他活不了了，我拿一张白纸把他埋掉算了。我试试。鸡仔从女人手里小心翼翼放地上，喂狗仔的盆后里，用小木棍子在盆上当当当敲，这也行？老婆，你跟谁学的？我妈。敲了10几下，盆接起来，鸡仔傻呆呆站着，叽叽叫他同伴。何宁惊得眼睛瞪圆，这什么道理？我妈就是这么教我的。文文，你在捏鸡仔，我把你手打肿，你信不信？小文文又眼泪巴巴看爸爸。文文，听妈妈话，再不敢捏鸡崽子。黑子表示抗议，别惹我小主人。小鸡仔救活了，大家都松一口气。大门外，自行车立在墙上又跌倒，叮铃咣当。是他牛的什么破车子，老子以后也骑摩托。银叔，你跑得气吁吁的，去镇上。我去镇上要补贴，西瓜种子补贴没有，树苗补贴征来了，1万棵树苗拨给咱村，1棵3毛钱补贴。宁子，要你的车拉几趟？
何宁眼睛瞪圆，是10000棵槐树苗吗？就是。银叔，那些树苗不能拉，都死掉了，一棵都栽不活，给你惹一屁股麻烦。你也不想想这样的好事怎么会给到我们村？在何宁脑子里一清二楚，就是清明节前后这2天的事情。树苗拉回来，栽在羊角湾水渠边，到秋天的时候，一棵都没活。有些村民将树苗拔起来当冬天的生火柴盒，被上面检查出来，下了一纸文，说十里铺村民骗栽树补贴。宁子，我管他树苗子是死是活，这3000块钱争取下来，咱买西瓜种子的钱够了。村长，咱村今年就种这1年西瓜，明年不种。明年有更好的东西比西瓜收入好，但这3000块钱补贴，你1分都拿不到手，还把你来回跑得吃力死了。村长觉得侄儿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。村长，你把上社人家的闲劳力组织起来，在咱这片土地上挖苦菜、婆丁、杂草老根，剪干净、掐干净，给我拿来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1斤5毛钱。宁子，你的意思，你拉去矿区卖钱？我1周出1次车，你搞好组织，搞好协调，我让村里人有零花，让你挣500块。哈哈，好小子，这1个月有车的人，能吃苦跑路的人，可不是挖野菜去矿上赚钱。何富银推着破自行车转身跑了，去上社搞一波组织，大家都去水地边挖野菜，交给何宁。村长，过2天带你去打黄杨，你准备准备。知道了。重生回到92年，十里铺的年轻人不能走向歧途。傍晚这会儿，拉娃妈领着自己3个姑娘，背着3个袋子来了，用1下午时间挖了3袋子，背回家捡干净，再背到何宁家来。宁子，你说周末再给你挖来，我就等周末。可今天中午那会儿，咱村长又说你今天也收，我领着娃们挖了1下午，捡干净着呢。你倒出来看。我想着到周末时你们一家子挖得多，我才在周末收。妇人蹲下身，把自己袋里的菜掏出来给何宁看。看我们捡得多干净，一个干草柴棍都没有。城里干部就好这一口，你拉去城里肯定卖高价。拉娃妈，我给你5毛钱，再高1毛我就不赚钱了。我不赚钱，我就不能拉出去了，我也就不收了，明白吧？明白明白，5毛钱都好得很。他们家6个姑娘加她这个当妈的，这1下午时间给她手里收入20块钱，这2个可想妇人心里有多高兴。6个姑娘，啧，我很好奇怎么拉扯大。娟，拉娃是哪个孩子？是他家男娃，最小的一个。他家还有个男娃，第7个。我以为就6个姑娘。肯定生的男娃，要不然生6个女娃干啥？我想好了，我再给你生一个。何宁脑子里恍惚，有文文有月月够了，男孩女孩都是咱的宝。娟，前面我看见雨滴来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回去了，她男人昨天回来，她买了些菜回去给她男人做饭。雨滴的男人，何宁好长时间没见过，只记得她男人县城出去打工挣钱，昨天回家是因为马上铺地膜种西瓜，有可能留下一阵子忙地里农活。何宁就等这帮年轻人回来，种完这茬西瓜，再不让他们出去。掏牙面窑洞，进深300米，宽40-50米，放最少80口酸菜缸。今年秋冬的事业，十里铺土地上长出来的大白菜，十里铺后山崖面上百年凝结成的土岩，腌制1个月的酸菜，运往桐城、兰城各大市场、各大餐厅、各大酸菜肉馆子，能赚大发，能打出品牌，独一无二，谁也别想冒名。先从雨滴儿老公开始，他在外面打工1个月能赚多少钱，可总给他开多少钱。娟，早点收拾，咱去雨滴家串门。李娟一脸高兴。真的？我刚说我想去雨滴家转一圈呢，你也想看他挣了大钱的男人？她老公挣大钱，在县城工地上干活打工，一天最多10几块，1个月最多200-300，挣什么大钱？李娟抓住男人肩膀，蹦蹦跳跳往雨滴家去。雨滴儿，你在吗？王家小媳妇从屋里出来，眼睛哭得红红的，肚子已经挺起来，6个月了。雨滴儿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？雨滴儿摇摇头，好看的圆脸蛋上满是泪痕。雨滴儿，我今天来你家，本想见到你老公，没想到他走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俩起了纠纷，能不能给我说说怎么回事？刚刚路过梅姑家的时候，听梅姑说了，雨滴的男人回家一趟，又出门了，还将雨滴手里仅有的600块钱拿走。他说他用2个月时间能挣一大笔钱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。他叫我跟他下去一块挣钱，我不去，他就把我600块钱拿走了。他把王元生也叫走了，他说2个月后就能挣几10万回来。何宁脑袋里一声嗡响，他把王元生领走了。他让我也下去，我这个样子，
我下去能干什么呀？他说我可以给他们洗衣服做饭。何宁又急又气，王元生这个混蛋，说好的跟我做事。然后王元生再把李佳义哄下去，李佳义再把另一个谁哄下去。十里铺村民手里刚刚宽裕一些的人，有可能都被轰走。这要蔓延下去，何宁依靠村里人做大事业的计划就泡汤了。这才想起来前世的一些事情。他在工地上辛苦干活，又跑矿上卖羊肉赚差价，刚攒下一笔收入，村里王元生找到他，让他加入一个组织赚大钱。吧唧吧唧解释了大半天，但何宁死了老婆女儿，没一点点热心搞大事。脑子里呼呼想起来了，十里铺村里有7、8个王家的李家的年轻人卷了进去。挣给屁的大钱，不就是给人洗脑那一套吗？没想现在就已经有这玩意了。去他妈的王元红！这样下去，接下来2年，整个村子都搞得乌烟瘴气。何宁已经明白雨滴儿的老公在干什么。娟，你跟雨滴儿再聊聊她男人的情况，我给李佳义安顿个事。从雨滴儿家出来，迎面碰见张老师。宁子，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家没人，我来何晶家找你，说你跟你老婆来王元红家了，我就追来了。张老师找我什么事？村长给咱们村争取的槐树苗有补贴呢，我给学校院里栽一圈。张老师，听我说，这批槐树苗是坏的死的，不能要。你等我2天，我给咱学校拉一车新鲜树苗，钱先从村长手里的公款借上，后面转腾清就行了。何宁又想起了什么，问一句：雨滴儿的老公王元红昨天回来了，他有没有去找你？王元红找我了，他说让我先放弃当老师，跟着他挣一笔大钱，再回来当老师教书，手里就有钱建设咱学校了。嘿嘿，这家伙口才了不得，看这个，他给我详细介绍了一下赚钱的模式，我研究了大半天，蛮有意思的。何宁差点跳起来。张谦，我警告你，他再拉拢你，你就完蛋了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拉上张谦，2人一同去往李佳义家。李佳义，王元红有没有找你说什么？找了，说让我跟着他赚大钱呢，我不去。他说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一句听不懂。何宁破口骂：去他妈的王元红，我饶不了他。李佳义一脸不理解何宁生的哪门子气。宁子，他也找你了。何宁纳闷，这家伙为什么没来找自己？重生回到92年，吃碗白金大米饭，明天挣个100万。何宁去往矿区一趟，顺便在镇上吃了碗牛肉面。透过玻璃看门外面街上，忽然看到王元生骑着自行车过去的身影。何宁惊喜坏了，冲出门口叫住王元生：王元生，回来，你个糊涂东西！王元生被他堂弟叫下去考察赚钱项目。这是什么？肖总，这是清水白菜汤啊。错，这叫翡翠汤，吃了白金大米饭，明天赚个100万。回想起昨天的经历，王元生觉得堂弟干的事业有点遥遥无边，不靠谱。回来问问何宁的意思，把雨滴儿老公拉回来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宁子，你觉得他干的是不挣钱？反正王元红不挣钱，他老婆6个月了，总不能挺着大肚子种地吧？2亩的西瓜需要一个攒劲劳动力操心。王元红不管土地，不管老婆，不管老妈。切，何宁，听上去你是为我堂弟家好，实则是为了拿你放西瓜的500块钱吧？对，我就为了我的500块钱，咱明天把王元红强行拽上来，他老婆心情不好，整得我老婆心神不宁，唉声叹气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王元生叹气：你堂弟住的地方你知道了？知道了，他们等着我拿600块钱返回去，我这不回来问你吗？你说我有没有必要去？王元生，你今天早上少赚500块钱，你说你去不去？什么？我今天早上能赚500块？我刚从矿区回来，你说呢？王元生，在我手里，你有3个项目赚钱：种西瓜、卖羊羔肉、挖窑洞，你仔细斟酌一下。王元生想明白了。何宁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我跟着你干。明天中午咱一块去县城，把你堂弟拽回来。一辆农运3轮车，4个人到黄原县城农贸市场，等在入口外大车停靠的场地上。宁子，你不是说去接2辆车吗？等在这儿拉什么东西？还有，王元生跟过来干什么？他不是要去他堂弟那儿吗？一大早，这村长和姑父何宝银2人跟着侄儿信冲到县城，是接2辆新车回去。银叔，咱拉一车大蒜回村里，你算一下能赚多少？赚个屁钱！这段时间算是1斤1块多，赶上猪肉价了，你拉回去一股朵卖不出去。咱是没门路，要有门路，搞一车大蒜回来，保证赚钱。银叔，姑父，你们再等会儿，我娃舅舅和许队长应该快来了。你娃舅舅和许队长干什么去了？村长，姑父，他俩跑东山继承拉蒜去了，赶这个中午回来。
王元生首先反应过来，何宁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宁子，你这2天搞这笔生意。何宁拍拍王家放羊的肩膀，不搞这笔生意，我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许队长的卡车，我小舅子跟着锻炼去了。村长跟姑父相互瞪眼，半天才明白过来，这小子人在村里，生意做到外面了。还是这段时间大家议论疯掉的算你狠生意，怪不得他能借出来1万多块买2辆3轮车。宁子，你他娘不言不声搞事情，吓人呐！这一趟跑多少天？东山继承那边的货拉到这，一路顺利没搅扰，来回4天多。姑父，把这笔钱拿上，咱就去农机场地开2辆车回家。宝银姑父刚想问这一趟能赚多少钱，远处一辆红色卡一声长开进来。村长，姑父来了，接车。何宁大步往前走，等在红色卡车跟前。好兄弟，有必要来这么多人接我们吗？放心，这路顺利的很，就是腿坐麻了。许大哥、小鹏、曾师傅受苦了，这笔钱不好挣。三姐夫还行，会适应过来的。村长他们3人将一捆捆大蒜往3轮车上搬装了满满一车。何宁和许建国去找市场交接人。表弟，嘿嘿，那啥，我迟早也要搞1辆的，对吧？嘿嘿，你手头宽展的话，趁我在这儿，借给我一笔，我也搞1辆。王元生，你早上咋不说清楚？我现在没拿那么多钱，人家又不赊账。王元生先是沮丧，何宁的话猛回过味来，又高兴的满脸笑。何宁对这家伙还算满意，他这2天没被他堂弟忽悠成功，说明有点定力。而且他虽然和王元旦、王元强是亲兄弟，但也没被王元强忽悠过去。就这一点，何宁有心帮他一把。王元生，你跟着咱村长在村道里上下跑3天，再把你2哥家车开出来熟悉上5、6天，你找我拿钱来。王元生高兴的想要大喊一声，大喊大叫的是毛坯楼下的一群人。从县城农机场地里出来，王元生带路往他堂弟搞挣钱项目的地方去。3辆3轮车往那边开的时候，老远就听见了他们的呼叫。一栋破旧楼房底下，一群人唱歌喊口号。没到那群人跟前，何宁的3轮车突然停下，熄了火。宁子，他们干嘛呢？好有气势！村长、姑父能认出来雨滴儿老公不？王元生，往前走一下，看你堂弟在不在里面。王元生往前走，嘴上说：“咋没看见袁弘？”30几号人，带头的穿着一身白衬衫，大吼一声：“我们要干什么？发财赚钱！背叛我的人，我都给他100万，将来效忠我的不就是几个亿了吗？”听懂掌声。30个人一起鼓掌。这帮人了不得，到底干什么的？看，袁弘站在最后一排，你们等着，我去把他叫过来。何宁扑上去，一把拽住他。王元生，你叫不回来他，看见那堆人没？我们叫不回来他，咱别白费力气，咱回村里。宁子，你不是说把王元弘拽回村里跟你干？算了，我想的太天真了，这事回头再说，赶紧回村里抓咱西瓜苗要紧。靠山吃山，开启挖窑洞新事业。宁子表哥，我以为你们几个人能把他叫回来。何宁努力表示一脸轻松。雨滴儿，你别忧郁了，你老公好着呢，你现在硬要他回来，他也回不来。你把你自个儿身子操心好，有什么不舒服给大家说，我们很方便把你送到镇卫生所或县医院。雨滴儿眼神里是感激，微微一笑。我没事，我就是担心袁弘，他出去一趟月寿了，他在县城做事，不远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1个月才回来一趟。何宁还能说什么？说那就是骗局，说王元弘脑袋已经不正常了，现在把他强行拽回来也会跑掉，只能等到他的组织不要他放弃他，让他心灰意冷，他才能回来。雨滴儿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老公挺好的，挺开心的，我们就没打扰他。几个女人也看出事情不对，这一番安慰下来，王家小媳妇就把她男人没接回来的情况给淡漠了。傍晚，上社的男人女人有4、5个，扛着铁锹，拉着2辆架子车到李娟跟前。宁子媳妇，村长昨天安顿的，说宁子叫我们呢，在你家崖面上挖大窑洞，说要挖3个月。是吗？我去问他。宁子，上社几个人找你来了，说要挖大窑洞，什么意思啊？何宁赶紧出去招呼这几个人。叔婶，你们干活，出一个工8块钱，干满1个月也有200多，比你们种汉川那些沙地好吧？中午饭晚饭这段时间我家没办法给你们操心了，到饭点各回各家吃饭，我先给你们手里一人给100块，不能给我磨洋工，我要看到实打实的进度。宁子，村长说你要搞窑洞酸菜，
窑洞酸菜是咱村今年秋冬的特色产业，叔叔婶婶帮我好好干，也帮你们各家创收。中午走的时候，我老婆给你们发钱。李娟这才听明白自家男人挖山脚牙灭窑洞要干什么。在自家房背后靠山吃山的大工程开始了。何宁领着他们几个到位置上。嘎叔没有特殊讲究，挖进去土运出来到门前坡底下就行了，不是多复杂的活。这几个人都是挖窑洞的好手，村长特意挑出来的。明子，挖窑洞的几个人，咱不给他们管饭。老婆，到中午时，几个妇人回家给他们孩子做饭，所以不用管他们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做他们伙食做不出来，他们干完活拿了钱回自己家吃饭，挺好的呀。你给他们提前说好就行。个人100块抵捐手里。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再安顿上一遍，干1天1个工，算8块。从东山拉回了2趟大蒜回来后，许建国就一直琢磨着拉什么才能赚钱。不行，还是得问问何宁的意见，这小子有点学乎。想通这一点，许建国骑上摩托车往10里铺赶去。兄弟，2天不见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找我干了？赚钱啊，还能干吗？你出资金，我出车出人，咱5-5分，怎么样？这段时间我没空。兄弟，别介，你的本事这几天我详细琢磨透了。你能看懂咱买2只大蒜赚1万块，你就能看懂还有别的东西能赚钱。来，咱好好计划一下。许队长，你老实说，你手里现在有多少积蓄？不是我哭穷啊，兄弟，我现在手里只有3万块，有2万还是从你手里赚来的。许哥，你手里只有3万块，这口气让许建国很不来劲。兄弟，咋地这就瞧不上我了？这年头能有3万块钱的人都是大老板，你这话里意思好像你比我钱多。兄弟，这2天市场的新鲜黄瓜价格又涨得离谱，咱搞一把。2天里得出结论，拉一车黄瓜能大赚一笔。不行，不能弄。为什么不能弄？黄瓜比大蒜卖的价格还高。许哥，你以为什么贵就什么赚钱？再说了，开一辆装2万斤的大卡车，到哪儿搞2万斤黄瓜？你不知道哪儿搞2万斤黄瓜？不知道。兄弟，别赌气嘛。许哥，你让我想想搞什么东西。许队长看何宁脸上神色凝重，知道他在想拉什么东西赚钱，很想问一声何宁怎么知道这么多，但每个人都有商业秘密，许建国不敢过多追问。拉着李通3轮望着许建国看见开车的10里铺村长，一个脑袋2个大。许队长，那1万块钱算了，反正我也要不来，你带好我这小舅子就行了。看见李鹏主动找来，三姐夫一脸高兴，这小子是清醒了。小鹏，你还想跟许队长跑车？姐夫，我跟着许队长挺好的，我熟练开车，再拿驾照，以后就能开大车了。好啊，李鹏，你以后开大车。李鹏跟许队长相处的这2趟，2人关系蹭蹭飙升。飙升的原因，许建国告诉李鹏，你三姐夫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你小子想发财想致富，你得跟着你三姐夫。兄弟，欢迎归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和您小舅子就是我小舅子，我等你姐夫指示呢。看在哪儿搞一车黄瓜。许哥，不是黄瓜，是牛仔裤，是磁带随身听，就看你敢不敢跑这一趟。许建国先是一愣，想了1分钟，看何宁兄弟脸上不是开玩笑。不是农产品，不是农产品。接下来1个月，在咱黄原县城，这2样东西最赚钱。南省江宁义乌商贸城搞3000条牛仔裤，搞500台随身听，你的3万翻一翻，带上我小舅子去吧。许建国突然觉得热血沸腾。兄弟，你确定我手里的3万块钱能翻一翻？就看你敢不敢去。这是我给你的信息，虽然我认为也值3万元，但看在你诚心带我小舅子的份上，我要1万。许建国咽一口唾沫。你不出1分，你不有3万吗？还让我出，不干算了。没说不干啊，可我出资又出车，算了，这趟我不计较。谁让你是我兄弟，谈钱多伤感情。我能赚2万，也比一车大蒜赚钱。除过给我的1万，你能赚3万，确定去，咱签分成合同。你们说的话什么意思？什么牛仔裤？什么南省江宁义乌？许建国搂过10里铺村长。老哥，你当好你的村长，服务好你的侄儿，你的10里铺用不了3年，会成为高崖镇首富村。何宁听出来许建国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村长能参与的事？何富英，你当好你土地上的村长。何宁递给许建国1页纸，去南省义乌，12345，注意事项写得清清楚楚。青青制衣厂的牛仔裤，索尼随身听。我天，兄弟，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半仙。去你的，少说淡话。你带好我小舅子，他要有个什么不对劲，你这一趟白跑。许建国把这张纸装兜里。来，何总，这一趟合作愉快。重生回到92年，张谦结婚，李娟要当伴娘了。小表婶，你看我练的字大有进步呢。
张老师和周萍萍一起进院里来，手里捧着一副红纸双喜点心，脸上笑呵呵。宁子给你们两口子送点心来了。张老师，点心是女方送给他本家亲族的，你给我送一副是什么讲究？送你吃一副不行，你吃一个，我给你说正经事。你说了我再吃，你先吃，我又不是跟你借钱。何宁站在院子里，打开张老师两口子送来的点心，每个人都分了一个。宁子，你的车，村长的车，何京爸的车，3辆一模一样的蓝驼王一起出动，帮我接亲。还有文文给萍萍当压马娃娃，文文乐不乐意？骑大马。文文，你蹬个屁！压马娃娃是女方娘家人的孩子，找我儿子。周萍萍那边人不笑话。张谦斜眼鄙视何宁，你不是不讲究这些吗？怎么还计较起来了？张谦又说了一些其他安排。李娟当周萍萍的伴娘，何宁当张谦的伴郎。何宁气呼呼，张谦，你不要太过分，用我的车也就算了，还用我儿子，还用我老婆，还用我自己，我家黑子心疼得很，要不你也用上。何宁这才知道张谦两口子一起送点心来的目的。何宁，你小心眼了吧？这你还计较？计较个屁！你说的这些都不合规矩。伴娘是女方的人，是未婚姑娘，你把我老婆拉去算什么？李娟一脸兴奋从屋里跑出来。宁子，我给你说，小表婶让我给她当伴娘，你说我行不行？看李娟神色，是比手里有1000块钱、有1万块钱还高兴的表情。怎么不行？当然行了。知道小表婶为什么选你当伴娘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你是村里最漂亮的小媳妇，不是小姑娘，不是看上去像最漂亮的大姑娘。李娟心里飘，脚下飘，飘到周萍萍跟前。宁子答应了，那我就做你的伴娘。张谦斜眼看何宁，一脸不乐意。你咋把你老婆不嫁到脖子上？你这德行，你小表婶看在眼里了，以后还不是折腾我？知不知道女人之间最喜欢拿这种事做比较？送走张谦夫妇后，李娟跑去二叔家一趟看爷爷。这2天又突然变冷，爷爷有点感冒，回来后忧心忡忡。宁子，你去接爷爷，我照顾爷爷，爷爷感冒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何宁太忙，又考虑二叔的感受，对爷爷的照顾不太周到。二叔家门口黑色桑塔纳，何军来了。何宁脑子里想，三叔也来了。何宁的三叔没来，来的是何军一个人。爸，你走不走？君子，宁子的医院房子都盖起来了，你不去看一眼，这就走？爸，他现在不是我兄弟，我不去。何国民口气是悲愤，是无奈。我走了，你爷爷怎么办？给宁子一塞不管。爸，你为了我爷爷，你不要我妈，你不要你孙女，你想再把他当你儿子？你走不走？我问你最后一遍。何宁在院子里大喊一声：“二叔，你跟何军去吧，我爷爷我来照顾几天。”何宁走进上房屋里，站到炕沿边，双手伸出：“爷爷，来，孙子背你过去。你不是喜欢吃娟做的洋芋疙瘩汤吗？”何国民拦住侄儿：“宁子，要不让君子把你爷爷和我一块接下去？”不行，我爷爷感冒呢，还晕车。二叔，你想把我爷爷折腾死？何军眼神里对这个堂弟是惧怕，是愤恨，是无可奈何。爸，让他接走。何军不要爷爷。何宁心里的话不想说出口。何宁给爷爷戴上帽子，背起老人回家，自始至终不看何军一眼，跟他没人情了。月月带满月，他不来；新房子上梁，他不来。今天他来村里了，他不认何宁是兄弟。何宁背着爷爷，后面跟着一蹦一跳的小文文，从屋里出来站院子里。二叔，你放心，你的10亩西瓜苗明天开始移栽，什么都不会耽误。何国民看自己亲爹被侄儿背走，叹一口气：“君子，你不知道宁子现在是什么人，你迟早后悔。”我后悔个屁！我和君靠他吃靠他喝，我爷爷死了，事情一完，我跟他一点儿关系没有。背着爷爷回到自家大门口的何宁，听见村道里一声隐约响吹呜呜去。希望二叔在亲儿子儿媳跟前能过得安好。何宁干完农活回屋里，给坐在炕上的爷爷擦脸擦手，再拽一把爷爷白胡子。老头，我二叔不回来了，你别惦记了。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不惦记三叔，把三叔忘了。爷爷脚下躺着月月，小崽崽咬着手指头，呀呀，看见爸爸，没牙的小嘴咧开，笑成一朵鲜花，小腿乱蹬。何宁抱起月月，整个脸埋进去。月月，爸爸想你，爸爸在地里干活，每时每刻都想你。宁子在不在？张谦小两口找何宁是在安顿一遍用车的事。张老师，你俩的婚礼非要讲这个排场，非要一模一样的4辆新3轮车。张谦盯着何宁看1分钟。
何宁，我就知道你有抵触。我没有抵触，我只是觉得没有这4辆车子的，你俩就不结婚了。何宁，我以为你能想到我的用意，哎，看来你这2天太忙了。恍然大悟，张谦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有文化人想的细致。张谦的意思，十里铺有新车4辆，一模一样，一起出动，一起接萍萍娘家人，是十里铺的形象，是何宁跟村长的形象。张谦，你是为我好，是为咱村长好，当然了，说到根本上是为你和周萍萍好。王元生买一辆新车那天，何宁没有陪着下去，是村长带他下去的。早上开下去1辆，中午开回来2辆。十里铺村里有了一模一样的4辆蓝驼王，一起出动。5月3号晚上接新娘子周萍萍。重生回到92年，接亲堵门怕啥，直接拆了。宁子，你去燕子家，娟和文文、月月都拉上，家里我照顾。李娟想去姐姐家，但家里有爷爷在，还养着大小4只羊、2只猪仔、20只鸡仔、1只狗仔，还有活下来的3条金鱼，走不开，就叫来了梅姑帮忙。你呀，啥事都麻烦姑姑。是亲姑姑，是亲妈一样的亲姑姑。姑姑，这是小鹏昨天从义乌带回来的牛仔裤，你等会试试看，我们晚上回来。去吧，家里放心，有我呢，晚上不回来也行。3轮车吱哇乱叫，拜拜黑子，拜拜狗狗。黑子追在3轮车后面，死没命跑。何宁把车子在河湾里停住，黑子绕着3轮车委屈的哼唧。何宁弯腰抱起他，扔车厢上，一路到何燕家里。这回还没有劳动节放假的说法。5月2号刚好是星期天，3个外甥们都在家。月月想死姑姑了，娟，你怎么奶的月月跟电视上的娃娃一样漂亮了？姐姐，我心情好，吃得好，奶水好。何宁最开心的是，别人夸他女儿漂亮。我老婆眼睛大，脸蛋漂亮，我女儿跟了她妈妈面相，能不漂亮吗？弟弟一家子过来，当姐姐的最开心了，包上饺子招呼娘家人，难得在当姐的家里团圆一次。姐，我们要早点回去。张谦老师4号结婚，今天下午他家就有人了，我的车要给他帮忙拉东西。你这顿饺子呀，我是顾不上吃了。宁子、娟和文文、月月留一晚上不行吗？非要他回去，你早点回去，你照顾他们。那好，他们在姐家待一晚上，我早些回去守爷爷，守其他仔仔们。张老师结婚，等着文文和娟给他撑场面，要不然让娟在姐姐家放松2天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宁顺路去了一趟，将大喇叭拉去张谦家，等后天张谦结婚的时候，让李娟上台给大家唱首歌。张谦看一眼村长家电视天线杆，有些没想通。何宁，干嘛把天线杆一起抬来？喇叭放房顶上不就行了？张谦，你不早说。宁子，你车呢？我给你车上碗个红背面，明天9点半，咱到周萍萍家。张谦5月4号结婚，5月3号提前接新娘。第2天早上9点，不见姐夫送老婆儿子女儿回来，何宁有些心急了。这个点还要忙张谦的事。说好的9点，带男方4个接亲人。3轮车开下去，张谦一身红色长袍，帅气新郎形象，贴到何宁跟前。宁子，你老婆昨晚没回家，你就这脸色，一夜没睡着，管得着吗？操心你的事，都安排好了没？安排好了出发。3轮车上挽一个大红背面，接亲的几个人，2个当婶娘的张家妇人，1个当叔的长辈，1个亲姑。大门口，张家大表叔给亲兄弟塞了7、8个红包，女方堵门要塞这一把红包，细节上要注意的事情再给张谦安顿一遍。周萍萍家7大姑8大姨，也有很难缠的几个人，堵住门刁难这几个接亲的人就是麻烦。嘿嘿，我接我老婆的时候，一把5分钱从院墙扔进去，趁他们弯腰捡的时候，我跟后面几个人一下子就挤进去了。何宁兜里也装着10个红包，他觉得肯定派上用场。往镇上开的这半个小时，希望碰见亲姐夫的车拉着自己气儿，没碰到。40分钟后，3轮车停在周萍萍家大门口，新郎站在最前面，喊2句接亲的话：送来张家财，接走周家宝，平平安，老公接你来喽，给我把门打开。小兔儿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不要太难为人。里面外面一阵哄笑。周萍萍家一帮老娘们堵门，嚷嚷着红包塞进去。张谦兜里的红包塞完了，这帮人还不依不饶。红包给你们撒进院里了，赶紧去抢。包着1块2块的红包从院墙上扔了过去，铁大门果然松了一些。何宁跟张谦使劲一推，跟在后面的几个人都进去了。张谦也进去了。让开让开，新郎进来了，堵什么门？周萍萍一身新娘子打扮从屋里出来。谦没来，
我老婆看俩孩子，这个程序来不了。今天晚上从我家往张谦家送你，他才给你当伴娘。周萍萍家的出阁程序走完，新娘子接到何宁家屋里，是周萍萍的意思，早就说好的。新娘子给李娟涂红嘴唇当伴娘，可想李娟心里有多激动。这老婆子昨晚不回家，今早不见人，估计把这一茬给忘掉了。二位老师，没我事了吧？我去接我老婆了。何宁，你老婆在哪儿？你要去接？昨晚在我姐家玩，今早还没回去，我去接一趟。你把她接我家来，娟是我伴娘呢。好，等着，我把她接来。三轮车往小学去，半路迎上小学的三轮车，车上拉着何宁的老婆孩子加狗仔。张东平一脸不好意思：娃舅，3模2收拾的就迟了。你不是送你们新郎老师去女方家吗？咱往我家跑。姐夫，接亲的人送过去了，晚上再把新娘子接回十里铺。娃舅，还是你的车接新娘子？我盖房子，张家表叔给我帮了大忙了。张东平着急赶回小水村，他本家兄弟也是今天娶亲，他开车帮忙拉东西。娟，去新娘子家，她等你呢。不行，不能去，我哪能不管爷爷？张谦事情上吃的饭菜油水太大，爷爷会拉肚子的。再说了，梅姑不会给村里人卖东西。我们回家，下午给小表婶解释清楚。儿子抱爸爸怀中开车，娟抱着睡着的月月坐车厢里。姑姑，你一早就守在这儿，姑你受委屈了。梅姑把月月接过去，脸蛋上疼一口。我的个心肝宝！姑，你还要给张谦家帮灶？宁子，我不急去他家，你姑父出一个人出1辆车，从昨天帮到现在，可以的。李娟一脸兴奋。姑姑，我忙完家里，咱一起去张谦家帮灶。跑出跑进的李娟把家里事忙完，走喽，去看新娘子。重生回到92年，她真的只是表妹，这次误会有点大。娟，在咱家门口放什么炮？傻掉了吗？宁子，新娘子接来，不是要放炮。新娘子接到咱家过渡半天而已，放炮要在男方家门口放，懂不懂？2辆车接新郎新娘和随从一起回来，晚上8点以后，新娘子才能送去男方家里，在何宁家里暂时过渡到晚上。你给我不说清楚。何宁摇摇头，这事还要别人说？他结过1次婚了，程序都一样。生完2个孩子后，忘了个一干二净。苦苦菜发芽芽，新媳妇吃上怀娃娃。谁给你教的？妈妈。不是我教的，是我姑教的。我姑说了1遍，我儿子一学就会。新娘子给他掏一袋喜糖。文文，你妈妈给我当伴娘，你乐不乐意？文文，把你妹妹给我当娃娃，你乐不乐意？小文文看看手里糖，想10秒钟，摇摇头。不行，妹妹会哭。李娟拉住新娘子，羡慕的不行。哇，小表婶你今天真漂亮。娟你来，我给你准备了衣服，我给你化妆，你也跟新娘子一样漂亮。何宁接来新娘子，放自己家缓着。车子开下去到张谦家，拉上来1大盆红烧肉，1大盆炒菜的肉。回到院子，娟，不是说周老师给你化妆的吗？不化了，化了妆月月不认得妈妈了。傍晚饭点时间，店来了，大喇叭上秦腔满村子嘶吼，听得人耳朵上炸愣愣难受。许队长刚好要来十里铺找何宁，赶上了张谦老师结婚。好兄弟，5天半不见你，想你的不行。你们2口子现在是村里明星了，咱俩好好喝一杯。许队长，咱俩说说正经事。拉着许队长回屋里，边喝茶边算账。许哥，上次的一车祸，你投资3万，赚翻1番多2万，还瞒着我不说，你以为我算不来？许建国一脸讨好善笑。兄弟，我服你，我的打算，我再跑一趟南省油，拉牛仔裤拉随身听还能赚钱。你小舅子跟上，你出1万元资产，给你翻1倍，怎么样？这年头，时髦衣物和小商品拉来龙手，只要有销售渠道，肯定赚钱。许老哥的注意力从高工程搞副业转移到商品贸易上了，但这不是长久事业。许哥，你愿意听我话？兄弟，你说1+1等于3，我许建国不怀疑。好，那你听我安排。跑南方拉小商品回来是能赚钱，但不如搞房产赚钱。你手里资产抽一部分出来包工程建楼房，再抽一部分出来买房子，20年后10万赚50万，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，20年以后你是黄原县亿万富翁。许建国听得一愣一愣，何宁的这种话一时半会儿他消化不了。晚上8点，村长车开进，新娘子坐上去，娟和文文也拉到张天见。第2天，何宁和村长几人去接女方娘家人喜客，是4辆一模一样的蓝驼王，非常拉风。这年头偏远农村，整整齐齐这4辆农运3轮，
就是20年后4个圈的小轿车。过来，你们几个坐我的车，这就是陪嫁。自行车呢？缝纫机呢？后面几个人抬着大箱子又过来了。缝纫机抬我车上，不是说还要陪嫁个洗衣机吗？东西呢？几个人又抬着洗衣机的大箱子，1800块彩礼，就缝纫机、洗衣机这2件，陪嫁估计有大1000了。周萍萍要了彩电，还想要新3轮车、摩托车啥的。张谦一番忽悠，说用的话跟何宁借上，等这茬西瓜下来，家里会买一辆新3轮车。张谦也不老实，连哄带蒙女老师正经领进门了。李娟在张谦家帮造，忙活了大半天，起身休息一下时，正好看到何宁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在说话。哼，一回来就和人家小姑娘有说有笑的，肯定很多年前就认识。宁子，你不说要给大家唱歌的吗？不是我要唱歌，是我老婆要唱歌。何宁从村长手里接过话筒。李娟，出来，哪去了？给大家唱首歌了。大喇叭里自己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。瞎喊什么？真讨厌！宁子叫你呢，你去吧，跟他唱歌。我不唱。李娟站在一院子人眼前唱歌，心里是真的不自在。李娟，咱俩来一首恩恩爱爱牵绳上荡悠悠，过来啊！这老婆咋喊上没反应？何宁表哥，我会唱这首歌。好，那你唱女声。小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。人群里亲戚们喊：好，你们小两口唱得不错。喊这话的人估计不认识李娟是谁。何宁感觉背后一抹无形无影的杀气射过来，刺到身上。一转身，这抹杀气是从李娟眼光里射出来的。何宁拨开人群，走到李娟跟前。嘿嘿，唱歌嘛，这种眼神那啥，叫你呢你不来。李娟气呼呼憋出一句话。他还抱着我玩。何宁赶紧回去抱上女儿去追李娟。他是孩子爸爸，你啊你，不知道的亲戚还以为你是李娟。周萍萍脸上虽然笑，但口气是抱怨。何宁喊他老婆，你凑上去干什么？这下误会闹大了，你看他俩。抱着孩子的何宁跟在气呼呼的李娟后面。老婆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跟他不熟，真的，她是小表婶的表妹。哼，电视上的男人也都喜欢说这句话。重生回到92年，王门之殇，王家事件尾声。笑死了，何宁，你跟你老婆的事情都传到我这来了。我哄了3天才哄好的，折腾人呢。哎，不说这个，许队长有没有电话过来？你现在好歹也是10里铺致富带头人，家里不装个电话，天天往我这跑算啥子，烦不烦啊？罗麦拿起桌上的小卡片递给何宁，打这个电话，许建国留的羊肉的钱等我发工资再给你。放下手里的羊羔，何宁转身去了一趟邮政局，是时候给家里装一台电话了。门口停着一辆工程车，工作人员栽一根杆子，拉一道线。首部电话安装费1万，第2台5000，何宁和村长家各装上一台。站在车子跟前，拽过铜线头子，愣怔怔看了半天。同城市同业公司的铜线，前世20年后，何宁认识一个马大姐，她就吐槽过，93年的生意比13年的生意真是好做。93年拉1吨铜线出去就能挣5000块钱，她在7月拉铜线，直接挣了40-50万。想到这，何宁脸上露出一抹笑。兄弟，傻乐呵什么？座机装哪个屋子？老哥，先装我爷爷的屋，线留长一些，能移到新上房。2个人忙完，工程车发动起来开走了。宁子，张老师刚刚过来找你，他说你回来就去学校找他。张谦找我，有可能是借钱给学校里搞事情，可我给他借，就他那点工资，拿什么还我？但我儿子我女儿可不能在破破烂烂的学校里上学。李娟听明白了，男人是什么意思？宁子，你想出钱建设咱村里学校？学校建设不能只靠我出钱，我要搞一件既能把学校搞漂亮，也能赚钱的办法。还没想到有什么办法，我等会去见张谦。张谦的声音在外面应声。宁子，哪能要你去找我？求你帮忙，肯定是我来找你吗？周萍萍跟在张谦身后，2人虽然笑着，但何宁看得出来，老是小两口这段时间心里并不愉快，跟何宁一样，一抹悲愤压在心底，想起来的时候咬咬牙咽下去。小表叔，喝啤酒不？我抱来一扎，咱俩好好喝一下午。何宁忙着赚大钱，还有心情跟我喝酒？喝，老子不管了，今天要喝一肚子，去他娘的！转身跑进屋里，一扎啤酒抱出来。娟，我今天下午不出去了，我跟张谦好好说说学校里的事儿，喝多点没事吧？你不要担心我。屋子里月月大哭，又把文文吵醒，大喊妈妈。2个女人一起往里跑。没事，宁子，我看孩子，你跟张老师好好聊。何宁和张谦坐在院子，各自手里一瓶，碰一下喝掉半瓶。
何宁，我在黄原师范念书的时候，一次就能喝掉8瓶。切，喝8瓶还敢拿出来给我瞎掰？我在镇上当混子的时候，一次喝20瓶，然后拿起一把菜刀就冲了出去，刷刷刷，砍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张谦哈哈笑，骂一句：“你喝10瓶我看看。”我现在是正经人，脾气好，心眼好，喝10瓶干什么？两个人把一渣子喝的剩最后2瓶了，各自手里提着。张谦站起身出去，站在大门外土坎边撒尿。张谦，你他娘的就不能站远些？何宁，你喝醉了，你再不要喝了。何宁抬起有些恍惚的眼神，看张谦转身进来，骂一句：“我喝酒能喝醉，你是不知道我的酒量。”张谦又坐在何宁身边，拍拍他肩膀：“宁子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你找许队长拉回来的这批被套，你赚了大几万，咋地？想借2个？不借，你那点工资多一半花给了学校，你有钱还我。”张谦咕嘟咕嘟把剩下的半瓶啤酒喝完。宁子，我今天就是跟你借钱的，借300块。孩子们要过6·1儿童节，5个班，48个孩子，白衬衫、蓝裤子、白鞋，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。我跟平平的学生，这个儿童节我让他们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我们十里铺小学的孩子，从这一届开始是最开心、最快乐的孩子。宁子，还有一半学生没有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鞋，我要给他们买上。我工资不够，我找村长借了，村长手里拿不出来。宁子，你卖被套挣了大几万，你不愿给我借300块？张谦说完这些话，脑袋垂下，眼泪珠子吧嗒吧嗒的抽鼻子。何宁心里猛一紧，张谦，你跟我借钱就借钱，你掉什么眼泪？我没说不借你，你刚才说不借。说这话，张谦表情愤怒盯着何宁，眼泪又掉出来。何宁脑子里咔嚓一下，被雷击中了。张谦喝醉了。何宁，你明明可以翻进去的，你为什么翻不进去救他？你可以救王元旦的儿子，他和你勇勇弟弟是一个班，我让他俩做好朋友。何宁咬着前门牙，努力忍着，多少天来压在心底里的悲愤压不住。他妈的，你怪我了，你是怪我没救他。张谦把脑袋勾下去，哭得肩膀颤抖。我的学生，我的学生啊！何宁咬咬牙，吼出一句：“张谦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那天如果被淹的是文文，那李佳能就是我。但凡伤害我妻儿的人，我必将化身魔鬼，绝不手软，绝不留情。”王元旦因为丢砖头件事进去了12年。何宁来来回回跑去看王元旦2次。他的儿子王门恨十里铺的人，天天在学校和人打架。何宁就是担心王门以后走上王元旦的老路，但没用。那天王门和李佳能儿子打架，将李佳能的儿子踩在水里，差点出事。李佳能知道后翻墙进王元旦家暴打王门，那一幕何宁看在眼里，不怕8大金刚，不怕13太保的何宁，却怕了一个9岁的孩子。张谦抬起眼睛，擦一把眼泪，啤酒瓶往嘴上打，没有了。我理解。张谦，你理解个屁，你不理解。何宁，我说了我理解，是你不理解我理解你，你这个混蛋。你敢骂我混蛋？你一个当老师的，你再骂一声。你就是混蛋，你能翻过去的，你能拦住李佳能的。我翻不过去，他要淹的人不是我儿子，所以我翻不过去。他才多大就敢亮刀子，就敢打掉勇勇2个门牙，就敢将李佳明的儿子踩在水里，所以我翻不过。两个人相互瞪着眼睛，大吼大叫。小表婶，他俩会不会打起来？娟，不会的，没事儿。小表婶，要不要过去把他俩拉开？没事儿，不用管，不会打起来。院子这边，张谦又大吼一声：“何宁，借我钱，500块，1分都没有。怎么着？你刚才说300，怎么又成500了？我不但要给我的学生们买白衬衣，我还要带他们到镇上吃卤猪蹄，你借不借？你不但要给我借钱，你还要开3轮车把他们拉到镇上去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就这么定了。”张谦转过身，身子晃了一下，走到这边院子。周萍萍抱着文文，张谦伸手来，文文，老师抱，老师疼你。何宁跟在张老师身后走过来，看文文有些慌。文文是你的好老师，让老师抱抱。张谦抱起小文文，大脸蛋小脸蛋贴紧。张谦，你亲的是我儿子，是我学生，他还不是你学生，还要5年。他现在就是我学生，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鞋，给文文也穿。我带他去镇上过6·1儿童节，吃酱猪手，拿钱500块。到底是借钱还是拿钱？说清楚。转身李娟几个眼，拿500块给张老师。宁子，小千先跟你借上，他想让学生们过好这个6·1节。李娟跑进屋里，拿出来递给张谦。小表叔够不够呀？什么小表叔？我是文文老师。你是文文老师。张谦拿过500块钱，口气坚决。何宁，你记住，我张谦绝不是欠人钱的人，我是万不得已才跟你张口，我下个月就还你。
你还个屁！你工资够不够还不一定。张谦抱着文文出院子。平平，我们走。哎，张谦，你把我儿子放下来。文文，爸爸拜拜。小文文在家憋坏了，就想出去玩。宁子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把孩子再给你抱回来。宁子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何宁听到门口动静走出来。殷叔，这一大早的，你干啥子？宁子，出来赶紧去镇上，苏矿长派来的人要见你。殷叔，别哄我，苏矿长有时间跑镇上见我。不是苏矿长本人，是他派来的一个代表。宁子，修路的事，苏矿给市上线上通了气，派人跟吴镇长谈话，让咱俩赶紧上去。咱村里修一道宽展路的事儿，看样子是有眉目了。村长口气微微紧张，脸上的神情比机井出水那天高兴10倍。何宁转身回后院，摩托车突突突拉上，村长到镇府院子。何村长，何宁，我开门见山说我的来意。你们村的路太破，大车拉西瓜进不去，能进去出不来。苏大的意思，他出资帮你们村一把。这多不好意思。何宁心里骂一句：村长，你不好意思个屁！修这条路只有相关手续核实，苏矿给你们村的投资款项才能到位。吴镇长也答应了，尽快写好材料上报。叫你们2个来的意思，也是咱们3方相互通气，紧密配合，让苏矿出的这笔钱能专款专用。何富银眼睛瞪圆：温矿长，那能出多少钱？富银，这是你们村天大的好事，要抓牢了，不能有丝毫马虎。何富银转过脸，推一把侄儿。宁子，你的想法给吴镇长说清楚。我能想到的情况都给我们村长说了，我们村长也给吴镇长都交代过了吧？我没必要再累赘。吴镇长，何村长，那我先走了，我等你们好消息。苏大的意思，手续上的事不要拖得太久。苏大的一句话能让王镇长走人。新上任的吴镇长不是不知道，这事儿肯定不敢马虎。何宁心里有了底儿，这道手续超不过1周。何宁，殷叔，你跟吴镇长再探讨一会儿。何宁跟在温矿身后出镇府院子。何宁兄弟，咱就不藏着掖着说话了。刚刚没说批了多少钱，就是希望你不要计较你们镇上的手段，不要耍横脾气。苏大出30万，只要有25万甚至20万能拨到你们村里，你就什么都不要计较。能答应苏大？这有什么不能？告诉苏大，我何宁谢谢他，他出的这30万，我会以别的方式回报给他。你小子，好了，我走了。你们村长说你们家有电话了，打电话问候一下老苏，再见。何宁目送着他的车子回到10里铺。村长，这次修路我让你手里捏20万，你带头，许队长的人当技术员，咱村里人一家出1个劳力，咱村里路咱自己修。工程资金里面有1/5是人工费。10里铺村民挣这笔钱，上社人家的收入有保障了。村长何富银忽然间神情恍惚。同业集团第3分厂白厂长办公室，你们这帮废物都该下岗滚蛋！咱同城出铜矿，出最好的铜线，既然销售不出去，从今天开始，销售科的人谁也不许坐办公室里，都出去跑业务，去大街上发传单。厂长，我们真站到大街上发传单？不，宇文元敲门进来。厂长，你儿子带着人要见你。不见。是帮他挣钱的那个小伙子，说非要见你。白厂长知道来人是干什么的，不就是想通过他儿子找他卖西瓜的农民吗？冷静一会后，还是决定见一面，再打发走人，免得儿子难堪。爸，你怎么愁眉不展的？好像我跟你要钱似的。从刚刚一见面，白厂长就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白厂长，从我和你儿子进来，我有说过让你帮忙处理西瓜的话吗？不是处理西瓜的事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拉一些铜线。什么？白厂长，我先要10吨铜丝，再粗一点的铜线，后面也会要，价格嘛，咱好好谈。何宁看到眼前的白元朝，脸上极力掩饰惊喜。白总，4天以后我来拉10吨铜丝，半个月内我再要100吨货，有困难吗？100吨？你有60万？1吨6000。何宁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可能？20年后，1吨铜线3、4万。何宁的心理预期价是8000。白元朝一激动就把最低价格暴露掉了。白厂长，20天时间，我预定100吨货，我现在给你放5万块钱定金。白厂长脸上笑开了花，立马将收据合同弄好，生怕这笔生意给飞了。何老板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何宁装好票据，骑上摩托车找到了许建国。许哥，再给你2天时间休息，2天后帮我跑一趟北疆省会亚中机电市场。许建国一愣，脸上表情严肃。没问题，拉什么货？不是拉货，是送货，10吨铜丝，来去也是8天10天。上次的1万块钱我不要了，当你这一趟的辛苦费。兄弟，这话见外了，
你们村长给我哭穷，说他给我打电话交不起电话费，你倒好，不计较这1万块。许建国还没意识到，兄弟跟他谈的是一笔赚40-50万元的生意。何宁呵呵笑，许队长，你这话里什么意思？你要帮我们村长一把？兄弟，我许建国这1个月和上1个月已经大不一样。许队长答应过何宁，将来条件好了，挪用的1万块钱会加倍还给十里铺。还给十里铺的意思就是还给村长。出了门，何宁再将脑子里的思路捋一遍。北疆接车的是马大姐的亲戚，她老公是同业集团销售科科长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北疆急需铜丝，直接找他要联系方式肯定不行，得好好想想，编个理由。重生回到92年，何宁套路马翠兰，北疆联系方式拿到手。傻蛋村长，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，吴镇长没告诉你，修路资金25万要捏在你手里。宁子，别开玩笑，怎么可能的事？吴镇长把修路的人都组织好了，明天进咱村里推土机1辆，挖机1辆，还有何富银，你这几天跑来跑去瞎忙活什么？苏大给何宁打过电话，交代的明明白白，35万元在高崖镇公账上取出来25万，以现金形式交给十里铺村长。调转车头再找吴镇长。咋了呀，宁子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25万必须取出来捏在你手里，他居然不跟你说，咱不要他组织人修路。摩托车突跑镇上去，吴镇长不在办公室，说是去调研了。算了，宁子，明天一早上班的点，他准时来办公室点卯，咱就碰到他了。不行，现在立刻马上，我要见到吴镇长，这笔钱你今天就要拿到手，明天就要动工修路，1天都不能等。可是他不在啊，调研去了，46个村，我们挨个去找。银叔，这个点，这大热天，吴镇长会去下面村里搞调研，你信不信？我知道了，走，宁子，去镇上羊肉馆子。摩托车从镇府院里骑出去，停到镇上门面最阔气的羊肉馆子前。何宁，我正忙着，你有什么事？等我吃完饭再说。何宁脸上的冷沉也换成一脸微笑。吴镇长，就2句话，我说清楚，不打扰你招呼上级领导吃饭。苏大拨下来的35万，有10万是给咱高崖镇，你怎么补镇上窟窿我管不着，但有25万，今天连着修路的原件手续一起送到我们村长手里。吴镇长，25万，一个子都不能少。今天送不到我们村长手里，这笔钱我1分不要了。苏荣1分不少会收回去。吴镇长，听我一句劝，珍惜您的羽毛，不要在我们十里铺村长手里搞幺蛾子。何宁就是乐呵呵说这句话，转身走人。银叔，我们走，你回村里去。你妹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两人从2楼下来，何宁大步往自己摩托车跟前走，被村长一把拽住。宁子，你那几句话会不会将吴镇长给得罪了？村长，你听好了，真要将他得罪了又能怎么样？你想过没？这钱在他手里，别说25万，50万路都不一定能修好。路我来找人修，你再安排其他人家来干活，给他们开工钱。何富银觉得侄儿说的对，大不了这个村长不当了，但路一定要修好。银叔，回去等着拿25万，等我回来。宁子，你现在去哪？去市里一趟，办我的事。我估计那笔钱送到你手里就到晚上了，你赶紧回去。摩托车突出去了。同业集团下面一个分厂是奶牛厂。哎，这不是之前卖被套的小伙子吗？找我啥事哩？翠兰姐姐，找你做一笔生意。跟我做一笔生意？翠兰姐姐，我叫何宁，十里铺种瓜种白菜的。你这不是养奶牛吗？找你拉牛粪来了。马翠兰呵呵笑。行啊，你们自己出车出人，拉走就行。我还在为怎么处理牛粪发愁呢。何宁的本意是想用牛粪的话题把他北疆的联系人拉扯出来，脑子呼呼转一圈，自家村里的土地不正需要肥料吗？翠兰姐，你的意思我出车出人力，把你场地里的牛粪拉走就行了，不给你钱。你拉走，给我把那片场地腾出来，我谢谢你了。翠兰姐，等我一趟北疆回来，大概7、8天时间，我就派车过来拉牛粪，到时候一方给你20块。说完这话，何宁等着马翠兰接上他的话口，说北疆有他认识的人可以接洽一下。他没接话，在一旁兴奋地算着一方20块的事。市场价一方20块，等我从北疆亚中机电市场买来耕机后，咱就签协议，等我10天、8天、半个月。马翠兰脸上的惊喜又暗淡下去一些。要等这么久吗？我在北疆机电市场没认识的人，买机电可不耗时间耗精力。毫不犹豫，马翠兰说出了何宁费半天竟想听到的话。这不巧了吗？我有亲戚在那边，还是领导呢。你去找他谈，有个人接洽引路，省时间省力气，还能给你省一笔钱呢。何宁身心放松下来，真他娘费劲。何宁掏出1万块。翠兰姐，拉牛粪的押金你打收据，你在北疆的亲戚领导，具体联系方式给我留下。马翠兰神情一愣，犹豫了10秒，有些为难。何宁心里一咯噔，咋了，翠兰姐，不想要这1万块？
哎呦呦，你这兄弟真好说话，太朴实了，太老实了。实话说，场地里牛粪拉出去，要雇人雇车，你出人出车拉走，我松活一大截，我敢要你的钱。何宁脸上的不自在掩饰住，摸一把鼻子。马大姐，商场如战场，要不是十里铺急需一笔资金，我也不会去抢你生意。希望你回头别骂我就好。何老板，这样子好喽，我一方算你10块钱，我再给我北疆的亲戚通个气儿，好好接待你，你尽快赶过来，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。来，翠兰姐，友好一个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喽，何老板，你这是给我送钱呢？嘿嘿，哪里，其实我很抠的。摩托车从桐城骑到黄原县城邮局门口，刚好误点，赶6点回不去了。答应了老婆，6点回不去，赶紧通个话。喂，是李娟吗？你老公被人绑架了，拿10万元过来赎人，少1分都不行。捏住鼻子的手放下来，正常口气。老婆，我这样说话你都能听出来啊？当然吃晚饭，婴儿爽身粉是吧？什么？村长叫了我3遍。好，我安顿完事情就回去了。挂了电话，又找到了许建国，交代清楚去北疆送铜线的事。许哥，听明白了吧？这笔生意做成，我赚50万，我给你10万。兄弟，我拿你10万，多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个屁！你能给我们村长还那1万块，你就有资格拿这10万。还有把你的副业队拉到我们村修路，1个月时间，你手底下这些人能挣一笔高工资。许建国一把搂住何宁，抱在怀里。好兄弟，及时雨啊！我手底下的人正愁没活干，你这是救兄弟们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重生回到92年，白厂长过河拆桥，铜线生意，何宁出局。娟，过2天我要去一趟省城办事，顺便进一下货。李娟300多块钱拿出来，一脸不好意思的口气。宁子，这是卖东西的收益，都给你提货，是去东部市场。何宁把300块接过来，花500块钱拿的杂货，卖成300块了，啥都不敢说，夸一句。谁说不赚钱，赚了300呢？不错不错。李娟眼神斜过去，不太明白，是真夸我。何富银坐在办公桌旁，写算算，一脸兴奋。多少年来，穷得叮当响的十里铺，猛一下有了公款。村长把这笔账算过来算过去。村长，25万还没动吧？没有，明天用2000块拉柴油，2辆推土机，1辆压路机，1辆挖勺机，一天就烧300块钱柴油，了不得。何宁呵呵笑得人畜无害。银叔，扣掉1万，给我24万急用，过2天我还你30万。村长一愣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这什么意思？铜线的生意给村长解释了一遍。何富银腿脚发软，脸上要哭的表情。宁子，咱能不能谨慎一点，一步一步来？卖西瓜、挖窑洞、修路、种白菜，我都听你的。可这个钱，我能不能不给你？村长，我拿24万，还你30万，你挣6万，你不心动？可是宁子，难道就不赔掉？叔，许队长给我电话，5辆卡车从北疆跑来桐城，拉了铜线再跑北疆，说万无一失那是不可能。不怕，做大事挣大钱，岂能算小账？何富银颤巍巍地打开柜子锁，拿出黑色塑料袋，10多斤重的现金，往何宁手里递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宁子，咱不折腾，咱一步一步慢慢来。”何宁一把抓住黑色塑料袋，何富银死死拽住，脸上祈求，做最后挣扎。银叔，你放手，你这当村长的咋就跟不上趟呢？后天你跟我去一趟桐城，还你30万。何富银是强迫放手的，钱被何宁提走了，感觉自己神魂丢掉了，看侄儿背影远去，有气无力喊一句：“我这还跟不上趟。”销售科长怒气冲冲找到了白厂长，厂长不能跟那个何老板合作了。社科长将来龙去脉讲给白厂长听。何宁这生意是他老婆马翠兰私底下帮何宁牵线搭桥做成的，我自家亲戚的人脉资源，凭什么让他在这中间赚这一笔50、60万的差价？白元朝刚要张口骂何老板无耻，忽然意识到订购合同已经签了，钱收了，收据打了，这笔生意不做不行。厂长，我会告诉我亲戚，铜线直接到咱厂里拉，不要再让姓何敌当2道贩子。白元朝同意。这2天，村长何富银内心是慌乱，是煎熬。从侄儿拿走24万后，他就没睡过一天好觉。今早寸步不离何宁，跟来桐城，想着第一时间把这笔钱拿回去。侄儿说多给他6万，若真多6万，何富银觉得自己富得流油了。当然了，都是村里公款。宁子，接待咱的是白厂长。不是白厂长，是厂里销售科的科长。白厂长去总部开会了，说顾不上接待咱俩。白厂长不来和您心知肚明。铜线生意一锤子买卖，接下来他们和北疆的客户直接对接，别人再插不进去脚。
白厂长躲着何宁不见，打发销售科杜科长过来和稀泥。何老板，白厂长开会去了，我来跟你交接。何老板，我们双方签的是100吨铜线转运合同，但拉货的车是5辆，1辆拉25吨，除过你过手的100吨，另25吨不是咱们合同范围内的货，你能听明白？何宁一脸笑，明白你的意思。5车货里面另一车货跟我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杜科长脸上微微尴尬。何老板，跟北江钟主任的合作不能过你的手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何宁依旧是笑呵呵。理解理解，钟主任是你的人，我夹在中间不像话。我何宁不想让出来也得让出来。白厂长不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，打发你过来跟我接洽，真是难为了你。杜金身心很不自在，对方怎么想的，他似乎一清二楚。他眼前的何老板不争不吵不嚷嚷，哪像个20几岁的小贩子村民，是个大老板大老总气派。站在他身边的十里铺村长眼神躲闪，身心惊慌，很奇怪的一对搭配。又等了40分钟，一辆大卡车被一辆红色小卡车里进了场地。许哥辛苦辛苦，小鹏受累了，曾师傅这次没事吧？我谢谢3位，没有你们我什么都干不了。兄弟说什么呢？当我们是谁？100人线，100个1人高的巨型线圈，红艳艳耀眼睛。每辆车装25卷，3方当事人远远站着看吊机往车上装货。5辆卡车装完货，几人来到厂区隔壁办公室交款。何老板，25吨28万是我单另要拿走的。你拿走28万？银叔别紧张，跟你的钱没关系。其余112万点清楚，箱子合起来，手续上签字摁手印，转身走人。一行人提着27斤重的现金去往黄源饭店。银叔，你的30万1分不少，真多给我6万。是村里公款。30万30沓给村长推过去，许建国的10万元推过去。我答应你的10万，1分不少。许建国稍稍犹豫一下，不推辞了。兄弟痛快痛快啊！来，小鹏的一个，曾师傅的一个。何宁也给曾师傅一个。曾师傅你辛苦，这个你拿上。给小舅子一个。小鹏这一个你拿上，再去学大车驾照，争取一次性过，40天拿到手，咱手底下的任务还多着呢。钱分清楚，一个手提箱空了，送给许建国。看着桌面的28万，白厂长心里有些不好受。虽然后续集团上面的领导肯定是跳过中间人，不跟何宁合作的，但路是何宁铺的，他却没有帮何宁争取这28万，而是一脚将他踢出局。他不是种西瓜吗？那我想办法让集团帮他消化一部分，算了结掉这个人情。重生回到92年，堂哥要断绝父子关系，逼二叔复婚。娟，你数多少个？我看能数清不？5亩土地，每亩600到700窝，能数过来才怪。2分钟后，李娟口气沮丧。算了，数着数着忘掉了。娟，有3000到3500个西瓜，每个长20斤，7万斤左右，价格好的话能卖15000块。这话给老婆说的。田埂边蹲着的几个人议论的一脸兴奋。我家3亩半有5、6千元收入，我咋觉得说梦话呢？去年打麦子3亩地打600斤，卖钱卖300元。宁子，还有3至4天西瓜就可以出了，你带大家今年打个翻身仗。上社人家跟着村长修路挣工资，咱下社人家有这一茬西瓜，咱村里可不是打个翻身仗。正说着话，何国民的自行车在眼前。二叔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你咋回来的？眼睛使劲盯着二叔的脸，心里一咯噔。这半个月时间，二叔在亲儿子儿媳妇跟前过得不好。宁子，我还不如回家种我的西瓜，我再不去了，我照顾你爷爷。二叔，你……李娟还想问二叔在城里过得怎么样，被何宁阻止了。回到何宁家，何国民低着头，默默吃完2碗，站起身，口气低落。宁子，你爷爷我等会带过去，我回来那会儿屋子都打扫了。二叔，你回来，爷爷肯定跟你在一起。何国民眼神里深深的忧郁，沉默1分钟，说出的话让何宁心里猛一下紧张。宁子，你二婶出来了，她要跟我复婚，哭着求我。何宁脑子里王琴在鸡汤下药那种场景立马浮现。他们都劝我把你二婶把王琴接回来，我说我回去问问你的意思。何宁一愣，二叔太不会说话，在自己亲儿女跟前怎么能说问问侄儿的意思？二叔，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来，我不可能拦你，没理由拦。但王琴回来，我爷爷不跟你在一起生活。何国民听明白了，沉默了半天，口气矛盾至极的一句话。他们说我不跟王琴复婚，就跟我断绝父子关系。姐弟4个都要跟老父亲断绝关系，是威胁
还是真这么想。二叔难了，跟王琴复婚，能保持跟4个子女的关系，坚决不复婚，4个子女再不踏进这个家门。宁子，你有本事，你给叔指个路，叔听你的。何宁心里隐隐忍痛，这种事情你还能听别人的？二叔啊，二叔，说你什么好？二叔这辈子失败是和王琴一起过婚姻生活开始的。二叔，你手里若有3万，有30万，他们能跟你断绝关系，断一个我看看。何君什么德行？3个堂姐什么嘴脸？何宁不是不知道，这话已经给二叔说得很明白。等你手里有了钱，他们围着你转来不及，还断绝关系。你这10亩地西瓜好好照顾，买10万斤，卖3万元，到时候再问他们要不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何国明瞪大眼睛，宁子能卖3万。二叔，3万是最保守估计，从现在起照顾好我爷爷，伺候好10亩西瓜，其他的一概不要想。什么他们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不可能的事。侄儿这一番话，何国明慌乱的心稳稳当当安定了。宁子，我听你的。何富英急匆匆进来，一脸热汗，口气急躁。二哥，你回来了，听我一句劝，咱就不是能适应城里生活的人，咱跟着宁子干事，气长长的往前走，再别看你城里儿媳妇脸色。村长吧唧吧唧对二哥一顿安慰。何国明也想通了，只要西瓜能卖给好价，有钱在手，跟子女们说话都可以更有底气。转身进屋，将爷爷接回自己的家。银叔，你火急火燎的跑过来，有什么事？何富银从兜里掏出一块黄澄澄石头出来。何宁一愣，吃惊的表情压抑不住。银叔，这个东西从哪来的？咱新路上铺的沙石捡的，从石头沟拉出来的。何宁拿着这块石头，神情凝重。银叔，你马上安顿一下其他人家，如果有人再捡到这样的石头，都要统一交到村里，不能外传出去。宁子，怎么了？这石头很值钱吗？现在不值钱，20年后就值钱了。何富银愣愣的没听明白侄儿这话什么意思。村长，这是一种玉，咱十里铺有金丝玉，这不是财富，是灾难。如果被外人知道了，十里铺就再也看不到一片绿色，有的只是灰暗的天空和到处塌陷的矿坑。何宁叹了口气，说到根子上，不就是石头吗？咱十里铺要发展，要赚钱，有的是办法，但不能被一块石头给毁了。听到这话，村长何富银脑袋嗡嗡的，半天才缓过来。宁子，万一被外人知道了，那咋办？何宁沉吟片刻，我打算成立十里铺万盛合作社。合作社是合伙企业，以土地为基础，农产品为主业。银叔，你以村长的名义，以村集体的名义，把沙场办在十里铺万盛合作社名下，采沙许可证，沙场经营许可证才能办下来。就是开采也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进行。村长，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宁子，咱村里自己办沙场，采矿许可证、经营证办下来，再不怕别人乱搞，这有什么不明白？手续方面的事情，我回头整理好再给你。还有一件事，咱们村的西瓜马上就熟了，你这几天安排好人手准备装车。这几天苏矿长打电话过来问了，十里铺的西瓜什么时候能吃上？同业公司的白厂长也表示，同业集团今年的西瓜全部由十里铺提供。罗麦让高局帮忙联系到了兰城军区，解决了部队吃西瓜的问题。再加上每年来往拉瓜的外地客商，今年十里铺的西瓜销路已经不成问题。刘总对兄弟在高崖镇十里铺发现这种石膏。高崖镇十里铺，有点意思。重生回到92年，西瓜大丰收，土地上的第一笔收入。停下来干嘛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龙总，那这个事情怎么安排？叫人将资料准备好，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采矿权，还有将十里铺的情况给我调查清楚。是。此时，红会矿区首批大卡车已进入十里铺拉西瓜。傅岩、宁子说了几毛钱。二哥，宁子说了，苏矿长照顾咱，现在是市场价5毛。何国明身心微微一紧，心里默念5毛。去年地头装瓜1斤才5分。远处突突一辆3轮车开了过来。宁子，你拉这车西瓜是要去哪？村长叔，我给罗所送瓜去。万盛合作社的资料我准备好了，等我回来签好字就可以去备案走流程。装瓜的事情也听着，姑父他在，何宁不用操心。罗所长呢？罗所不在所里。罗所回来跟他说清楚，不要钱，我何宁送大家吃这一口。女警员口气严肃。不行，西瓜收下，钱还是要给你。这段时间局里整顿，不能收群众的任何东西。收我几个西瓜就算收礼了。最近罗所怎么老不在？我来了几次都没见到他。罗所跑上跑下，愁得要死。620连环杀人案，草滩乡、大滩乡。小唐，瞎说什么呢？
爆瓜。话还没说完，被另一个警员打断。何宁也不好继续问下去，罗索不在，送完瓜3轮车开出去了，停在路边，脸上的神情沉重。620连环杀人案，我何宁实在不想搞煤矿救人那一出，累，但真的碰到了不管也不行。拐个弯去了一趟邮局，将写有620连环案线索的匿名信往邮箱一扔。好了，剩下就交给罗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傍晚时分，何宁院子里围着一大班人，一个一个算得满脸通红，不相信这些数字，相互确认。我的能卖3万多，不可能吧？我还想着卖大1万就了不得了。何成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数对不对？我咋算了15700，我才3亩地，不可能吧？村长抱着装钱的包，嘴里嘿嘿笑。十里铺村子，这茬西瓜卖完，都他娘的是万元户。外面3轮车响，院子里人都转过身，一双双眼睛齐刷刷看在卖瓜带头人身上。宁子，明天还来6辆车，能保证6辆？瓜价会掉吗？镇上菜铺子里西瓜没有5毛钱，咱地头能有这个价？等红会矿区的车拉完，还有同业集团和蓝城军区的车，这2天价格都是5毛1斤，过几天就说不准了，但保证不会低于3毛。何富银拨拉开人堆，大声吆喝：“都闪开，我跟我侄儿算账！”村长把何宁拽过去，抱在怀里的挎包打开，嘴里喊着数字：“你姑家58300斤，29150元，红煤、宝银，过来点钱。宁子要抽20%抽成，5830块给宁子的，你俩再算算对着没？”李红梅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接过2万多块。你数一遍。红梅，数啥数？村长点了8遍，算了8遍，还能错？还要付宁子的3轮车钱呢。姑姑，3轮车钱咱回去单另算，这笔收入你们先接在手，好歹装几天捂热乎嘛，血汗钱啊！周围的人都听出来何宁的意思。没嫂，听不出来，宁子不要车钱了。胡说，那么大的车6000多呢，咋能不给？一码归一码。算村长的账，83600斤西瓜，41800元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村长要做好表率，侄儿拿的钱要算得清清楚楚。村长，押金2400，抽成8360，一共10760，一分不能少，拿来。村长脸上有些不舍。宁子，你不刚说的吗？我捂几天再给你。不行，这笔钱是我半年的辛苦，你好意思不给？周围人看在眼里，立马起哄。村长，你好意思？从瓜苗到今天5毛钱装车，少一还宁子的本事，你能有这笔收入？你要给大家做榜样，你竟然拖拖拉拉。村长想把瞎嚷嚷的何成一脚踢出去，将今天卖瓜的钱给到其他几户人家后，何宁带着村长和姑父带到老屋这边。银叔，我答应过你，赶年底让你手里有一大笔公款。村长心里呼突突火热，激动至极。宁子，你说，我听你安排。银叔，你手里现在有多少钱？有没有10万？我说的是村里的公款，不是你卖西瓜卖白菜的钱。嘿嘿，宁子，我手里有多少公款，你心里算不来。我就确定一下，你出10万，以村长名义代表村里全体村民，我代表我个人，我出50万，这60万拿出来，企业名称是十里铺万盛合作社，手续我都准备好了。侄儿的意思，这沓材料该签字签字，该画押画押，一些意思再详细解释清楚。村长，合伙人是我和你，我代表我个人，占资比例是84%，你代表全体村民，占资比例是16%。先把笛子盘起来，后面一步一步完善。何宝银摸摸下巴，仔细琢磨侄儿的意思。村长，虽然我听得不是十分明白，但我知道一个意思，咱侄儿要赚钱的同时，让你有大笔公款收入。何富银听侄儿这些话，再听堂哥的意思，心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银叔，你是村长，办手续的事你跑起来名正言顺，骑上我摩托，明天上班就去。我姑父带上，细节上的事情给他解释清楚，尽可能把我姑父带出来。姑父何宝银当万盛合作社的社长。宁子，我爸和我妈来了。娟，知道了。村长，姑父剩下的就靠你们了。岳父、岳母上门找何宁商量小舅子的婚事。几个月前，何燕将介绍10家姑娘介绍给李鹏，但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李鹏现在又和毛家的姑娘好上了。岳父，你的意思，毛家姑娘爸妈还是要3800彩礼，一会说不要，一会说要，这搞得哪一出？重生回到92年，绿色家园不能毁在石头上。岳父，你的意思，毛家姑娘爸妈还是要3800彩礼，一会说不要，一会说要，这搞得哪一出？何宁内心里实在不想过问这些事。他俩刚和好那些天，毛利本人不要彩礼了，只要求给小鹏尽快结婚。但5天前，女方父母和几个亲戚来了，双方谈了半天，彩礼奶可能真不要，还是要拿一部分的买新衣服的钱，
领粮钱、开门钱等等各种讲究花脚，一共说了3800块。3800块，在前天从李红斌手里郑重递给了毛利的父母，对方答应农历5月27日晚上顺顺利利娶亲，不能再有任何纠纷。李红斌给三女婿说这些事的时候，口气里有一抹厌烦。何宁听出来了，岳父是想尽快把儿子的婚事办理清楚，这一桩破凡事了解掉。当父母的，儿子成家了，才算完成一辈子养儿育女的任务。岳父，后天我们安排好家里会下去的。早一天下来趁红火，我不能逗留了，另几个村的亲戚都要我亲自请一下去。李红斌开3轮车走。第二天一早，银叔，你在哪儿打电话呢？吴镇长跟前，手续办不过去。去他妈的月生龙，你等着，我很快上来。挂断电话，急匆匆往政府院子赶去。何宁同志，你们双方好好谈，都是为了发展经济，都能挣钱的事好好商量，搞得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女镇长这口气，事情是龙总跟何宁的事，跟他没关系。龙总几个意思？何老板，矿局的文件不是随便能撤销的，你挡不住我。我以为咱能坐下来好谈好商量，事事顺顺当当的事，可你非要给我拧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何宁嘴角上翘，一个嘲讽。龙总，别绕弯子，你到底要怎么着？何宁，看清楚了，红会矿区综地图，你想办正经沙场和采掘许可证，晚了，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何宁，我知道你有些手段，是不怕惹事的人，但你用对付街溜子250的手段对付我，你想多了。我倒要看看罗所长、高局长在这件事上怎么呵护你。何富银蹭一下站起身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能进我们村你试试？银叔，你别激动，龙总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他进咱村里采沙料，咱挡着不让他进，要是起冲突，咱还真不占理。他是有手续的人。宁子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村的人听他的意思，还不能拉沙子搞建设了。岳生龙搞这一出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不让你十里铺再进石头沟拉那片区域的沙料。何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这片区域的沙石你以后再拉不出来，你要在越界拉一车，我让你赔3车。何宁在看着他提供的综地图，红会矿区的地盘。银叔，姑父，你俩回去等消息，这事儿还得我亲自跑一趟。打发2个老叔离开。龙总，耐心等半天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说完这话，从吴镇长办公室出来，骑摩托车一趟子去红会矿区一控苏大办公室。哼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，能撤销矿局的许可文件。吴镇长想起何宁跟一矿的苏大交好，看龙总一眼，叹一口气。不就是挖沙石搞建设赚钱吗？好好合作不行，非要一个见不得一个。岳生龙眼神厌烦看一眼女领导，转身出去开车回县城。苏矿长现在是苏局长，这是高升一截。刚刚过来的时候，前台就告诉何宁，苏大调矿务局当局长，要找他得去红会矿局找。何宁，别来这一套，平调挂职，我还是一矿的人，我正要找你。黄原县矿局的老陈打电话找我说你们干上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何宁想，怎么能给苏大解释清楚自己什么意思？领导，这件事你知道多少？小子，老陈说他发的文件被你给挡住了，你死活不让别人进你们村拉沙石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人家给你们村那么大一笔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你嫌钱少？岳生龙不是为了拉沙石，是为了挖金丝玉。苏局，想必你知道这种玉石在某些地方有多值钱。苏荣眼神里满是惊讶。你们村有金丝玉？你没开玩笑？苏局，我手里就有，我送你1块，你找可靠人鉴定一下，我今天没带。苏荣看何宁不是开玩笑，50多岁的领导看一些事情已经很通透。何宁，我明白你心里怎么想了，你不想让你的村子变成矿区周围那些村子。苏大，我很庆幸不用费过多口舌给你多做解释。苏大点头。何宁，问题在哪里？要我干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何宁详细说明白。岳生龙手里的文件是黄原县矿务局发的，要在红会矿局转手续，挡掉这份文件。苏荣低头片刻，叹了一口气。苏局，你叹什么气？不同意我说的意思？难道就为了挖几块冷冰冰的石头，让我村里的人生活在乌烟瘴气中，让我10里铺的人整天想着搬到别的地方去？何宁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，红会矿区有煤矿，看似很富足，但那一片天地已经灰暗，没有了绿色。小煤窑遍地开花，年年死人，不仅是矿难死人，温煤矿争夺，双方打架斗殴，死伤不断。何宁的10里铺极有可能就是遍地采沙场，争地盘争沙石，一片昏暗天地。何宁，你回去好好忙村里事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，保证他们车进不去10里铺。龙腾工贸办公室内，岳生龙刚刚接到矿务局的电话，
得知他采矿手续被退。哼，该死的乡巴佬！重生回到92年，小舅子结婚，临时换新娘，这事能成？小舅子结婚的日子是阳历7月14，历5月25日。何宁带着一家人提前3天去往岳父家趁事情。哎呦，是红梅和娟都来了。你们十里铺人今年发财了。何宁，听说是你带大家种西瓜种白菜赚发了。岳父家的亲戚邻居看见何宁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的议论着。三女婿，你挣了几十万，这不是误会吧？问话的人是岳父的堂弟，一脸馋相。赶紧说说，你是不是挣了几十万？这年头手里能拿出来1万2万，在村里都是明星人物，有20万30万，那是大老板。李娟的2个亲姐迎出来，神情有些尴尬。三女，你们一家都来了。大姐二姐，你们早来了，赶中午就来了。你大姐夫开着车去县城买菜去了，过一会儿回来。李娟和2个姐姐说话，何宁进房给岳父打招呼，身后7、8个人紧跟着进来，听他跟岳父说话。岳父，今天有什么忙的？宁子今天都安排出去了，就等明天早上杀猪。小鹏领着毛利在县城买衣服买3斤。小鹏领着毛家姑娘这2天买东西的事情，岳父说的更详细，口气里越说越是抱怨。照相机有必要买吗？1个月前才买的电视，人家不乐意，非要一台彩电。我说你三姐夫家都没买彩电。李红兵一堆抱怨，毛家姑娘什么都想要的口气。李鹏手里的钱估计花的差不多了。3轮车是新的，摩托是新的，他毛家还要怎样？李鹏手里最少有3万元，在县城折腾铺子做生意。毛家姑娘要彩礼，要这个要那个，手里钱花光也不是不可能。岳父，你要劝小鹏，都这个时间了，他敢惹人家姑娘不高兴，为买东西在大街上吵架，毛家姑娘气呼呼的差点走掉，要不是我们几个劝一番，他俩在大街上分手了。大姐夫刚从县城买菜回来，急匆匆找岳父。宁子，小鹏听你话，要不你去县城一趟看着些，看着他俩别为买东西吵架，万一出事这婚结不成，这一堆花费打水漂不说，咱丢人就丢大发了。何宁心底里一肚子厌烦，跟着他俩买结婚用品，他俩吵架的时候自己当中间协调人。岳父，我去问问娟。他俩有毛病呢，这会儿吵什么架？就是，我认为咱小鹏跟毛利都有问题，所以吵起来了。我弟弟又欠揍。老婆，这也正常，程序越繁琐，矛盾越多，越容易吵架，然后散伙多的是。李娟听出来了，男人心里盼着他俩吵架散伙。你是不是盼着他俩散伙？你老实说。哎，这眼神看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哪有盼着他俩吵架散伙？你说吧，我去不去？我听你的。不去，你吃多了撑的，管他俩吵架。我弟的毛病我知道，肯定惹人家姑娘生气，不过我感觉毛利也不咋地，爱咋折腾折腾去，你看好咱儿子。何宁嘿嘿笑，心里也1万个不想去。你说你会开大卡车拉货赚钱，大卡车呢？黄原县城瑞丰商场门口，毛利怒气冲冲问李鹏，三姐夫让他好好学驾照，学出来有大卡车开。驾照学出来了，卡车呢？哼！李鹏不敢对三姐夫发脾气，就和毛利大吵一架。小鹏，你胡闹！你要气死我！你就计较100块钱的衣服，你不管他，你骑着摩托车自己回来。这事儿要办不成，你让咱一家人老脸往哪搁？小鹏，你俩的结婚证领了没？没领呢，结婚证非要领。这年头，农村人结婚没有领证的意识，大家很奇怪。何宁问这个，李红兵转过身对三女婿说话，口气是哀求。宁子，小鹏听你的，你带上他跑一趟毛家湾好不好？给人家说个好话道个歉，彩礼已经给人家了。什么都买好了，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。何宁心底里10万分抗拒，从一开始就没看好毛家姑娘，今天才看清毛利嘴脸，这婚不结了。小鹏，你瞎说什么话呢？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，你让爸妈脸往哪搁？怪不得你三姐夫会揍你一顿，你这烂脾气，赶紧去给人家道歉。岳母赵秀秀吓得腿肚子发软。娟、平，这咋整呀？这小子整的这一出，明天亲戚们都来了，咱这脸往哪搁？你就犯混，你怎么能骑着摩托车自己回来？你把他扔了，这事不成了。何宁听出来了，李娟也盼着小鹏跟毛利成不了。爸妈，姐夫，不是几件衣服的事，他要我开卡车，我现在没开，他耍脾气找茬呢。我没有卡车，开他就不跟我结婚。何宁脑子里嗡嗡，听口气似乎跟自己扯上关系了。你来，三姐夫问你话。众目睽睽中，三姐夫把小舅子拽到耳房。你是不是答应毛利，你开卡车跑南省义乌拉货，他手你花1万块转过来的铺子，他才愿意跟你结婚？三姐夫，话我是这么说过，可我哪有钱买一辆卡车？是你不是说买卡车让我开吗？要不然你让我学驾照干嘛？
李小鹏似乎还有一些意思要说出来，看姐夫一眼，不敢说了。小鹏，毛利的意思，你开卡车拉货做生意，他就跟你结婚；你不开卡车回家种地，他就不跟你结婚，是不是？李鹏一脸惊讶，毛利这个姑娘，三姐夫也没见过，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他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这婚我也不结了，咱去他家没用，除非他看到我真的开卡车。李鹏说这种话，三姐夫就想给他2巴掌。若不是有岳父岳母和梅姑在，他都懒得管这些破事。转身出来，岳母和梅姑一脸焦急迎上来。宁子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事情真的不成了？李红梅一脸急切口气。爸妈、姑姑、小鹏，你们等等，我跟宁子商量商量。一帮人眼睁睁看着李娟将自己男人拽出了大门。宁子，我不喜欢毛利，我就不想让小鹏跟他结婚。咦，你还高兴了？你看咱爸妈愁的，你不敢有这个想法。宁子，你还听不出来，毛利看小鹏开卡车没希望，这是故意给咱难堪，故意逼咱。是你告诉小鹏开卡车，结果呢？你觉得毛家姑娘怎么想？她逼你给小鹏买卡车。何宁瞪眼，吃惊不小。老婆，你居然能想到这一层？你的意思让我给小鹏买卡车，让毛利答应结婚？宁子，我才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咱不管毛利，咱找石小红。啥？何宁差点跳起来。老婆，你这脑袋，你说傻话呢？你让小红姑娘代替毛利结婚，我是小红姑娘，你敢去我家提说这事儿，我把你2棒子打出来，脑子秀逗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不是去毛家求情，是去石家提亲。你让小红姑娘代替毛利结婚，我是小红姑娘，你敢去我家提说这事儿，我把你2棒子打出来，脑子秀逗。听我的，我骑摩托车带上咱爸，挨村挨家转2天，请过的人家再说清楚。毛家姑娘不跟咱们小鹏结婚了，你们别来走人情。何宁说的是实打实的办法，但这事也会成为10里8乡的笑话。宁子，我就是气得很，毛利欺负我弟弟，欺负我爸妈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娟，天方夜谭，绝无可能，想都别想。你是石小红，你会答应？世上有这么好心的姑娘，得了吧你。咱试试，咱跟小红姑娘好好谈，我觉得会把小红争取过来的。何宁咽一口唾沫，用2世人生的经历确定，老婆是瞎想。电视剧里才乱七八糟那样演，小说里才乱七八糟那样写，现实中哪有这种事？行了，老婆，我去告诉咱爸妈，用2天时间把发出去的请帖收回来。要转过的身子被李娟一把拽住。宁子，咱试试，石小红要真拒绝，我就死心了。小红姑娘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，才让你有这种想法？小红说了，我弟跟毛利成不了，她看着呢。何宁微微张嘴，石小红是农村姑娘，但这姑娘是敢学卡车驾照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，有没有可能她会答应？三姐提出来的解决办法，让当事人小鹏张嘴结舌，傻愣半天。三姐，这不行吧？石小红已经不理我了，她怎么可能和我结婚？不行，我不去。小鹏，这主意是你三姐出的，我也觉得不行，但你三姐的意思，咱今晚过去试试，她不愿意，那咱就死心拉倒。万一她愿意呢？你三姐的意思，有可能小红会答应，咱听你三姐的，就这么办。李鹏觉得三姐瞎折腾乱指挥，郁闷死了。但三姐夫也是这个意思，不听话会挨揍。宁子，你把车开上，拉上我和娃，拉上我妈和姑姑，咱去石小红家，这就走。不争取一下，怎么知道是什么结果？她不乐意，咱再说别的。老婆听你的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老婆娘家的事，当然是老婆说了算。当老公的只负责开出去，烟酒糖茶4样礼放车上，岳母、梅姑、李萍拉上，这几个人是娶亲用相，又能当典型代表。嫂子，你别急躁，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有办法解决，咱不能胡乱插手指挥，咱听宁子和娟的，你好好想。小红姑娘去过咱家2回，难道你不喜欢她当你儿媳妇？红梅，小红是好姑娘没错，可咱儿子不争气，跟她分手了。年轻人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鹏跟毛家姑娘不成归不成，咱难为人家姑娘干什么？那姑娘多好，咱不能害她呀。3轮车开进小河村，何宁先去亲姐姐何燕家，刚好看见石家姑娘，所有人眼睛猛一亮。秀姨、梅姑、宁子哥，你们怎么一块来了？小鹏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们一块请燕子姐，请我不？小红姑娘肯定请你，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来请你的。李小鹏、李娟，你俩过来，让我说话。心里骂老婆，你出的这馊主意，你把我推到前面说话，你咋不打头阵？一行人进了何燕家里，石小红坐在炕上哄月月玩。小鹏，说话，让姐夫教你不成？何燕看大家一圈，忽然感觉气氛怪怪的，
大家这脸色这神情都是什么意思呢？燕子姐，我姐夫呢？你姐夫耕地去了，晚一会儿才回来。你们这表情咋怪怪的？何宁心里骂：瞎问什么？我姐夫干什么去管你什么事？小鹏，你磨叽什么？就是你赶紧跟小红说啊。娟、明子，你们让他跟小红说什么？姐，你别打岔，让小鹏跟小红姑娘说清楚。李小鹏往前一步，站到石家姑娘跟前。小红，我跟毛利分手了，我不跟他结婚了。这句话说出来，何宁觉得自己身子绷紧，心脏狂跳。想都能想到石小红是什么态度，嘲讽、挖苦，一堆调笑话。啥？你跟毛家的分手了？真的？小红，你竟然说的是真的？何宁脑子里呼呼转，老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姐，别打岔，小鹏话没说完。小鹏，你话没说完，说啊！小鹏心一横，牙一咬，说出来。小红，我想跟你结婚，就后天，你要能答应我，我妈、我姐、我姑，我们全家人真心待你，真心疼你，我这一辈子疼你。说完这话，一屋子的人都紧张的看着石小红。小鹏，我跟燕子姐说了，你跟毛家姑娘的婚结不成，那姑娘什么心思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看不出来，你就被她忽悠，你手里的钱给她花完了吧？何宁没反应过来，这是关心李小鹏，世界上真有这种姑娘，太不真实了。小红，我不知道她是那种人，我对不起你。李小鹏，别说对不起，咱俩相处才1个月，你跟毛家姑娘还有感情，我能理解，但我看出来了，她是骗你，你傻不拉几的，你呀，你出来，有些事我跟你单独说。小鹏转身跟在石小红身后，出了上房，进了隔壁耳房。明子，我就知道有戏，你看小红姑娘多好，你说他俩说什么悄悄话？何宁心里是兴奋是紧张，是不可思议。40多分钟后，妈、姐、姑、姐夫，小红同意跟我结婚。一句话让一屋子人差点欢呼。跟在身后的石小红走了进来。秀姨、梅姑、娟姐、燕子姐，我刚才答应小鹏了，我愿意跟他结婚，但我有条件。何宁立马想到小红姑娘学卡车驾照的事。小红姑娘，你跟我小舅子好的那段时间，我让他学驾照，也看好你学驾照，就有买一辆大卡车的计划。我有很多货要从村里运出去，咱以后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挣大钱。宁子哥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石小红脸上不是乐呵，是冷沉。小红，你说你到底要什么条件？只要你愿意做我女儿、我儿子舅妈，钱的事、花钱买东西的事，我们能答应的尽可能答应你。毛家姑娘拿走的钱和东西，咱帮小鹏要回来，1分不能少，1万多块说扔就扔了。凭什么？宁子哥，是你帮小鹏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是血汗钱，他凭什么拿走？我就是气不过，答应了我这个条件，我就跟小鹏结婚。何宁眼睛瞪大看石家姑娘，这世界上居然有和我老婆一样好的女人。小红，我答应你，他拿走咱小鹏的一个子，我让他1分不少吐出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第二天一早，一行人去往毛拉湾。姐，杨柳村李家跟十里铺何宁有关系。咋了？十里铺的何宁开3轮，拉着一车李家亲戚来了，他们什么关系？何宁是李鹏的3姐夫，咋了舅舅？毛利的几个舅舅是陆家湾陆家几个兄弟。何宁一眼认出陆家俩兄弟，村上时间搞一处纠纷，一把改锥扎伤了他们几个，心里纳闷，陆家湾陆家跟毛家湾毛家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陆家兄弟腿上伤好了，你们是毛利家什么亲戚？何宁，没想到咱是亲戚，咱好好说事。陆家兄弟想算何宁的账来着，一路打听到了镇上派出所，兄弟几个差点被罗麦抓起来。他们也知道了何宁是什么人。何宁，以后都是亲戚，事情好商量。我外甥女也有不对，我劝劝她，总归事情要成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拉着一车人来也是有诚意的。姐，丽丽，把亲戚们往屋里让，坐屋里好好说。小鹏，事是你挑起来的，你让我在前面说话啊。李鹏刚要张口说话，毛利瞪眼吼一句：李鹏，你把他带来什么意思？他这么不要脸还跟着你。何宁脸色忽一下阴沉。毛利，你要怎么着？李鹏，你把他带来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道歉吗？何宁觉得有必要先把这事解释一下。毛利，石小红是我娃舅妈，又是我姐闺蜜，她趁车去杨柳村，顺便拉你这来了。你脑子有病！你来我这儿，你带上他。陆家兄弟感觉事情不太对，赶紧解围。大家进屋说话，都站在大门口，算怎么回事？谢你们好意，我们不用进去了，站在这说话挺好的。小鹏，说清楚，早些了结。我中午还有重要事回我们村里。阿姨，你女儿不愿跟我结婚，那就不结了。
你们在我手里拿走的钱，现金一共有6000，一分不少退回来。我买的那几样家饰也要给我退回来。毛利瞪大眼，10秒钟呆愣，反应过来了，他们不是来求情，他们是来退婚的。李鹏，你在说什么？毛利妈也反应过来了。李鹏，你胡说什么？李小鹏看一眼三姐夫，有三姐夫在身边，怕什么？毛利，昨天是你给我甩脸色不结婚的，你说的那些话我受够了。我爸给你妈的3800，我给你的500，给你妈的500，给你哥的2000，我三姐夫说了，一分不少退回来。何宁心里骂：小鹏，你个混蛋！什么叫我说了一分不少退回来？你手一掌给出去的钱，你把我拉出来当恶人，完了我收拾你！陆家人听得清清楚楚，都明白了，这一车人是来退婚的。陆三脸上神情拧成一疙瘩，满脑子想，对方有何宁出马，8成完蛋了。丽丽，你跟你妈干的好事，人家是来退婚的，你们自己收拾去。李鹏，毛利的一声大喝，怒目瞪过来，想冲上来的身子被他舅舅拽住。丽丽，你冷静，你进屋去，我们和你妈跟他们谈。毛利被拽进去了屋，院子里隐隐约约哭泣。何宁，你在十里铺的本事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服你。昨天我姐叫我们兄弟俩过来拿主意，我们没想到你是李小鹏的三姐夫，咱能不能都退一步？陆家兄弟，听你的意思，小鹏的三姐夫不是我何宁，小鹏就被你们缠脚死了。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，知道我们今早来，狮子大开口，要一笔事情才能成？何宁，这事咱好好商量，别误了2个孩子的前程。你也看到了，院子里已经有了人，亲戚们都请了，嫁姑娘的点心都散出去了，你们退婚，你们的事情后天过不成，也难堪是不是？何宁拽一把身边的小鹏，你说，毛利舅，我们后天的事情不耽误，我跟石小红结婚，麻烦你们别再缠脚我了，6000块钱现金退回来，买的那几样家饰抬出来，我三姐夫的3轮车能拉上。我小舅子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，麻烦趁着会你们院子里有人手，把我们的东西抬出来。李家人今天好好说话解决纠纷，意思是说你们毛家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小舅子手里的钱都花完了，就今天，即便我们是另一个态度，给你们求情下话，你们硬撅着要6600，要8800，对吧？我小舅子掏不出这笔钱，是还是不成，对吧？那就干脆点，不成了，该退的退了。何宁、李鹏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小鹏，你告诉他们，这事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毛利舅，后天跟我结婚的人是石小红，我们一车人今天过来，是要拿走我的钱和我买给你们的东西。陆家人脚底下没了一点定力。陆家兄弟，春上的时候咱有过节，但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想和我和好，这件事顺了我何宁的意思，咱这过节再不计较，想跟我们十里铺人做生意赚钱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们俩既然要给你们外甥女做主，那就听清楚，进去劝毛利母女，6000块钱一分不少拿来，东西一个不少抬出来，我再给你们一会时间。陆家两兄弟脸上万般无奈，但记住了何宁话里的一个意思，何宁愿意跟他们和解，带他们挣钱。这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毛家湾大多人是毛家，围在周围的人开始烦躁动乱，一些不一样的声音。这不欺负人吗？早不成晚不成，今天不成了。就是欺负咱嫂子没男人，欺负咱丽丽没父亲，这还了得？咱把他们赶走，这还成个屁！听不出来人家要钱要东西。把他们赶走，事情不就更成不了吗？把他们赶走，什么都不给，什么都没有。何宁听到了后面的议论，形势不对了。在毛家村，毛家人还被外地人欺负住了。毛家族人堵住何宁这一车人闹事，都是女人小孩，那就是麻烦。先撤人。人群后面涌上来几个男人，怒气冲冲的。十里铺何家的想退婚，还想要钱要东西，你们咋想的？我毛家姑娘不嫁就不嫁，你们滚，再不要来。四叔，你们别在他跟前闹，你们知不知道他在十里铺搞什么？你们滚，我毛家姑娘嫁不出去，是不是？何宁脸色刷一下阴沉，给小鹏安顿一句：咱妈咱姑咱姐带车上去，离开这里。姐夫，快点，想挨揍是不是？何宁的意思，妇幼们离开，他一个人跟冲过来。怎么想打人？四叔，听我劝，别惹十里铺何宁。毛家族人瞪一眼陆家亲戚。丽丽舅，你站一边去，他们想退婚，还想要钱要东西，门儿都没有。远处路口，十里铺的蓝头王一共6辆前后一起，堂堂响着开过来。何富银的车在最前。宁仔，我们来了，我看谁敢难为你。6车人，目测有60-70个，车子在路边一字排开，每人手里一把铁锨。殷叔，拉这么多人来是什么意思？宁子，你姐夫说你拉这一家老小长，毛家人算账来了。我估摸着他们万一跟你打起来就是麻烦，我们这些人就来了，我们保护你。就在刚刚，姐夫张东平看见事情不对，悄悄溜一边给村长打信号。嘿嘿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
重生回到92年，全村出动，退婚、退彩礼，60几个人肩膀上扛着这铁锨，齐刷刷站在路边，等着村长何宁一声令下，冲上来把闹事的人捶倒在地。6辆蓝驼王身后，罗麦的警车呼一下停住。何宁龇牙吸气，罗嗦，你来的真及时。何富营这个250村长最喜欢搞这种事情。银叔，你搞这手段，你还自己报警？宁子，这你冤枉我了，我没报警。村里就你家和我家有电话，你没报警谁报的？何宁，怎么回事？消停了没2天又要闹事？罗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把情况说明白。从昨天到今天的情况，几句话说清楚。罗嗦，这种事情是民间纠纷而已，你没必要插手管。我是让毛家把钱和家事退回来，我拉走就行了，没冲突，没打架。这还没冲突？看看你们村长被你惯成了什么德行！罗嗦，你别冤枉人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我们这些人去镇上拉水泥建新学校，顺便把我侄儿接回去。胡扯！拉水泥要这么多人，赶紧回去！罗嗦，谁给你报的警？谁给我报警？我有必要给你说吗？没人报警，我就不知道你干什么了。让他们回去，这事儿我帮你处理。忽然想起了家门口罗所装的那个监控，说不定村里其他地方也有。何宁赶紧打发村长他们回去。毛家湾的人也害怕了，没想到十里铺的村长能调集起来6车人开到毛家湾来，这阵势个个能给何宁拼命。罗嗦，帮忙说服一下毛家人。等着。罗麦气呼呼转身进毛家院子，何宁等着。围在大门口的一圈人也被罗麦手底下的警察叫进去。等了40分钟，毛利妈出来了。5000块还你。他身后几个人抬着几样家什出来，往3轮车上装。毛姨，我小舅子给你女儿花的钱不少，能算来的是6000，还有一对金耳环和金项链。罗麦看何宁眼神，你咋这么计较？人家说是6000，还有耳环项链，只有这5000了。欠条打上，写欠条，签字画押，有罗麦做见证。5000块现金从毛利妈手里接过来。小鹏，今天下午你开车带咱爸去小红家，4800块给石叔，明白吗？三姐夫，我明白，石叔要1800，那是他要，咱伸手给出去，给4800。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安顿这件事，石小红就站在旁边，咬着嘴唇，神情兴奋。女儿出嫁，嘴上说不在乎彩礼，那只是嘴上说，男方给的越多，心里肯定越高兴。毛利妈给完钱，一脸黑线回自家院里，再没出来。毛利在院子里要死要活，痛哭流涕，大门外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何宁，你过来，我有事找你。何宁安顿好一行人，姐夫张东平开3轮送大家回去。罗嗦，什么事？这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？何宁一愣，没想到罗麦居然调查到自己身上。怎么可能？我就十里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我调查过上面的笔记了。行了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事情处理完赶紧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宁脑子里忽然一念，嫌疑人在大滩乡，为什么群众举报信寄到高崖镇派出所？咋这么笨，活了一辈子人呢？直接寄到大滩乡派出所不就得了？但又想寄到大滩乡，升职加薪发奖金，就不是罗曼。7月14日，小舅子李鹏的婚礼顺顺利利进行。村长，你一天找我3回，你找我干啥？宁子，吴总要帮咱们村办厂子挣大钱，而且人家愿意出1万块给咱学校建设。老叔，什么吴总？人家给咱学校1万块是什么意思？何富营将情况给侄儿详细明说了一遍。你说的吴总是吴镇长的本家堂哥，要在十里铺建教练场，可不是嘛？吴总说了，这工厂建起来，十里铺村里1年的收入就有几10万，了不得呀！何富营越说越起劲，何宁脸色越加冷沉，半天不说话。村长，煤炭焦炼厂是化工厂，是污染。当我不知道他想什么，他想着我跟一矿领导熟，给十里铺拉煤炭便宜，这事儿我不干。村长，咱俩不能瞎折腾，不能毁了咱的村子。明天吴总就找你来了，你的意思咱不接待？何宁脑子里犹豫了3秒，一口答应。接待就在我家。第2天，吴新敏陪同着他的堂哥先前往村长家，待不到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开。宁子，吴总一听你不同意在村里建教练场，转身就走了，这下好，把他们兄妹惹翻掉了，一个咱高崖镇的镇长，一个能投资300万的大老板。银叔后悔了？后悔倒是不后悔，就是多好的机会。银叔，你组织人手开始收黑瓜子，有多少收多少。10月的时候，我让你们手里的钱再翻一翻。什么？收黑瓜子？今年8月高崖镇所有黑瓜子，咱十里铺包了。村长匆匆去给村里人家安顿，
收黑瓜子是何宁的事业，也是全村的赚钱的事业。罗麦去了一趟县公安局，无意间和高局提起黄原县扫黑除恶时，高局也被吓一跳。罗麦，这是上面高度机密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罗麦将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何宁在腊月的时候就说过了，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简单，从红汇矿难到省城小区解救小孩，从十里铺西瓜大卖，再到620连环案，好像他什么都知道。还有他指点许建国拉货，每一次都能赚一大笔钱。高局越听越是震惊。高局，何宁的情况我都详细调查过了，祖祖辈辈都是十里铺的农民。要说意外，年前腊月他老婆生了女儿后，他性子大变，成了另外一个人。高局沉默了片刻，转身从抽屉中取出一沓文件。这是高衙镇2年中破不掉的疑难案子，拿去让何宁帮忙。他要真能帮一把，你罗麦当局长，十里铺这小子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只要我能帮上忙，绝不推辞。重生回到92年，岳生龙与吴家兄妹密谋，让何宁消失。高局让我来找你的，这3件案子都是咱高衙镇的，牵涉到5条人命，牵涉到几十万资产。高局答应的，你能提供重要线索，给你丰厚报酬。何宁捂额头发愁，心里本不想干涉这些事情，只想好好陪老婆孩子，好好待在十里铺。啰嗦，千万别把我想的那么有本事，我不一定能帮你。你帮我，帮高局，你不但能得到丰厚报酬，还是帮你自己。相信我，何宁同志，你们村里人越来越有钱，免不了是非恩怨。何宁手里微微一颤，罗麦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。行，我看看有什么线索，我给你电话。罗麦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我不打扰你的家庭生活，资料收好，别给你老婆泄露，明白？啰嗦，我明白，这是咱俩之间的事。何宁送罗麦出大门口，目送破警车离开，叹一口气，跟罗麦之间的交往是命数，躲不掉的。李娟悄悄贴上来。宁子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收这么多紫瓜饭了事，警察找过来了。老婆的一句话提醒了何宁脑子里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情况。收小麦30万斤，5毛钱收来，到年底8毛钱卖掉，这年头还真违法，坐牢的事。收30万斤紫瓜赚差价不是犯事。十里铺万盛合作社有一纸营业执照，上面写了经营范围：西瓜、白菜、紫瓜、小杂粮等。这个等字很有意思。何宁看完罗麦给的资料，第2天就去了镇上派出所。何宁，你放100个心，没人知道是你提供线索。何宁不说话，从裤兜里掏一张纸，在罗麦眼前展开，递过去。简明扼要3行字，3个案件的关键信息，确定小所长看了3遍，记在了心里。一伸手，纸条抽过来，手里打火机啪一声响，当着罗麦的面点开。何宁，你啰嗦，我给你带的东西：黑瓜子5斤，白菜10斤，沙葱5斤，野菊花1斤，牛奶1罐头瓶。你给10块钱得了，快点掏10块，别以为我不在乎。你这小子！10块钱拿上，摩托车从派出所院里呼呼出去。高局有重大进展，我现在就去县里当面汇报。何副营村长张谦老师在院子等着何宁回来。宁子，吴镇长好像不认识了我一样，3000补贴没有，新老师没有，让我们爱找谁找谁去。碰钉子了。吴镇长说了，你何宁有本事，让我俩找你得了，找他干什么？何宁哼笑一声，他这个镇长不想当了，走，去县城找一把手。哼，谁拦我十里铺事业，我给谁好看？看出来了没？这女镇长不咋地，滚一边去。摩托车上，何副营忍不住问侄儿：宁子，教育局一把手你认识？昨天刚认识，还算好说话。教育局向局跟高局是发小，罗麦说的。领导，你给我们高衙镇吴镇长拨个电话，问他一声，给十里铺小学拨下去的5000块钱为什么变成3000块了？3000块为什么都不往下拨了？向局从高局口中早就知道这小子。小兄弟，这你就不了解了吧？你们镇的镇长做什么事情，有主管领导监督。你让我给他打电话不合适，你做，你别激动，我给你说你去找谁。向局，这个电话你必须打，就问这件事，5000块钱为什么不给十里铺拨？你难道还怕一个小镇的镇长？黑皮沙发上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看得津津有味，一脸乐呵。向局咬咬牙，拿过桌子上最基本的布局。喂，是吴镇长吗？我教育局老向。向局一个电话过去，晚上7点到镇上拿5000块。黑皮沙发上，那50岁左右的男子盯着出去的叔侄2人。老向，十里铺的，这小子很有意思啊。东县，瞅瞅，就一混混德行，逼着我惹人，老高安顿的，别难为人家，看到没？他难为我好不好？有意思，这小子有意思。我女儿要求去偏远山区支教，就把他分配到十里铺去。有向局交代，吴新敏不敢不给这笔钱，剩下的交给村长去拿就可以。县城岳生龙办公室里，
哼，吴总，你有300万又能怎样？人家还是不鸟你。你有本事你进人家村里试试。真没想到，这小子居然找上了教育局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一个小小的贫困村村民，把你一个镇长顾得死死的，你也好意思当这个镇长？大哥，龙哥，何宁这个人，咱们能有什么办法让他消停下来？那就让他在十里铺消失。不可能，十里铺的人都是听何宁的，外人很难有机会。岳生龙脸上一抹狞笑，这小子的大卡车到哪了？龙总，你也知道他有大卡车，听说明天到省城。3个人脸上笑意盈盈。十里铺他们不敢随便去搞事，但在外面制造一场车祸事端没那么复杂。回到家里，何宁满脑子都是女镇长那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忽然何宁脑子里红色卡车突然清晰无比，女镇长脸上的假笑和红色大卡车相互交替。第二天和许建国通过电话后，何宁决定去接车，亲自开大卡车回村里。前脚刚打开，村长何富银也预感将女镇长惹翻了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急匆匆过来找何宁。何宁，他们3个人联合起来要搞你。罗嗦，8成有这种事会发生，你要帮我。他们3个那就麻烦了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何宁咧嘴哼笑，用你的手段帮我搞清楚他们3个的动静，虽然有些麻烦，但我相信你是专业的。我们村我家能盯紧了尽可能盯紧，我去护送我的卡车。罗嗦，靠你了，等卡车安全回村里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何宁，我马上安排人注意岳生龙和吴新敏兄妹，他们要真敢对你的车你的人动杀心，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，我这边肯定能察觉到什么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一场事故轻松化解。他们要真敢对你的车你的人动杀心，我这边肯定能察觉到什么。何宁转身要走，被罗麦叫住。等等，这个拿着，你知道怎么用？巴掌大一个寻呼机递过来。哟呵，罗嗦，这玩意儿可不得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大家腰上都有一个。这东西随身带，就跟10年后带在身上的一部诺基亚一样。何宁离开刚过半个小时，何富银急匆匆跑进罗麦办公室。罗嗦，我有重要情况给你汇报，是这么回事。何宁开着摩托车在公路飞奔，李鹏有大车驾照，在公路上稳稳当当开车没问题，但出现意外事故，怎么应急他肯定不会。腰上寻呼机滴滴滴响，一行汉字，3辆拉木头农运车，后面拽一串是罗索办公桌上的电话号码。三姐夫要靠边停吗？找个位置停下。小鹏，你骑摩托车，跟小红先回县城，我来开车。打发李鹏回去，何宁独自开着一路上顺顺利利。就当何宁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时，忽然后方超车上来一辆拉木头卡车，前方正是上坡路，一下子明白对方的意图，这是要在上坡的时候解开绳子。何宁掏出相机，一顿猛拍，果然前方拉木头的卡车上的绳子一下子断开，10几根木头。何宁稳稳刹住车，停在半坡上，硬生生抗住了滚下来的木头。哎，师傅哎，下来帮帮忙，我车轱辘底下的木头挪一下。木头车司机身子慢慢往下走，何宁看他脸上表情没什么表情，表面上看是意外事故而已，就按照意外事故处理。兄弟，对不住啊，上坡的时候绳子松了，吓死个人，幸好咱都没事。是啊，幸好咱都没事。你抱个大石头过来，止住这根木头滚动，我的车子后退一下就能绕过去了。木头车师傅转过身，抱起路边大石头，支在原木下面。红色大车后退一截，稍稍绕了下来，赶忙开往镇上。喂，老婆，村长在家不？好，你出去告诉他，吆喝5辆蓝驼王，把干活的人都拉上，不够了再叫其他人，叫40、50个，绳子拿够，结实绳子，我们拉一车木头回村里，快去。给老婆交代完，接着又给罗麦打去电话，告诉他发生的事情，将大卡车交给李鹏，自己开着摩托车又赶回事发地。木头车司机一脸忧愁蹲在路边，这让何宁有些纳闷，难道他不是赶紧离开，给他老板汇报情况，看接下来怎么办？他要开车走掉，何宁得到的木头只有10来根，这下好了，20几根全部有了。师傅放心，再等半个小时，我叫的人就来了，帮你把掉下去的木头全部拉上来。谢谢，你真是好心人，那我就等一会儿。这种情况何宁真想不通，这师傅真在乎这一车木头，难道真是意外事故发生？这是给高崖镇拉的木头，可不给高崖镇上拉，没想到在这里出了事儿。这一车木头值多少钱？25根柏松，3000多块。对了，你的车没事吧？咋能没事？你的木头撞了2个大坑，你的责任吧，不能推辞。我很好说话，给你们吴总说清楚，小钱他不在乎。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？
我们开大车跑生意的，谁的车很容易认出来。师傅，吴总没告诉你，大车上是十里铺何宁的人？没有，他没说是谁。说完，木车卡车司机眼睛忽一下瞪大，警惕异常。不远处，罗麦的车已经赶了过来。何宁拿出准备好的录音笔。罗索，他招了，是吴总派他搞我。你小子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好好的。我的新车撞了2个凹陷，修好了得大200多，这钱他得赔。卡车呢？罗索，我哪有时间留下车给你取证？人家等着卸货呢。我想知道吴总给他多少钱让他搞这一出。说蓄谋制造车祸，故意杀人，谁也跑不了。吴总就多给我1000块。混蛋，我的命才值1000块。照相机小心翼翼取出来，交给罗麦。这里面有他故意弄断绳子照片，是他的罪证。罗索，这里没你事了，带他回所里吧。罗麦看着散落在地上的10几根大木头，眼睛盯着何宁，不说话。罗索，你的意思，这些木头要还给吴总，还是你拉走缴获归公？你不嫌麻烦？我们村盖新学校，缺新桌椅板凳，你告诉吴总，这车木头多少钱？他有本事，他来找我要钱。何宁，你小子这也是违法。屁！就这些木头，这辆车我先拉回村里用。他们真要计较，让他们来村里找我要钱。木头司机被押上了警车，村长带着5辆3轮车过来。宁子，你没事吧？你到哪儿搞的一车大木头？咋还散架了呢？咱学校做新桌椅板凳的，请镇上最好的木匠，手工钱得到最好。何富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他娘的手脚麻里些，拉到坡顶上，这一车几千块呢，也就我这儿有能力捐献给学校。40、50个人神情激动，动作麻利，吆喝声一大片。车是租木头场地里的，你以为是我的，得还给人家。何宁很好奇，吴总会不会打发人进来开走这辆车？嘿嘿，宁子，你是想给学校做课桌时顺便给你打几样家具吧？银叔，你真聪明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爷爷的棺材顺便也做好，免得出意外的时候搞得大家手脚忙乱。嘿嘿，从省城拉回来的一车货能挣大几万吧？宁子，你要说话算数，1万块钱里有3000块是给村里的公款。大卡车是用村里公款买的车，有一辆大卡车，村里就多一条稳定的收入来源。重生回到92年，村里来了个女老师。哟，罗副局，恭喜高升了。何宁，别扯这些，说正事。罗索，吴总抓起来了，他们也抓起来。罗麦没接话，朝着外面喊一声：“小唐，老大有什么吩咐？”这一嗓子就是确定他有没有在门口站着。何宁，你听着，事情没咱想的那么简单。吴新强虽然被收押，但没证据证明吴新敏和岳生龙有问题。这件事背后有人罩着，等风声过去，你懂的。王哥，你还不下班回家？王警员转身跟小唐笑嘻嘻：“何宁，吴新敏的关系很复杂，你时刻警惕，最好不要再招惹这个女人。”罗索，你怎么看我？这句话猛一下，罗麦没反应过来，什么意思？何宁，什么意思啊？罗索，这半年时间，我帮过你几次，就那几次事情，你怎么看我？好，我实话实说，何宁，你不一样，你跟所有人不一样。唯一合理的解释，你提前知道会怎么发生，或者说你比别人知道的事情更多。罗索，你心里这样看我？看似不合理，实际上很合理。这是你的本事，没必要跟谁解释是怎么回事。关键一点，你在做什么？何宁，我很庆幸你能跟我相处。何宁需要一个打心底里理解他是怎么回事的人。何宁，你昨天说有重要事告诉我，什么事？明天早上10点，咱黄原县大滩吊桥塌陷。说2句话就能阻止的事，也不过做过多的解释。身上那重无形枷锁卸掉一层。宁子，来了一个城里女娃，师专毕业生，要在咱村小学教书，不是分配来的，是支教。她说要见你，有事儿给你说。奇了怪，宁子又不管学校老师的事，叫宁子干嘛？就是女老师来咱学校教学，你迎接就行了呗，叫我干什么？她说带着一封她爸的信给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李娟松了一口气，不是女教师本人找宁子，是城里他爸。人呢？等会跟平平一起过来。看见这新女老师第一眼，何宁就知道她是谁了。怪不得那天在教育局看见董宪也在那。小梅姑娘，你支教的这一学期，教育局没跟你说发工资的事儿。支教嘛，只有80块生活补助，没有工资的。何宁一口应承。谁说没有工资？我让村长给你安排，跟张谦、周平平待遇一样，1个月500块。除了照顾董小梅之外，何宁也是真心想用高工资为十里铺留住优秀的老师。宁子，还有个事，现在咱新学校建起来了，娃还不多，我们商量了办个学前班，城里跟文文一样大的娃已经能读下去绘本，
可咱们的孩子一个字儿不认识。听明白了，张谦招学前班孩子，说到底是为了带何文文。郝老师良苦用心。娟，你进来，张老师给你安顿事情。李娟进来，提起暖壶给3个老师添茶水。周萍萍将刚才的意思给李娟再说一遍。学校里跟文文一样大的孩子有7个，我们先带着，实在带不住，这个学前班就取消了。这不是在搞实验吗？你们当家长的多多支持一下学校工作。当然支持，肯定好好支持。你刚才说带不住就取消了，不能取消，带不住的原因是没老师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村里谁愿意当学前班老师？过去带发工资。张谦眼睛忽一亮，宁子，好办法啊，反正村长手里不差那几个钱，咱再找个年轻爱玩玩女人带学前班。回去的路上，董小梅问张谦：张老师，我听你的还是听他的？当然听他的了，全村人都听他的，村长也听他的，你不听他的听谁的？村长也听他的。董小梅眼睛瞪大，有意思，搞清楚什么状况，给老爸汇报。吴新强被抓了，但吴新敏和岳生龙还在，担心李鹏夫妇。何宁没有让他们继续跑车，在线上给石小红办了个童装店。这会上来找许建国，顺便过来看看娃舅妈生意。老远就看到石小红关店准备离开。小红，店门为什么锁掉？这个点也不是吃中午饭的点啊。三姐夫，我回去几天，小鹏出事了，我不能不管啊，我回去几天照顾他。什么？小鹏出什么事了？3天前，小鹏说回去一趟趁亲戚家白事，昨天爸过来说，小鹏被人打得一身伤回来。何宁气得瞪眼呲牙，不是同情李鹏挨了打，3天时间，他不管店里生意，在外面惹事，还拉拽小红做生意挣钱，心底里是想把李小鹏抓过来再捶一顿。小红，你买的是童装、学生装，这2天开学，有不少家长来店里给孩子买新衣服，你这一关店，损失太大了。爸亲自来叫我，我不能不回去。小红，店门打开，就是天塌下来，你这摊生意不能停，继续做，不管他。可是姐夫。小红，不听三姐夫话了，你不管他，他跑出去3天，他惹事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过你？我替你去看他，他没折胳膊，没断腿，没拉去医院抢救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别紧张。小红，你不要有负担，这事儿我帮你处理。我回一趟杨柳村，我倒要看看咱爸跟小鹏对你能抱怨什么。姐夫，我听你的，我好好守着店。一拨人嘻嘻哈哈进来，小红热心招呼。何宁转身往杨柳村赶去。重生回到92年，调查小舅子被打事件，在大表哥家发现端倪。现在哪有脸去找宁子，把他找来，小鹏又挨一顿揍。大哥，咱三女婿有本事，他能给小鹏讨个公道，要不然咋办？这打白挨了。何宁走了进来，口气冷冰冰。岳父，小红不能关了店门，这2天学生开学，一天有大几百收入，你眼睁睁看着大几百收入没有了，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店又关门歇业。赵秀秀一把拉住三女婿手腕，抹一把脸上泪。宁子，你去给小红说，别让他来了，让他安心开店。你爸不听我劝，昨天也是急躁，好下去叫小红，叫上来能干什么？小鹏伤就好了，输掉的钱能要回来。什么？小鹏输钱了？姨娘，他输了多少？他说他输了800块，他从衣服店里直接去的丁庄，谁知道他身上带着多少钱？丁庄，小卢丁庄有咱家亲戚。你姨爹大姨夫去世了，小鹏帮忙随礼，谁知道他输掉了钱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何宁心底里话，咋把他手指头没剁掉？这种话不好当着岳父岳母面骂出来。当女婿的耳朵里听着岳父唉声叹气讲昨天的情况，眼睛余光看炕上躺着的小鹏，鼻青脸肿，眼睛眯成一条缝睁不开。三姐夫来了，他装睡着不理了。岳父，丁庄亲戚具体谁家？丁庄丁有旺老爹是我姨父。岳父，我去一趟丁庄，这事情我会搞明白。但小红的服装店不能关，她不能上来照顾小鹏，这你要理解。你不要抱怨他了，挣钱的事也重要。几句话口气冷沉，意思不容置疑。不要打扰你儿媳妇做生意，不听我安排，这事儿我也不管了。李鹏，你敢输掉800块，你还想让小红上来照顾你？你给我等着！说完这话，何宁转身出屋子离开院子。我就知道这事儿又把宁子惹翻了，你们都看看，他跟小鹏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。说个屁，他不揍一顿小鹏已经不错了。爸，我三姐夫会收拾他们的，我三姐夫有本事，他谁都不怕。小红真不回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让小红来干什么？让他知道你输掉了800块钱。我昨天要知道你是完犊惹人输钱，我能下去叫小红。你呀，你这媳妇你领不住。
李小鹏从县城店里走的时候，身上装着800多块钱货款。小红安顿他，拿回去交给公公婆婆，二老手里要有个存数。何宁开着卡车跑了半天，直觉这件事背后有人指使，有人操控一些情况，暂时还理不出来线头在哪里。有望表叔，我小舅子昨天在你家场地上挨了打，我听说你们村长昨天也挨了打，我想知道怎么回事。小鹏是早上挨的打，我们村长找打人的丁发发几个人说理，三言两语没说合适，村长也挨了打。打李小鹏的人也是丁发发他们几个兄弟？不是，是耍赌的那一拨人，他们是丁发发带来的，村长就为这事儿跟丁发发争起来了。明白了，谁家过事情，不管红事白事，外面一波专门耍赌的人领来，玩上3天，卷了一把钱跑了。表叔，你们村长怎么样？被丁发发弟兄5个打得鼻青脸肿，也在炕上躺着。你想见他的话，我打发人过去把他叫来。好，你把村长叫来，我跟他当面商量事情。10几分钟后，丁家村长赶了过来，又将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他们把外面一波摇丸子人带进来，靠我们村卖掉瓜子人家手里的钱，卷走了1万多。我去找丁发发评理，我说不过人家，挨了一顿打，他们哪有把我放在眼里。1万多，那是我给大家放的黑瓜子定金，是大家的血汗钱。何宁，我也了解了一圈，好像有人在针对你，前脚卷走，大家一笔钱被卷走，后脚就有人收黑瓜子，比你价格还高2毛钱。何宁瞪大眼睛，一些情况清晰了，连上了线。这些事儿的背后，有人想搅和他的黑瓜子生意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宁琢磨了一下，觉得搞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岳生龙。宁子，刚刚你不在，大表哥过来报丧，说大姨夫去了。李娟将人情本拿出给何宁。娟，10年前白事上的人情是8个馒头，5年前是8个馒头2块钱，现在咋整？咱十里铺人随礼不出馒头了，就出10块钱。就是，谁家都拿馒头，一年都吃不完。娟，你认识我大姨不？不认识。她嫁过来的时候，婆婆就不在了，家里穷，条件不好，亲戚们都不咋来往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得去一趟。李鹏输钱被打的事，何宁没有告诉老婆。过几天大姨夫的白事上，何宁忽然想到，打小鹏的那班人会不会到时候也在？宁子，咱都4、5年没见过了，大正月的你也不来，这事儿怪我。以前混蛋，好歹这里有我大姨，正月里应该来拜年的。何宁掏出500块钱给大表哥，这是我12岁的时候，我妈过世，我爸和我们姐弟俩借你家的100块钱。现在我大姨夫走了，10年前的100块钱顶现在的500块，表哥，我还给你。公家大表哥一脸惊讶，还500？宁子，你家现在好过了？与关家大表哥家隔了80里，隔了一个县，他们不清楚现在十里铺的变化。好了一点，村里打了机井，有水浇地了，不用再靠天吃饭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好得很。这笔钱我先收下用，我给你大姨说清楚，说十里铺宁子家把钱还上了。对了，表哥，前面空地上停的那辆面包车是咱们哪家亲戚的？进门的时候，何宁一眼看到大门前空地上一辆白色面包车，是我们村长领来凑热闹的一组人，会吹唢呐，刚来的，给咱撑个场子。你们村长领来的人？丁庄丁村长说过，打人的那伙人就是开面包车来的，会不会真的同一班人？重生回到92年，挑衅4圣兽，拿回欠条。谁？你是谁？谁让你瞎拍照的？何宁不说话，大步走出去，骑上摩托车往50里外的丁庄去。丁村长，前2天你们村白事上开面包车的那帮人，你认识对吧？咋不认识？我们村1万多块钱被那帮人卷走了，我现在还恨得不行。你跟罗所长熟，你说一声，把他们抓掉。丁村长，我带你去一趟平铺园，你帮我辨认一下，如果是那帮人，我帮你把1万多块钱要回来，算你手里捏的公款。啥？你能帮我要来1万多块钱？这怎么可能？走，丁村长，我带你跑一趟，认一下是不是打我小舅子的那帮人。丁村长坐在何宁摩托车上，1个小时到平铺园大姨夫家大门口。丁村长，你看是不是那班人？丁村长盯了一会，将几人一一指出。何宁，那有青龙朱雀纹身的4个人，就是他们打你小舅子的人。知道了，走，我把你送回去，免得他们认出来，到时候报复你。丁村长很想留下来看何宁怎么收拾他们，但一个眼窝子青着，被他们认出来肯定是麻烦。傍晚，摇碗的人支起场子，吸引村里人过来。何宁站在一旁看他们摇骰子。宁子，天黑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不能玩啊。大表哥，我就看看。公家表哥眼神里一抹厌烦，他意识里3姨家宁子
还是混蛋表。围在主桌前的人越来越多，声音越来越嘈杂。买单买单，肯定是单，这宝稳稳当当。关掉闪光灯，相机举起，众人压前的吵闹声掩盖了咔咔快门声音。有人拍一下他肩膀，咧嘴一笑：“哎，想玩了玩2把，你拿着个相机照上去。”何宁掏200块钱出来，在说话人脸上晃晃，嘴角微微一笑。这一幕被公家大表哥看到，混子一个，输吧输吧，把你家朵都输掉。心里又安慰自己，管自己什么事儿，反正3姨3姨夫都死了。平铺园不属于黄原县，罗麦管不了。何宁脑子里想，今晚怎么能引他们到高崖镇上去？200拿出来，玩几把。刚赢200，又输了200，够本。嘴里故意大声喊着：“本回来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”果然转身要离开，被他们的村长拦住。哎，你看你这亲戚，这玩的没出息，不输不赢算玩什么？你再压一把，保证赢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肯定输掉。你压这一把，我和你绑上，赢了算我一半，输了也算我一半。何宁嘿嘿笑，又玩了一下，果然400变800。村长知道我是谁不？咋不知道？军娃的3姨家表弟嘛，你要叫我输呢？军娃是公家大表哥的小名。表弟，你不要玩了行不行？你跟我来。军娃，你把你叫带去，你管得着他怎么办？他又没带孝。大叔，他是我亲表弟，带孝烈，你不能怂恿他。军娃，说什么呢？我有怂恿他吗？这场子在你家，有本事你把支场子人赶走。军娃脸上神情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辩解。何宁看明白了，村长是他们村的村霸，或许是村霸当了他们村的村长。村长盯着这帮人，谁想走走不脱的，除非身上没钱了。不到20分钟，何宁手里500块果然输完了，转身想离开人群，又被村长逮住，脸上笑呵呵：“表侄，输完了，500块输完了，身上光光了。嘿嘿，没事没事，我借你200。”何宁摇摇头：“表叔，真不玩了，再玩下去欠你钱了。”没事没事，慢慢还嘛。何宁一挣扎，眼睛恶狠狠瞪他嘴脸，拽脱他拉着自己胳膊的手往外走。宁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大表哥口气愤怒至极。宁子，你身上钱输光了。输光了？怎么着，表哥？你要借我一把？一脸赖皮笑脸。你信不信我捶你一顿？不让你玩你偏玩，你有多少家底输不完？表哥越生气越想捶他，何宁觉得他越是好表哥。逢年过节还是要好好来看大姨和大表哥。哥，你想不想去我们十里铺？这句话问得没头没脑。何宁是提醒他一句，有时间了你去一趟十里铺，我现在是什么人你就明白了。就凭你冲出来揪着我衣领想捶我一顿，你这表哥以后就是亲哥了，本来就是亲表哥。宁子，我明天就去十里铺，我要告诉你老婆你输了500块，我管不了你，我不信你老婆管不了你，你儿子都4岁了，你还这德行。骂得好啊，家里什么情况解释一些。表哥你说错了，我也有了女儿，我女儿月月还不到1岁，刚9个月，还没满9个月。大表哥披麻戴孝的，哭肿着双眼，脾气躁躁的，拳头挥起来了，终究没有砸下来。你给我滚，现在就滚，再不要来了。脑子里恍惚着，何宁心里一股感觉，表兄弟关系淡漠是自己以前混蛋的原因。何宁走到面包车跟前，拍拍窗户，让里面人脑袋伸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几个，我身上钱输光了，我回家一趟拿钱，摩托车里油不够，能不能把你们面包车上的油借我一些？能骑回高崖镇就行。你是高崖人？对，高崖镇十里铺的。我回家一趟拿钱，来回也就2个小时，我得把我的本捞回来。车里4个人相互看一眼，心知肚明，这是第一个输红了眼跑出来回家取钱的人。天都黑了，你跑那么远拿钱划不来吧？先从我这儿拿上，明天再说。好，你给我拿1000块，我迎来我的本，我给你再还上。没问题。1000块拿到手，打一张欠条，摁了手印。何宁转身往自己摩托车跟前走，面包车上呼一下出来2个人，小跑2步到他跟前，左右夹住。你小子拿了钱想跑，跑得了吗你？俩人夹着何宁，强迫他进去玩这1000块。何宁腰身微微一弓，左手左右2甩，噗噗2下，很熟练的动作。2声啊啊，两侧的人同一时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一把宰羊尖刀架在刚才拿了欠条人的脖子上。欠条交出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夜黑风高，只需3招。欠条交出来。好好，兄弟手下留情，欠条给你。这些人心里知道，输红了眼的人真敢拿刀子砍人。何宁撕掉欠条，跨上摩托车的时候，车上2人和场地上的人同时追来。站住！你小子敢伤人！
有本事你们追上。面包车肯定追不上摩托，两辆摩托呼突突响，从后面追上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前不着丁庄村，后不着韩窑村的中间部位，一大片空旷平原，摩托车停下，故意踏脚踏子，做出没油了的动作。暗夜黑沉沉，后面两辆摩托追到跟前，下来两个人。小子，你敢戳伤我们兄弟，你胆儿太肥了，你输不起你就别玩了。两辆摩托车灯熄了，也是想摸黑下手，跟何宁拉开一截距离。他们等后面面包车里的4个人，极其熟悉的一幕，有过跟拿大砍刀人打架的经历，和没有这种经历大不一样。你俩有本事一起上。兄弟，好端端的，输不起就别玩，骗我们手里1000块钱算什么本事？何宁紧盯一个人脑袋，10根气门新拉满的弹弓，威力还是相当大。一声惨叫，脑袋上中弹的人蹲在地上，另一个人心里慌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真的碰到狠人了。何宁脚下刮起一阵尘土，趁对方愣神的机会冲上去，一刀直接戳中大腿，另外一个也补上一刀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兄弟，一弹弓不会死人，大腿上戳一刀也不会死人，忍着点，你的同伴们会来救你们的。摩托没油了，还不如自行车。将两辆摩托车的油盖子打开，提一把，汽油倒完，输油管子和电线抽出来，一刀子割断，摩托气门芯拔下来放掉气。4、5里外，面包车灯光看得很清楚。这么慢，追个屁追啊！面包车上有4个人，拉上被自己突然出手扎伤的2个，有6个人，不敢大意。他们都拿砍刀冲上来，肯定打不过。打不过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，跑，往高崖镇方向引去。笑死了，一群菜鸡，葫芦娃救爷爷嘛，一个个送。这话对面包车上的人侮辱性很大，伤害性也很大。一帮没脑子的家伙。油门加大，一路开停停，远远吊着。20几分钟到高崖镇，冲进派出所院里。罗所长，我报警，是丁庄开面包车诈钱的那8个人，快追，他们往南逃了。罗麦不在所里，是小唐坐镇。唐副所长听见何宁整事儿，兴奋得不得了。你小子真能折腾，也不怕他们砍死你。何宁说的玄乎乎。他们面包车后面放着40米长的砍刀，要是给我来一下，直接变烤串了。2辆警用摩托4个警察追了出去。面包车早发现不对劲，往回跑了。追出去了40分钟，2辆警用摩托刚好追上。小唐不敢大意，手里武器举着，打着电灯照着他们窗户，逼着他们一个一个下。还没跑出高崖镇地盘，都蹲下，一个一个都别动。罗所长找你们找了几天，竟敢自己送上门来。黄原县扫恶，这帮人是重点打击对象，他们流窜到邻县耍手段，被何宁引来了。你们4个大腿怎么了？被那小子扎伤的。唐副所失笑，何宁这手段也太老套了。哼，也不看看你们惹了谁，敢打他小舅子，他不弄死你们算手下留情了。小唐心里后怕，万一何宁弄死一个，麻烦大了。还行，也就大腿上刀尖扎了一下。10里铺人的摩托车在跟前。何宁跟小唐商量一件事，李小鹏输掉的800块，丁庄人输掉的1万多块，能不能还回来？跟小唐熟的一个好处就在这里，人家一口答应。一般情况，这是没收的赌资，还能要回去。何宁，你也说不上来具体1万多少钱，就这15800块，你拿去，等罗副局回来，我再告诉他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那我回去了，这摊子没我啥事。哎，面包车我押着他们能开回所里，这2辆摩托车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领你们村3轮车来一趟，他们的作案工具你先拉回去，后面再处理。唐副所拍拍何宁肩膀，你整的事，这忙你要帮。好，那我就先拉回去。何宁的摩托转过头，回去的方向路过丁庄。事不过夜，答应人家的，从那帮人手里帮他拿回1万多块，是不拿回来了。村长家屋里灯亮着，还不到12点，4、5个人围着村长说明天的安排。严叔，我给你搞了一辆摩托车，你要不要？何富银蹭一下站起。宁子，我知道你去你大姨夫家趁事情去了，你他娘这么晚才回来，把我们等得急死了。知道老叔有很多情况要说，没工夫听。行了，村长，有2辆摩托车在丁庄和韩窑之间，你去晚了肯定被人拉走。咋回事啊，宁子？你赶紧去拉，明天再跟你说咋回事。侄儿安排的事，何富银言听计从，屋里这4个人招呼上，走了，听咱宁子拉摩托车去，连夜拉回来。回到家也累得不行，一躺下眼睛再睁不开，意识里好像过了一辈子的时间，也就过了1晚。第2天一早，大表哥开着3轮车。表哥快进来，这一大早的，真没想到你来了。公家的表哥被这一院大门亮窗砖瓦房要的瞪眼张嘴。宁子，今年建起来的新房子是4月5月2个月建起来的，快进，
昨晚的事让你受惊了，他们没找你麻烦吧？宁子，你搞什么？那2人真是你戳伤的？他们诈钱抢钱是警察要扫掉的恶势力，我用了一些手腕而已，我不是真的要赎钱。这话说出来，龚家的满脸不信。从这院房子能看出来，何宁家大翻身，可有了家产也不能耍钱呀。大表哥，有饼牛奶，还有煮鸡蛋，你脸上这表情吓人呢。宁子昨晚出什么事儿？没有，宁子说你家有了大变样，我赶紧过来看看。李娟没多想，留下男人跟表哥说话，她出去忙别的家务事去了。宁子，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没追上你，他们骑着2辆摩托车呢。大门外又是村长的声音。宁子啊，宁子，你他娘的把那2辆摩托车搞坏，怎么都修不好，你昨晚搞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重生回到92年，大表哥收黑瓜子有麻烦。宁子啊，宁子，你他娘的把那2辆摩托车搞坏，怎么都修不好，你昨晚搞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银叔进来说话，一大早的，别吓着我女儿。院子里脚步响，村长瞪着眼睛进来。村长咋咋呼呼进来的时候，李娟也跟过来看。表哥，这是我们村长何富银，别都站着拿这种眼神看我，一个一个的，好像我干了伤天害理的事。你把人家2个人戳伤了，我回去怎么跟村里人解释？大表哥要一个合理解释。何宁戳伤2个人跑了，这事儿了不得。那帮人是他们村的村长领来的，那帮人出了事，村长找他麻烦。表哥，你就那么怕你们村长？宁子，或许是他尊重他们村长。尊重个屁！他们村长是混混恶霸250，你以为都像你1分钱公款都想着给村里花？你这样的村长，别说10里8村找不上2个，3县2区都找不上2个。侄儿这口气看似是抱怨何富银，实际上把村长抬得高高的。没有，我哪有那么好，都是你有本事扶持我。咱村里人好，都听话，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干事，谁不想多挣钱，谁不想富，你说对不对？龚君娃看他们俩一唱一和，说不到正点子上，更是急躁。那昨晚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把他们人戳伤，你就不怕人家找上门搞麻烦？你把我们担心死了。傻，宁子，你把谁戳伤了？你别瞎说。昨晚的情况不详细说明白是不行的，3言2语解释清楚。你搞他们8个，你不害怕？哎，你这当表哥的还不知道你表弟这半年的本事，这算什么？宁子老干这一出。大表哥想想那个场景，腿肚子都发颤。老干这一出，大表哥脑袋嗡嗡响。他们是流窜在各地方的恶势力团伙，我昨晚把他们引到高崖镇，被警察抓走了，就这么个事。表哥，你不要担心他们会搞我，我们十里铺他们要么进不来，能进来出不去。别说他们8个，他们80个来十里铺也不怕。龚君娃瞪眼看何宁，眼神里，你是不是我的宁子表弟？李娟扫院子听得一愣一愣，虽然已经习惯了自己男人在外面搞事，但还是听得心惊胆战。宁子，照你这么说，那2辆摩托车是咱的了，罗麦不会没收吧？真把他们定性为恶势力组织，这2辆摩托车不还也罢。哼，这是他们打我小舅子的代价，还个屁！龚君娃身上揣着宁子表弟昨天还掉的500块钱，昨晚他想了一夜，宁子是书籍了狗急跳墙搞的事，这500块准备偷偷塞给宁子媳妇，看来没必要了。李红梅带着几个妇人嘻嘻哈哈笑进院子，从早到晚要捡黑瓜子，一天10块钱，村里的女人也能有收入。娟、宁子，我们接上昨天的活，都顺手着呢，不要你俩安排，你们忙你们的。龚君娃吃着表弟家早饭，耳朵听着眼睛看着，何家表弟身上翻天覆地。你表哥一大早追来，肯定吓坏了，你小子老搞这一手也不是个事吧？怕什么？派出所备案了的。小卡车也好，2辆摩托车也好，都是在派出所备案的，十里铺人放心大胆用着。想到大表哥村子还没有安排人收黑瓜子，那这事就交给大表哥了，趁着他家做白事人多，让表哥也能赚上一笔。宁子，县工商局的刘局长昨天一早在镇上等你，等到下午等不见你。不就办个黑瓜子收购手续吗？非要我亲自去，你去不就行了？可不得你签名。真麻烦，银叔，等会我跟你过去。3天前，岳生龙知道何宁还没办黑瓜子收购证，他联系了发小刘兴茂，说好的要在这事上面搞何宁。刘兴茂，你敢耍我？你瞎搞什么？姓岳的，你跟我呲什么牙？坐那去！你这口气，还以为咱俩是当年一个学校了念书的校友。岳生龙10万分不理解，不是说好刘兴茂带着人是去查扣何宁的5万斤黑瓜子，怎么转眼就把收购许可证发给十里铺了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个混蛋！你这局长想不想当了？
姓岳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局长当得了当不了，你说了算。刘星茂，你给我等着！岳生龙，你个吃屎的，还把我拉屎的人拿捏住了，你拿捏一个我看看，我这个局长当不成，你的龙腾公贸也开不下去，不信你试试。刘局这句话让岳生龙猛一下收住想整事儿的心，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很多情况，跟刘星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刘局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俩被一个农村小伙子折腾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得弄死他。就怕你弄不死他，他先弄死你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上面护着十里铺，护着那小子呢。什么？上面领导护着十里铺？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。龙总，董宪的女儿董小梅在十里铺支教，正就是董宪安顿的。不管怎样，等他女儿离开，等董宪的眼睛没在十里铺盯的时候，你再折腾好不好？听到这话，岳生龙忽然发现他真的拿何宁没有办法。你先回去吧，等会十里铺的人就要过来了。何宁跟村长去了一趟招抚室，来看看马舅妈服装店。罗麦去李鹏家跑了一趟，事情他都是知道的。看到三姐夫过来，吓得身心恐慌。君娃，我家掏了4袋子了，你让你家亲戚来收，说好的啊，1斤1块钱。说没问题，1斤1块，可是这几年最高的价。恶霸村长龚大全听到君娃在收黑瓜子，带着一半人怒气冲冲过来。都散了，收什么收？今年我糖汁儿8毛钱1斤全包了。君娃，你敢领你那个表弟来咱村里收瓜子，我先弄死你，我再弄死他。重生回到92年，乡村河畔上的速度与激情。宁子，大姨家表哥打来电话，说他被他们村长截住了，他们村几家人的黑瓜子截住不给你拉来，宁子你赶紧去看呀。什么他们村长，村霸一个。平铺员龚家表哥看十里铺何宁收黑瓜子，这几天时间他在平铺园搞试点，何宁答应能收上来，给大表哥1毛钱红利，1万斤大表哥就有1000块钱收入。龚君娃憋着一肚子火，这些年龚大全村长把他欺负死了，想了一夜，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十里铺的何宁表弟把他厂子搅黄掉了，让他少了800万收入，他气不过，找机会把火气往龚君娃身上撒。君娃，听说你去乡上给你那个表弟打电话去了，怎么着？你那个十里铺表弟本事大得很，你想让他给你出头？龚君娃心里恐慌。不是，全叔，我哪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告诉我表弟，别让他来了，咱们村的瓜子他收不成了。龚大全脸上冷笑，往前走一步。你是这个意思？一把揪住龚君娃脑袋上头发，几拳往脸上招呼。别以为你死了爹带着笑，我就不打你。骂完这句话，转过身，带着他的3个铁杆随从走了。龚君娃坐了20几分钟，慢慢站起身，大口喘气，身心沮丧，推着自行车往回走。村长，你知不知道君娃那个表弟的情况？十里铺何家的搅了我的好事，看我不收拾他一顿。村长，你知不知道那家伙敢动刀子，老八手下4个人大腿被他戳伤，然后老八他们被高崖镇派出所抓走了，听说是他们县严打对象。毛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哪儿听说的？村长，我的意思，那小子一个人能干过老八他们，还是不能小瞧。咱打了他大表哥，万一他找你麻烦，我是怕。去你妈的！你怕个屁！你都是听谁说的？这里不是他们高崖，这里我说了算。你们给我注意着村里动向，他要是来了，随时告诉我。龚大全掏出一把小刀，嘴里恶狠狠。他敢动刀子，我不敢动。他派出所有人，我没有。十里铺何家的前几天事情上又见了一回，个子没他高，拳头没他硬。何宁开着卡车赶来时，刚好看到大表哥推着自行车回到家。大表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打了？不是。什么不是？谁打的？这话问出来也就顿了3秒。何宁想明白了，是谁打的大表哥？你们村长打的。你们村长叫龚大全来着。不是，宁子，我专门跑一趟乡上给你家打电话，不让你来，你非跑我们村来。这里不是十里铺，你咋这么犟？你赶紧回去。到底是不是你们村长打的你？宁子，算了吧，你惹不起他，你有本事挣钱了，你带你们村里人致富。可这里不是十里铺，我们村长和你们村长不一样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表哥，真没想到这些年你在你们村过得这么憋屈，你就那么怕他？他仗谁的事啊？在电话里给李娟说过的情况给表弟也说一遍。宁子，我在前面挨家打招呼，龚大全在后面搅事，我们村的瓜子你是1斤都收不去，我们村长搅事，谁敢把瓜子卖给你？那天看到表弟家翻天覆地，龚君娃也想跟着表弟赚钱，没想到事情不但干不成了，还挨了打。大表哥，
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村这个村长把你们整得服服帖帖的，他是1、2，你们不敢说3、4。龚君娃又叹一口气，宁子，他三弟是宁县公安局的副局长，他舅舅家亲表弟是土高乡乡长，他当村长有人撑腰，谁敢惹？何宁听明白了，大表哥，他在你们村想怎么拿捏你就怎么拿捏你，你们村里人都支持他。屁支持他，除了他们弟兄5个，还有几个狗腿子，我们村里90%的人恨不得他死了。何宁的眉头慢慢皱起，半天不说一句话。有个情况很明白，在他们村里闹事，何宁沾不到好处，那就不在他们村里闹。大表哥，如果没有你们村长接我，顺顺当当，我今天能收走1万斤黑瓜子吗？龚君娃脑子里算账算了5秒钟，嘴上肯定。当然能，我已经说好了10几家，有7000斤货，可村长跟在我身后一家一家搅骚，谁把货卖给你，他弄死谁。龚大权收到消息，带着几个人来找何宁算账。何宁摸摸裤子兜，录音笔在兜里，笑着迎了上去。村长，全叔，你这兴师动众的，咱是误会吗？看把你气的！我要知道在你们村收瓜子要经过你同意，我能不找你吗？何家的，听说你挺横，把那帮人戳伤了4个，还让你们镇上的所长把他们抓了。全叔，谁给你说的？我把他们戳伤了4个，他亲眼看见了。他们拿着那么大的砍刀，我差点被他们乱刀砍死。要不是高崖镇警察路过把他们制服，我这会死翘翘了。敢戳伤他们的人，等他们出来，看不成死你。就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他们是全叔你领来给我大姨家撑场子的，看我把你惹的，全叔我给你赔不是？何宁掏出手里的烟，给龚大权递过去。宁子，你还不回去？你手里不忙？大表哥，你敢不敢我回去？你让我空车回？你看，要是全叔同意我收1斤1毛钱利，我让给你。何家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1毛钱利？全叔，我1块钱收黑瓜子，能收上来1万斤，我给你1000块钱抽成，怎么样？真的？何家的，你是这个意思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怎么着？你不同意，我1斤瓜子在你们村里都收不上来。说到底，龚大权是在村里事情上少了800块钱收入，才闹腾这一出。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你们几个再去挨家通知，谁家要卖黑瓜子，拉过来，谁要不拉来，给我小心着。何宁手伸进裤兜里，摸一把录音笔，装作不懂，故意问一句：全叔，你怎么见到我火气这么大？要直，摇骰子那波人是我请来的，你砸了人家场子，我就少赚800块钱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何宁装作恍然大悟：那些人是你叫来的，他们是摇丸子套村里人钱，你当村长的你不知道。何家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就随口问问。1个小时后，龚大权叫人将瓜子拉来，装好车，整整齐齐1万斤。表侄，我家瓜子你收走了700斤，700块钱，1000块钱抽成，还有那天我损失的800块，一共2500块。何宁把录音笔摁开，拿出700块给龚大权。全叔，你家瓜子是700斤，我给你700块钱，你怎么能说是2500块？你想讹我呀？说完这话，何宁转身拉开车门，钻进车里。龚大权恼羞成怒，这时候恍然明白，十里铺何家的给他下套，抓起地上一把铁锨，抡圆朝车子前玻璃上砸下去。卡车玻璃一片碎花，他还要砸第2下，车子呜呜呜。后方跟上来一辆红色摩托，这让何宁万分疑惑。他一个人敢追来，谁给他的勇气？谁给他的自信？卡车故意开得慢，是让他们狗腿子的3轮车也能追上。没想到追上来的是一辆摩托。何宁觉得平铺员工大权太目中无人，也能理解，这几年他霸道惯了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摩托车追上，全嘴骂：他妈的，给老子停下来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，弄死你全家！听到拿家人威胁，何宁脸色沉了下来。摩托车敢追大卡车，既然你急着去投胎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重生回到92年，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既然你赶着去投胎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往回看，龚大权的狗腿子还没追上来。全叔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2500块不，3500块我都给你。龚大权心中得意，这么年来就没有几个人真的违抗他。卡车放慢车速，落在龚大权后面。正当龚大权以为要停下来的时候，何宁突然猛踩加速，猛一下从摩托车旁掠过，刮起来的沙尘差点让董村长眼睛睁不开。龚大权开着的摩托已经被挤到了河边，差一点就掉下去。狠狠想着，操起来手里铁锹，再给何宁来一下。忽然前面卡车在前方一个急刹车，
过近的距离让龚大全一时间反应过来，摩托车不受控制的往河方面冲去。咚的一声，河面见巨大的水花，半天才浮出水，在水中挣扎。你居然不会游泳，那你完了，这是你自己掉下去的，我可没撞到你。何宁嘴里嘀咕着，车子在路边挺稳当，看了一下车，确实没撞上。回头看掉进水里的人，心里一紧。龚大全越是挣扎沉得越快。哎，全叔，你行不行啊？哎，你这动作不对，你等着，表侄我下来救你，你等着。嘴里喊着，但身体却没有任何动作。我救你个锤子，拜拜了，全叔，一路走好。远处土路上，一辆三轮车隐隐约约，果然，他的同伙在后面开三轮车跟上。全叔，我本来要跳下去救你的，可你同怀了，他们救你去吧。卡车开动起来，从后视镜里，几人手忙脚乱跳下水。何宁脑子里呼呼响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龚大全在水里泡了5、6分钟了，被捞起来时已经没了心跳。全哥啊，全哥，你挂了，我们哥儿几个完蛋了。毛子这话让其他几个人心底里害怕。毛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他妈的，还能怎么办？拉回村里呀！难不成把全哥扔到这里不管了？拉着龚大全身体回村里，再去乡上通知他3哥，再去县上通知他2哥，只能这么着了。哎，全哥怎么出的事故？你们看见了没？这还用问？十里铺那家伙开着卡车，肯定是他把全哥撞了，不然怎么着？卡车撞摩托，你们谁看见了？没看见是没看见，难道不是十里铺人撞的？毛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们还不明白？十里铺那小子什么人？你们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我的意思，全哥怎么掉进水里的？咱统一口径，没看见就是没看见。对呀，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咱给他2哥他3哥实话实说。拉着龚大全身体的三轮车往平铺。他们在车上的议论，开着卡车跑远的何宁听不见。6点吃晚饭的点，刚好回家。村长和几个男人等在何宁家院子里。他们知道宁子要拉来一车瓜子，这些人帮忙卸货。宁子，车咋了？玻璃咋成这样了？被人砸了？出事故了？平铺园上发生的情况，给村长和这几个抬瓜子人简单说了一遍。什么？宁子，他敢拿铁锨砸你的车玻璃，还敢半路截你？他这是拦路抢劫，你说一声，我带咱们人现在就去平铺园把他家房顶揭了，我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不想村长瞎担心，龚大全有可能销户的事，何宁没说。回到屋里，罗麦打了通电话，将事情说清楚。路段没有监控，车辆也没碰撞，但龚大全的人说不定会过来闹事，这是需要罗麦帮忙。唐副所，你跟韩副所一起来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是宁县土高乡的公安来找我。他们要来的，被咱局里领导挡住了。我先了解清楚是什么情况，也没必要非带你去所里。电话里说过的事情，又再重新讲了一遍。何宁，你的意思，龚大全讹诈你2000块钱，你不给他，他追上来拦你的车？对，我有电话录音，而且是他自己追得太快，不小心掉水里。我想救他来着，但后面还有一班人拿刀追我，留下来肯定会被打死。小唐听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小心翼翼接过录音笔，对刷刷做笔录的韩副所说话。笔录让何宁签字画押，我们去看卡车，拍了照赶紧回所里，给头儿打电话汇报情况。走。何宁带着他俩去给拉瓜子卡车拍照，2个人进来到离开也就1个小时。宁子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俩要把你带走，我还以为你真闯祸了。老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该干嘛干嘛。宁子，真要是你说的这种情况，你肯定没事儿，我就说过你没事儿。何宁能想象到，从今晚开始，这件事黄原县公安领导、宁县公安领导旗鼓相当，针锋相对。这件事谁也不敢大意。何宁脑子里想，明天早上谁会来找自己？不是宁县公安，就是平铺园龚大全家人，是他的乡长哥哥和他的副局长哥哥。第2天一大早，第一个过来找何宁，不是龚大全的人，而是骑着自行车的龚君娃。宁子，你真没事？没事，没想到来找我的是你。龚大全的家属7、8个人在你们镇派出所，你们所长罗麦给他们讲道理做工作。罗麦说他们不用来十里铺找你，他说你没责任，他们凭什么找你？听这口气，大表哥也是从高崖镇派出所跑来的。今天早上从平铺园到高崖镇上的情况，他给宁子表弟解释清楚。龚大全的本家亲属拉着一车人往十里铺赶，被高崖镇罗麦堵住了。宁子，没想到你搞出了这么大动静，你是没看见他们家是要冲过来，你们所长朝天鸣枪3声，才把他们唬住，一个一个都带进了你们派出所，我也跟着进去了。
宁县的警察赶来了几个，不知道跟罗麦沟通了一些什么。龚大全的家属被宁县的警方押着回去了。何宁知道2个县的警方沟通了一些什么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点：龚大全是恶霸，是土匪，是打砸抢。现在严打整顿时期，惊动更高一层领导，只有一个结果：彻查此事。大全家属想闹事，他2个哥哥的公职完蛋。表哥不要怕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我敢保证你们村从今天开始太平了。银子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他昨晚竟然没了。我们村里人今天聚集起来了，去乡里上访，能去上百人。我跟在龚大全家属车后面走的时候，大家相互吆喝着去乡上，这下好了，看他2个哥哥给他怎么说话。上百人去你们乡上访，我天，他的2个哥哥要完蛋了。银子，我们村里人被逼到最后一步了。昨晚他们家人要到十里铺来闹事，结果呢，把村里人惹毛，火点起来了。宁子，是你的本事，你了不得啊！表哥心里畅快了。宁子，畅快啊！我没想到是这种方式解决了我们村的恶霸。表哥，我们不说这事了，上面该咋处理处理去。现在就商量咱俩一起挣钱的事。你们平铺园周围10里8村的黑瓜子，你当代办给我收起来，我给你1斤1毛钱利润，你好好算算，这个秋天你能挣多少钱？重生回到92年，堂姐来借钱，恩恩怨怨难了结。宁子，二叔家霞姐2口子来了，接二叔来了。接二叔来了，这让何宁有些纳闷。二叔去何军家已经有半个月了，他不知道。二姐、二姐夫，今天怎么还有空来我家？何宁满脑子想，跟娟结婚的时候他们没来，月月带满月的时间，二叔家这3个堂姐还是一个都没来，有什么人情可言？霞姐，二叔半个月前就去君子哥家了，你不知道？何霞口气卑微。宁子，你也知道，君子的媳妇不待见我爸，我爸怎么可能在他家长期生活？肯定是我爸给了君子媳妇一笔钱，等我爸钱被他们套完，他俩就把我爸赶出来了。听到谈钱，何宁明白何霞嘴里的话是什么意思。霞姐，你的意思你要把二叔叫来接到你家，二叔手里那笔钱给你用。何霞脸上尴尬，嘴上狡辩。宁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好像我是冲着我爸钱来的，我是真想把我爸接回去住一段时间。就是农村大院，咱爸待着才舒服。宁子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给君子哥家拨个电话，告诉我爸，让他回来。待在我家总比待在楼房上舒服吧？诺，电话在边上，君子哥家号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自己跟二叔说。宁子，我觉得你说方便一些，我爸听你话。我不说，是我二叔，又不是我爸，我凭什么给君子哥说让他回来在你家生活？一句话呛得何霞脸色微红，神情尴尬。宁子，话这样说是没错，可霞爸现在不是听你的吗？你就说说呗。电话在边上，你俩要说了说，不说算了。何霞站起身，走到电话跟前，拨何军家号码，响了4、5声。何霞说话：嫂子，咱爸在你跟前吗？我跟他说几句话。不在呀，是出去了吗？啊，在厂子里给我君子哥看大门啊，我还以为给你接送孩子呢。没事没事，咱爸回来了，我跟他说啊。何霞的话还没说完，电话里嘟嘟响，对方已经挂掉了。何宁已经听出来个8、9不离10，对方是何军家嫂子，给婆家妹妹说话也够冷漠。事儿没问完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。二叔在君子哥单位的场地里看大门，是不是？宁子，你听出来了？宁子，我觉得我爸过得不好，嫂子还是不要他。君子哥把他安排在那处厂子里生活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何宁叹一口气，心里话说明白。霞姐，这大半年时间，二叔跟爷爷一起生活，刚开始挺好，后来越来越不开心。他去城里君子哥跟前，我也没理由拦着，他就去了。他在自己亲儿子跟前，我还能问什么？何霞脸上的眼泪扑簌簌落下，低着头沉默。二姐夫坐在沙发上，吧嗒吧嗒抽烟，吐一口烟，叹一口气。何宁满脑子想以前的事情。5年前，就因为二叔给何宁借500块钱，这个二姐张牙舞爪扑上来，嘴里恶语连连，说何宁没一点屁本事，自己亲爸的棺材还要别人出钱。何宁心里对他们的仇怨，这5年时间没有一丝一毫消减。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何宁混是混，但什么时候有过他们一句温暖安慰，有过一句温暖鼓励？世态炎凉，冷嘲热讽在二叔家这几个堂姐身上受够了受尽。霞姐，你想接二叔回去，你去君子哥家接呀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宁子，你说的也对，听你的，我跟你二姐跑一趟你君子哥家，把霞爸接回来。宁子，话没说出口，被他男人拽住。何霞想说什么没说出来。宁子，你忙，我们不打扰你了，我们走了。他俩出了屋子，准备出院子。李娟从厨房出来，
脸上微笑也有些不自然。老婆发什么愣？宁子，我偷偷听呢，霞姐没跟你提说她儿子的事呀？他儿子啥事？宁子，霞姐是来借钱来的，给她儿子看病。李娟这话让何宁一脸惊讶。自始至终，他们两口子没说一个字借钱的话，话里是接走二叔的意思。霞姐跟我说，她小儿子住进医院了，要一笔钱做治疗，然后她才说接走二叔的话。我觉得她就是借钱来了，跟二叔借，二叔不在，她没好意思跟咱张口。何霞小儿子在县医院要一笔治疗费，何霞一脸忧愁的情况装在老婆心里了。娟，你别忘了，咱结婚，何霞没来走人情，咱女儿待满月。我听二叔说，他给3个堂姐都说了，没一个来。他们没人情，我也不想跟他们有人情。李娟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厨房做饭。何宁刚想回屋里，村长匆匆忙忙赶了进来。不用说，肯定是来讲何霞的事情。村长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借就借，不借拉倒，还要问我？这下好了，让人家以为我把你拿捏得死死的。宁子，你看你说的这话，我手里的这笔款子难道不是你的？你霞姐从你家出来的，她跟我张口，说明跟你没借到，你都不给她借，我再手一展借给她，这不是把你往沟里带吗？何富银嘴上叨叨，坐沙发上看茶几上猪头肉烧鸡，嘿嘿笑，很明显就是找个理由来蹭饭。宁子，你儿子呢？吃饭的点了，咋不见人？一放学，要么被周萍萍和小梅老师带走了，要么跟着勇勇去我姑家吃了，不管他。何富银大口吃肉片，一脸笑。你儿子怪得很，自己家饭菜这么丰盛，不知道回来吃。孩子心里，别人家饭最香。还孩子心里，别人家饭最香。你当村长的心里，也是别人家饭最香。现在，在何富银心里，宁子家就是自己家，吃得满嘴，说不出话。宁子，有几句话，当叔的不知道怎么给你说，我估计你也不听。何宁不吭声，看老叔说个什么1、2、3。宁子，你霞姐眼泪巴巴的，说孩子得的是什么胰腺炎，先住院消炎，说不定还要做手术，张口跟我借3000块，我觉得做手术的话下不来大2000，他真没跟你张口？没有，他只说把我二叔接回去，也没跟我说他小儿子住院需要钱的话。何霞为什么没跟侄儿说家里用钱的情况？何富银能猜出来个8、9不10。宁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恨，不想搭理你二叔家你这几个姐，你霞姐也知道你怨恨他，所以没敢张口跟你借。银叔，你要借了你借去，这种事以后别问我。何富银知道宁子现在的脾性，他在难处的时候，谁对他好，1块钱的好，他能给你100、1000回报；他在难处的时候，谁对他不好，现在就是翻脸不认人。何富银在另一个角度看宁子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。宁子，你跟王家人能消解怨恨，你明里暗里帮着他们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我觉得吧，你跟你这几个堂姐的怨仇，你也不能一直装在心里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心大些，你不要再想过去的事。不可能，银叔不一样。王二跟我有多大仇怨？他以前没把我爸妈怎么样，所以我跟王二那些纠结不算什么，能消解的。可跟他们，除非他们跪在我爸妈坟前，真诚忏悔，真诚道歉，可他们会吗？看看我三叔，看看我君子哥，看看他们3个当姐的，闭口不提我爸妈的事，这个坎我心里过不去。何富银听出来了，侄儿的心结在这里。8年前的事，他们3个说小也不小，不该跟在他们亲妈身后，恶言恶语将何宁父子从老院房子里赶出来。侄儿爸吐了一口血，一个锅2个碗起双筷子，一床破被褥从老院里出来。何富银记得清清楚楚，大哥拼尽全力打出来3000土鸡，盖了2间低矮土房子，没有木头，没有房船。何富银刚从部队退伍，拿出几10块钱买来30根别人家拆房子不用的旧船，帮大哥家盖起来2间低矮土房。何宁用100万公款报答何富银当年的帮助，让他当最拉风的村长，不给何霞借一个钱，回报他们当年的冷漠无情。8年前，何霞已经18岁了，何宁记恨着他到现在，这种怨恨在侄儿心里装着，堵着，过不去。宁子，叔理解你。你不理解，你劝我跟他们和解，你劝我给何霞借钱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李娟听见宁子声音不对，进来看。咋的了？吃个饭还跟村长吵起来了？娟，没事没事，没吵。宁子情绪有些激动，我安慰她呢。宁子，跟叔好好说话。娟抱着月月在院子里玩，偷偷听村长跟宁子说什么。宁子，我知道你恨你霞姐，所以她家的有些情况我没敢告诉过你，但今天我给你说说，你想听了你听，你不想听了你就当我没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何宁没吭声。你霞姐的小儿子才1岁半，身体很不好，
这已经是第2次住医院了。1岁半的小孩8成要做手术，得花费一笔。何军不可能给他借2000、3000，要借出去，你那嫂子能闹翻天。所以他们2口子今天来找你二叔来了，说是接你二叔过去生活，实际上是想用你二叔手里的钱。你二叔被你君子哥接走了，何霞觉得从你二叔手里拿钱8成没希望。他知道你怨恨他，所以跟你没张开口。何宁没说话，何富银继续解释：宁子，你怨恨你霞姐，这我能理解。可那个1岁半的孩子，他知道什么呀？不管远着亲着，他以后会叫你一声舅的呀。重生回到92年，村长去医院劝导堂姐迈出和解第一步。银叔，吃饱了没？吃完咱去办一下手续。宁子，要办什么手续？棉花，看这2天能把经营许可证办好不？现在就走。何富银脑袋里恍惚，棉花不能随便搞买卖赚差价，会被工商部门查扣掉。何宁带上村长去县城，先找董县长，让他给工商局刘局长通个气儿。何宁和村长，你们村里事业干得不错，让我很省心。有什么困难提出来，大家一起探讨。董县，我跟宁子的意思，你给工商局打个招呼，让刘局给我们一道手续，同意我们给咱黄源供销社拉棉花。董县眼睛里一抹疑惑。董县，挂靠咱黄源供销社才有资格收购棉花，我们的车出去一趟就不用他们那几辆车跑4、5趟，咱一趟拉来完事，给咱财政上省不少钱呢。董县还是不明白。何宁，我知道你跟许老板联手搞货运贸易，可拉棉花没有差价可赚了，咱这边最多给你的车补贴几百块钱，你图什么呢？何宁不能解释得太直白，难道说过15天，上面发文棉花收购价统一涨1块？董县，我是看不惯刘兴茂搞弯弯绕搞垄断，凭什么在拉棉花业务上，刘局长要插手要大赚一笔？何宁说这种话是确定董县对刘兴茂搞手段的事情已经很清楚，董县有心遏制这个混蛋的所作作为。叔侄俩从董县办公室出来，下楼左拐去工商局院子。宁子，董县拨一个电话说一句话，这事儿就能办成。你以为有多麻烦？宁子，我没必要跟你去工商局了，我还有别的急事处理一下。何富银转身走开，脚步急匆匆。何宁盯着他背影，老叔往县医院方向去。怎么着，银叔还要瞒着我？爱咋折腾折腾去吧。何宁转身大步往前面工商局办公楼。姑娘，你帮我查查，有个1岁半小孩住院，是胰腺炎，说要做手术。叫张小明吗？1岁半，住院5天了，是安排了今天的手术，就等家属交手术费。对，就是，我交3000块住院费。何富银从兜里掏出一沓钱，早准备好的3000块。宁子带他来县城办手续，他脑子里立马想到，直接来医院缴费不就得了？何霞2口子肯定去蓝城找何国明了，去他们家也没人。孩子在几楼住院呀？3楼28床。何富银上3楼，一个房间找过去，找到28床。红红，叔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了？何红是孩子大姨，何宁二叔的大女儿。银叔，没想到你来了。霞霞早上去十里铺找宁子和我这不来了吗？孩子怎么样？何富银心里一股酸楚。何富银的爷爷是他的亲太爷，何宁不想跟他家有过多交往，但一个爷爷名下的儿孙，恩恩怨怨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何富银心中希望在今年年底，这些姐弟们聚在一起，聚在宁子家新房新院，围在老人身边拍一个全家福。心里装着这个事儿，他要给宁子做些什么？缴费票据递给大侄女何红，嘴里解释清楚：红红，这3000块钱是宁子刚才给我的，让我过来交给医院。霞霞回来给他说清楚，是宁子掏的3000块。银叔，霞霞跑去跟宁子借钱了吗？真没想到宁子能借出来。红红，霞霞肯定去蓝城找君子去了，但很可能拿不到钱，所以宁子掏了3000块。不管怎么说，就孩子要紧。我知道了，叔，我们谢谢宁子，她是好心。何富银心里想了一早上的话，要给姐弟中老大何红说明白。红红，别以为宁子心里的纠结能过去，救孩子是救孩子，可他对你们姐弟的怨恨没有消解，是个麻烦啊。你们几个听叔一句劝，主动一些，跟宁子和好，主动给宁子道歉。你是当大姐的，劝劝君子，劝劝霞霞。宁子说了，你们姐妹给你大伯大妈上坟道歉忏悔，你们主动走出这一步好不好？何富银不是说了2句话，是说了10分钟。无论怎样，这几个姐弟的关系要扭转过来。宁子的心结在哪里，就从哪里入手。何红咬着嘴唇，低下头，眼泪滴落，恩恩怨怨的，问题在哪里？主动走出去一步，跟宁子和好，能和好吗？霞霞那脾气，在8年前把宁子伤透掉了。红红，该说的我说了，不该说的我也说了，你要能听进去，你照我说的做。银叔，
谢谢你。谢我啥？一个爷爷名下的姐弟，恩恩怨怨，难不成还要落在这些孩子们身上？好好照顾孩子，会没事的。叔走了。何红呆呆看着何富银离去的背影，他知道十里铺的村长已经不是原来的村长，宁子弟已经不是原来的混子弟弟。何富银从医院出来，长叹一口气：宁子，叔还能给你做些什么呀？我是不是没有顺着你的心意来？你会训我对不对？大步往前走，远远看见宁子等在工商局门口。宁子，他娘的，你这么快办完了？30万斤棉花收购许可证明，工商局开一道证明，盖个印章的事。从北疆拉30万斤棉花，15天后交给供销社，价格按照国家统一棉花收购价。叔在医院交了多少？2000还是3000？何富银心里猛一下恐慌。什么2000还是3000？给我霞姐儿子的治疗费交了多少？不要了，不要算了。嘿嘿，宁子，他娘的叔做什么瞒不过你？那啥，我觉得吧。看侄儿脸色不对，这些事不提说了。何红何霞不走出那一步，在宁子跟前说什么都是扯淡。3000块从侄儿手里接过来，哪能不要？收支要保持平衡。黄源酒店包间里，岳生龙、刘兴茂、吴新敏3个人聚在一起。他妈的，我不办这个手续，董宪给我脸色，我办这个手续，30万斤棉花让那小子收购，我的人一笔收入没了，我给他们怎么交代？岳生龙脸上神情比刘兴茂还阴沉。刘局，你妹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就这半年时间，让这小子折腾成啥了？损失了多少？难道心里都没个数？说这话的同时，岳生龙心底里一阵后怕。他被高局传唤了3次，说怀疑他跟人勾结，抢劫许建国的4辆大卡车。吴新敏因为何宁的事情，高衙镇镇长位置都换人了。闵总、龙总，小瞧他的结果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下场，不能这样下去了，都想想办法。这小子要在城里有产业，咱还好下手。可他一心在十里铺搞事业，咱怎么下手？咱的人进那个村子，立马被他们盯上，什么都干不了。他给供销社拉30万斤棉花，要出事了呢，棉花要拉不来呢，让他赔死。他妈的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他赚钱。这话刘兴茂不是虚说。迷妹，你盯他的十里铺酸菜事业，刘局，你盯他拉棉花的事，我干什么？我就不方便给你透露了。龙总不方便透露的口气，2个知心人已经心知肚明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中年无妻，不如鬼。宁子，给你二叔打个电话，把你二叔叫回来。猛不丢丢，老人说出来这句话。爷爷想二叔了，咋整啊？爷爷这2天天天嘴里嘀咕二叔咋还不回来？奇了怪，爷爷不念叨3叔，只念叨2叔。宁子，你去看看国民，他过得不好，他愁呢，你去看他，你把他接回来。老人说这话，眼神里泪眼巴巴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又这个样子，你不要哭了。娟，什么意思呢？爷爷啥时候这个样子了？就这2天嘛，一提到二叔就掉眼泪，说二叔跑城里去了，被君子哥家嫂子欺负，活不成个人，说让你去把二叔接回来。啊，你咋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能怎么着呢？二叔在人家儿子跟前，你凭什么接回来啊？因为爷爷需要他，就这个理由，我要把二叔接回来。我现在就去。宁子，那你赶紧去，骑摩托车去兰城，也就3个小时吧，赶中午刚好到君子哥家那个场地。何宁以为今天能开开心心在家一天，陪老婆儿子爷爷在院子里开玩笑，老80了，想儿子想得摸眼泪，老汉娃娃，老人要当3岁小孩一样哄。娟，咱照顾爷爷，可爷爷抹眼泪，这算什么情况？我一定把二叔接回来。摩托车呼突突骑出去，爷爷伤心愁苦，有可能明天就走了。干事业挣钱，在何宁心里并不是第一位，让家人安安心心过舒服日子才是重要。何宁去接二叔的这个点儿，黄原县医院里，何霞2口子已经从兰城返回，他俩没把亲爸接回来。霞，宁子交了3000块钱，大夫说兰城医院的专家马上到了。何霞以为听错了，大姐，你刚才说啥？是宁子送来的3000？霞，不是宁子送来的，是咱银叔昨天下午送来的。他说是宁子掏的钱。昨天何霞去何军家，何军不在，还不容易才找他爸何国明拿了仅有的1000块，匆匆赶来了医院。霞，银叔的意思让咱跟宁子主动和好。这段时间你也看出来了，你亲嫂子又怎样，还不是对咱冷眼冷心？大姐，嫂子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乞丐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她嘴里的意思，咱再要找君子借钱，他就跟君子离婚。霞，靠君子是靠不住了。姐想了一夜，咱应该跟着宁子做事，他能让咱好起来。你看这次他不就给你借了3000块钱吗？何霞咬着嘴唇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大姐的话听进去了，
霞霞，我觉得银叔说的也有道理，咱不能跟宁子这样仇怨下去了。现在你也看明白了，能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姐，嫂子不待见咱，是嫌咱穷。咱妈在精神病院的花费不小，都是君子出的。就因为这个，他们两口子分居，要不是有孩子，嫂子昨天那话里的意思，他们俩肯定离婚了。霞霞，你能想明白就好，咱跟着宁子，或许有希望翻身。不可能和好的，宁子那脾气，咱又不是不知道。那天我们两口子去他家，他那脸色也是阴得吓人。要没有爷爷在他跟前，他肯定不让我进他家门。霞霞，银叔说了，只要咱给大伯大娘上坟，磕头认错，宁子会跟咱和好的。咱听银叔话好不好？真的，银叔是这样说的。等孩子病看好了，咱去给大伯大娘上坟，你把这事放心上。何霞又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亲爸也是这个意思。霞霞，你们姐妹跟宁子这样臭下去，能有什么好处？国民，你姑娘叫你回去，你咋不回去？你待在这里能待多久？跟她相仿年龄的妇人给工地里7、8个人做饭。半个月前，何军将自己亲爹安排在这里看大门，帮这位妇人打下手。何国民心里从没有过的愉悦，儿媳妇不要他没关系，在这里生活也挺好。让村里人说，好歹在儿子跟前。这半年时间，在宁子跟前待着，虽然照顾着老人，但村里的胡言乱语实在受不了。大家说何国民的儿子不要他亲爸了，何国民是宁子的亲爸。现在好了，让他们瞎说。摩托车声音在外面响。宁子，你咋知道这个地方的？二叔，我咋能不知道？何国民猜到了宁子大老远跑来为着什么。宁子，不是叔不想回去，君子安排我在这个场地看门，还能给你李婶帮着打下手。天冷了，工程停了，我就回来。二叔，1亩梅子地，4亩白菜，你不管了？那咋能不管？收梅子、收白菜的时候，我就回去了，不是还要半个月？何国民的意思，他在这个场地里再待半个月再回家。看二叔脸色，听二叔说话口气，似乎没那么沮丧，在这里很开心。他儿媳妇不要他在楼房住，他还能开心。40多岁妇人从屋里出来，脸颊红润，眼睛很大。是国民侄儿呀，吃了没？还有饭菜剥出来的，婶给你盛上。两世人生，阅人无数，察言观色的本事一般人比不了。李婶，我没吃呢，从家骑摩托车过来，没停车就跑来了。何宁不作假，李婶端上来饭菜，味道虽然不咋地，但肚子饿，还是大口吃完。国民，你这侄子好说话好伺候，做什么吃什么。梅姑一样性子的女人，你越爱吃她做的饭，她越爱你。一顿饭吃完，李婶什么地方人，什么家庭状况，旁敲侧击已经知道了个8、9不离10。二叔，长院里离了你不行吗？宁子也不能说不行，君子去外地跑业务去了，他要回来，我也就回去了。我知道你爷爷念叨我呢。看了一眼，李婶不在，何宁悄悄问：二叔，我听出来了，李婶男人10几年前走了，他儿女都成了家，他挺孤单。宁子，人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？儿女拉扯大成了家立了业，一辈子也就完了。二叔，你的事儿还没完，我爷爷念叨你，我爷爷掉眼泪呢，跟我回去吧，跟我爷爷待几天。你想来这里，想跟我离身处，我再带你下来。宁子，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帮君子看看场地，也没多想。二叔，正大光明的多想，这事儿侄儿帮你。到了中年，人无妻不如鬼，别人感受不来，二叔你还感受不来吗？何国民决定跟宁子回去一趟，收4亩白菜要紧。何宁等在屋子外面，等二叔跟李婶再说几句道别的话。15天时间的相处，二叔心里得到的温情，比跟王家疯女人相处30年得到的温暖还多。过几天宁子就把我送下来了。李婶眼巴巴瞅着摩托车从场院里出去。宁子，你霞姐昨天来找我了，要接我回去，我没跟她回去，我身上1000块钱给她了，孩子应该没事了吧？二叔，你想去医院看孩子？看看最好吗？孩子这2天做手术，我等老爷的，我理应去看看。摩托车往黄原方向跑，2个小时后进了县城。爸，何霞看身后是何宁，又惨然一笑。宁子，你来了。娃咋样？手术很成功，取了一点东西，大夫说好好休养，很快会好的，刚出来不久。看出来二叔跟他女儿还有话说。何宁从房间里出来，站在走廊里，脸色冷沉，掏出一根烟，手指颤抖着点上，满脑子都是8年前的事情。能和好吗？怎么和好？宁子。身后何霞叫了一声。何霞，你儿子没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宁子，谢谢你。何宁面无表情，抽一口烟。二叔要看孩子，看一会也行，我等着。何霞明白，出3000块钱是一回事，来医院看孩子是一回事，但跟他的仇怨是另一回事，没有消解一点点。宁子，姐对不起你。8年了，来往都不来往，
哪听过何霞说过一句对不起的话？何霞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，完了，我不接受。何宁眼睛里突然怒火，吼出这句话，声音很大，烟头往地上一扔，转身出去。何霞呆呆看着他背影，想这2天姐妹俩说的事情跟宁子道歉没用，她不接受。林叔说的有道理，姐妹们约在一起去给大伯大娘上坟，跪下磕头道歉忏悔，走出这一步，宁子心里的结或许会慢慢解开。只是或许，要不是为着爷爷，何宁也不会跑去接二叔回来。何宁懒得跟何霞再多说一句话，转身出了医院，在外面等二叔看完孩子出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北疆拉棉花危机四伏，许建国等在供销社院子门口，一脸凝重，看上去很不开心。许哥，还有什么发现？吴新敏今天早上找刘新茂，两人在办公室谈了1个多小时。吴新敏出来后，刘新茂就跑供销社来了，也跟里面的人谈了1个小时。我感觉他俩谈的是跟咱这一趟拉棉花有关系。宁子，你觉得呢？何宁看供销社院里一排平房，60年代的单位，竟然在90年代还存在，有些不伦不类。吴新敏心里更记恨我，要搞事也不是不可能，咱要能知道他具体干什么，我就能琢磨个大概。我派了兄弟跟踪他，看他搞什么。宁子，跟你学的。何宁嘴上骂他好的，咋不学一些，净学一些歪门邪道，心里赞叹，好样的许哥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不是，我们躲在这干嘛？走了，签合同要紧。3个人进去供销社签收购合同，拉回来的棉花是由供销社统一收购。为娃舅还不出车吗？头都睡扁了，就待在家里睡觉。你姐憎恶我憎恶的见不得了呀！燕子你干啥？跟娃舅打电话呢？你看你。又是姐夫打来的。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一大早打一个，中午打一个，晚上打一个，有毛病。姐家新装的座机，前100分钟不要钱。张东平使劲打，一天拨过来3个，多半是李娟接上。姐夫干么呀？一天拨过来3个，看我姐不揍你。就刚才这个电话，何燕终于受不了，扫地笤帚在男人腿上咣咣2下。这些天你不是给村上商店拨，就是给宁子拨，你啥毛病？百伯也跟着你瞎拨，不嫌花钱。张东平跳开，摸着大腿龇牙吸气，真疼。燕子你看你，咱家现在还交不起那点电话费吗？你男人我现在跟宁子跑车挣大几万。你再嚷嚷，挣个屁大几万，都是宁子的钱，瞎想什么呢？给驴子饮水去。饮水就饮水，凶什么凶？张东平相当郁闷，跑一趟车回来，大几万捏在了手里了。何燕还是想骂就骂，提起笤帚疙瘩，想打就打。一辆警用摩托车突突开到何燕家大门口。何燕喂完猪，扫完院子，在厨房烧水备菜。昨天晚上说好的，宁子开3轮车带娟和2孩子过来，顺便将自己男人拉去十里铺，明天要出车跑北疆拉棉花。是张东平家？是我男人咋了？不是你男人咋了？是你家孩子，天天打110，你们当家长的不管。何燕立马知道是儿子胡乱拨电话，逮住白板，屁股就是啪啪几下。我还训你爸胡乱拨电话，原来胡乱拨电话的是你，让你乱拨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教育娃娃也不是这么教育的。你们是要把我儿子拉走？哪能把你儿子拉走？我们来给你提个醒，孩子老拨报警电话很麻烦的，你们得管教。是管教，我狠狠揍他一顿。女警察刚要走，听到门外何宁的声音，又停下了脚步。姐，我一家子都过来了。何燕心里纳闷，你当警察的为什么不走？我跟何宁有话说。啊，你们很熟？我妹妹最近去十里铺教书，在你弟家住，我有话给她说。何燕身心震惊，宁子把女警官妹妹安排在自己家住。这段时间何燕没去过十里铺，弟弟家什么情况她还不清楚。韩副所，你咋在我姐家？有什么事儿？你问你宝贝外甥，这几天天天打3个报警电话，我能不来吗？你姐把他收拾了一顿。当舅的立马意识到百博肯定是跟他爸学的。小文文进门不喊姑姑，喊姨姨，双手伸出去要还没抱。女警察抱紧文文，脸蛋贴脸蛋，亲热的不得了。何燕一脸懵，有这么熟了吗？要跟宁子说事，那就进屋里说呗，我给你们泡茶。你妹妹韩香老师昨天下午忙着收拾学校里灶房，所以没顾上回去。刚才我们拉她到派出所门口，不知道你来我姐家吗？要不然把她也拉来。确定明天出车去北疆拉棉花？明天一早出发，我的车，许建国的2辆车，张海瑞的1辆，同业集团的2辆，还差1辆。许建国说能找上，不用我操心。韩副所，我跟老许出车拉货挣钱，跟你这边有什么关系？
怎么能没关系？罗麦一在安顿所里警员，十里铺的情况要密切关注。你出车拉货，安全出去，安全回来，不能有一点意外发生。短短2句话，说明一个意思：你和您的情况跟所里关系大了去。车队出了事，牵涉到十里铺的发展，高崖镇重点发展的村子，领导们关注的对象，和您的挣钱事业不能有一点闪失。说到底，在罗麦和高局心里，和您这个人不能有一点闪失。韩副所，这一趟我亲自跟车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你要亲自跟车，你不是不愿离开十里铺，不想离开你老婆孩子吗？这次比较特殊，我担心有人搞事。罗麦升到局里工作，现在所里的有小唐和韩梅主持，但和您亲自跟车，让韩梅立马感到紧张。这事儿非同小可，赶紧给局里汇报。何宁，我现在回所里，你说的情况，我给罗副局抓紧汇报，这事儿不敢马虎。送走韩梅，何燕嘴里念叨着：“你姐夫跑哪儿去了？有毛病呢，天天出去串门子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姐夫张东平带着给小伙子进来。哎，娃舅你来了，娃舅跟你说个好消息，这是4队长家张根，他家有大卡车，想跟咱一起跑运输。有姐夫介绍人过来，许建国就不用再费劲找人了，安顿好事情，明天就出发。货运车有了7辆，4辆载5万斤的大卡，3辆载3万斤的中卡，一字儿排开，停在高崖镇外面公路边。从这条路出发上国道，跑4天，终点站北江沙县产民区。何宁，你小子想一出是一出，非要亲自出车，你再固执，高局来劝你了，你怎么说？昨天晚上罗麦打来电话，劝何宁不要亲自跟车，这小子万一有个闪失，高局认为是他的一大损失。知道他们今天要出车，高局打发罗麦亲自来接他。领导搞什么啊？我不就出一趟车吗？来去10天，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，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事。不行，何宁，你不能跟出去，你安心在十里铺待着，我派4个人保护你的车队，比你一个人跟去安全吧。你就安心在十里铺待着，疼你的老婆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。何宁万般惊疑，这趟出车还能把县公安局的领导惊动啊？何宁，十里铺没有你坐镇不行，别说你本身这一趟有凶险，你一出去，你们村怎么办？董县的女儿，韩梅的妹妹，他俩要是出了事，你怎么办？他俩能出事，就怕别有用心的人趁你出去搞事。我跟高局昨晚研究了半夜，你不能跟车出去。那4个老哥身上带着家伙，这你放心，10个8个匪徒进不了咱车队。罗副局隐患不是路匪，是人为制造的车祸，汽车、棉花、易燃物品，车祸加火灾，什么都就没有了。我得盯着周围其他找事的车，我有经验的。何宁，你这一趟跟车，你下一趟呢？下趟呢？每次都跟车不成？你放心，你考虑到的问题，我跟高局都能考虑到。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出去。何宁看着站在一旁戴着墨镜抽一根烟的老许，肯定是这家伙跟何村长一番沟通，把罗麦搬出来了。何宁，他们4个是从部队车队专业下来的老手，开车技术你比不上，即便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，有他们4个应对，比你亲自跟车安全许多。罗副局，你都这么兴师动众了，我能不答应吗？好，我不出去，我在十里铺待着。这10天时间，你能不出村子最好。等大车回来，有些事情了结掉，外面安全了，你再出村子。听你的。留下4个便衣，罗麦的。何宁跟他们一一道别，都上车了，兄弟们，等咱这一趟回来，意义非凡。许建国的意思，这一趟拉棉花不仅仅是挣30万元的事，是揭开黄原县工商领域一场扫恶运动的事情。局里和董县暗地里极其重视这一趟出车，18个人，7辆大车，一道白尘，北江南部沙县。重生回到92年，服务区遭遇战，3发入魂。5天时间，7辆卡车18人从北江拉着30万斤棉花回来，这回已经到了龙省和北江交界的服务区，还有2天时间才能到达黄原县城。哥几个，现在出发还是休息一会儿？许队长，老杜刚睡着1个小时，再等会，咱让老杜多休息一下。行的，让老杜再睡2个小时，身体要紧。 4个便衣的领队走过来，不走了吗？是不是在这个服务点过夜？不过夜的，师傅长途奔波有些累，让他多休息一下。便衣也就问他这么一句，转身跟另一个同伴一起，在7辆车的车尾走过来走过去。老许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他们4个到底要干什么？莫名其妙，不跟咱说话，不跟咱一起吃饭，还不睡觉。不睡觉？不可能吧？啥不可能？这5天时间，他们4个除了直坐在车上，就是那样晃悠着，我就没见他们4个睡觉。许建国立马想到一些人的特殊本事。天色渐渐黑沉，10几米外看不清人脸。老杜还没睡醒，服务区里开进来一辆大车，离7辆大车不远的距离停住，熄了车灯，从上面下来4个男子。喂，
兄弟们是拉棉花吗？是回哪里？嘴上问话的两个人朝许建国靠过来，老许大步迎上去，迎着他们的意思是堵住他们不要靠近自己车队。龙省同城黄源的拉的棉花返回，哥几个也去拉棉花。嘿，这还不明白着？跑北疆可不是拉棉花。说话间，两名男人左右两边夹住许建国，别动，樊老哥坐我们车离开，敢不听话，枪肯定走火。许建国肚子上腰上两把硬邦邦家伙顶着。你们是吴总的人还是刘局的人？乖乖上车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站在远处的张东平眉头一皱，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许队长，别让他过来，不然我开枪了。姐夫，别过来，看好咱车，别在车跟前抽烟，小心失火。话是大声喊出来的，让远处车跟前的队友听得一清二楚。一阵车门摔响，10几个人转身跑过来。徐队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了我们队长！一把黑洞洞手枪指着人群，都别动，谁过来我干掉谁，都别过来。钢杀猪散弹喷子派不上用场了。他们4个人，2个人夹着许建国，2个人在身后往后退。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你们的许队长坐我们的车了，准备好100万赎人。10几个人群里，2把喷子平举着对准他们，也对准许队长。有本事你们开火！双冲开火，钢杀珠子肯定是先打到许建国脸上。后面卡车机舱门被一个人打开，不但2把手枪对着许建国身子，2把尖刀也顶在他身上。10几个人手足无措的感觉。你们敢对我们的许队长下手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乖乖准备好钱赎人，哥几个先走，等信罢。2个拿手枪的人转身，把拽着的许建国往车里推。许建国身子刚进车舱，2把枪头转过来对着10几个人群，往后，都往后。10几个人身后3声沉闷声响，按了消音器的枪声。4个便衣从车队师傅们身后冲上去，4把手枪指着拿尖刀的人，刀子放下，蹲地上。他的3个同伴横七竖八靠在车上，额头中弹，眉心中弹，脸上中弹，一把亮锃锃手炮烤在剩下1个人手上。老姜，快去通知罗麦，他打发人接应咱们，2个小时就过来了。许建国腿肚子发软，被躺倒的咸鱼差点摔倒。看一个便衣弯腰拿起歹徒手里2把手枪，兄弟，是真家伙，我说他们拿的。点3把口径，8发子弹，知道你们拿的是钢杀珠子，是有人精心谋划搞这一出的。许建国愣怔怔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赶紧撤人离开。3位便衣兄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老姜打完电话跑过来了。许队长，听着，有人在半路接我们，赶紧撤离这儿，把他们都带走，这辆车也开走，别让服务区其他人看见。大家听我的，各就各位，先离开这里。3条咸鱼，10几个人手脚并用，扔进空车车厢里，地上是沙土，脚下胡乱滑几脚，流出来的东西淹掉。7辆拉棉花卡车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一辆跟着一辆上了国道。他们开来的空车跑在最前面，剩下一个新鲜的被捆了手脚，嘴里塞了棉花扔在车厢，陪他3个嘎了的咸鱼兄弟。许队长害怕了，他们拿枪逼着我是不怕，这会儿真怕。他们这一出，我们手里的家伙还真没法对付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听着许队长，罗麦预估到了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他们要100万不是主要目的，给你的车队找麻烦才是主要目的。他们给我找麻烦，也是给我宁子兄弟找麻烦，肯定是他们派来的。2个小时，迎面一辆面包车。李队长，高举手下的李队长神色严峻。人呢？李队都在车厢里，3个去西天，剩下1个先。听着老姜，你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严格保密，给谁都不能透露出去消息，听明白没？许队长，听着，给你的何宁兄弟什么都别说，这几天时间最好别跟他通话，安全到达黄原县交货，能做到？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李队你放心，绝不会透露出去半个消息。面包车拉上3条半的咸鱼走了，18个人8台卡车重新出发，目标回家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。黄原县府办公室，董宪手里拿一张表格，睁大眼睛认真看。好啊，何家叔这俩好本事，十里铺是咱县的一个奇迹。表格上，十里铺248户人家，1200多口人，今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块，有1/3人家成了万元户，超出整个县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水平5倍以上。董县还不到年底，这是他们村的西瓜收入、工钱收入加起来算出来的数字。还有从今天开始，他们村的200亩白菜开始收了。何宁给他们的价格是1斤3毛钱，1亩地就有2000多块收入，200亩就是40多万。这小子搞的是，就是给我们看，大家说种地能顾温饱，不能致富，他就是要在土地上致富。
好小子，了不起，了不起了！领导，他们村昨天开始腌大缸酸菜，20天后出货，就这3天腌200缸。如果出货顺利，有希望卖3万多块钱。哦，他腌一茬酸菜就想卖3万多块。十里铺有一部分人家没有种白菜，没有这笔收入，但何村长让他们出工出力有钱挣，一个家庭1个月保持300块稳定收入，这1年出去，这些人家的收入也差不到哪里。董宪看着表格，听着新上任镇长的报告，心里是格外的激动。黄源饭店，许建国车队回来，何宁给他们接风洗尘。许哥、杜师傅、海瑞兄弟，在座的各位兄弟，我真没想到这一路能这么顺利。我何宁谢谢大家。老许说了，今天大家都不开车急着回家，多喝2杯，在县城玩半天。几盅酒喝下肚子，张东平有些醉醺醺。来，许队长，姐夫敬你一个，这次你受得罪最大，那场合给我的话，腿肚子就发软了。何宁微笑的脸上忽一下凝固。姐夫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场合？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联想到那辆不花钱卡车，何宁心里已经有怀疑。姐夫清醒的时候嘴不把门，喝醉酒了那是绝对不把门。东平姐夫，坐回去，再不要乱说。燕子姐，看好我姐夫，他喝醉了。何燕站起身，一把将张东平拽过来。你看你乱说什么？大家的紧张神情都挂在了脸上。老许，我就知道有事，还瞒我，你说不说？好兄弟，这不都回来了吗？大家没缺胳膊没断腿，你担心什么？你给咱好好拉下一趟货单，这一趟咱8辆车挣他个50万，路上磕磕碰碰，你就没必要知道了。何宁看出来了，许建国是不会说出实情的。罗麦知道，这些人知道，就不让自己知道。没事了兄弟，几个路匪而已，他们开的那辆车现在不成你的了，再不要想这事，吃好喝好，找几个美女陪咱唱卡拉 OK。许建国忘了在座的还有个何燕，何燕拿眼睛瞪自己男人，再瞪自己情敌。找美女，找一个试试看，就知道你们这些开大车的是这种德行。嘿嘿，何燕姐你别误会，就唱一会儿歌，放松心情而已。来，都别紧张，都吃好喝好。吃完饭，其他人都去上了3楼。何燕意识到跟这帮人聚餐，下一趟定要把军带上，盯着这2人，不能让他们学坏了去。岳生龙办公室里，龙总，许建国的7辆卡车已经回到黄原县城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咱的人呢？失踪了，车和人都不见影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么大一辆卡车竟然蒸发了！岳生龙忽然觉得麻烦大了，人是大哥的人，他要怎么跟岳生豪解释？老九，既然姓许的拉棉花车队没事，你也安静下来，别再轻举妄动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刘兴茂那边怎么没有动静？岳生龙不清楚，打算过去当面问问。老刘，你不是说要把他搞死吗？咋不见你有动静？龙总，我想了想，这种事情我不能干，我这不是自毁前程吗？我还是正经拉棉花。他的意思，他派出去的10辆车是真拉棉花。这话让岳生龙不但鄙视他，还一肚子怒火。刘兴茂，你就是个软蛋，你就等着他们往死里拿捏你，你还看不出来？他们抢你棉花生意，就是断定你是这种态度。我今天把话撂这，你这官位做不了几天，你等着瞧。岳生龙气呼呼走了，他话里意思，你不搞十里铺那小子，你的官帽也保不住。这个意思，刘局当然明白。我手底下这些人，我能安稳下去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搞事？当我刘兴茂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3天后，许建国找到何宁，棉花收购价忽然涨了1块，30万斤棉花就是30万。许建国笑得合不拢嘴。许哥，我说你记，南省青青制衣厂今年出来的新款棉衣，高档款批发价200到300，零售价在800到1000，我们是中间供货商，这一款一件赚200块。许建国在本子上刷刷算，惊呼一声：1000件赚20万。中档棉衣进价在50到100，零售价在200左右，我们中间供货商赚50到80，拉3000件。许建国刷刷2笔算出来，又惊呼一声：也是20万。许哥，咱黄原县普通老百姓，矿区职工，镇上赶集的人，我们十里铺村民都需要的棉衣，进价20块，零售价超不过100块，拉8000、1万件。许建国刷刷更惊讶，还是20万。还没说完呢，另4辆卡车给我拉回来2万台电鼓风机，农家平房吹灶火用的，3线2区销售，进货价30块到50块，我卖80到100。电鼓风机就吹灶火的电鼓风机嘛，给我拉来2万台。天，你赚100万。我的28万斤黑瓜子，8辆车拉去南省青城港交货，货款当我鼓风机的本钱。这一趟就这样说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补充？许建国脑子里嗡嗡，张嘴愣神。明子，你的意思就拉暖衣和电鼓风机，这么简单？许哥，
这笔钱没那么好赚，包不同的车队跟在咱后面窜行，咱拉这批棉衣回来，过不了4、5天，同样的棉衣也就拉来了。他打价格战，咱打不过，你单独跑一趟，见青青制衣厂负责人，见花朵服饰负责人，签这几款暖衣的加盟专卖合同。咱龙省范围从省城到市县，尽可能争取就咱新成立的国宁商贸公司能做他2家衣服。别人敢在这个范围卖一件货，咱可以拿合同说是赔死他们。许建国拿笔的手抖一下，兄弟，我明白，断了包不同窜行的后路，好办法。许哥，事不宜迟，明天到工商局注册好咱公司组织机构代码，拿着手续坐飞机去南省青青制衣厂、花朵服饰厂。义乌代售点有他们的驻办机构，加盟专卖合同一定认真签好。1周时间将咱的货搞齐全，8辆卡车10天后出发。许建国眼睛瞪大，口气不相信。我明天坐飞机去南省。怎么坐不起？好，明天坐飞机去南省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许建国义不容辞。重生回到92年，为了二叔的中年幸福生活。二叔，走，我今天送你去兰城接我李婶回来。宁子，这事能成？在何宁心中，李婶是个好女人，只要能接回来，在十里铺生活，对二叔、对爷爷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二叔，听我的，这种事你不付出100%努力争取，怎么能成功？骑上摩托车3个小时到兰城，这一路从二叔嘴里得知，李婶的2个姑娘都在省城商场里给人家打工，干得好，1个月挣300-400块。今天这一趟过去，何宁是想透彻了解清楚李婶到底怎么想，她2个女儿什么意思。国民，白菜收完了，梅子也收完了。收完了，家里暂时不忙。身后出来一个波浪头发年轻姑娘，这是我女儿小娥，今天刚好休1天假，她对象把她送到我这边来。很俊俏的一个姑娘，是城里人气质，这不巧了吗？何宁还想着带二叔专门找趟李婶姑娘。妹子，我君子哥这段时间你见了没？3天前见了，他听说你接走你二叔的事，好像很生气。姑娘，我不绕弯子，实话实说，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们姐妹俩，我跟我二叔要接走你妈妈回我们十里铺，让2位长辈安安心心在一起生活，你先表个态。李小娥姑娘啊一声，半天反应不明白。母亲夸何国民实诚，夸何国民儿子侄儿都有本事，但也没直截了当说要跟着何国民转身去农村生活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妈没说这种话呀。妹子，我就一个意思，当女儿的不要以为给母亲吃的喝的身上穿暖母亲就幸福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妈妈要跟我二叔搭伙过日子，不在这个工地上待，回我们村去，你和你姐好好考虑这件事。何国民脸上尴尬，宁子，咱不急，咱慢慢说嘛。李小娥低着头不说话。妹子，看你这表情不大乐意啊，有什么顾虑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尽管明说。何老板说了，他妈在精神病院，我姐肯定不同意。何宁听明白了，李小娥知道何军肯定不赞成，但为什么说他姐也不同意？难道跟何军有纠葛？姑娘，你在商场给人家看摊子卖衣服，对吧？对呀，打工的吗？今天好不容易请1天假看我妈妈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干？哪能那么容易呢？租场地要花钱，进货渠道我也不熟，进衣服的本钱也没有。姑娘，自己搞摊子，自己开店，哥帮你赚钱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娥姑娘一脸惊讶，你不是在你们村种白菜卖钱吗？怎么能帮我开店做衣服生意？姑娘不但口气疑惑，还一脸不相信。何宁也不想多解释。许建国又发来寻呼，催着他回店。二叔，李婶，我要去城区办个事情，你俩先聊。站起身出屋子，脸上微微一笑，问小娥姑娘：你走不走？我送你离开。小娥，让你何宁哥哥送你过去吧，趁着半天休息，你住的地方你好好收拾一下，待在我这儿干什么呀？小娥姑娘这会儿正想离开，等着她男朋友骑摩托车接她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妈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下周休息了我再来看你。开着摩托车送李小娥来到西亚系商场门口。妹子，你跟我哥何军是不是有什么纠结？没有啊，别瞎猜。说话底气很不足。何宁不再追问他，拿出一张纸条。妹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看这座商场里有没有合适摊点，考虑租一处自己卖衣服赚大钱。这是我家电话，随时沟通。还有，你跟何军之间要有什么纠结，想告诉我了也可以告诉我，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从亲妈嘴里得知，这小子挺有本事，他带着全村人挣钱。李小娥看着何宁离去的背影，眼神里多了一抹期盼。宁子，你跑兰城去了？许哥，公司名称注册好了没？手续拿到手了没？刘局能难为我吗？一切顺利，机票订好了，晚上8点的，800块呢。我带着咱一个兄弟一起去，第一次坐飞机，兄弟，
你听着，事情很重要。许建国调查到，服务区的事件很有可能就是月生龙搞的鬼，而且那伙人跟蓝城某个人物有关。许哥，还有件事，你帮我调查一下何军跟2个女孩之间的关系，分别叫李小娥、李静。这几天没啥事忙，何宁就坐在门口抱着女儿晒太阳，脑子里想，二叔跟李婶母子不知道怎么商量。何军那个混蛋绝对当搅屎棍，他跟李婶姑娘有些纠结，不知道是李婶的姑娘借了何军的钱，还是跟人家姑娘搞得不明不白。他们2口子分居了这么长时间，很有问题。还是女儿怪，哪像你哥哥一天到晚不见影。脑子里转180弯子又想，爷爷说身上冷，屋里炉子声那么旺，老人家还觉得冷，他这2天不出门了，定定抱着火炉子不撒手。应该搞一锅羊肉炖萝卜吃几天。嘴里念叨着，远处李佳怡一个胳膊抱着他6岁儿子，一个手提着重夯夯袋子，神情紧张地往何宁家跑来。重生回到92年，何宁多了个干儿子。表弟，你果然在家。李佳怡抱着的孩子眼窝子深陷，并黏黏皮塌塌，跟自己怀里的女儿差距太大了。你儿子咋了？不是上1年级了吗？哎呦表弟，我这娃这段时间把我闹腾死了，半个月前感冒发烧，再没过来劲。镇上大夫看了，县医院也看了，检查不出来有啥大毛病。我问了法泉寺那个老主持，算了一卦，他说我儿今年冬天有一难，要拜个属鸡的男人当干大。我这一琢磨，你不就是属鸡的吗？我又问了咱庙上神了，人家说不但要属鸡的，还要腊月里生的。我再一琢磨，嗨，这不巧了吗？你不就是腊月出生的鸡？多病多灾的小孩拜干大这种事，村里经常发生。给孩子攘灾消难，就得拜个8字能搁在一块的干大。何宁第一个反应不能一口拒绝。宁子，这是我一早上收拾的秋蒿子，20斤重。我知道你好这一口，看着你埋绿萝卜，正好炖上吃。刚想着瞌睡，他就把枕头递过来了。走走，去我家，我就当他干大了。我给娃让赞一下。羊羔肉现在多少钱？毛重3块以上了，净肉都涨到5块以上了，比去年过年还贵，啥都涨价。难道说是咱村里人收入好了的原因？何宁咧嘴哼笑。94年前后，第一波物价大涨时间来临。这几年做生意好赚钱，但钱也不值钱了。短短1年多时间，孩子们的作业本从一个2毛钱涨到4毛钱。90年代最严重的一波通货膨胀牵涉到角角落落，再也没有5块钱以下的羊羔肉了。李娟看李佳义怀里小崽，哟，你娃不舒服了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李佳义放下手中的羊肉，又给李娟诉苦。娃半个月前就感冒了，一下子过不来。我跟宁子说好了，我娃在他名下拜个干大，让赞翻就过来了。这样啊，那我给你找红头绳，要给孩子拴红锁锁呢。李娟转身进屋里，翻箱子找出来一股红头绳，红头绳拴200块挂在娃娃身上，20斤羊羔肉的钱和认干儿子的钱。从李佳义怀里接过6岁小崽，嘴里嘀咕：宝乖啊，干大给你了一下。哦哟，娃着了个毛骚子，大吉大利喽，一安稳了。李佳义，我问你，你这娃吃母乳吃了多久？这话问的李佳义一脸懵。吃母乳吃了多久？你把我问住了，我去问问他妈。王元生老婆送牛奶送到你家了没？没有。李佳义回答得很肯定。娃一年到头吃几顿羊肉？我老爹这几年有病吃药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哪有自己吃一顿羊肉？娟，你给佳义娃滚1斤奶子，放一把白糖。好哟，我就说嘛，娃太瘦了，缺营养呢。李佳义安顿。宝太，跪下磕头，叫干大呀。孩子跪下，脆生生叫了一声干大。佳义，我现在是这孩子干大，要听我话呢。你今年虽然没种西瓜，养羊收入也好着呢。天冷了，你别顾着给我送1只羊羔，你把你圈里的节羊宰掉1只，一天给你几个娃吃喝上1碗，不要闲花这个钱。你在医院给孩子看病，来回折腾，200大出去了吧？这200大还不如给孩子们吃肉食。何宁的意思，这孩子瘦小，晚上睡不安稳，从小哭夜，肯定是母乳没吃足够时间，现在又缺肉食，一场小感冒过不来，把娃亏欠了。李娟端来碗热乎乎白花花牛奶，蹲下身给小崽喝上。来宝，喝一碗奶子，你就好了呀。孩子闷不吭声端过碗，咕嘟咕嘟喝完了。好喝不？好喝。李佳义一脸纳闷，这娃可笑不？给他羊奶他一口不喝。啥时候给他喝的羊奶？好像断奶的时候。何宁心里骂，瞎扯。李佳义，你去问你老婆，这孩子吃母乳肯定吃了不到6个月，然后哭夜，身体越来越弱，从今开始天天喝牛奶，天天喝羊肉汤，过半个月就好了。我再给你配一副药，把其他他药片子都扔了。1个月前晒干的蒲公英、小菊花、青蒿装了一小袋子。哎，放羊的听着，每天用钢筋盆在炉子上炖半个小时，给孩儿喝上半碗，只要他不发烧，其他乱七八糟药再不要管。
安顿完事情，脖子上挂着红锁锁，拴着200块钱的小娃娃，不想回家了。李佳义脸上尴尬，这娃还不回家了？嘿嘿，他现在是我干儿子了。文文中午放学回来跟他玩，在学校就跟他玩得很好。李佳义转身走时，满脑子想，孩子是不是真没吃够母乳？何宁这小子怎么什么都有一套说头。35岁许建国坐飞机来回一趟，也就3天时间。第3天返回，家里待了1个小时，带着车队兄弟们来十里铺。坐飞机的感受吧唧吧唧说了大半天。真的，许哥，手能从飞机窗户伸出去，能把云朵抓在手里。李娟顺着他的意思，故意这样问。真的，弟妹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觉得吧，宁子真要疼你，就应该让你坐一趟飞机，抓一把白云吃一口，跟棉花糖样甜。李娟咕咕笑，真当我是村姑傻妞，什么都不知道？切！行了行了，当我没坐过飞机，怪不得人家说咱是西北住窑洞的人。你在人家跟前说你是第1次坐飞机，人家能瞧得起咱？兄弟，不管怎么说，有机会了带弟妹上天玩一趟。带老婆上天这种话，何宁好像说过。好，有机会了，我一定带你和月月上天。还有文文。对，还有文文，还有黑子。小女人满心欢喜出去忙家务了。宁子，太县一辆大车司机大晚上被人打死在路边荒野里，第2天早上才被人发现。前天晚上的事，罗副局说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还是派便衣跟车保护，咱是不是给人家有一些表示？许建国的意思，罗麦的人来回跟趟也够辛苦，没有个表示怎么行？何宁也在考虑这件事。许哥，有些事情可以手底下做，但不能明说。他们跟车，每人给2000块钱补贴，悄悄塞给他们每个人，出车的时候就塞给人家，什么话都不要说。罗麦是为了让我安心，这笔钱算我出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悄不吭声给他们1人2000块。许建国还有别的担忧？兄弟，我觉得刘新茂对咱这边没什么威胁，关键是那个龙总，上次的事情跟他有关系，罗麦又不让咱问太多，就怕这一趟他还搞事。老许考虑的有道理。许哥，听罗副局的，你别老过去打听这事，再想想路上能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，千万别跟上次一样，别让人家把你劫持了。许建国嘿嘿笑。许哥，蓝城亚细亚商场有没有你能接上线的人？有，我大姑父跟他们认识。你是不是想问何军的事情？二叔的事情牵扯到李婶女儿在那家商场的情况，给老许说了一嘴。重生回到92年，让二叔带李婶私奔，这太大胆了。8辆大车一字开上新路，村道里站满老人小孩。十里铺壮观的一夕，何宁带着姐姐给姐夫给车队送行。许哥，一定注意安全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。兄弟，你已经出村子了，不安全了，你确定今天要去兰城？要去的，我二叔的事，没我跑路圆场，谁知道啥时候能搞成？许建国想说何宁干嘛这么上心他二叔的事，但话没说出口，知道他是想让他爷爷的日子尽可能完好。罗麦的8个手下便衣等在路边，老罗这家伙有些过分，就不能打发他们进十里铺，在何宁家吃一顿饭，拿着16000块，跟老许商量好了，这笔钱由何宁亲手交给他们。江队，我的一点意思，你千万别反感，我心安你理的，1人2000块，一路上的凶险我知道，没有你们护送，我们兄弟俩这摊子事业搞不起来。江队，别以为我何宁这是贿赂你们，要贿赂你们，别说2000，2万都是少的，真不要推辞。老姜没推辞，手伸拿上了。兄弟，收了，再多1张我不要，你心安我理的。老姜朝车队走去，喊句：兄弟们，上车了，出发。何宁心里不自在的那股感觉立马消失，老姜让他心里舒服极了，就怕他推辞，不能违反纪律，不能这个那个，把这笔钱推过来。送姐姐回家后，何宁来到西亚系商场，许建国提前联系好西亚系商场主管魏主，说何宁专门找商场主管商谈租用场地业务。何宁，虽然我没见过你，但对你如雷贯耳。建国车队已经出发了，咱安心等着，咱给他搞好后勤。你好，魏主任，让你费心了。哎，费什么心？3楼有几处，5楼有2处。如果是卖衣服，我建议你租5楼楼梯旁边那个摊子。几个人？目前来看是2个人，2个姑娘。哦，是你什么人？我妹妹李小娥，现在也在这商场卖衣服。李小娥，好啊，有经验就更好了。来之前也是看好那个位置，干净利落的将合同签好，画押摁手印，一式2份。今天找场地不是主要目的，主要目的是找小娥姑娘。刚才怎么回事？咋挨训了？你老板？他不是老板，账算错了。我二叔跟你妈妈，你们姐妹俩咋考虑了？小娥抬起头看一眼何宁。我姐不同意，何军也不同意。你姐不同意？难道你们姐妹俩看不出来？你妈妈跟我二叔在一起挺开心。见李小娥不说话，何宁直截了当说明，
5楼我有一个场地，10天后卖花朵服饰，品牌专卖，独此一家，有没有兴趣做？件衣服卖200块，先给你500件，本钱你赚够了给我何宁，其余都是你的。姑娘眨巴眼睛，一脸不相信。真的？我的摊子，我的衣服，就当你给我打工。那你想赚1个月1万块，还是3个月1200？姑娘抬起下巴，犹豫5秒，问话直截了当。你是为了你二叔和我妈，才费心让我赚钱，对不对？爽快，这性子我喜欢。实话实说，我就是想让你多赚钱，给你实实在在好处，然后让你同意我二叔和你妈的事情。你做不做？我等你几天，但10天以后，那个场地你要真不做，就成别人的了。说完话，转身离开，能感受到脊背后面那双眼睛满是期盼。1个月能赚1万块，谁不想做？可姐会同意吗？何军会同意吗？何宁来了之后，李小娥更加恍惚。临下班又挨了店里领班一顿训。哎，姑娘。魏主任，你叫我吗？姑娘，谈的怎么样了？愿不愿做这一摊子生意？我再考虑2天。是要考虑2天，但是姑娘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你绝对后悔。何宁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你跟着他做事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你说他很有本事，他家不是农村的吗？这跟他是不是农村人有关系吗？姑娘，在商场里加盟开摊位卖衣服，他是真心想帮你。当然了，你也知道他有目的，但姑娘，我觉得他这个目的的出发点是好的。李小娥犹豫了片刻，咬咬嘴唇，口气坚决。魏主任，我有他电话，我现在就跟他联系。找二叔的路上，心里扑突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鼓动二叔带着李婶私奔十里铺。只要他俩进了自己地盘，后面的麻烦火来水挡，水来土掩。这段时间，老人天天说他今年要死了，国民怎么办？说这话的时候，还摸一把眼泪，在门台上傻呆呆坐半天。玲子，你二叔姑呀！这句话更是让何宁心中极难受。爷爷真要眼睛一闭咯噔了，二叔估着是他心里放不下的遗憾。爷爷有这处遗憾走了，怎么能说安享晚年？孙子这一世好受不了。摩托车开到何军的场地，直接找到了二叔。二叔，我今来就是带你和李婶离开，咱回村里再不出来了。侄儿说的意思让何国民张嘴愣神。宁子，我怎么敢领你李婶跑回十里铺？不行不行！二叔，想想半年前你敢下定决心，不管不顾他们4个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跟王琴离婚，你不敢领着我李婶回十里铺。二叔，拿出半年前那个魄力来，这件事儿不能犹豫不决，管他谁，听我的，带着李婶回咱十里铺。我红姐，我霞姐，我条妹绝对不会说什么。何军不同意，先不管，这事儿我给你挡着。何国民手指微微抖，他半年前那个义无反顾的决定，跟王家女人离婚了，不但没让村里人笑他，恰恰相反，村里人高看他一眼，说宁子二叔这下要重新活人。宁子，这真太突然了。宁子，你这是要我带你李婶私奔？二叔，这事你得听我的，我觉得你跟李婶在一起你会开心，所以要听我的。侄儿这句话说到他心坎上。何国民跟李婶待在一起，这段时间感觉着从没有过的开心。二叔，这不就对了，我去问李婶。两人在这间屋里悄悄说这些话，李婶在厨房做饭，何宁转身进隔壁灶房。哎，宁子！何国民喊了一声，想拦住又没拦，内心深处他觉得侄儿说的那句话是对的，不能错过这次机会。侄儿去问李桂莲了，只要他点头答应，走他娘的，怕什么？头掉了碗大的疤，唯唯诺诺，犹犹豫豫，被妇人瞧不起，半辈子失败婚姻过来了，还不长教训。李婶炒啥好吃的菜？李桂莲笑着回答：能炒啥菜？就几个人了，过2天都走了，过2天我也回去了。妇人话里有话，她知道叔侄俩刚才讨论什么。何宁看她脸上神情，妇人呼吸微微紧张。你是好女人，我认你当我亲二婶，我今天来就一个意思，这顿饭吃完，我把你和我二叔接回我们十里铺，就问你同不同意。我知道后面会有一点麻烦，你2个女儿和我君子哥肯定找事，但只要你俩进了我们十里铺，所有的麻烦我何宁给你俩挡在外面。李婶，有缘千里相会，你跟我二叔是有缘人，相互等的时间太长了，你别怪我插这一手，我觉得我做的没错。何宁认为说完这几句话，李婶会像二叔一样惊讶，然后不接受，然后犹犹豫豫，前后问题说一大堆，但人家语气一点都不犹豫。你二叔什么意思？他会带我走吗？心平气和问出这句话，他等着二叔对他亲口说出来。何宁转身奔到隔壁房子。二叔，我说了不算，你亲自对我李婶说，快说呀，成败在你一句话。
何国民站起身出这个屋到隔壁灶房。八婶，咱听宁子的，跟我回十里铺。我们村到底是不是我说的那样？你亲自去一趟，你看看就明白了。何宁的双拳捏得紧紧的，牙齿咬得紧紧的，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就等李婶一句话。行，这顿饭吃完，我收拾好我的东西，宁子的摩托车能带上咱俩。没问题，慢一些。当侄儿的想放一串鞭炮，小贝此刻猛一下呼突突的激动心情，比开那辆大卡车回村里还厉害。李婶看似轻描淡写的表态，是何国民后半生的幸福保证，是爷爷安享晚年没有遗憾的保证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俩再说会知心话，我去城区一趟，我很快回来，我吃我婶做的饭，给我留着。摩托车呼突突骑出去，找到最近的一处电话亭，座机拨给十里铺村长寻呼机，赶紧回家接电话。何宁知道村长在南山指挥大家铺上水管道，手底下很忙，但侄儿呼他，不到10分钟时间，他等在家里座机旁边。宁子，你在桐城还是兰城？兰城，在我二叔这儿。村长，你帮我一把，我二叔家我霞姐和我刁妹在镇上，你给我叫回到老院，买上1万响的鞭炮，等我接我二叔我新二婶回来，在老院子门口放响。何富银立马听出来侄儿话里什么意思。宁子，你接你新二婶回来，这无可厚非，让我在你家老院放1万响鞭炮也没问题。但你说让你堂姐堂妹在家搞欢迎仪式，他们心里怎么想？他们亲妈毕竟还在。银叔，我知道你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，但我今天就这态度，李婶一口答应跟我回十里铺，我要让她得到最好的祝福。你安排我堂姐堂妹过来，下午我们到家，在老院吃臊子面，别我新二婶回去，家里冰锅冷灶，没一烟火气。宁子，何军怎么说了？你总得把他问清楚吧。他现在是个混蛋，除了在我二叔手里套钱，还管我二叔死活，管他的，这事我就这么安排。说完这话，啪一下挂了座机。十里铺的何富银心里不是喜悦，是愁。宁子，你这手段太混了，让人家3个姑娘热心欢迎后妈，太那啥了吧。从93年10月开始，兰城的出租车清一色红色捷达。给村长的电话拨完，何宁看到马路一辆新赞赞捷达，脑子里立马有了另一个主意，骑摩托车带二叔李婶回高崖镇，跑3个小时过了不说，太难受了，让新二婶舒舒服服回村里，租辆新捷达跑到高崖镇，花200-300块花得起。师傅，去黄原县高崖镇多少钱？太远了，不想去。真不去，给多少钱都不去。那我问别人，你能给多少？200块到高崖镇。出租车师傅眼睛里一亮，兄弟，250跑一趟黄原县。师傅，是黄原县下面的高崖镇，还要多跑50里路，加50块钱多不好听，加60，260，差不多一个民工1个月的工资了。兄弟爽快，成交。在省城开出租车的师傅，这年头就是这么。摩托车带路，出了城区，到了郊区偏远处的副业队院子。婶，你坐小车晕不晕？不晕的话就坐这辆小车，晕的话只能坐我的摩托车。没事的，我坐过几回班车，不咋晕。相当顺心顺意的新二婶，何宁帮忙搬他箱子杂物一包衣物。李婶梳洗了一下，脸上笑容给何宁万般慈祥，内心里有一抹坚决。自始至终没问后面这个那个怎么办的问题。宁子，婶让你费心了。没事，坐摩托车3个多小时，天冷了不说，腿会僵住的。婶，我让你和我叔安安心心、舒舒服服回十里铺。李桂莲嘴里含一片干姜，小心翼翼坐进车里。何国民小心翼翼坐在副驾座上，摩托车一路护送，黄原县高崖镇方向。重生回到92年，接新二婶回去，全村献上祝福。师傅到高崖镇等我一会儿，我就追上你们了。摩托车掉头往县城方向去。何宁给村长传呼有一辆小车要进村，何富银以为何宁买了台车回村里，而且何国民还把自己新媳妇领来，这样就不但要放鞭炮，还要敲锣打鼓、彩旗招展。越想越觉得很有道理。何师傅，你说的太夸张了吧？你那侄儿现在有几百万资产，那他咋骑着摩托？我这儿有一辆大卡车，有2辆农运车，有1辆推土机，1辆挖掘机，有100万资产。再过10天，第一茬烟缸酸菜10天就出窑了，这一茬收入就有100多万，他肯定买小车。捷达司机进了高崖镇主街道，从震惊中回不过神来。何叔，你确定你没吹牛？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？警察的妹妹和县长女儿在我们村学校当老师呢，1个月拿500块钱工资，说出去你们外面人肯定不信。捷达司机眼睛忽一下瞪圆。何叔，我老家也是黄原县的，你给人吹牛，你也不能说董天朝的女儿在你们村小学教书。师傅，国民没撒谎，不信你把车开进去看。捷达司机脸上笑慢慢收敛，
这人说的更真的一样。不等何宁了，他也亲眼看看这个村子里是怎么回事。车子进入十里铺，村长何富云带着一大帮人敲锣打鼓放鞭炮。欢迎欢迎，师傅您辛苦了，我侄儿骑着摩托车不方便开小车回来，麻烦你跑趟，给你也披个红。捷达司机脚底下发软，见过热情好客的村民，没见过这么热情好客的。这不好吧？我就送一趟人，这哪好意思？司机也是黄原人，村里人给车子上拴红背面，给开车司机身上拴红背面，那是最热情的招呼。傅银，这是宁子的主意。嘿嘿，二哥，咱给宁子尝精神，新车开来了，你把人也领来了，这不正好一块？捷达司机心里猛一紧，你侄儿的新车有误会吧？那个村长。鞭炮又放响一串，锣鼓咚锵咚咚锵又响起来。捷达司机喊话声被淹没，人群把路腾开，让司机开过去。何国民心里本来恍惚，看到这个欢迎阵势，不是恍惚，是想掉眼泪，这才算活一回人。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他代理沈回村里，安排在老院吃饭。侄儿费心了呀。李桂莲咬着嘴唇，脸色红彤彤，想25年前她当姑娘时候嫁人，男方是用毛驴架子车接的她，可今天村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她。国民，这弄得也太过了吧？桂莲，我们村里人现在就这么热心，都是跟着宁子发家致富，跟着村长干事情，都是一条心，大家欢迎你呢。好，国民好。李桂莲眼泪哗啦啦流一脸，再吸一下鼻子。捷达司机看在眼里，听在耳朵里。何宁赶过十里铺的时，也被这场面被吓住。银叔，这个太过了啊，也不能吆喝这么多人敲锣打鼓欢迎我新二婶呀。宁子，不是欢迎你新二婶，是庆祝你接来小车。虽然是小车，开出去比大车还拉风，你总不能开卡车农运车见董县吧？何宁张嘴瞪圆眼睛，搞什么幺蛾子？那是蓝城的出租车，你当是我买的轿车？一场误会，但人来都来了，就当是欢迎二叔领来新二婶。兄弟，你们村里人误会了，以为这车是你买的，你车费给我，我现在要走。那啥，师傅，我给加多100，这是一场误会，让大家开开心心的，你吃完饭再走。二叔何国民院子里，宁子，怪不得咱村长要敲锣打鼓吆喝我们在村口折腾，那妇人真是你新二婶。你这话问的，看不明白咱二叔脸上跟娶新媳妇样高兴。嘿，宁子，给我说呀，也别另找日子办事情，就今天是好日子，把咱爷接来上房一坐，咱二叔二婶磕头拜天地认亲吧，大家给你闹火起来，怎么样？对呀，宁子，就这么整，鞭炮还没放完呢，不够了，王家铺子还有。这些瞎咋呼的人吃臊子面，这事儿这么操作也不是不可以。嘿嘿，我今儿听大家的，今就当好日子。何国民带李桂莲进厨房屋，认3个姑娘，认何宁老婆，一个一个介绍过去。李桂莲从李娟怀里抱过来小月月，轻手轻脚，小心翼翼呵护，让宁子彻底改变心性的女儿，左看右看，心疼的不得了。她觉得自己命运改变，也是因为这个不到1岁的小戏。奶，天了，他第一次叫奶奶，我天天叫他叫姑奶奶，他就是不会叫。李桂莲铁定认为这小崽是她命中贵人，抱在怀里不撒手了。宝儿，奶奶疼你。何宁刚好进来，看到李桂莲抱着月月说这句话，身心里突突一股温热，让他愣怔住。二婶，本来没有这样的安排，但大家看你稀罕，大家高兴，我就问问你，趁这个机会拜天地认我爷，你当我们小辈的正经亲二婶。只是我的建议，你要不自在，我们改天也行，反正也是个形式。宁子，听你们安排。这句话让何宁心里泛上来的那股温热想从眼眶里冲出来。姑父，你开农运车跑一趟镇上，熊蒸红拉2箱子，熟食买100块钱的，菜铺子里各样蔬菜再买上1把，老豆腐买上10斤。好，听你安排，这就跑一趟。84岁的爷爷拽过来，端端坐在仙人桌子旁边，一圈人围着，就等何宁拿酒瓶。我还给爷爷包了一个大大红包，给二婶的，你猜多少？888。我天，你可真是富婆，这下耍人了。李娟满脸骄傲，那是爷爷给儿媳妇的吗？披了红背面的2个人跪下给老人磕头敬酒。爸，儿媳妇给您老敬酒。何万里赶紧将红包从怀里掏出，给李桂莲递上。跟国民好好过日子，好好过啊，再也不敢瞎折腾。院子里热热闹闹，这妇人一看就是面善人，是个顾家疼人的好女人。宁子元当回来的人能不好吗？是宁子折腾这半年的好结果，咱盼着国民以后好好的，好男人要好女人顾呢。国民好好过日子，咱宁子的本事，她虽然是小辈，是她把你带出来的，我们看出来了，你新媳妇是好女人。
好好把日子往前过，谁要搅扰你俩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我喝2个。李桂莲眼泪花转圈圈，45岁女人，10几年没有男人相伴的姑姑，她知道终于到头了。在村里生活，她深刻感受着被周围人接受是什么境况。再给大家桌上敬1圈酒，简单热闹一番，不上礼，不计人情。何宁走了1个半小时，何军开车过来接他爸和李婶，2位长辈各自送回家。得知被何宁提前接走了，顿时火冒3丈。他老婆不要公公，只能将安排在这处副业队院子。现在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，传出去，他何军还有脸见人？重生回到92年，何军万万没想到，小丑竟是他自己。小娥，何军找我，要和我们去带妈回来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姐，我不想去，我这2天很忙，妈在那边挺好的。她都和人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李小娥呼突突一肚子火上来了。李静，你明明知道何军有老婆有孩子，你还跟他在一起。就这件事，李静被妹妹奚落过来嘲讽过去，她想跳楼的心都有。这一年过来，怎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？姐，你听我话好不好？你跟何军断了吧，你跟他没有未来，没戏的。李静盯着妹妹的脸，深吸一口气。好，等咱妈接出来回老家，种地就种地，咱干干净净活人，再不牵连这些乱七八糟。小娥心里一抹难受。姐，我和老板说让我开铺子挣大钱，我现在回老家，这事儿就泡汤了。李静脑子里咔嚓一声闪电，身子晃晃，差点跌倒。我就知道他骗了我，他还要骗你，我去嘎了他。李静要疯了。姐，不是何军，是何军弟弟何宁，他说让我开摊子卖衣服，他说让我能挣大钱。李小娥将事情给李静详细说明白。姐，你要是不信，咱明天去看妈，也看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跟何宁正月里打过架，何军想想心里就害怕，要带走2位长辈，他不敢找何宁，只能去找村长帮忙。黑色轿车进十里铺没多久，后面隐约一辆警用摩托车跟上来。咦，这俩姑娘是二嫂的女儿吧？银叔，你什么意思？村里发生这种事情，你不能不管吧？听你口气，你还认静静妈是你二嫂了？坐下，何军，不要急躁，大老远赶来好好说话。你小时候在这里长大，你爷爷在这里，我就不信你抱着想让你爸离开十里铺的心态。这两姑娘真俊成家了没？叔，我们都没结婚呢。何军拉我们进来，是想看我妈，我妈招呼不打一声就跑来了，我俩挺担心的。你们母女真像，一看就是好姑娘嘛。你妈妈一声不吭来我们十里铺，知道为什么？为啥？我不信你俩想不明白。名字的意思，给你俩解释那么多都没用。他要你俩亲眼看看我们十里铺，看看你妈妈在我们村里能活畅快，能活开心。银叔，你咋帮宁子说上话了？你是村长。何军，何富银一声怒喝，我就知道你是给宁子找麻烦来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？何军一脸惊疑，他印象中的银叔不是这样的。何军，你要拆散你爸跟这俩姑娘妈妈的好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十里铺全村人不答应，你试试看。银叔，我怎么了？你以为宁子搞这一出是耍横，是蛮不讲理？我告诉你何军，宁子是为你爸好，为俩姑娘妈妈好，是为你爷爷好。你爸留在你那个场地里，你看了几回？你跟他说了几句话？你就是想给十里铺人做样子，表面上看你把你爸接走了，你照顾你爸，你照顾个屁！你还不如宁子。场地里要没有这两姑娘妈妈跟你爸说话，你爸在你那个场地里能待1天不？村长，你别跟我讲这些没用的，我才是我爸的儿子，我要把我爸接出去，他俩也是这个意思。李静、李小娥，你跟我们村长说明白，你们不同意，哪有给女儿不打一声招呼就跟人跑掉的，丢不丢人？李静脑子嗡一声响，猛一下抬起眼睛，愣怔怔看何军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妈跟着你爸跑了，就是丢人。你的意思，我跟你这1年多也是丢人？你终于说实话了。何军，你说我妈丢人，我妈丢人也是跟你爸跑的。何军，你瞎扯什么？何国民是离婚，李桂莲是丧偶，他俩好上来十里铺过日子，怎么就是跟人跑了？怎么就是丢人？丢的哪家子人？你哭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好好的事情，在你们眼里就成了丢人的事。你们姐妹俩出来，有些情况我告诉你俩。何军12分没想到，一个女警察横插一杠子进来，算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能拆散他俩，这是何宁努力这么久好不容易做的好事。好事。村长向着何宁，派出所副所长也向着何宁。何军说他弟何宁是个混蛋250，怎么着？这事还成了他做的好事了。我告诉你俩，我们镇的镇长能为他服务，我们县的县长能给他拨100万，
我们公安局的局长能把捧在手里当宝贝，你们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你们说他混，这件事他做的是挺霸道，没给你们姐妹打招呼。但你们有没有考虑根本问题？有没有关心你们母亲乐不乐意，开不开心？瞎插一杠子的不是何宁，是你们3个。李靖有2个多月不见亲妈，有些事情还是想当面跟亲妈问清楚。我妈在哪里？我去找她。好，我带你俩去。你妈在羊角湾白菜地里，跟何宁他们一起干活。一台旋耕机突突过来过去，翻起来2丈宽土壤，深颜色跟没翻起来的地方差别突兀。李靖使劲吸一下鼻子，一股熟悉的泥土味儿，小时候的生活味道。二娘，你休息一下了。二娘，我们回家做饭，到时间了。娟，不急的，再干一会儿。看到没？开旋耕机那小子就是你俩嘴里说的混蛋。还别说，他有时候真挺混，可就这个混性子，让他们村里所有人发家致富，都围着他转。你俩听我一句劝，想让你妈妈好过，别拆散他们。韩梅的摩托车离地边老远，让姐妹看清楚，听清楚。有些事情给她们姐妹俩也说清楚。李靖、李小娥，何军那家伙不是好人，最好离他远点。李靖心里猛一紧，自己跟何军什么关系？这女警察已经知道了。那何宁的安排不是骗我，他给你什么安排？他让我在亚细亚商场开花朵服饰专卖店。他说我接下来3个月能赚1万块钱，我就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。刚收拾那个场地，我妈就搞这么一档子事，我以为他是骗我。他让你3个月挣1万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可何军说他是骗我，让我别上当。韩梅口气极度鄙视。何军知道个屁，混小子让你3个月赚1万，那你小瞧他了。他能让你1个月赚1万，你们姐妹俩再上点心，跟着他的步子走，他能让你俩赚10万。李小娥一脸惊讶，你个当干部的，别拿这事儿跟我开玩笑。姐，我听到了。他听到的情况跟何军嘴里的情况截然相反。村长不可能骗人吧？警察不可能骗人吧？可何军就咬着一个性质，他妈跟人跑了。就何军刚才那句话，骂他妈不要脸。何军这些天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。何宁虽然没见过李靖，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李靖。二叔二娘，俩姑娘找你们来了。李桂莲直起腰，抱着一抱白菜叶子从地里出来，一步一步走得稳当。妈，眼泪2行流脸蛋上。小娥，静静，是妈不对，妈不应该一声不吭离开。妈，你好歹说一声，我跟我姐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人家看咱笑话。小娥扑进妈妈怀里，一下子哭哭咽咽。李靖转过脸，往前走2步，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湿土，使劲闻一鼻子，真香。李靖，这片土地出了一茬西瓜，最大最甜的西瓜；出了一茬秋白菜，最大最甜的菜。明年春天是一茬夏粮，最香最甜的面条。李靖转过身，给何宁微微一笑。妈，我跟小娥都饿了，我想吃你做的面条。静静，妈给你做面条。何宁吐一口气。二叔二娘，娟，上车回家做饭了。一行人刚到何宁家门口，何军也赶了过来。爸，我今天是接你离开，你走不走？君子，回院里说话，站着大声嚷嚷，让村里人听见了笑话。爸，你把人家妈偷偷领来，村里人不笑话你。金子哥，这你误会了。昨天下午十里铺人在村口敲锣打鼓放鞭炮，欢迎二叔领二娘回家。十里铺全村人给二叔二娘祝福，你怎么能说村里人笑话二娘？昨天的情况，李娟给俩姐妹详细说了一遍。李靖，走啊，咱把你妈接走啊。李小娥把抓住亲妈胳膊，李靖冷冷看着何军，越气急败坏，表明他心里越惊慌。君子哥刚对我吼，又对我二叔大叫，还对2个妹妹吆喝，你要干什么？在我家门口，你想给我耍横？何宁往前走2步，眼睛盯着何军眼睛。何宁，你别犯浑，我接我爸和李婶离开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让开。爸，李婶，你俩跟不跟我走？君子，咱回去，咱坐下来慢慢说好不好？君子，听你爸话，咱先回去，咱坐下来慢慢说。看着眼前情景，何军猛然意识到，十里铺果然大变天。村长不跟他一起，自己亲爸不跟他一起，连李靖的眼神也变得冰冷。何军从脚底里泛上来一股恐慌，恐慌转成愤怒。十里铺的天地，十里铺的人跟他格格不入，仿佛他的到来还是一场笑话。何国民，咱俩关系从这儿一刀两断。重生回到92年，何家新密，三叔不是亲三叔。二叔，听我说，何军他说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有我在，断不了的。给他一些时间，他要经一些劫难，他会回十里铺来。
宁子，是真的？你说君子会回十里铺？他会回来的。前世10年后何军破产，他回到十里铺2年没出去，跟他老婆分分合合，始终没离婚，最终在镇上开了一家铺子过活。李靖抬起头，睁大眼。李靖，听哥的，小娥回兰城，你留下陪二娘，能待多久就待多久，外面世界给你的伤害抛一边去。何军连他爸都不认了，他会认你？你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，咱在十里铺重新活人。李靖捂住眼睛，肩膀微微颤。行了，妹妹，十里铺人没有眼泪，这里的天很蓝很干净，这里有你妈妈。这里有我妈。李靖使劲点头。傍晚，何国明在老院里给他们母女讲何家家族的事情。叔，你的意思，他三叔跟你不是一个母亲的兄弟，这事宁子不知道。宁子知不知道我不清楚，反正我没给他说过。李靖脑子里呼呼转，兰城的何国文跟眼前亲妈依靠的这个人，竟然不是一个妈生的。40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何万里带着俩儿子躲荒灾，从十里铺逃出去。半年后世道巨变，他又带着俩儿子返回十里铺，终于安稳下来。10年后，外面的妇人带着10岁小孩找到何家老院，说孩子是何万里。何万里死活不认，那女人一气之下跑羊角弯风窝牙跳了下去，摔断腿，炕上躺了2天死了。这时候何万里才默认他出去逃荒的时候跟这女人是有点不明不白。那孩子就是何国文。爷非要去老院找我二叔，今晚不行，让我二叔跟我二娘和我二娘的2个女儿好好聊聊。何宁知道二叔给他们母女3个说过往的事，加深了解。别他们母女心里好多疑惑不明白。爷，我二叔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我三叔是怎么回事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前世一辈子人生过来，爷爷跟三叔之间是怎么回事？何宁能搞不明白？爷，你心里不认何国文是你儿，他心里也不认你。可他从10岁开始是我爸照顾他的，是我爸供他念书的，他考学出去了，翻脸不认我爸是他大哥。经可好，何军跑去我三叔跟前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油盐酱醋，咱彻底没戏了。何宁说这话也不知道爷爷没有听，只是爷爷嘴里不停地念叨一句话：我是被冤枉的，是被逼的。何宁一愣，难道还有自己不知道隐情在里面？兰城三叔何国文家里，何军哭完一鼻子，在咬牙切齿。何军十里铺这一遭让何国文心里窃喜，嘴上是另一层意思。君子，你跟我一样了，十里铺你是回不去了，但你跟你爸要断绝关系，你太绝情了吧？哼，三叔，你还看不出来？我爸先不认我的，他要认我，他能不给我吭一声，跟李静妈跑了？何国文拍拍何军肩膀，君子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别走我这条路。不一样吗？三叔，你说是我爷爷逼死了你妈跳了崖，他们逼疯我妈，我妈人不人鬼不鬼，他们跟我爷当年的手段有什么区别？君子，别这样想，好好干你的工程，男人家嘛，事业是第一位，别被这些儿女情长困住手脚。何国文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是另一个深沉的意思，给谁都不说。何军在三叔跟前哭诉了一场，天晚了起身离开。能去哪里？回不到老婆女儿身边了，回不到李靖身边了。兰城燕舞歌城，找一个安静角落，杯杯独饮，眼睛看前台一个女孩子唱歌，越看越迷离。恍惚间回到3年前，台上唱歌的是你，一杯一杯酒喝得自己眼神模糊。何宁、何国民，你们去死吧！十里铺人都死一边去吧！满脑子想着回来的时候吼的那句话，他跟何国民断绝父子关系，不是还有三叔吗？就当三叔是自己亲爸。钟哥嫌他吵，兄弟们把他轰出去。不用，我过去看看。兄弟，这样喝会把自己喝没的，悠着点。何军眼神迷离，恍惚间眼前的人是何宁。何宁，你还我静静，你还我亲爸，你搞疯我亲妈，我杀了你！中年西装手下的壮汉一拳砸在何军太阳穴上。行了，扶他出去，带去我定问。18层新建写字楼里，住人的房间，何军躺在大床上睡到天亮，眼睛睁，头疼欲裂，眼前2个粗胳膊壮汉死死看着他。这是哪里？你们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房门打开，西装男子一脸乐呵。兄弟，你醒了。昨天不是我拦着你，你就看不见今天的太阳了。这什么地方？你们是谁？何军一脸惊恐。兄弟别怕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忠，燕舞歌城是我们老板岳总开的。如果你在兰城生活，道上的人没几个人不知道岳总。何军猛一下清醒，僵直身子。燕舞岳总，兰城燕舞歌城的岳生豪岳总，
如雷贯耳。何军跟他差了天上地下，这怎么还被岳总的人搞到这儿来了？兄弟，请吧，大哥在楼上等着见你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跟岳总不熟。请，何兄弟有什么话跟大哥说。何军脑子里糊涂涂，想昨晚上是怎么回事？在歌城喝酒买醉，好像有人上来拍他肩膀，自己再被一拳砸晕，醒来就到这儿了。两个粗胳膊大汉带路去见他们的大哥。烟雾歌城乐生豪表面上开歌城舞厅酒吧，实际上黑白两道通吃，业务范围广得很。谁要跟他攀上交情，人家指头缝漏一点，够别人2年折腾。何军脊背后面微微冒汗，自己就一工地小老板，开的那辆桑塔纳轿车还是上面老板给他开的，不是自己车，能把蓝城大佬惊动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心里没底。就在何军胡思乱想之时，办公桌后面的椅子转了过来。小兄弟你好，我叫岳生豪。兄弟，我听明白了，夺妻之恨，逼母之仇，不共戴天啊。郝总，您很在意他，他跟您能有什么过节？他在村里干事情，不牵涉蓝城的事吧？谁说不牵扯？他名下有一个货运贸易车队，出去一趟挣钱挣几十万，别说这种事你不知道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出村子的，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搞了一个货运车队？何军，你还算十里铺人，我知道的情况你竟然不知道，那你也不知道你兄弟已经有100万资产的情况吧？你们全村都听他的，拿什么听？他有钱。左手摸右手上宝石戒指，大佬脸上抹嘲讽。何军，我要不帮你，你干不过他，别说你爸你女人被他抢，你的财产你的事业也会被他抢。大佬说这话是有深切感触，自己手下的一辆大卡车就被那小子抢走了，还把自己手下4个弟兄搞掉了。就这一出，让岳生豪将眼光从蓝城注意到高衙镇十里铺。郝总，刚才你说你要帮我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好，何军，你以后就是我兄弟，在蓝城我罩着你。岳生豪拿起座机拨出去一个电话。何军，你回村里假装跟你兄弟和好，然后你兄弟的动向随时告诉我。郝总，我答应你，我跑十里铺搞清楚一些状况。好，爽快，这摩托罗拉电话和5万块拿着先用，有需要了吭个声。银叔尝尝酸菜，味道正不正？宁子，你特意叫我过来，就是尝一口酸菜。老许刚刚打电话给我，200缸酸菜下趟车拉去南省。银叔，你叫上几个人，我们去一趟瓦钢厂弄一批钢回来。我就说嘛，你把我叫来可不是吃这一口菜，我这就去叫。一辆大卡车，2辆农运车，5辆3轮车，齐刷刷开出十里铺。老罗，和您带人出村子，要不要跟上去问清楚情况？跟上，注意周围陌生车辆，有消息过来。燕舞歌城岳生豪跟何军见了面，如果何军回村里，搞清楚他要干什么。韩梅开着摩托等在路口半个小时，车身周围搞什么啊？我拉一趟大钢，你都要跟着我，怕我跟人撞车咋地？跟人撞车你也拦不住啊！哼，什么毛病？你咋知道我开车出来？难道你时时刻刻监控我？你开的这辆卡车是别人的，后面那辆农运车也是别人的，你以为人家不闻不问不管你？韩副所，下一秒出事，你骑个警用摩托就起作用，我觉得你应该开一辆坦克保护我。行了，靠右行，注意来向拉煤卡车。卡车重新上路，韩梅的摩托在后面跟着。咦，那个女警察怎么不走？宁子，她是不是看上你了？要不要我去问问？去，瞎说什么？你再胡说，看我不砸烂你，一天没个正形。何宁叹了口气，走到韩梅跟前。看到了吧，梅子，我一出门你就跟着我，这样下去真不行。何宁，听着，是老罗的安排，何军要主动来找你，第一时间必须告诉他，这是很重要，听明白了没？何宁心里一股疑惑，何军会来找我？不可能吧？他跟他爸断绝关系，他不会来十里铺了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他早上那会在蓝城见了岳生豪，如果他突然来找你，那就不正常。这事儿听老罗的，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。好，满脑子想，何军回来肯定给他爸道歉。韩梅离开没多久，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十里铺。何军带着礼物来的，跟他爸聊了大半天后，又开车匆匆离开。李静，你爱唱这种调的民歌？宁子哥，我以前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，有自己的专辑，也是因为我喜欢唱歌，才会在蓝城歌舞厅工作。在蓝城歌舞厅唱歌，大家都说他嗓音好，能唱出名声来。但只有他知道，娱乐场所歌女身份卑微，唱那些莺莺燕燕逗男人开心而已。静静，好妹妹，我想好了，咱给你找渠道搭平台，你要走出去。这2句话嘴上说的轻描淡写，脑子里呼呼电光火石。
十里铺要出一位歌星，李靖好嗓音好气质，缺一些机遇，缺一些走出去的条件。李靖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咱找西京市大西北文化团，这个团队也是刚刚起步，对新人比较友好，只要歌唱得好，要火起来没那么难，过不了多久你就能上电视出专辑，你是十里铺出去的歌星。宁子哥，真的吗？你缺的就是走出去的这次机会，哥帮你，过几天我事情安排好就带你去西京。李靖眼睛瞪圆，心里呼突突窜出来一股火苗。蓝城乐声豪办公室里，郝总，在歌城上班的一个叫李静的女歌手招呼不打一声不见影了。这种事情你们处理就行，还要问我？郝总，这李静跟咱签了合同的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来上班，可连着10天了不见人。刚刚查到，何军他爸新娶的老婆就是李静的妈妈。这么巧，果然那个混小子给我使绊子，抢了我的车，还抢了我的人。乐声豪气得咬牙切齿。十里铺跟燕舞歌城，天上地下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搞事情搞到我这儿来了。马忠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要干什么？他在蓝城都有什么势力？你必须给我调查得清清楚楚，折腾到我头上来了。你小子是不是真想跟我杠上？咱慢慢玩。乐声豪沮丧的心情忽然又变成我兴奋。相差20岁的混小子开走自己一辆大卡车，拐走自己歌城员工，这事儿好玩了。重生回到92年，前往西京帮李靖圆歌手梦想。李靖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放心，你的本事在外面，你不属于十里铺。不，宁子哥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以后怎样，我是十里铺出去的，我妈在这里，我把你当亲哥哥，你们是我亲人。好的很呢，宁子，李靖把你当亲哥，你就把他当亲妹一样照顾，帮李靖走出来，到时候咱们在电视上看李靖唱歌，想想就美得不得了。看着一路的风景，李靖恍惚觉得自己离西京市，离那个梦想似乎遥不可及，又似乎触手可及。何宁兄弟这边。咦，江队长，你怎么知道我来西京？我没告诉罗麦呀。何宁脑子里2秒半的转速，想明白了这一圈是怎么回事。十里铺的一举一动都在罗麦的掌控中。何宁兄弟，你要出远门，最好给老罗打个招呼，你的身份太特殊了，就算在西京也可能有黑手。江队，你的意思，蓝城混蛋人的黑手已经伸到西京这来了？江明看一眼李靖，给一个眼神意思，回宾馆再说。江队长，前几天老许的车队被人栽赃违禁品的事情，你给我详细说明白，是同城的包不同，还是蓝城的乐声豪？许建国拉衣服和鼓风机回来的时候，有人假冒特殊部门查车栽赃违禁品，好在江明莲和罗麦及时出手，车队才安然无恙回到黄原县城。何宁，我们查过了乐声豪和包不同了，但均没有线索，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搞事的人被抓了，但对方宁愿吃花生米，也不愿说出是谁指使的，可见背后之后手段多厉害。大西北文化团的面试，何宁拿出前世10年后才有的歌给李靖，再加上李靖独特的嗓音，当即赢得一众评委的欣赏，顺顺利利成为文化团的新成员。李靖，没哥什么事了，我带你来西京发展，也是想让你不受何军打扰。你放心，他不会找到这儿搅扰你，你尽心尽力发挥自己。宁子哥，我一定尽心尽力唱歌，我一定能走出来。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要把我当亲哥，你就说吧。宁子哥，我和何军骗我，可我明白你是救我。李靖，说到根本上，是你自己救你自己，不要再考虑他，好好干事业。不是，宁子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希望我妈和叔叔过得幸福，对不对？但这几天我感受到了，叔叔心里有深深的忧虑。你有本事，你帮帮叔叔，把何军拉出来，别让他被坏人摆布，别让他再搞事情。何宁看着李靖，心里叹气。姑娘心里恨是恨，恨的背后肯定爱过。李靖，何军不受些教训，不撞到南墙，他是不会回头的。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和他是一个爷的兄弟，他最终要回到十里铺的土地上。李靖咧嘴笑，眼泪流，咬咬嘴唇。这个钱你拿着，手里宽裕些，能游刃有余，歌金就回去了。西京这边江队的人会保护你一段时间，你就安心好好唱歌。我答应了你嫂子的，这辈子不出村，守护她和孩子。这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晚上没回家。哥，跟许建国约好碰面，在一起去蓝城奔驰店提一辆虎头大奔，再去摩托罗拉专卖店拿手机。宁子，你不是说江队跟你在一起吗？人呢？他说有急事办，先走了，安排了小金兄弟在这等我们。江队安顿的，在这里不要跟我主动搭讪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宁子，先去哪？奔驰代理店。许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
你主要跑县城到省城，路道好，你开红旗，我要跑村里路，我开大奔。不行，咱俩都开大奔，要一模一样。咱要在黄原县范围搞出名堂，2辆一模一样的奔驰车就是名声。干嘛开红旗？那是市长县长开的车，我开着我不别扭。好，我尊重你的意思。我先去商场给小娥妹妹说一声，别再担心她姐。明子，我去找我姑父说些事，你来商场魏主任房子里叫我。许建国朝4楼走廊过去了，何宁直接上5楼，将李靖的事情给说了一遍。明子哥，这样说我姐要摆脱何军的纠缠了？我觉得他不会跑去西京给你姐搞事，文化团的人会护着你姐。我姐这下没事了，太好了！你这一安排，我觉得我松活一大截，我再不想我姐，我安心做这个摊子。姐妹俩在兰城相依为命，一个牵心一个。明子把一家人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小娥，我手头还忙，我就不跟你闲聊了，有人在下面等我呢。我晚上8点关门了，有事给你拨电话。何军刚上5楼想找李小娥，居然看见何宁离开的身影，身上有摩托罗拉手机，就是给郝总汇报何宁行踪的。不远处的小金看着这一幕，果然有人盯上了何宁，而且对方还拿有手机，不知道给谁通了电话。事情不简单，需要立马给江队报告。这个人的相貌衣着牢牢记在小金心里。出了商场，何宁跟许建国在路边等车，不经意间看到一辆黑色轿车，猛一下愣住。这不是何军的车吗？他来这里干嘛？脑子里嗡一响，强烈意识到有一双眼睛在某个地方盯着他。何宁兄弟，哈哈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去哪儿？上车我送你。认识，咱黄原县的张海瑞堂哥，去过10里铺，自家兄弟。我海瑞兄弟说了，我再搞一辆大车，也跟着许队长跑货运，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。行呀，我们车上好好说道说道。红色捷达车拉上去往东城的时代售点，后方一辆面包车悄悄跟上。张海洋下个路口转头上滨河路。明子，什么情况？还不确定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明子，你的意思咱被人盯上了？妈的，贼心不死！许队长，什么意思？在兰城有冤家了？兄弟，好好开车，没事的。我们什么场合没经过？红色捷达跑一段上滨河路，往雁滩桥方向去。半个小时后，远远看见面包车跟在后面。许哥，我们被盯上了，海洋兄弟，注意着，后面的车子跟着我们，制造车祸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就看你的技术，就怕那辆面包车冲过来。难道不是小金他们？不是，小金和江队4个人坐在另一辆红色捷达里，也跟在后面。哈哈，兄弟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兰城大佬给你送面包车来了，好事啊！今儿咱开不了奔驰，开一辆不花钱的面包车也可以。我看出来了，那辆面包车不错。重生回到92年，救你上岸的人只能是你的兄弟。老大安顿好的，不要出人命，抢走车子就够那小子惹一身麻烦。咱即便被抓获，老大也会把咱活动出来。听明白了没？过了线，老大那边就不好办了。明白了，胡哥，听你的。1个小时后，车子开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里，橙色面包车最高速冲过去，超过红色捷达，远远在前面。从车里出来5个戴着头套、拿长家伙的粗壮男子。兄弟们，2辆车都一起搞了。带1米长柄的大砍刀戳在地上，擦出一道火花。下车，都下车，双手举起来，站在路边。后面捷达车里出来4个人，每人手里提着一把黑俊俊家伙。上当了，双手抱脑袋蹲地上，不准乱动。江明带的4个便衣身上都带着铐子，给他们双手铐上。从粗胳膊男子身上搜出来新款摩托罗拉。他们用手机。江队，看他们跟谁联系。在亚细亚商场盯着你们俩，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也用这样的手机。小金便不认识那个人是不是何军。江队，我建议在商场盯梢我的人拉到黄原来。好，我跟罗局沟通，让他安排把那个家伙拉过来。江明和队友们掩饰不住心里激动兴奋。这段时间在兰城奔波，有一种没处下手的感觉。这下好了，从这几个人身上和商场那个家伙身上，肯定有重大突破。江队，出租车给他们坐，这辆面包车改装过，比我订的奔驰还拉风，我试试。不行，出租车上不安全。找罗局要车。好哟。2个小时后，车子开进黄原县警局。我担心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是何军，如果真是他，他肯定被人控制了，他跳进坑里爬不出来，我二叔二娘的日子也过不好。何宁，亚细亚商场盯着你的人，我画出来了。接过小金手里的画像，何宁蹭眼睛里喷火。是何军，他这个混蛋，这下他死定了。出这一档子事，岳生毫不会放过他。兰城大佬弄死他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
何宁，你放心，你能想到的，罗局和江队都想到了。何军已经被我们的人控制了。罗麦审讯完几人后，也过来了。何宁，这帮家伙一口咬定没有人指使，是想抢许队长的箱子里的钱。他们怎么知道我箱子里装着钱？许哥，有可能你在交提车定金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盯上你了。只要他们6个一口咬定是抢这笔钱，就跟蓝城的岳生豪扯不上关系。兄弟，面包车、手机。许建国受兄弟影响，人生观、价值观有了巨大变化。那辆橙色面包车比他订的虎头大奔还结实耐用。那啥，罗局，那辆面包车你怎么处置？这部手机你怎么处理？罗麦一下子明白这小子什么心思。何宁，那辆车要充公的，只能临时借你一次，下次回黄原县的时候给我开回来。好，我只是借用一下。半小时后，何军被几位警员押着进了罗麦办公室。君子哥，郝总对你不错。何军低着头站在局里，看到何宁跟许建国就在局里领导办公室，很明显，他们搞事搞失败了，心底里突然抹轻松。君子哥，知道你为什么被带到这来吧？知道，我把你的行踪报告给了岳生豪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听他指挥。可我，君子哥，你在蓝城待不住了，你现在回去，你会被岳生豪弄死，然后你连尸体都找不见，你信不信？宁子，我话没说完，何宁一拳直接往何军脸上砸。你回到十里铺，信不信我也弄死你？何宁还想再打何军一顿，被罗麦拦住。何宁，行了，这事你不要管，我来处理。你给我等着。宁子，哥错了，哥不能回蓝城，哥不能回去呀。何宁没有理会何军的哭喊，带着许建国头也不回的出去了。何军，你知不知道你兄弟现在是在救你？交代一下的事情的经过吧。你在这里关7天，好好反省。从听到岳生豪的名字开始，何宁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甚至在想怎么能把他手里钱有理有节搞来一笔。何军这事还不行。何军，你在哪儿？怎么还不见回来？郝总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哪位？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？郝总，我是何军弟弟何宁。郝总，手机不错，车子也不错，借用几天，方便的话我回蓝城顺路还给你。和你小友，咱有些误会，改天你来蓝城，我请你吃饭。哈哈，郝总好度量，我一定去拜访您。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开着你的这辆面包车呢。1个多小时前，岳生豪给手底下马忠前来报告，说联系不上老胡，上次的状况一样，几人莫名其妙消失了。岳生豪听得身心震撼，诡异至极。郝总，别联系你手下了，我刚从你的人身边离开，他已经被警方提走了，你还等他的消息？岳生豪就是等老胡亲自过来给他汇报情况。你说什么？被警方带走了？我知道了，别慌，正常情况而已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一声挂了座机。包不同说的对，他的人真的被抓了。这个混蛋！郝总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骂那小子的哥哥，他是那小子的哥，你觉得他能实心跟你搭伙？人家家族内部矛盾，你偏要拿着给你搞事情，人家能不反水？包总，那你的意思呢？那小子有黄原警方保护，咱不跟他硬碰，咱跟他软着来。说白了，他的本事就是能挣钱的本事，咱不让他挣到钱不就得了？哈哈哈，他把我2辆车开走了，这小子是挺好玩。好，包总，一起出去吃饭，好好谈谈。重生回到92年，大佬之间不谈生意，论生死。2辆虎头奔开进了十里铺，许建国1辆，何宁1辆。村长何富云带人又是敲锣打鼓放鞭炮的那种。马经理，何军拿了我的1部手机，拿了我的一笔钱，就这么算了？郝总问这么一句话，当心腹的立马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郝总，何军被关的地方刚好那边我们有人，我去安排一下。马忠从郝总办公室出去后，又有一人走了进来。郝总，听说对我老家的侄儿很感兴趣，既然你这么感兴趣，要不要听一段我们何家的故事？你们何家的故事说来听听。何国文微微一笑，老家十里铺，从他8岁时候说起，说到他脱离十里铺进蓝城。郝总，1个月前我才确定我不是何家人，十里铺那个老头不是我爸，这份亲子鉴定你能看懂？何主任，你能给我看这个东西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想当蓝城弓箭处的处长？郝总，那要看你要不要我当了。何宁，听我说，今天下午那会儿，蓝城岳生豪约你三叔见面，你一定提高警惕，你知道怎么做？何宁忽然想到，前世有人在看守所人间蒸发，后来爆出大雷，蓝城岳生豪的黑手伸到看守所，搞没了跟他作对的一些人。罗局，我君子哥现在有危险，他会被人弄死。什么？你是认真的？罗局，我现在就去看守所给我君子哥送棉衣。好，你抓紧下去，我派人也过去。
大门口虎头大奔警车发动，去往黄原县。宁子，这里好冷，我怕我今晚要冻死，没想到是你来给我送衣服。哥错了，出去后回老家，回我爸身边，再不去兰城了。你看我身上，他们把我往死里打。38号，话不要乱说。何军，这个罪你得受几天，身上穿厚些，别冻感冒了。包衣服从门框里塞进去。何军伸手抓衣服时，何宁使劲捏一把何军手背，再用眼睛死死盯他几秒。何军，你该承担的结果你要承担，别胡乱嚷嚷瞎抱怨。宁子，哥对不起你，哥错了。何宁在衣服里面悄悄放了台手机，虽然心里不喜欢何军，但何军不能不明不白在这里嘎了，二叔家不能缺一个。他妈的，马忠，一大早你就给我带来这个消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手底下那些人不是很厉害吗？郝总，我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何军手里有一部手机，他喝完水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手里的手机给罗局拨了过去，罗局调动急救车将何军被拉出去紧急救治。马忠，你先出去几天躲一下风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这边的情况你不要再管了。马忠点点头，转身出去。包不同一脸呵呵笑进郝总办公室。郝总，我的8辆大车今天到了南省，那小子不是卖鼓风机吗？我跟在他后面，价格比他低20块，让他这批货赔死。我已经派人做详细调查，他的烟缸酸菜铺的摊子越大，出的是越大，只要小手段，我就让他赔个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包总，我这里是50万，我不想听到坏消息了。郝总，方法对，路子对，是没那么难做。包总，等你好消息。何宁拉了10万台鼓风机，包不同跟在后面拉8万台，明显就是想击垮国宁贸易公司。宁子，哥知道你有本事，但你这个意思太离谱了吧？包不同进货价是30块，你从他手里30块买来，他能答应？他的目的是挤兑咱们车队。宁子，你是不是想的太离谱了？兄弟一本正经，口气开玩笑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他们的目的是挤兑咱，不是正常的良性竞争，所以我也就不讲客气话了。许建国呼吸粗重，果然是自己昨晚猛然想明白的情况。老许，别担心，不会出事，我跟岳生好好谈，包不同会同意的。许建国瞪眼睛张嘴愣神，难道宁子兄弟要抢货？许建国的车队再次出发起，留下何宁一人。岳生豪，你搞我君子哥，现在又联合包不同搞我生意，看来你是想提前销户。许建国的车队已经发出10多天了，何宁估计着明天就该到黄原县，包不同的车也差不多到，是时候找岳生豪算账。黑色虎头奔开上，前往南城。前世50岁时，身家过亿的何总没有和岳生豪打过交道，没打过交道的原因，10年后蓝城没有岳生豪。你小子谁让你进来的？高衙十里铺何宁。小子可以啊，直接闯我办公室来了，你要干什么？郝总，跟你谈一笔生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郝总，包不同又一批鼓风机要进黄原县城，这事儿你知道对吧？我知道，你想干什么？郝总，这批货没必要开进黄原县卸货，直接开进我们十里铺。卸货的地方我已经让我们村里人收拾出来了，出厂价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钱，开车司机的费用该付多少我就付多少。岳生豪扑哧一声哈哈大笑，笑得喘不上气来。何老板是有本事，要不然不会有警察贴身保护你，可我没想到你这么幽默。何宁一个手掌伸过去，慢慢展开，一张纸条放在桌子上。郝总，明天下午我希望看到8辆车开进我们村里，也是你郝总给我十里铺人出一笔资助。告辞。岳生豪眼睛瞪着何宁转身离开的身影，再看一眼桌子上折起来的纸条，拿起来展开，2行字触目惊心。岳生豪精的身子直挺挺后靠坐在椅子上，眼前一黑，缓过神来的岳生豪电话叫来马忠。郝总有什么吩咐？马忠，包总开的什么车？灰色丰田。3天后让这辆车消失，做干净一些。马忠心里一怔，犹豫3秒时间，明白。重生回到92年，大结局上篇，真相浮出水面。何宁，包不同死了。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字，我从没怀疑过。这件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，我希望你不会让我怀疑。听罗麦急切口气，看他焦灼脸色，何宁心里隐隐一揪。罗局，昨天晚上8点40分，蓝城出租车司机张海洋给我的信息，包不同掉进滨河东路下面的黄河，淹死了。你说你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件事？对，我信。罗局，我告诉了岳生豪一件事，那件事暴露出去，他就死定了。然后4万台机子以出厂价拉到了我们十里铺。你的意思，让岳生豪能嘎掉的事情，是让包总嘎掉的原因，
如果真不是偶然车祸，是有人害他，那极有可能就是这件事的原因。包不同要知道，他的4万台鼓风机被何宁撬过来，杀人的心都有。岳生豪就让他静悄悄一边去。何宁，那件事我能知道吗？你必须知道。罗局，不要比，听在你耳朵里，记在你脑子里就够了。听着罗局，我告诉他，从我给他说出那件事开始，我要少一根手指头，不是他搞我，也绝对是他搞我。他的一切，包括他本人，会消失的，连渣都不剩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岳生豪不是真实的岳生豪，他是假冒的，他的真名叫马占明。25年前，岳家8条人命在一场大火里烧得连尸体都找不见。那8条人命是军区岳司令的家属，他父亲用了什么手段没人知道，反正他儿子冒名顶替成了岳生豪。在兰城军区，岳司令把他认成本家侄儿，扶持他在兰城做生意，现在是兰城千万家产的大佬。罗麦先是震惊，再是愤怒。何宁，你就不怕他让你死的连渣都不剩？他放马过来，我要是缺一根手指头，他的一切完蛋。他是怕他自己死的连渣都不剩。何宁，你也……罗局，那就这样了，你赶紧回局里去，该忙什么忙什么。何军出了看守所后，没有回到十里铺，而是被三叔何国文给接走了。60万的小车钥匙，150平方的豪宅，500万的工程款，3000万的资产凭证，从三叔何国文手里接过来。何军恍惚间没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岳生豪不是要搞死他吗？怎么会将1/3的身家给他？是想让他对付何宁？没想明白。但何军知道一件事，他何军从此就是千万富豪了。1周前，何宁给岳生豪递出小纸条后，岳生豪开始预感到自己不好的未来，或许哪一天一支军队闯进他办公室也不是不可能。郝总，一切顺利，我敢保证何军不会再靠近十里铺人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？岳生豪拧一下脖子，脸上眼神空洞洞看前方。国文，这一沓资产凭证我已经做了公证，是你跟何军的。何国文身子绷紧，眼睛盯在岳生豪脸上。郝总，你这又是几个意思？国文，拿了我这笔资产，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不明白。何国文，你必须明白，我岳生豪黑道白道惹得人太多，说不定明天我就回不来了。难道我要把这些资产当善款捐赠掉，还是被他们一个子儿不留没收掉？笑话。郝总，我明白了。真能明白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郝总的一切在兰城不会消失，不会抹掉。去办理吧，别再来找我。财产凭证装进提包里，何国文大踏步走出烟雾歌城写字楼，想象着自己另一番人生。岳生豪坐在自己办公桌上，嘴角微微笑。何宁，混小子，咱们的戏才刚刚开始，等我重新归来。腊月的十里铺，天空轻轻飘落下来一片片洁白的雪花。宁子，你说接10辆新的大卡车回来，3000亩梯田完工，我都能理解，但为什么一定要腊月24前完成？腊月24之后不行吗？老许，这你还不明白？宁子的小女儿是在去年腊月25晚上出生的，月月的生日是腊月25，在宁子心里，从她女儿出生开始，她就是另一个人，大家都知道的事，所以24这个点之前要把一些事情搞结束。许建国似乎听明白了。宁子，爷爷说他要走了，他叫你呢，他有要紧事给你安顿。听到爷爷的事情，何宁赶忙去往二叔家。爷，你有啥话你给我说。宁子，爷只能给你说，你二叔不信我，你爸妈也不信我，你要信爷。好，爷你说吧，爷我信你。这几句话，站在炕沿边的其他人听不清。宁子，爷给你说，他不是你三叔，不是的，你爸妈不信，你二叔也不信，我冤枉呀！你要信爷，你不能认他。老人84岁，迷迷瞪瞪，这件事心里明镜似的。何宁觉得爷爷说的是一桩事情的真相。爷，我信你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能处理好。何万里拿出一个小竹筒给何宁，何宁第一反应就是跟三叔有关的东西，跟那个跳崖的后奶奶有关的东西。宁子，你拿上，他们写的，他不是你三叔，你信不信爷？爷，我信你。说完这事，何万里稍微有点精神。何宁给爷爷喂了一碗饭，能吃下就说明没事。罗麦和高远收到消息，岳生豪已经在悄悄转移资产，他们认为收网的时间要到了，只要给岳司令第一个消息，当即就能将岳生豪抓起来。但证据呢？不可能说是何宁告诉他们的吧？哇哦，1000多万！我君子哥发了，岳生豪给我三叔这笔资产，目的很明显，想让我三叔搞我，或者说搞死我君子哥。何宁，问题就在这儿，岳生豪为什么选你三叔？他是你三叔啊，岳生豪让你三叔搞死你，
你三叔拿了这笔钱不认亲了。何宁将爷爷年轻的事情讲了一遍，又把爷爷给的竹筒里面的纸条拿出来。罗麦，何国文原名叫马国文，他妈叫马一妹，有5个证人，分别是马一鸣、马一军、马一国、岳生豪、岳牛耀。什么？岳生豪？你说证人有岳生豪？重生回到92年，大结局，重生归来不是梦，美满未来，各家安好。上面的岳生豪应该才是真的岳生豪，而且有手指印，只要一对比指纹就知道真假。还有高局、罗局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何国文很像岳生豪？何宁，你这一提醒，他俩还真像是兄弟俩。那不一定，有可能是叔侄俩。我猜我爷爷当年逃荒去的就是兰城的马家川，后来被马家人逼着认了何国文当儿子。罗麦尽可能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，有了这份证据，岳生豪这个毒瘤是时候该抹去了。说了几句，何宁去往兰城找何国文，没有废话，直接表明来意。三叔，在我还没改口叫你马国文之前，我有一个期望，岳生豪给你的钱还回去还来得及，即便还不回去，主动上交还能回头。还有啊，三叔，你叫何军在兰城干事业挣大钱，你到底是报恩了，还是为着自己打掩护？何军老婆女儿是什么情况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很清楚。何国文眼神里一抹慌乱，掩饰不住。何宁，你出去，你别再来找我。无法沟通，何宁直接转身离开。手头上忽然有了500万现金的何军，第一时间去西京找李静。虽然半路上钱包丢了，但没关系，银行卡还在，最多跑一趟银行拿而已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去西京的路上，兰城燕舞歌厅门口已经被特殊部门给包围了，三叔何国文也被人给带走了。静静，我已经离婚了，跟我回兰城，我有钱，我养你。何军，那你说说你有多少钱？这张卡500万，不信咱去银行查查。李静跟了何军3年，他有几斤几两，李静能不知道？很好奇何军怎么忽然就有500万？94年了，在兰城银行存的钱，在西京市也能查到。李静要亲眼看看何军卡里的100万资产。对不起先生，银行卡冻结，取不出现款。什么冻结了？开什么玩笑？姑娘心里一惊，500万说冻结就冻结？李静知道谁有权利冻结私人名下资产，也知道什么原因冻结。对不起先生，是你们兰城公安部门冻结了你名下的资产。听到这话，何军一下躺坐在地。李静将何军在西京的事告诉给何宁，担心何军寻短见或骚扰李静，何宁请罗麦帮忙将他给带回来。回到黄原县的何军已经接近崩溃，但心中有疑惑，有些事情要问三叔。三叔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我名下这笔钱不会出事吗？何军，我不是你三叔。叔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三叔，你带了我5年呢，没有你就没有我在兰城这5年的发展。何国文觉得自己完蛋，他跟岳生豪一样搞冒名顶替，那位老钱被追着这一出不会放手的。君子，悠悠不是你女儿。三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何军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悠悠是我的女儿，是你老婆给我生的，你名下的资产都不是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我就是要你绝望，要你们何家人绝望，我要给我妈报仇。何军身子晃动，脸色惨白，脑子里嗡嗡响，嘴里喷出一口血，身子往前一栽，眼前一片昏暗。清醒时已经在何宁的车上了。君子哥，因为你妈王琴，你不恨我了吗？恨不起来了，何国文是假的，他说的话都是假的，我有什么资格恨你？我恨我自己。君子哥，咱们回家，爷爷要走了，让老人家走个安心顺意。1994年2月3日，腊月23。宁子，叔是长辈，但这杯酒叔先敬你。我看着你长大的，我看着你以前混，再看着你去年腊月23清醒，我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你老婆怀孕，给你生月月，你才能清醒，对不对？最高兴的人是一旁的李娟。宁子一番努力，把何军拉回村里来了。何军的性子也变了，你俩可真是兄弟，都是腊月23突然清醒。老婆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敬酒。啊，宁子，你搞什么？弟妹，听宁子的，她心里什么意思我知道。宁子，真的吗？姐和梅姑都说呢，是因为我和月月，所以你才清醒了，才有今年的成就。何宁使劲点头。我喝一杯，没事的，三宝也高兴呢，是吧？三宝，这杯酒妈妈喝上。李娟小心翼翼喝了一口，脚底下飘呼呼。我给你们端肉骨头，端下酒菜啊。何宁一盅一盅喝进肚子里，1年到头第一次喝醉了，恍惚间觉得自己还是1年前躺在床上将要离世的60岁老人，嘴里喊文文，你不要走。
满身心的绝望。老婆，月月，明子，你喝醉了，你躺下睡好不好？娟，我没有做梦，对不对？我女儿呢？月月呢？爸爸疼你。哎呀，你躺下睡觉，二叔、姑父、村长叔都看着你呢，你躺下睡一觉，睡着就好了。不，老婆，我不睡，我不能睡，我怕这是一场梦，我怕我醒来。咋了，许哥、东平哥？嘘，咱宁子喝醉了，睡着了，不要吵闹。今年还从没见宁子喝醉过，今天这是放开了喝呢，这睡了一下午。村长、姑父，我娃就这一喝醉，再醒来，会不会回到混混样子？那就麻烦了。姐夫，别担心，绝对不会。为啥？你就这么肯定？因为有娟，有月月，有文文，还有我们大家。宁子睡醒了，还是带咱拼事业打天下的宁子。腊月24，乌麻麻村里一些人围过来，乐呵呵看何宁一家照全家福。呀，你把她嫁到天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老人小孩家没出生的，一家6口人，还有黑子。何宁转过身，从爷爷怀里小心翼翼抱走月月。老头子嘴脸微微笑，睡着的样子和蔼安详。爸，我背你回屋去。二叔，我爷睡着了，连椅子抬进去。二叔，我给爷吹3天唢呐。爸，您老走好。